小祖宗，你快看看，时间不多了。仙雾弥漫的莲花池边，一个糯米团子背着身侧躺在玉阶上，撸着怀里的小花豹，语气烦闷。有什么好看的？还不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哼，不去。说是说，滴溜溜的圆眼睛却不觉得朝后一瞟一瞟的。没办法，谁让他们玉兽宗这金莲化身的小祖宗面皮薄呢？要是听见了，指不定恼羞成怒，不下凡历劫了呢。要不看看？小祖宗，你不是一直想要爹娘吗？这可是大长老专门用百年酒酿从司命那里换来的剧本，我让人专门画了他们的样貌，1比1还原。这是你爹、你娘、你祖母，还有几张是……哇，他们在闪闪发光耶！而且怎么感觉很熟悉呢？怎么就忘了这小祖宗最喜欢宝石一类发光的珠宝？这3个人颜值属实逆天，加上身份贵重，自然穿着比其他人更华贵。小祖宗，爹娘可看好了，剧情你记住了吗？凡界清苦，务必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天道压制，你的法力全无，万事小心啊！放心吧，我绝对做爹娘的好乖乖，听话懂事不捣蛋。吹呀吹，一吹3年。北风呼啸。我记得我有爹娘啊。有个屁！你是老娘从臭水沟里捡的，正儿八经的小泥腿子，这辈子你都走不出这牛武村。还有啊，你叫牛昭昭，什么云昭昭，妄图跟京城淮阴侯一个姓，你哪来的脸呢？哼，才不是呢，我就叫云昭昭。哎呦，你还敢还嘴？看我不嚼你的嘴！哼，小畜生气我，你们也气我，真当我是死的？看我今天不把你们都宰了做羊汤！说着看向3岁的小奶娃，眼珠邪性的一转。至于小的，找个日子发卖，神不知鬼不觉，我也好回京城痛快几天。洋洋，你去绊倒他。肥婆子一下扑倒在地，云昭昭哦，耶一声蹦到他肚子上，用小拳拳砸他。正高兴的时候，一个麻袋套下，跟着天旋地转的被扔上了马车，头顶传来一声低沉的哼笑，简短轻的好似气音，夹杂着不屑。大坏蛋，你在笑我？看见我刚刚的厉害了吗？不想挨揍就放了我。八成遇见人贩子了。齐萧大马金刀的坐着，看着麻袋上不断凸起的小脚印、小手印，眼眸微潮。你该感谢我，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就你这营养不良的小骨头架子，那老肥婆一屁股能坐死你。没错，这正是刚才陈阿嬷要做的事。哼，冻死我了，你还能卖出价钱吗？我在帮你，不用谢。给我等着，下车找抱抱，呼呼揍你。爹娘在哪里啊？马车一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远大将军齐萧护右边陲，数次遇蛮夷来犯，为我国土，是大前不视其出的帅才，特赐监国摄政之职，在朕养病期间，代为处理国事。摄政王好大官威，骑马进城，就不怕御史参你一本功高盖主吗？御史何在？本王可否骑马进城？自然可以。摄政王的车马接走御道，监国期间等同皇帝亲临。这时后面的淮阴侯云骑清风霁月地走了出来。沈大人所言甚是，但二皇子是君，摄政王是臣，怎能越过军礼？下官认为不妥。
华阴侯，你不出来，我倒是忘了。这次偶然路过淮安城外的牛务村，我有份大礼送你。摄政王何意？齐萧嘴角轻蔑，黑甲军扯过一老婆子扔在众人面前。你怎么会在这里？阿嬷，你不是在回乡下帮我祈福，怎么会被摄政王？哼，淮阴侯看来还不知道呀。你有个3岁的幼女，被夫人弃养乡下，幸得本王相救，不然就被这贼婆子卖了。摄政王怎可妄言？小女就在这里，何来3岁幼女弃养乡下？摄政王堂堂大将军，可莫要空口白牙，乱说一气。淮阴侯忽视了夫人汗津津的脸色，全然把齐萧的话当成对他泼的脏水。他回头一瞅，小小的身影踮着脚悄悄越过车轮，竟然想跑。把他抓过来。放开我！放开我呀！大坏蛋，我跟你拼了！闹够了没有？这声音他认得。是大坏蛋，我和你拼了！袁昭昭满脸都是羊圈里打架的灰。咦，这个人不是那3幅画里黑色劲装，腰缠玉带，用金丝绣着云纹，端得华丽非凡，比画上还闪闪发光。哎，那是你爹淮阴侯云际。云际这个名字陈阿妈没少提。我可是侯爷夫人的奶妈子，让我来伺候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照我说呀，还是夫人心善，留你一命。这秘密本就该被埋藏起来，以绝后患。你呀，小姐的身子丫鬟命，谁让天降红光不在夫人产房外，而在隔壁的师爷家？哼，认命吧，滚开，羊圈睡去，床和被子都给我。小泥腿子就该有小泥腿子的样，从今儿开始，你就叫牛昭昭。回忆渐渐清晰，云昭昭眼含期待地看向那个儒雅的中年男人，他会是自己爹吗？爹爹，爸！摄政王，本侯只此一女，云洛瑶，没有旁的女儿，你一定是弄错了。哦，是吗？侯爷，其实……孙姨忙蹲身。嬷嬷，你岁数大了，摔倒可怎么好？你的家人该担心了。陈阿莫心下冷寒。是了，他儿子刚刚中举，想入礼部，还要侯爷托举呢。摄政王，奴婢作证，这小乞丐真和侯爷没有半点关系，是奴婢在村边捡的。摄政王，妾身知道你是好心，可孩子是妾身生的，难不成我会弄错不成？摄政王，本侯家事，不劳你操心了。当年之事疑点颇多，侯爷明心见性，就真的没怀疑。为何同天产女的师爷一家连夜就辞官归隐？这么多年来下落全无，为何不等你回来再？够了！韩军师，适才你说这些是何居心？爹爹，瑶瑶怕。哎呦，洛瑶郡主和那个小乞丐，明眼看着就知道谁是真的侯府千金。哎呦，可不，摄政王也是好心，说不定是被某些乡下的小泥腿子骗了。听说淮安地界常有难民流窜，这帮人啊，心眼多着呢。哥哥，我是爹的孩子，对不对？当然，我只有你一个妹妹。我只有洛瑶一个妹妹，你是野孩子，不是爹的孩子，滚回你的村里去！哼，我才不是野孩子，我也有爹，比你爹厉害得多。你撒谎，我爹是淮阴侯，你根本就没爹，你是野孩子，野孩子！爹，他欺负我！袁昭昭丧气地坐下，忽然鼻尖传来一丝檀香，清雅沉静，好闻得紧。哎呀，今天这是哪门子的风？竟然同时见到了摄政王和少傅大人。什么？你是说这马车载的是誉满京城，从小被称为神童，16岁考上状元，被天下文人追捧的南宫太傅之子南宫燕吗？那还有假？
算算日子，今天他是去护国寺和方丈下棋的日子。要不是了然方丈说他尘缘未了，以他在护国寺的地位，如今只怕是下一任住持了。云昭昭短短的手指摩挲着下巴，这么牛逼哄哄。爹！南宫燕还没说话，齐萧先被气笑了。哼，我和他谁是你爹？摄政王，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摄政王打了胜仗，把脑子丢在了战场了不成？快说，我和他，你选谁？刚才是你耳背，听不见我喊爹，那我喊二爹，你怎么还不高兴了？二爹？齐萧顿时欢乐了，这大爹他暂且当当也无妨。带上他。是，摄政王。南宫燕再看去，云昭昭已然跟车马入了城。少妇有礼，我是淮阴侯府洛阳，感恩了然方丈3年前一卦，不知可否捎带小女同往护国寺，当面冲方丈道谢。未经方丈允许，本官不便带人入寺，更何况是女眷。长安，走吧。云洛瑶臊红了脸，她带着记忆出生，1岁能言，3岁作诗，府中上下包括老祖母都拿她当宝，为何这弃院之子一个两个都如此冷遇她？我离京这段日子，宫中可有何事是本王不知晓的？摄政王明鉴，奴家对您可是忠心耿耿，绝不敢有半点别的心思。齐萧批阅奏折，足足一盏茶的功夫，才再次开口，状似无意。起吧。谢摄政王。德妃那边有什么动静？回禀，还是老样子，想借淮阴侯之女护佑大钱的传言，大肆宣扬二皇子天命所归，估摸着贵妃七七下葬之后就要开始了。哼，护佑？那云洛瑶是趟过刀山血海，还是砍过敌军头颅？简直可笑。摄政王说的是。尽喜自小家穷，吃尽苦头，从不认为什么转身仙童能解救黎民苦难。正想着，手上一本折子让他多看了一眼。摄政王，是参六王爷的，说他母丧期间整日逗留宜春院，放荡形骸，举止不孝。随他去吧，机会销骨，众口铄金，是他老子该教他的，不是我。入夜，摄政王，您消瘦了。在外打仗还能养膘不成？那小东西怎么样了？哦，您是说小小姐啊？她跟韩军师玩了半下午了，问了您3趟了，晚上时还问起您来着，想同您一起吃饭。小小姐？是啊，不是摄政王您。在城外亲口承认的大爹吗？难不成误会了，没有认义女？把她带走。那陈阿嬷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淮阴侯有动静前，先养在你府里。那怎么行？我那院子连个女婢都没有，如何照顾小孩？爹啊，你不要我了吗？我是昭昭啊，3年没见，你舍得？齐萧咬牙看着腿上的挂件，再不松手，本王砍了你的爪子。云昭昭害怕了，猛然缩回手，腮帮子鼓鼓的，坐在地上倔强的瞪着他大坏蛋。你知道云记是你爹，对吗？云昭昭仰头看着他，半晌点头承认。那你为什么缠上我叫爹？抓昭昭的时候你也没问过我呀，洋洋不在，昭昭没地方去。带下去洗干净，别丢了我摄政王府的人。老嬷嬷心善，知道摄政王这时同意了。齐萧两臂伸展，泡在浴桶里，刚舒展的闭上眼，就听见一声声哭嚎，猫啼似的，糯叽叽的。去看看怎么回事。
禀王爷，昭昭小姐头发枯黄打结，怎么都梳不开，疼得直掉眼泪。那还不简单吗？给她剃了，重新长就是了。再然后，终于安静下来了。大坏蛋，我不要你当爹了，我要杨妈妈，我要回家。爹不认我，娘也不看我，原来他们已经有孩子了。昭昭生来就是没人爱的嘛，那来这里干嘛？渣爹不认昭昭，昭昭也不要他了。齐萧见他哭得伤心，心中泛起一丝陌生的酸涩。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把他搂进怀里，姿势僵硬地抱着了。大坏蛋，你干嘛？别哭了，那样的爹娘不要也罢。大坏蛋，你当我爹好不好？昭昭听话懂事不捣乱，会祝福你长命百岁的。哼，本王征战沙场，长命百岁，哼，怕是难呢。你不相信昭昭吗？昭昭真的很厉害的，是真的。罢了，您愿意叫就叫吧。当真？他有爹了，他终于有爹了。爹爹，快来讲故事睡觉觉。小东西，你放肆！我不叫小东西，阿爹要叫我昭昭。爹爹的怀抱真暖，比羊圈暖多了。竟敢拿它跟羊圈比，还香，一点都不臭。爹，昭昭终于有爹了，昭昭有家了。3岁的奶团子迷迷糊糊睡着了。这一夜没有战场，没有厮杀，没有鲜血，安然平和，竟一夜无梦。翌日，云昭昭，你给我醒醒！云昭昭正做着梦，爹爹带她在云朵里飞呢。突然一声肚子咕噜噜叫，她加紧速度，吨喝奶补充能量。咋啥也喝不到。爹爹，你又凶我，快点！我坏？你刚刚在干什么？你真想挨揍是不是？刚刚我在做梦喝奶啊，怎么啦？说话间，云昭昭注意到他爹胸前血衣湿了一片。人家饿嘛，爹我错了，不打。来人！洗漱师婢几人早等在外面，推门进来时，却不想看见云昭昭在床上，俱惊讶不已。本王叫你们了吗？滚出去，让刘嬷嬷进来。王爷有何吩咐？你昨天给她吃了什么？为什么这么早就饿了？一点米粥，小姐才长了2颗乳牙，没办法咀嚼其他食物。今晨已经派人去找乳娘了。多找几个，一个不够。不要，不是娘，不要。不要乳娘，那你要什么？爹喂，我只有爹，没有娘。爹喂奶我就吃，我不要别人的。好吧，羊奶也行。去安排。是王爷。哼，爹小气，吃够奶也生气，又没有还怪我。你说谁小气呢？爹吓我。可没一会儿，屋里又笑开了，好像被挠痒痒了。昭昭错了，爹不小气，爹爹大气。淮阴侯府，外面真这么传？郡主，何止传啊？是夫人的远房表妹玉婉儿亲口告诉我的。据说剃了个光头，半寸都没留下。住院晚上还传来那小泥腿子的哭声呢。
袁洛瑶满意的弯起唇角。袁昭昭，想不到吧，在玉兽宗备受瞩目的你，在凡间竟然混得这么惨。啊，你怎么做事的？桃红梳子掉在地上。啊，郡主，怪我不好，实在是那颗宝石太耀眼了，我一时好奇才多看了眼，扯痛了郡主，奴婢该死。袁洛瑶拿着珠花尖细的一端，一次次扎在桃红的手臂上。夫人安好。郡主呢？在屋里呢。记住，一个字都别说，清洗干净拿给我。是，郡主。门开了，桃红低着头问安后匆匆离去。这些个婢女是越发没规矩了，明日你好好调教一下，不然怎么伺候好郡主？是夫人。不用了，娘。娘操持府中钟会已然费心劳力，女儿不愿娘再累着，我自会管教他们。娘的乖乖，真是懂事啊。洛瑶，娘叮嘱过你，这娘胎里带的异宝绝不能轻易示人，这关系到咱们侯府和二皇子的前途运势，万不可疏忽。娘，昨天那个嬷嬷真的是你奶娘吗？可她为何不在府里伺候你，跑去乡下受罪，还照顾一个和我同岁的孩子？孙姨面色陡然一变。是了，连3岁的孩子都有疑问，那其他人不行，事不宜迟。洛瑶，一会儿女学师傅来，你好好上课，娘出去一趟。娘，昨天那个打了哥哥的小孩，我以后还会再见到他吗？娘也不知道。哦，这样啊。洛瑶不愿借爹爹生气，如果有机会还是见一面的好，告诉他真的认错爹了。华阴侯怎么会是他爹呢？傍晚，何爷爷，你怎么那么厉害？这院子里这么多事，你都能安排好，真棒！还有刘嬷嬷，你做的蛋羹太好吃了，昭昭可喜欢了，肚肚都鼓起来了。哎呦，我的小姐，这嘴儿也太甜了。嘿，爹爹回来啦！爹爹好厉害，真好玩。爹爹，今天刘嬷嬷给我穿了新棉袄了，可暖和了，昭昭都不冷了。还有，今天中午你没回来，昭昭让何爷爷给你留了饭。昭昭想爹爹，爹爹今天有没有想我呀？夕阳下，齐萧还能清楚地看见小家伙脸上的绒毛，心头柔软，虽没回答，但还是轻轻点了下头。好耶！我就知道爹爹也想我了，我们赶紧吃饭去吧。昭昭早饿了。总看我干什么？爹好看。你个小马屁精，世人都知道王爷右脸受过伤，你还没见过内侧，怎？筷子拍在桌上，齐萧眼神发冷。才不是马屁精呢，爹爹的脸我见过的，是最好看的。那陈婆子如何了？侯府可有动手？本和王爷料想一样，孙姨估摸怕打草惊蛇，没敢第一时间下手，但今天晌午她突然改变了主意，而且下手极快，还有大内侍卫在一旁善后。你是说？没错，王爷，我怀疑王府内有内应，不然国丧期间孙姨没那么快进宫联系上德妃，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干净，除非他们一早就知道咱们要出手。王爷，如今你身处高位，周边多的是居心叵测的小人，这时候要是被人捏住了把柄，查就是了。你什么时候这么沉不住气了？这时袁昭昭突然开口：爹爹，我知道谁是奸细哦。昭昭，你知道什么是奸细吗？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你说是谁？是一个叫玉婉儿的人，他说与其勾搭邪界那个太监，不如为自己谋个好前程，是他把消息传递出去，而且对方还给了他200两银票，说只要他为娘娘办事，以后册封他为摄政。
韩烨领命，忙出去办事了。过了一会儿，韩烨跑了进来。200两银票，汇通钱庄的，孙家的产业，就藏在玉婉儿的枕心里，还有春生，也确实穿着。今天的事情，不许传出去。你退下吧。是王爷。叶幕低垂。站好，我有话要问你。云昭昭在床榻边歪歪脑袋。你能听懂兽语？是的呀，而且他们都很听昭昭的话哦。既如此，为什么不走，一直待在牛雾村里？我以为爹娘会来找我。你是傻子吗？那样的爹娘有什么好等的？越是被人厌弃，就越要好好的活给他们看。你的人生怎能被那些垃圾定义？你是我齐萧的女儿，走到哪里都要挺胸抬头，听见了吗？云昭昭抱着齐萧不撒手，打着哭嗝，没一会儿又笑出了个鼻涕泡，把本还在哄的齐萧弄得哭笑不得。脏死了还不松手？才不要，爹爹喜欢昭昭，爹爹不嫌弃我。爹爹，把面具拿下来吧，晚上睡觉不舒服的。齐萧脸色一僵，看了眼他，无声拒绝。去，拿着小布偶找刘嬷嬷睡去。男女有别，王府有王府的规矩。你……他沉浸在思绪中，丝毫没注意某个调皮的小崽子已经爬上床了。爹爹不嫌弃我，昭昭也不嫌弃爹爹，在昭昭心里，爹爹最帅了。齐萧怔然片刻，就这个当间，右脸的银色面具已然松动滑下。放肆！云昭昭，你……昭昭真的生气了，是谁伤害爹爹？昭昭一定不会放过他的。爹爹，通通飞，通通飞，昭昭很厉害的，以后保护爹爹，绝不让爹爹再被欺负。第二日，云昭昭醒的时候，齐萧已经不在了。哇，这是什么？王爷果然宠小小姐。这藏青石听说能引领牧民在沙漠寻找水源，还能避蚊虫去瘴气，是蛮夷的国宝呢。我就说爹爹跟我天下第一好嘛，既然爹爹送了礼物，我也要还礼才对。王爷，小主子收到礼物高兴坏了，一早上叽叽喳喳，还说也要送您礼物呢。赤侍卫口中的小主子，可是王爷新认的那个义女？什么义女？那是本王亲生的。恭贺摄政王有个这么贴心的郡主。郡主？齐萧眉梢愉悦。行，算本王没有白气住你，去办吧。谢摄政王赏识，奴才一定办好。与此同时，本宫说过，这件事关乎二皇子，你怎可如此优柔寡断？姑母，那孩子毕竟是我生的，我真的下不了手。哼，你可知月婉儿昨天在乱葬岗被人五马分尸，挖肝掏肺，今早被野狗啃食的只剩下白骨了。什么？怡儿，如今允儿和淮阴侯府是一条船上的，齐萧的手段你应该也清楚了，该怎么做不用我再多说了。我只告诉你，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洛瑶和那孩子只能活一个。姑母，我明白了。他人呢？今天一天做了什么？王爷问的是……还能有谁啊？本王的宝贝蛋儿，那皮猴子。王爷，昭昭找我要了罐子、文根草，还去了库房要了黄芪和麝香，在后院鼓捣了一整天呢。麝香？难道是香包吗？齐萧大步跨进后院，屋里突然砰的一声轰响，浓烟滚滚。昭昭，你们就是这么照顾小主子的？萧氏也敢给他？王爷息怒！王爷息怒！
咦，爹爹别怪他们，是我找阿黄偷拿的。3岁玩火，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有啊，我这可是为了给爹爹还礼，我炼药技术很高的，就是这个罐子不太趁手。爹，给点钱，明天我出门给你买个好的，保管。寻招。齐萧算是体会了把七窍生烟。哼，终于知道怕。我的头发，我新长的几根毛怎么都摸不见了。袁昭昭火急火燎地往主院跑，镜子，她需要镜子。别找了，都崩掉了。爹爹什么都不懂，没有头发，我就是不完整的小孩子。晚上，下次再不许干那么危险的事情。可是我要炼药啊，昭昭还要给爹爹治脸呢。那就是你要送我的礼物吗？是啊，昭昭可厉害了，这个礼物你喜欢吗？说到最后，已经闭眼睡着了。由于刚炸了后院，袁昭昭乖巧了几日。雨林院，打听清楚了，爷真的没去蒋介儿那里。回禀主子，没有。最近摄政王都宿在主院，那里下人嘴严得很，奴婢使了大价钱才探到消息。最近王爷一直陪着那个义女，连睡觉都亲自哄着。爷是什么人，怎能放低姿态做这样的事？我不信，我现在就要去看看那小孩到底是何方神圣。姨娘，不如这样。主院外，何管家，劳烦通报王爷一声，妾身来送参汤。冯姨娘，王爷不在。不在？可今儿是休沐啊。王爷如今是摄政王，要处理朝中的大小事，自然比以往更忙。实则是王爷想给昭昭一个惊喜，进宫处理请封郡主的事儿了。何管家，听说王爷新认个义女，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我去拿给他尝尝。不巧，小小姐上街了，这食盒我先代为收下，待她回来一定转达冯姨娘的心意。另一边，嬷嬷，就是这里。昭昭啊，你识字？不啊，昭昭一个字也不认识。小小姐头上戴的帽子，要是我没看错，是用极品白狐的皮做的吧？是的呀，爹爹说戴了帽子就不许再提那几根毛的事。那小小姐想买什么呢？再贵些的，要你们这里最好的陶罐，昭昭有钱。二位请看，这是我爷爷那辈匠人做的，一直没寻到个有缘人。今日要是小小姐中意了，500两我就出了。什么嘛，不就是个普通烧罐，只不过厚实了点儿。小小姐这是不满意？犀牛留香炉而已，烧罐中顶多算是一个中下品。你是不是觉得我个矮人也傻？东家傻眼，这小娃看样子才3岁吧，因此不敢糊弄，给了个实在价。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突然听见2只小土狗在说话。真要自杀，狗不骗狗，不信。咦，谁要自杀？带我去看看。汪一声往前跑去，就这样，最后在一个山坡前停住了。累死昭昭了。爹娘，孩儿不孝，辜负你们的期望了，下辈子孩儿再报答。停下，昭昭来了。你先等等，昭昭能量不够了。说着，仰头蹲，一口气灌了一瓶奶。你是谁？我叫云昭昭，小哥哥，你干嘛想不开要自杀？尤征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会知道？小妹妹，你走吧。漂亮哥哥别死了，死了爹娘该伤心了。
可我实在撑不住了。你也跟昭昭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被赶去羊圈睡觉吗？这帮大人太坏了。你说你爹娘这么对你？没有爹娘啊，昭昭自己在羊圈里长大的。不过昭昭现在有爹爹了，虽然偶尔凶凶的，可是对昭昭很好。袁昭昭见他不说话，问他：小哥哥，你不相信我吗？好吧，我就让你一个人看哦，事后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然后在尤征好奇的目光中，2只小手快速地拿下帽子，然后1秒后又戴了回去。看清了吧，这下信了吧？嬷嬷说昭昭以前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头发跟枯草似的，不剃不行。我信。那就好，昭昭不骗漂亮哥哥。公子，你让我买墨，怎么不等等我？我推你来看风景多好。坏了，嬷嬷找不到我，该着急了。小哥哥再见，昭昭该回家了，你要好好的哟。我们走吧，我想爹娘了。是，公子。就在车拐过街角的时候，尤征好像听见了狗叫声。去拿过那包，是那个小妹妹的，再顺着前面去找找。是，公子。与此同时，摄政王府的人都找疯了。管家，街头巷尾都找了，就是看不见小小姐。我也逢人打听了，说是都没看到。今天是集，街上人太多，现在才堪堪散去。我另派了些人去城外。光是去城外还不行，你们几个这就跟我进宫去找王爷，其他人继续找。齐萧听见来报，去，吩咐9门提督赵印，关城门，一个人都不准出城，把京畿6营的人都给我调来，全城搜索。是，摄政王。哼，小娃子，别给捂死了，早晚都要死。不过确实不能死在这儿。妈的，也真是晦气。摄政王府的人动作够快，不然咱们现在早出城了。走吧，去跟夫人复命。淮阴侯府主母院里，你是说外面都是摄政王的人？那孩子还带回府了？是，夫人别怕，夫人放心，大内侍卫做得干净，没人会怀疑到侯府。到了晚上，摄政王断定这孩子丢了，自然会打开城门，到时一切就摆脱嬷嬷了。只是这事千万不能让侯爷知道。夫人安心便是。别叫了，以前吃不饱的时候不也没事吗？怎么才刚过2天好日子，就这般没出息了？谢谢叔叔，这个我吃不饱，你留着吧。反正我出不去，不如我们来做游戏吧，这样就能忘了饿了。就这样，一人一鼠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还交流着八卦。不行了，饿出金元宝了。爹爹怎么还没来啊？你守在外面，不许别人靠近。是，郡主。郡主，原来你已经醒了，见到我你不惊讶吗？这是我们第2次，不，准确的说，我们很久没见了。听不懂，说人话。谁准你这么跟我说话？我是郡主，你见我要磕头行礼。才不要，你是坏蛋。你是从哪里偷来的？血狐皮，你小泥腿子的身份怎么配戴？我不是小泥腿子，我是云昭昭，爹爹的孩子。他嘴里的爹爹自然指齐萧，云洛瑶却误会成云髻，气得上去想要推他，被推了个屁墩儿，帽子也被抢走，戴在了对方头上。原来传言是真的，你被摄政王剃了光头，还敢偷窃王府的血狐皮帽，罪加1等，你完蛋了。叔叔上。明白。咬死你，咬死你，让你欺负我朋友。
什么东西？救命！救命！老鼠！有老鼠！嘿嘿，干得好！袁昭昭上去推倒袁洛阳，抢回帽子，顺带踩了他2脚。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说完，快速跟着鼠鼠跑出去了。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把他追回来，找几个咱们院里的人秘密行事，千万别闹大动静。叔叔，你真是太棒了！吃饱了才有力气立即开干，那必须的。趁着没人，你多吃点。我平时最烦那个郡主，臭得要死，我总在他燕窝里撒尿。呵呵，叔叔，咱们果然很合拍。以前有个嬷嬷欺负我，我也是让小妖那么干的。哇，好甜，好好喝。叔叔，剩下半碗给你。没一会儿，整个厨房就被翻腾了个遍。你们先了，让你们使唤，烦我，哼，绝对没安好心。你是谁？鬼鬼祟祟在那干嘛呢？袁哲刚下学堂，饿得来厨房找吃的。是你？你怎么敢来我家？来人，把他给我捆了！说着，便想要动手来抓人。哎呦，你又偷袭！废话，不然等着等你抓嘛！都给我围过去，势必抓住那野杂种。是少爷。哎，发生何事啊？不知道老爷马上回来了吗？乱糟糟的，成何体统？管家呢？哎呦，夫人，后院柴房不知怎的来了个野孩子，打了郡主和陶红不说，刚刚骑着猪把少爷撞池子里了。野孩子骑猪？猪猪，你太厉害了！你快点，我们回家找爹爹去。哎呦，快把那个野杂种给我拿下！敢打我乖孙儿，看我不惩治他！别，打不着！袁昭昭简直玩疯了，抱着猪猪的脖子，眼看就要跑到侯府门口。侯爷，你今日回来这么早？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夫君，我……你还侯爷呢？你这还不明白吗？你夫人当街派人把我抓回来，然后还让人欺负我。你胡说！你这个野杂种，是你动手，你还敢先告状？不然呢？等你动手打了我，我还能还手吗？我又不傻。来人，带少爷回去更衣，再让厨房熬碗姜汤。我不去，我今天非要看爹打他不可。儿啊，都什么时候了，还顾着面子？这小玩意儿就是之前在城外给你难堪的野杂种吧？今天云哲他娘做的对，把他抓来惩治一番，也好让京里人看看，你淮阴侯可不是那些泥腿子能攀上的。咦，老太太，你不就是淮安郡牛务坊种地出身的吗？为什么要骂自己呢？老太太，你这是不是就叫忘本呀？捂住他的嘴！小杂种，竟然如此牙尖嘴利，难怪那天被摄政王找来，故意给我儿难堪。王爷，二皇子一党日夜盼着拿你的错处，你如今没有证据，要是真带兵闯入淮阴侯府，明早弹劾你的折子，定然送进雍和宫。本王还怕他不成？昭昭最好别有事儿，不然什么二皇子、淮阴侯，老子今天就让他们看看，这大钱究竟是谁做主。就在这时，你是何人？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回禀摄政王，小人是长公主府甄少爷身边侍从庆云。这布兜的小主人今天见过我家公子，我们驾车回去的时候，这东西就掉在街头。公子挂心，让仆从跟着，看见有人扛着麻袋进了马车，但没见那小女孩。公子打听许久，才听说摄政王府在寻人，让小人拿着东西过来。那马车往何处去？你们可看清了？那马车赶得极快，我们没跟上，但看方向是永祥大街附近。这边淮阴侯府，袁昭昭狠狠踩了侍卫一脚，跑到旁边的台阶上，昂首挺胸，叉腰大声直视李嬷嬷。你敢？我爹爹是当朝摄政王，齐香，你打我就是打他，让我爹爹知道，关你进。
进哪里来着？对，赵玉，给你上刑。爹爹，这个小妹妹太坏了，我好心和她玩，她竟然放老鼠咬我，罗瑶好疼。什么？被老鼠咬到了？快让娘看看。难受吧？你的爹娘如今关心的都是我，爱是我的，金银财宝是我的，郡主的身份也只能是我的。爹爹，罗瑶害怕。李嬷嬷还不动手？要等本侯亲自动手吗？霎时针扎一般的剧痛袭来。老太婆，你哥哥带你下蛋呢，你好丢脸，羞羞！臭丫头，言辞粗鄙，简直猖狂之极！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本王倒是要看看谁敢伤我女儿。爹爹，爹爹！未到跟前就被齐萧高高举起，翻看一圈，见没受伤，这才放心的让他坐在臂弯上。本朝上有天子，还有王法，就是摄政王也不能入夜带兵擅闯我侯府。今天这事，还请摄政王给本侯一个交代。哼，就凭你侯府私拐我幼女，还想要打她？本王现在没有拆了你的侯府，就算不错了。来人，把那贼魔扣下，责打40大板，以儆效尤。是，王爷。黑甲军动作迅速。摄政王，我错了，我不该动手，求王爷饶我一命。李嬷嬷臀部已然血肉模糊。昭昭，你就原谅嬷嬷吧，她不是故意的，而且她都这么大岁数了，会死的。求摄政王饶嬷嬷一命吧。王爷明鉴，侯府并非拐带，只是孩子们年龄相仿，玩在一起罢了，都是误会。原来套麻袋、乖柴房、挨巴掌是玩耍呀！爹爹，昭昭明白了，下回我也邀请他们玩耍好不好？尸体被拖下去。爹爹，可不可以把刺猬、猪猪叔叔带走？行，都带走。都跟昭昭享福去了。这都是我侯府的东西，怎么能拿？不行，都给我留下。昭昭，今天可还有人欺负你？有。侯，怎么欺负的？袁昭昭屁股一扭，从他腿上滑下，像个炮弹一样冲过去，拿出吃奶的劲儿，狠狠踢了袁哲2脚，然后翻回来，用力把袁洛瑶推倒，把没防备的孙姨也带了个跟头。摄政王，你当众教唆这孩子殴打我一双儿女，简直欺人太甚。淮阴侯多想了，这不是你夫人说的孩子年龄相仿，玩在一起吗？别太当真。你别的不说，我是郡主，云昭昭以下犯上，就是该罚。没错，既然摄政王如此刚正不阿，那就请为小女做主，罚云昭昭。且慢，侯爷，云昭昭可是皇帝亲封的昭阳郡主，身份贵重，不可罚。昭阳郡主？不可能，她只是摄政王义女，乡下来的贱民，没有资格。放肆！圣旨在此，上有元帝印宝，怎能有假？郡主可不要妄言，当心连累侯府上下。小女童言无忌，绝没有冒犯圣上之意，还请摄政王恕罪。你们听好了，昭昭是我亲生的，绝对不是什么义女。再有下次，本王割了你们的舌头。没错，昭昭就是爹爹亲自生的，是爹爹的小宝贝。小郡主，该改口了，叫父王才对。父王，那是什么东东？饿了吧？走，爹带你回家吃饭。侯爷，昭昭肚子早饿了，回家回家，爹爹快走。大批人马声音渐远。你还敢哭？今天差点因为你连累了我侯府。今天这事儿，你这个当家主母脱不了干系，还不把他带走？可怜我乖孙，大冬天掉进水池，快跟祖母进屋，别冻坏喽。去吧，带洛瑶回去，
好好教教规矩。作为郡主，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侯府，这样的错，下次绝不能再犯。是，侯爷。摄政王府，昭昭啊，还好你没事儿，嬷嬷都快吓死了。对不起，嬷嬷，是昭昭乱跑，害嬷嬷担心。昭昭错了，下次再也不敢啦。和爷爷，昭昭不是好孩子，让大家担心了。哼，别被他骗了，他今晚大闹侯府，胆子比天都大，下次定然还敢。耶，爹爹怎么还拆台呀？袁昭昭气鼓鼓地追上他，实则齐萧放慢了脚步。爹爹怎么能不信昭昭呢？信与不信不重要，正月之前你都不许再踏出王府半步。不去就不去，昭昭马上就会很忙的。哼，小崽子，嘚瑟样吧。昭昭是想学习九章算术吗？爹可以找师傅教。九章算术，那是什么？不是吗？那这些画的是什么呀？奶呀，昭昭以后每天都要喝够20瓶。还真意外啊。哼，那这个带2个叉的是？烤鸡呀，昭昭以后每天要吃1只鸡。你还真敢想呀，这就是你说的要忙的事儿？袁昭昭脖梗一丝凉意，扭头看着齐萧，张手要抱抱。爹爹这么厉害，昭昭是你的女儿，自然是要更厉害呀。昭昭不想再被人推倒，昭昭要强壮壮，保护爹爹。他的小手抚摸着齐萧受伤的半边脸，眼里都是难过。小小的人，软软的，暖暖的趴在肩头，满眼都是对他的依赖。齐萧心口软塌，真爱地亲了亲他的小光头。冬去春来，转眼3月。哎呀，这件衣服也小了，还有这件，昭昭的肚肚都盖不住了。爹爹，漂亮衣服都小了，欺负昭昭。不是衣服小了，是你胖了。从今天开始，20瓶奶减半，鸡丝米粥也一样，还要加点蔬菜。爹爹，你的俸禄这么快就花完了，养不起昭昭啦。荀昭昭，你少给我装傻，这次没得商量，营养要均衡，知道吗？袁昭昭气鼓鼓转身，盘腿坐下。明日长公主府世子生辰，邀请你去参加，你要是听话，爹就带你去。昭昭明白，爹爹说的对，要营养均衡的。与此同时，你怎么办似的？我要的血液，谁让你拿白烟给我了？郡主，不是奴婢不拿，血液本身就稀少，厨房按照夫人吩咐好煮2碗，1份送去了折少爷房里，1份被老夫人房里的人抢走了，还说什么？说郡主您是个女孩，终究成不了大器，不用吃那么好的东西。去，帮我拿芦荟敷衍，明天我要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看看谁才配得起郡主2字。是，郡主。翌日，长公主，小小薄礼是洛瑶专门挑选的，恭贺世子9岁生辰。有真哥哥生辰快乐，这是洛瑶亲自选的祝寿图，希望哥哥喜欢。尤征客气的道谢。少妇大人到。巧的是，外面再次通报，摄政王和朝阳郡主到。长公主府的宾客都惊讶了，摄政王怎么也来了？摄政王百忙之中来参加小儿生辰，真是让府上蓬荜生辉。昭昭，快来！漂亮哥哥，昭昭来给你过生辰了，这是我专门从爹爹私库里帮你选的翡翠马，可闪亮了，你喜欢吗？原来昭昭喜欢闪亮的东西。是的呀，还喜欢吃的。叫我真哥哥，哥哥带你去玩好不好？好呀，真哥哥。尤征在父母的震惊下，和齐萧有礼的打过招呼，带着云昭昭走了。真哥哥，
怎么没有买？庆云想要阻拦，已然来不及。无碍，昭昭天真烂漫，我喜欢和她这么说话。说完，想了想，看着他纯澈的眼睛。3年前，我骑马跌落，摔断了腿，自此母亲便不让人在这里养马了，怕我触景伤情。我其实一直觉得愧对爹娘，我有奶吗？昭昭，你说什么？爹爹把牛奶从1天20壶减到10壶，估摸着俸禄用完了，昭昭吃不饱。什么20壶？去，帮郡主打1整壶牛奶，再拿些点心过来。是，世子。袁昭昭饱饱美餐一顿，吨连灌2壶奶，给他讲着摄政王府每天鸡飞狗跳的日子。纯生现在演技提高了，一般的督都看不上，还有厨房的旺财和后院的大黄看对眼，手牵手，他们是好狗友。自卫弟弟为了救我，丢了10几根刺，吐了一片。不过他说摄政王的伙食比侯府强太多了，十分值得。世子，太医院院判回来了，公主请你过去看诊呢。少妇大人尽得了方丈真传，今日能答应一同会诊，我和公主十分感激。无妨。祖上御医世家，活死人肉白骨，尤其一手鬼门9针，令人叹为观止。怪哉，世子的腿高处坠落，骨折严重，即便不能行走，但也不该一点感觉没有。少妇大人，您再看看呢，我侄儿的腿当真没救了吗？是啊，了然方丈游历天下，也许见过这种疑难杂症，或许……说完，他反应过来，赶忙朝温梦言拱手：“愿受见谅，我一时着急，没有别的意思。”无妨，老夫理解的。世子肌肉萎缩，较半年前更为严重了，而且经脉都断死了，再生怕是没有可能。没关系的，真儿。不是没有可能哦。你是说你有办法？对呀，昭昭有办法，真哥哥中毒了，解毒了就好了呀。什么？中毒？小郡主啊，这玩笑可开不得。要是中毒，缘何膝盖没有黑斑，一点迹象都没有？那昭昭不知道，不过肯定是中毒了。那郡主可知道中了什么毒？臭蛇蛇，敢害真哥哥，太坏了。那小郡主可有办法解毒？昭昭需要1颗莲子，还有1瓶奶。好，快来人，按照郡主吩咐做。确实，奶至寒凉，有催吐解救之功效，甚至沐浴可排毒，但从没听说过解蛇毒啊，难道是相生相克？郡主是要把这莲子泡在奶里，然后让我儿喝下。你怎么喝了？你说什么？南宫燕眼底闪过一抹笑意。真哥哥，喝吧，甜的。萧婉泣涕连连，哭倒在游房衣间头。不想这时，床上的尤征不敢置信地看着腿。娘，我腿好疼。文梦言把脉，通了，世子淤堵的经脉都通了，大好了，真的大好了。真的吗？我儿以后是不是可以站起来了？绝对没有问题，老夫这就去开方子，帮助世子活血化瘀，这样效果更快一些。今天是个好日子，昭昭郡主是我长公主府大恩人，来，本公主今儿高兴，敬大家一杯。发生了什么？长公主怎么这么高兴？不知道，不过你看，朝阳郡主手上拿的不是长公主的随身玉佩吗？这可是御赐之物，怎么轻易就给出去了？没一会儿，袁昭昭彻底睡过去。外面通传，摄政王府派人来接。怎么是你抱着昭昭？
听说你月俸不够花啊？你在外面到底是怎么污蔑你爹我的？把今天长公主府的事情都说给我听。是，王爷。初春日头暖，淡风还是凉的。为了袁昭昭，齐萧坐上马车。你可看清楚了，真是一颗普通的莲子。属下在梁上看得清清楚楚，绝不会有错。长公主给玉佩的时候，对昭昭说了什么？当时郡主在喝奶，没什么特别，就是感激她救了甄世子。等等，喝奶？她哪来的奶？说到这儿，赤瑶也有些想笑。当时温院守、少傅大人还有长公主夫妇都震惊了，还以为那奶是给甄世子治病用的，尤其是尤大人张着嘴，极为意外。为什么爹爹要扣我的3瓶奶？我们不是说好了1天10瓶吗？爹爹怎么说话不算话，扣昭昭能量？是吗？我觉得没错呀。王府7瓶，公主府3瓶，一共不就是10瓶吗？见小崽子换上讨好的笑想逃，齐萧一把把人捞了回来，照着屁股轻轻打了下。还敢质问你爹我？谁让你在外面说我月俸不够了？我看你真是想讨打了吧？嗨，别打，先别打。袁昭昭拿出哄人3招：搂搂、抱抱、亲亲。这样，爹爹能原谅我了吗？齐萧压住嘴角，哼了一声。爹来，给你看昭昭的宝贝。说着，撅着屁股在拔布床的床头柜子里拉出来一个不大不小的箱子，神神秘秘地嘘了一声：“爹爹，你不要太惊讶哦。”说完，掀开盖子，里面闪闪发亮，全是宝贝。袁昭昭挑出几样抱在怀里。除了这些，爹爹可以任意挑选1样，昭昭送你，怎么样？昭昭是不是很大方？齐萧嘴角一抽，看着剩下的几个不值钱的丧石，这操作绝无仅有，只此一家。小财迷，走了，沐浴去。好耶，在水里这些宝石也会发光哦，昭昭要多带一份玩。隔了几日，长公主，可是我们王爷今日不巧去了军营，这……放心，有本公主在，没人能欺负得了昭昭。跟姨母进宫去玩好不好？甄哥哥在吗？阿征这2天治腿，离不开府里，待他好了，姨母让他来找你玩。好呀，昭昭去。快去军营，通知王爷一声，郡主被长公主带进宫了。拜见母亲，这就是朝阳郡主，救了阿征的那孩子。皇后娘娘安。去，给朝阳郡主冲杯牛乳，多放些糖，再把御膳房新研制的桂花豆酥拿来，让她尝尝。是娘娘。近些来，让皇祖母看看，你多大了？昭昭3岁半。你是摄政王亲生的女儿吗？对，昭昭是爹爹亲自生的，是爹爹的小宝贝。哎呦，你这个小丫头真是……袁昭昭见她实在难受，上去牵住她的手。说来也怪，胸腔那阵闷气顿然清明了。难怪她能救了征儿，这孩子是有大造化在身上的。没错，这孩子是个有福的孩子。皇祖母只有征儿这一个外孙，你救了他，就是救了我段氏一脉。你有什么想要的，皇祖母都可以帮你实现。皇后伸手从头上摘下7宝凤钗。罢了，你慢慢想，皇祖母不急。母亲，这个可是你初登后位，父皇和侧宝一起送给您的，您……恰巧这时宫人从外进来，附耳几句，萧婉面色一变。母后，侄儿练习走路，从轮椅上摔了下来，你去吧，我还想让昭昭多陪我一会儿，
一会儿吃完点心，我会派人送他回摄政王府。是呀，姨母快回去看真哥哥吧。好，那昭昭要听皇祖母的话，姨母先走了。我这女儿啊，惯来稳重，也就碰见真儿的事，能急成这个样子。哼。云昭昭不愧是齐萧亲封的小吃货，一盘点心都进了肚子。再抬头，皇后已经睡着了。她轻手轻脚地爬下来，瞅了瞅，没人来找，于是拿着奶壶自己出了殿。你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嘛？还不给本皇孙滚下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虽然我萧思义是兄长，等等，这是你跟本皇孙说话的态度吗？你想来板子是不是？他是萧四一，那你就是萧四冕吧？自然，见到本皇孙还不下跪？好呀，原来他们就是给真哥哥下毒的凶手。他在公主府的时候就听孔雀姐姐说过了。可恶，坏蛋，两个大坏蛋！你瞪什么？我弟弟让你跪下，你没听见吗？你个贱丫头，看我今天不揍死你！哼，两个逃课的笨蛋，还敢揍本君主！来呀，看你能不能追到我！云昭昭机灵的左跑右跑，甩开了他们，进了隔壁的学堂。小蟋蟀，叫上你的朋友，帮我咬它！学堂里的孩子们听见动静，纷纷扒着窗台往外看。只见平日最嚣张的两个皇孙，一会儿撞在石柱上，一会儿龇牙咧嘴的挠痒。看本皇孙砸死你！对，打死这个小畜生！哼，让你们抓到，算我输！他才不怕他们呢。结果刚转身就撞到一堵墙。少父，还不把石子放下？要我罚你们抄写1个月功课吗？不要，思怡错了。思绵也错了。二人扔下手里的东西，拽着耳朵面朝南站在了墙角。云昭昭也鬼灵精的从地上站起来，学着他们的模样，拽着耳朵站在另一边墙角。还不回去坐好，再乱瞧，作业翻倍。一个个小萝卜头忙坐了回去。今天的事我会一五一十告诉二皇子，再逃课你们就别跟着我学了。咦，昭昭飞起来喽！你玩够了没有？你为什么生气？你可知刚刚那2个孩子是二皇子的嫡子，当今元帝的皇孙？知道啊。那你还敢如此挑衅？就算你是郡主，可他们是皇孙，身份在你之上。要是真出了危险，皇上降罪，你待如何？可他们是害真哥哥的坏蛋，要不是他们下毒，真哥哥就不会坠马坐轮椅了。昭昭这叫对，为民除害。你能预受，对吗？爹爹不让说。我且问你，他们下毒的事为何不告诉长公主？云昭昭把头低下，2只小手无措地对碰。你是怕连累齐萧，对吗？昭昭听寒夜叔叔说过，二皇子坏坏，等着找爹爹错处。昭昭要是说了，他更要对付爹爹了，所以昭昭自己帮真哥哥打坏人。少妇大人，能不能别把今天的事告诉爹爹？昭昭一天10品奶，真的不能再少了。南宫燕唇角极不明显地扬了下，想了想，捡起一块石子，在地上写了3个字：念出来，我就答应你。不认识。南宫燕一怔，在自己名字下面又写上云昭昭3个字。这次总认识了吧？清澈的大眼里面满是问号。你可知官宦世家女童2岁启蒙，3岁学幼学琼林，和你同为郡主的云洛瑶已经入学半年，能作诗了。齐萧怎能如此放纵你？摄政王府难道没有为你规划学业吗？那敢问少妇大人博学多才否？是不是什么都会？4书5经辩论，韵律6艺，八卦9章，工程水利皆有涉足。这么厉害啊！那我出一道题，你要是答上来，我就服你。
可以。请问，冬瓜、黄瓜、西瓜、南瓜都能吃，什么瓜不能吃？南宫燕每年灯会都会猜谜，至今还是古月酒楼的魁首，但这道题着实有些难度。小郡主，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参见少妇大人。金喜公公到处派人找朝阳郡主呢，说是摄政王进宫了。爹爹来啦！少妇大人再见，昭昭要回家啦。回到王府。对了，爹爹怎么会突然来找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爹了？啊，南宫少妇告状了，这个坏蛋明明没有答应，怎么出尔反尔？嘿嘿，爹爹别气，昭昭本想告诉你的，就是这2天玩忘了。说着，把从孔雀姐姐那里听到的事都告诉了他。所以，你自己想着帮尤征出气，就出手了？混账！你才多大呀？萧思义他们多大？那可是皇宫，随便一口井里，你知道有？太阴暗的东西他不想多说，更不想让他明白。别怕，昭昭这次做得很好。告诉爹，南宫燕那老小子还说什么了？老，少妇大人不老呀。少妇大人说爹和昭昭没文化。没文化？你确定他说的是咱们俩？没错呀，他还写字考昭昭呢，见我答不出来，就很凶地训斥昭昭了。王爷，属下探得淮阴侯联合了几位大臣，要在早朝上参朝阳郡主殴打皇孙一事，据说也知会了御史中丞沈征文。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找死吗？怎么是昭昭殴打他们？明明是菜花神和蟋蟀弟弟动手的，而且是他们先欺负昭昭。昭昭别怕，有爹在，谁都不能欺负你。王爷，淮阴侯是二皇子心腹，如今看似状告小郡主，实则是皇帝久久未遇，对你摄政不满，想借机发难，抢监国大权。齐萧翻身上马，眼眸森海。本王知道，他有此想法不足为奇。最可恨的是那云髻。传令，黑甲军整装待发，集结城外，让巡防6营给我把皇宫宫门守好了。他们敢进来，今天就别想那么容易出去。是，摄政王。爹爹先别走，等等昭昭。肉乎乎的夏崽子跑得飞快，左右手还分别拿着2壶牛奶，奶彪的嘟嘟脸一晃一晃的，别提多喜人了。跑那么快干嘛呀？跟嬷嬷回去，等爹爹回来。昭昭要跟爹爹一起进宫。昭昭啊，今天乖乖的啊，宫里不能去。就是啊，昭昭，嬷嬷陪你放风筝，咱们不能去啊。爹爹是大将军，昭昭是爹爹的孩子，昭昭才不怕那些坏人，而且昭昭想。说着，他凑近齐萧耳边，嘀嘀咕咕地说了半天。小坏蛋，你就皮吧。皇极殿，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臣有本奏。淮阴侯有何事要奏呀？臣要奏朝阳郡主宫中伤人，致使2名皇孙受伤，有僭越犯上之责。本王刚刚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参谁？没错，臣参的就是摄政王之女云昭昭。老臣附议。朝阳郡主来自乡下，言行无状，在宫中殴打皇孙，这事儿要是传了出去，岂不是乱了朝纲？孙尚书说得对，而且臣听说朝阳郡主在宫外就是如此，前阵子还大闹了淮阴侯府，打了侯府嫡子和洛瑶郡主，这般行事恐怕会让人觉得摄政王自是功高盖主，不把皇家看在眼里。既然如此，来人，选2位皇孙和朝阳公主进殿，让他们当众对质，也免得有人误会
本王功高盖主，不是？哇，这个柱子上盘着龙，好神奇！走到前面的时候，看着上面的奇霄，眨眨眼。摄政王大人，招招冤枉！朝阳，你说冤枉指的是什么？摄政王大人明鉴，昭昭才3岁，殴打过要8岁的大孩子，请摄政王为民女做主啊！你是上过玉蝶的朝阳郡主，正儿八经的王爷之女，可不是什么民女。昭昭记住了，那老爷爷你说昭昭说的有没有道理？确实，朝阳郡主冤枉。今天这事，二皇子不干了。魏相，你这话有失偏颇。我2个儿子有伤在身，朝阳怎么就冤枉了？正说着，萧思义、萧思勉从外面进来。就是他把我们害成这样的。没错，摄政王不能包庇他。不用齐萧说话，魏文当即怒斥：堂堂皇孙，怎可在皇极殿大呼小叫？3岁的朝阳尚且知道行礼，你们的规矩学哪里去了？南宫老太夫也看不过眼，站出来冷声道：要是摄政王有心包庇，能让朝阳郡主来对质吗？人家尚且坦荡荡，2位皇孙只管阐述事实即可。吏部尚书孙淼心疼2个曾孙。大家都看到皇孙脸上的伤了，证据确凿，就不用再多讲了吧？是啊，皇孙天皇贵胄，这伤确实不轻。李光启哼了一声：哼，何止不轻，伤在脸上，代表着皇家的脸面；伤在额头，万一落下毛病，朝阳郡主担得起责任吗？这是几5啊？怎么了？看来他脑子没毛病哦。至于萧思勉，云昭昭看着他：昨天我碰到你1个衣角了吗？没有啊。那你为什么说我殴打你？可没有你，本皇孙如何能撞得这么惨？再说了，你鬼鬼祟祟出现在那儿，不是要做坏事，还能是什么？因为昭昭没有文化。什么？昭昭出现在那里是因为迷路，又听见了念书声，可不是鬼鬼祟祟，而是光明正大的偷听。朝阳郡主，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别人教你的？无缘无故，2位皇孙为何会追你，导致受伤？我记得从后面听见他们俩说孙夫人嚣张什么，曾嫡孙还不是要被他们外曾孙压一头，之前落水干得漂亮。什么？正安落水是你们推的？还有什么李光我忘了，那个人摇摆麒麟就是哈巴狗，给他们提鞋都不配。哦，对了，还有云猴子，他是好狗，他们说爹爹的众狗之中唯有他能咬人，会做事，以后可以提鞋，应该就是帮着穿鞋的意思吧。二皇子一派的人都傻眼了，他眼见齐萧让人带2个皇孙下去打手板。齐萧，你怎么敢？他们可是皇孙。皇上驾到！众人一惊，看着被搀扶进来一脸憔悴的萧元帝。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上。父皇，您病重期间，齐萧竟然纵女行凶，谋害你的2个皇孙，明显没把你看在眼里。你赶紧收回他的监国之权。他……话没说完，啪的一声，重重国在萧允的脸上。父皇！皇上息怒，息怒！要朕如何息怒？息怒！要朕如何息怒？齐萧替我大前镇守边疆，驱逐蛮夷，他的权力是朕给的，他的摄政王是朕封的。你作为2皇子，
不仅不在朕重病期间辅佐政务，只知道拿小儿做法子去找麻烦。你是盼着朕早点死是吗？父皇，明明是七霄纵女行凶在先，您怎么能不辨青红皂白如此说而成？要是老六在那，你也会这么做吗？你分明是偏心！混账你！皇上，朝堂乱作一团。来人，二皇子萧允狂博妄言，触怒龙体，责禁3个月，罚俸半年。父皇眼看就要，不行，我要守着父皇，我不能走。带走。是，摄政王。如今龙体难康，要是让我发现朝中有人趁机生乱，别怪本王下手无情，诛9族也不为过。臣等明白。参见少父。你先出去。是。为何不说话？你说话不算话，说好不告状的，结果爹爹转头就知道我瞒他了，你羞羞脸。你问清楚了吗？就冤枉我。刚刚在朝上还喊冤，怎么私下就冤枉别人？他怎么又生气了？真不是你。我既然答应你，自一诺千金。哎呀，误会了。袁昭昭脸上带着点尴尬。昭昭冤枉少妇大人了，请你喝奶呀。少妇大人身上好像娘的味道。你再说一遍呢？娘才不会这样呢。昭昭没文化，不要生气哈。那道题的答案是傻瓜，对不对？不对哦，答案变了。哦，如何变了？昭昭之前误会少妇大人，但现在明白了，所以答案是昭昭这个小傻瓜。那这不就是说，之前的答案就是少妇大人这个傻瓜吗？错了，昭昭下次不敢了。是我输了，你可以让我做一件事，或者有什么想要的，告诉我亦可。袁昭昭仰头，又能收礼物了。他不禁把目光挪向他手腕上的那串莹润洁白的珠子。你想要这个？昭昭喜欢闪亮的东西，而且它香香的。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珠珠。拿好了，这东西很贵重。你要是很喜欢，昭昭也可以不用它的。淮阴侯府。儿啊，这么早起高高兴兴去，现在这个样回来，可是朝上出事儿了，摄政王苛责你了。哼，苛责倒还好了。爹爹抱，洛瑶想你了。可奇怪的是，爹爹并没像往常一样抱他。爹爹，洛瑶给你出的主意不好吗？你怎么了？就是啊，夫君，皇孙受伤，那朝阳郡主有禁乐之责，摄政王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袁纪冷静过后，把今天的朝上的事说了出来。如今我淮阴侯成了京中的笑话，二皇子也被禁足府中，元帝还病重，可恶！怎么会这样？你就是太宠他了，把他惯坏了。朝中大事怎么能听一个女娃子的？真是让我说你什么好？以后你抓紧洛瑶学业就好，其他的就别插手了。还有今晚，我不去你房里了。雍和宫，萧荣章呢？已经派人去找六王爷了，估计昨晚又宿醉在哪个花楼了。王爷，如果元帝真，齐国那边的事可就棘手了。别的我不担心，就是将士们出生入死，为大钱争取的喘息之机，可惜了。爹爹担心老皇帝死吗？小崽子，什么时候来的呀？贺安，来朕身边。贺安是谁啊？皇上，臣在。朕老了，活不了多久了。
那个逆子至今不成气候，朕知道难为你了。见齐萧不说话，朕知道你会为此承担多少骂名，就当帮帮朕，帮帮大钱。陛下放心，臣答应您。哎，好啊。张儿怎么还没来？朕还想再见见他。这时五感灵敏的云昭昭回头，哎呀，黑白无常怎么来了？要糟啦！黑白无常看着这个金灿灿功德满身的小孩，有些害怕。云昭昭小手抓住老皇帝的手，就见刚刚还昏迷面色衰败的元帝竟渐渐红润起来。再看他的手，惊得一下把云昭昭抱进怀里。他忙换太医，然后假装若无其事，抱着迷糊的云昭昭直奔宫外。王爷，怎么小郡主今天这么早就睡了？去，把府医叫来主院。没一会儿，怎么样，昭昭没事吧？没事儿，就是睡着了。那我进去帮昭昭换衣服，不然睡着该不舒服了。不用了，王爷说他亲自照顾，让你们把奶温着，昭昭醒了随时能喝。卧房里，去，把征世子被下毒一事匿名通知长公主。再有，断云姬一条胳膊。是，王爷。翌日，拿回去，这东西我女儿用不着。不是给你的，别多管闲事。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信不信本王？撤了我的少妇之职，请尽快，或者说让我爹告了还乡。正好，我也看他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本王真怀疑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没有人想掐死你吗？南宫雁抬眸，浅灰色的眸卷起一层烟翳，不似以往人前的淡漠君子形象，带着明晃晃的嫌弃。比不得你能蠢死。南宫子言，齐鹤安，你打的什么主意？当真我不清楚吗？昭昭是我的，你别找死。你的，亲生的。用不用我提醒你，皇后和长公主打的什么主意？那凤佩和七宝凤钗就是向你投诚的信物，你不想选，实则已经选了。以德妃和皇后的不对付，你认为二皇子继位后，当真不会对昭昭下手吗？而且侯府已经有动作了，不是吗？我会保护好昭昭，除非你夺了那个位置，不然我不信。你这话要搁旁人，要诛九族的，也就他南宫子言敢如此放肆。云昭昭一连睡了2日。侯爷，你擦擦吧。怎么嫌本侯丑了，入不得你的眼了？不是，妾身就是气愤，是谁敢对侯爷大不敬啊？侯爷，老夫人还有主母在外想见你呢，妾去唤他们进来。不用，让他们都离远点儿，我要休息。你上来帮我捏头。另一边，摄政王府，爹爹，你怎么啦？你给我老实交代，皇帝为什么突然身体好转了？你做了什么？昭昭给他功德啊。功德？齐萧呼吸一滞，眼眸微凝，片刻后从怀里拿出了那串菩提佛珠。哎，怎么在爹爹这里？你告诉爹，功德给出去对你会有什么影响？没关系的，昭昭功德很多，不怕消耗，顶多多睡几天。胡言乱语，要是昭昭要是会画画写字就好了，能画符就不会缺能量了。画符？乖，从后日开始去上学。什么？上学？话题是怎么突然转到这里的？
是要做那一天吗？是要背负子训写作业吗？是要离开刘嬷嬷和大哥吗？是吗？是吗？是没错，怎么了？昭昭不去，昭昭不要上学，爹爹不疼昭昭了。没得商量，必须去。第二天，和爷爷昭昭没有胃口，一上学就更吃不下饭了。昭昭乖，上学很好，有很多小伙伴能一起玩，还能交朋友。可是嬷嬷，昭昭听说学堂不许吃零食，昭昭会饿瘦的，饿瘦了衣服就变大了，浪费银子的。不怕，咱们王府啊就是银子多，昭昭别太节省。KO， 英之老远就看见丧气满满冲着他走过来的小郡主。放心吧，爹爹不会听你的，昭昭不问云芝姐姐。昭昭去哪里？我陪你玩。没工夫玩，我要化悲愤为食粮，吃光爹爹的王府。落日余晖，好香，香的都有点臭了。去，哪儿来的小丫头？别弄乱姨娘打理好的花，这可是王爷亲自赏点的。冬至，这可不是什么小丫头，这孩子呀，可是爷的心尖宠，咱们王府的朝阳郡主。心尖宠，那不是夫人您吗？袁昭昭只顾着这冯姨娘身上的罗裙惊叹：谁让你动手动脚了？夫人这裙子可是番邦进贡，全京城没几条，今天专门穿给王爷看。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怎么配？冬至，怎么和小郡主说话呢？郡主见谅，我这婢女啊就是口直心快，怎么都改不了这个毛病。你应该不会告诉王爷的，对吧？不会。昭昭受欺负，自己想办法。得意的主仆二人丝毫没看见地上密密麻麻的跳板虫向他们靠近，还有这个季节不多见的丁丁蝇，也不知从哪里飞来一群。真好玩，真好玩。一笑过后，他听喜鹊说，以前那个坏女人总是赶我们走，说我们臭，后来昭昭你爹爹嫌她烦，把她的院子从前面迁到了后面。因为她烦人，很讨厌，对不对？对啊，你爹爹最烦话多的女人，小姨娘就比她聪明。昭昭呢？跟王爷您置气呢，早就抱着枕头找刘嬷嬷睡去了。第二天一早，鸿蒙学堂管理严格，为了不让学子分心，山上有学舍，供学子们住宿。爹爹说昭昭最近都不回来了。好吧。反正用不了半天，他就能让夫子把他赶回来。袁昭昭对自己的计划十分得意。云洛瑶也在鸿蒙学堂就读，你要是不喜欢，爹爹就派人把她。不用啊，昭昭可以。此时，洛瑶，你这只子好比出自穆安郡吧？听说一笔千金呢，看着就不一样。还好啦，是爹爹专门托人买的，是我的3岁生辰礼。你就好了，我爹爹只会让我陈氏扎马步40练头壶，我的手腕到现在还疼呢。我娘说了，打仗将军都是大老粗，你爹自然不会给你买这么昂贵的墨笔了。才不是，你爹爹才是大老粗。才不是，我乃3公主萧炎之女，我爹是首富前程，你敢说我爹？以后酒楼你别去，花柴你别买，看你们顾家怎么办？你那大姐怕是更难嫁了吧？表姐，别这么说了，一会儿夫子听到就不好了。况且朱小姐长成这样也不是她愿意的，就算了吧。你们知道今天要来的新生是谁吗？是谁？不会又来个3岁半的打击人吧？没错，就是3岁半的朝阳郡主。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什么？云昭昭？这时，院长季从儒牵着云昭昭走了进来。这是云昭昭，3岁半，以后就是鸿蒙学堂丁班的学员了，大家以后要好好相处啊。你就是朝阳郡主，怎么还没我高？因为我才3岁半。
这是你的新书包，虎头的，太幼稚了吧？比不上你头顶的花苞幼稚。我知道你父亲是摄政王，可我不怕你。院长说了，学堂里不讲究身份，只论学识。钱一宁高傲地看着他。没错，我不信你能通过入学考试。你说，你是不是作弊了？你们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单挑，和我打一架。哎呀，好厉害的小朋友！就在这时候，夫子进来了，众人这才回到座位上。袁昭昭晃了会儿就晕乎的犯困，从桌下拿出牛奶，仗着个子矮，吨吨吨的喝奶。中午下课后，小花花，昭昭有点不敢胡闹了，她手心好痛，昭昭怕痛，可是昭昭又想回家，怎么办？赵景成匆忙扒完最后一口饭，跑到后面，从草丛里扣了个蛐蛐。你不怕吗？不啊，蛐蛐妹妹很可爱呀。小花花也很可爱，你要不要认识一下？花纹斑驳的小菜花蛇吐着红信子，发出嘶嘶的声音。小花花，你不用难过，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你的美。我能摸摸它吗？当然可以呀，它叫小花花。顾青青壮着胆子伸手摸了摸。哇，好神奇啊，它好乖啊。小孩子间的友谊来的就是这么毫无预兆。昭昭，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人能欣赏我吗？就跟这个小花蛇一样。我就欣赏你啊，青青漂亮，好看的。我吗？袁昭昭诚恳地点头。昭昭，我先走了，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哥三哥。就在这时，一双手从后面拍过来，打落了袁昭昭的奶壶。小偷，你是小偷！昭昭没有偷东西，才不是小偷，可你是坏蛋。哼，偷了我表妹的子豪毛笔还不承认？大家快来看，朝阳郡主偷东西了！算了，表姐，既然东西已经从他课桌找回来，我不想再追究了。也就你才怕他，我不怕。我娘是三公主，我今天非要让她给你道歉，要是不道歉，就滚出书堂。我们鸿蒙学堂才没有这样品行和卑劣的学生。会不会是误会啊？一根子豪毛笔，摄政王府怎么可能？难说。听说这个朝阳郡主是乡下来的，谁知道有没有学一些乡下人的坏毛病？而且没看云洛瑶说从课桌里找出来，这不是证据确凿了吗？就是，道歉。快道歉啊，不然从我们学堂滚出去。这时，头顶的乌鸦突然嘎嘎一声招招，是袁洛瑶找人放在你课桌里的。好啊，敢欺负昭昭，昭昭跟你拼了！啊！你敢打我表妹，看我今天不收拾你！南宫少妇，您怎么会？说他是小偷，我很好奇，朝阳郡主偷了什么呢？少妇大人，云昭昭偷了父亲宋洛瑶的子豪毛笔，还是我的生辰礼呢。是啊，少妇大人，我们都能作证，确实是云昭昭在课桌里发现的。少妇大人，昭昭有办法证明不是昭昭做的。好，去吧。如果是真的，本少妇绝不轻饶冤枉你的人。笔是新笔，水是南宫少妇亲自打的，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中午还没吃饭呢。这笔要是真是我偷的，为何上面会有油？哦，我明白了，真正的小偷手上有油，所以才沾上了。这位同窗说的太对了，好聪明，昭昭就是这个意思。也还好啦，是朝阳郡主聪慧。一般，全班第3。也许是你刚刚在后院偷吃了，所以才沾的油，然后你还进了手。不是哦，我有人证，他就是我的人证。刚刚我们在这里玩蛐蛐和菜花蛇，他可以帮我作证。对，我能证明，他一直蹲在这里玩，没去过别处。我还知道是谁要害我哟，那个人就在这里，是你站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看来朝阳郡主是被陷害了，
而且这抓贼之人就是栽赃之人，真是看不下去。且等等，我觉得他有办法。来跟我一样，把手展开。南宫燕扫了一眼，照做。小孩子们没什么心眼儿，都伸了出来，唯独一人，一个4岁的小女孩，瘦巴巴的站在后面。世家子弟、高门贵女饭后都有净手的礼仪规矩，你就算擦在身上，也会留下痕迹。抬起头，告诉我你的名字，为何要这样做？我错了，我不该陷害朝阳郡主，是云洛瑶她让我这么做的。她说可以帮我交这个月的书修，我才。童莎，你胡说！你偷了我的笔，还反过来冤枉我！我要让我爹爹抓你进大理寺，关起来审问。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云洛瑶你贵为郡主，怎可冤枉同学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亏我们相信你，云洛瑶你太过分了，竟然冤枉朝阳郡主，让我们当你的帮凶。还有童莎，夫子教的你都忘了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你叫什么？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厉害！我叫纪云，字子谦。哇，子谦，你以后就是我的小弟了，我罩着你哦。这时，季从儒带着随从走了过来。参见少父。在书院叫我师弟就行。今日的事儿，师弟全程做主吧。也好。童山行为不端，但念在被人唆使，罚扫卫生半年，每日孔庙侍奉香烛。至于云洛瑶怂恿他人陷害同窗，责令即刻收拾东西回家反省。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写好检查，全院师长通过，再回来继续学业。淮阴侯府，夫子一定是搞错了。洛瑶是皇上亲封的郡主，学院怎么可能让她退学？夫人，我并非夫子，只是鸿蒙学院的监学，受南宫少父之命，送云洛瑶归家反省，并不是退学。既然人已经送回，在下告辞了。快带郡主回房，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侯爷知道。鸿蒙学堂，少父大人，朝朝肚肚饿，睡不着觉。吃吧。哇，这是什么？朝朝从来没见过。好好甜，好好吃，好像花蜜的味道。云昭昭实在太饿了，吃剩最后一块的时候反应过来。昭昭太饿了，太傅大人吃。我不饿，你吃吧。关于云洛瑶，你会不会认为我惩罚的太轻了？青青说云洛瑶想赶我出书院才这么做的。没错。那为什么？听没听过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刘嬷嬷讲过，要给别人改错的机会，要心胸宽广。你说的很对，但不适用于这件事。学院有学院的规矩，云洛瑶本该被直接退学才是。今天虽然是他冤枉的你，但你才来，如果真勒令他退学，只怕以后谁都不敢靠近你，和你玩了。昭昭不想待在这里，想回家。知道你爹爹为什么非要你来学堂吗？因为爹爹嫌弃昭昭没有文化。这什么跟什么呀？齐萧要是听到，能心梗而死。少父大人，昭昭想和你一起睡。你说什么？没人讲故事，茵茵睡不着。演变到现在，他也是万万没想到的。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讲佛祖割肉饲鹰的故事了。为什么呀？割肉肉疼，茵茵吃虫虫就好啦。是大善大爱。鳝鱼吗？不是在讲老鹰吗？南宫燕此刻觉得这小玩意儿没准真是齐萧亲生的，蠢萌蠢萌的。爹爹，昭昭想爹爹。齐萧没良心。
与此同时，摄政王府，何信，备马。哎呦，王爷，这么晚了，小郡主估摸着已经睡了。就算去，山门也关了，见不到的。夫人，进屋去吧，王爷今晚怕是不会过来了。真不明白爷是怎么想的，拿个乡下的野孩子当亲生的养，这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可不是嘛，前几天还想用脏手摸王爷赏给夫人的裙子和玫瑰，真没规矩。夫人就该像那天一样好好教训他，不然出去丢的可是我们摄政王府的脸。走了好，让他也看看明白，王爷要是真疼他，哪会这么小就送到书？夫人，您怎么不说了？是啊，本王也好奇，你还能说什么？王爷，您误会了，我们是在说……还没说完，齐萧大手铁钳一般掐住他的脖子。就凭你也配叫夫人？谁给你的胆子敢欺负昭昭？你想死是不是？来人，给我把这院子花拔了，这女人的衣裳全都烧了，还有这对主仆。不，王爷，妾认错了，看在伺候您多年的份上，你别赶我走，我求您了。齐萧冷眼睨着他，想起那个流了的孩子，到底没做太卷。给他安排个最远的院子，本王不想看见他。至于这个奴才，杖责20大板，发卖出府。是，王爷。隔壁小院儿，争来争去一场空，又何必呢？姨娘难道就甘心蹉跎一生？如今看来，朝阳郡主极受王爷的宠爱，不如您。蒋姨娘沉默几许，轻轻弹唱起来。翌日清晨，鸿蒙书院。咦，哪里呀？这里是哪里？云昭昭呢？为何还不到？夫子，云昭昭她昨晚拉肚子，清晨才睡下。告诉他，下不为例。午饭的时候，朝阳郡主，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吃饭啊。可你们丁班下课晚1刻钟，你来太早了。对呀，小郡主，你不会是第1天就逃课了吧？去，欺负小孩子，都吃饭去。别怕，他们没恶意，就是看你好玩，想逗逗你。昭昭不怕，昭昭饿。让，给我们腾个地儿。谢谢大哥哥。说完，低着头一口一口吃过了起来。这干饭的架势属实惊人。郑永旭眨眼：昭昭，你一直这么能吃吗？不啊，昭昭保持身材会减半的。啊，是真的飞起来啦！喂，你！一瞬间的事，肉崽子已经砸在他肚子上了。昭昭不痛。废话，你还不给我起来！宫锦一些许意外，这胖小孩倒是美美出人意表。别人第一次见都是看他的脸，第2眼才看项圈。你不该说点什么吗？谢谢。临近傍晚，丁班钟声响起。哎呀，爹爹该来接我了，昭昭要回家了。就这么走，觉得合适吗？可昭昭没钱。叫一哥哥。咦？对，在这里，昭昭耻笑小弟，不认大哥。云昭昭欢蹦乱跳地跑走了。云昭昭，你好样的！爹爹来啦！慢点儿，爹来抱你，你别蹦。那个奶壶怎么没带出来啊？是不是学院没得喝？爹回去就给他们拨款，每日必须喝牛奶。哇，太好了！爹爹，昭昭好想你，昭昭再也不想离开爹爹了。怎么还沉了？当然啦，少妇大人给昭昭做水晶糕，加班的哥哥们给昭昭下了满满一大碗肉。不过，昭昭最喜欢的还是摸摸的蛋羹，做梦都想。那庄货，南宫少妇除了做点心，还做什么了？
哄昭昭睡觉，给昭昭讲故事了呀。南宫少妇讲得好极了，昭昭都听不懂。哐当，齐萧家给他的鸡腿半落掉盘子上了。没想到爹爹这么年轻就手抖，青青说他外祖刚刚才有这个毛病。没事的，爹爹，昭昭养你。青青是谁啊？顾青青，树远大将军的女儿。哦，齐萧无语凝噎地看着自家笨蛋。顾风岳丈老来的女已经80，拿自己跟他比。鸿蒙学堂是不是也就那样？你要实在……不啊，那里特别好，我还是个小弟，伙食也不错，昭昭玩得可开心了，明天还去。齐萧安慰自己，睡觉的时候去书房专门翻了好多画本子，准备给女儿讲故事，讲更好的。可没想到，你说什么？云洛瑶冤枉你偷笔，子豪笔，那算个屁呀！爹连御笔都用过，他淮阴侯府找死。爹爹安了，昭昭不是解决得很好吗？云洛瑶现在肯定在家写检查呢。咦，哇塞！你们猜我看见谁了？谁啊？有什么好玩的？对啊，快说快说！上了一早上的课，正犯困呢，说来让我清醒清醒。是云洛瑶，真没想到他这么厚脸皮，竟然真写了检查，在夫子门口挨个念呢。啊，那岂不是丢脸丢到祖祖家了？昭昭怎么办啊？就在这时，规矩呢？上课了还不做好？你也回去。是夫子。一上午很快过去。之前你在府上打伤我和我哥哥，我不该为了报复你做这种事，我跟你道歉。昭昭，我怎么感觉他话里有话，指责你伤人在先啊？我是真心知道错了，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就是啊，你们还想让我表妹怎么样？可别小瞧这朝阳郡主，虽然才3岁，可嘴厉害着呢，不光能说还能吃，等着吧，有热闹瞧。哼，倒也未必。大肉包，酱油的，还有鸡蛋汤，点心是糯米糕，刚出锅的。好耶，吃饭啦！这就养堂而皇之地抛下云洛瑶及众人。漂亮姨姨，昭昭要3个大大的，还要1碗汤，4个米糕。昭昭，姨姨真这么好看？好看，比外面学堂的花还要好看，昭昭可喜欢了。来，昭昭，姨姨帮你盛满满的，多吃点。还有这米糕，姨姨帮你多撒点糖，保管好吃。你们不饿吗？那昭昭先吃喽。昭昭等我，我要跟你一起吃。赵景成看着某人吃那么香，咽了口口水。我感觉在他身边能吃3大碗。不行，都别跟我抢。果然干饭人干饭魂，朝阳郡主。实在找不到词形容，云昭昭腮帮子嚼得鼓鼓的，感觉到一道视线紧盯着他。他疑惑地抬头，冷不丁对上宫锦逸。要不给你吃？我去。宫锦逸眼角一抽一抽的，他哪只眼睛看出来他想吃了？云昭昭，上课期间怎能偷偷睡觉？去，给我面壁思过。好了，丁班的学生们，想必你们已经知道，半个月后就是测验。这次主要考教幼学琼林的天文篇，还有释义。大家下课后好好复习，不许偷懒，听见了没有？是夫子。下节课的论议是新夫子给你们上，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话，不许扰乱秩序。他一走，众人好奇声鼎沸。谁啊谁啊？新夫子是谁啊？不知道，不过谁都比岑夫子强，他总是皱着眉头，跟我二大爷似的。偏心的月牙白锦袍，这不是国子监的南宫少妇吗？昭昭，醒醒了，南宫少妇来了。南宫燕走到某个崽子跟前，搬去那里，
以后下课后来敬堂，我亲自给你补课。少妇大人，云昭昭刚来，估计跟不上你授课进度，不如您先交给我，我再帮她学习。诺瑶同学真不错，看来之前误会她了。对啊，她能帮助云昭昭，就说明她真的认识到错了。以后还是一起来玩吧。正因为跟不上进度，才用我来补。我看过入学测考的成绩，你的水平找岑夫子更合适。少妇，以后你都住在这里教我们学习吗？怎么，你不愿学？见门口的崽子不说话，要是能考好，每日给你多加一壶奶。袁昭昭眼睛一亮，答对才能喝。我问你，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是什么意思？馄饨和屎搭配吗？狗狗也不这么吃吧。再来，气之轻轻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做何解？屁，就是这么不讲理，有时清爽，有时浓厚，昭昭以为跟进食有关。某人鼻翼翕动，揉了揉太阳穴，一副孺子不学教的模样。京城有3人命格我算不到，摄政王齐萧，你，还有6王爷萧荣章。不过我能算到转世仙童和你们3个天缘颇深，似乎还有血缘的牵绊，这可真是怪哉。也许真有天命吧。少妇大人，你还疼吗？跟我讲讲牛滂村吧，你在那里是怎么生活的？刚开始屋里睡，嬷嬷总念叨云府、侯府什么的，说都怪昭昭，让她留在这里过苦日子。昭昭不明白，不过很快过苦日子的就是昭昭了，坏嬷嬷把被子和床都抢走了，吃的也不给。不过昭昭不怕，羊圈里面有羊奶，还有羊妈妈和小羊陪我玩，可开心啦。邻居呢？他们知道那人虐待你，没帮忙吗？二狗家的包子特香，嬷嬷让昭昭去偷，昭昭不去，她想打我，被羊妈妈撞倒，然后气得自己翻墙过去，还被狗追呢。乖，以后都好了。爹，我是说会有更多的人疼你的。当然啦，爹爹、嬷嬷、何爷爷还有胭脂姐姐都喜欢昭昭，昭昭还交了好多好朋友呵，现在是最幸福的孩子啦。还有爹，爹也会疼你，有爹在，谁都不能欺负你。翌日，少妇大人，你不是让昭昭抓紧时间学习吗？今天也不是放假的日子呀。家中有事，路上学也是一样的。那快点快点，昭昭还没有去过别人家做客呢，想想都好玩。太傅府，哇，真大真漂亮。少组长安好，有几个国学的问题，能否请教？我也有，我也想请教少组长。昭昭也在鸿蒙学院，各位同窗有什么问题，说出来一起讨论呀。昭昭说得对，讨教一二也可。那好，南宫敏请赐教。请。看你年龄，应该是鸿蒙学堂丁班的学童，我不欺负你，出的是幼学琼林的句子，你来示意。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轻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只见袁昭昭迈着王八步，背着2只小手，摇头晃脑，竟然一字不落地把路上他讲述的诗意背了出来。天助我也，没想到是少妇刚刚讲过的。怎么样？佩服，请出题。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才3个字。半晌，南宫民不好意思地挠头。我认输了，请说答案吧。2头牛，昭昭出的也不难啊。学问不成就拿出来炫耀，这种态度如何修身治学？谨记少组长教诲。
要加油哦，千万不要气馁。昭昭，跟我上香。功德无量的祖爷爷们保佑昭昭轻松通过测验，父子不再留作业。咦，定然人也。南宫子言，你还知道这是你的家？你好好的国子监祭酒不做，少妇不做，跑去鸿蒙学堂，你是想气死你爹我是不是？我今天就……老太傅气势汹汹过来。朝阳郡主，你怎么在这里？我带回来的。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我是让你自己生，不是让你拐带别人家的。赶紧给摄政王还回去，他那脾气。谁说孩子是他的？哈哈，年纪太大了，耳背了。管家想了又想，把祠堂里供奉的家谱拿出来，展开最新一页。南宫燕亲女昭昭，亲女，亲生的。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好好笑哦！昭昭没有被拐，是南宫少妇请来做客的。老太傅，你怎么啦？哈哈，不是太傅，叫爷爷，是爷爷啊！老太婆，你快来看啊！你绝对想不到，那逆子终于变孝子了！哈哈哈哈哈哈！此时，太傅府主院儿。荣幸啊，我怎么听到老太傅声音了？快去看看，是不是子眼回来了？别又闹起来。门突然被推开。夫人快看，孙孙，我们有孙孙了。夫人，老天开眼，您拜菩萨灵验了。老头子，别哄我了，我这身体我知道过不了这个夏天了。不过这孩子当真生得冰雪可爱，年画娃娃一般。哎呦，夫人，你怎么还不信呢？你等着，我这就让你相信。孩子，给奶奶笑一笑，爷爷给你拿糖吃好不好？可是爹爹说昭昭不能多吃糖，牙里会长出虫虫。厨房备好了牛乳茶、大肘子，还有烧鸡、肉卷。袁昭昭眼睛亮了，顿时笑开了花。奶奶，都是昭昭爱吃的。老夫人极度震惊，看着女童两腮的梨窝，跟子言小时候一模一样。快来，让奶奶看看。袁昭昭回头看了眼南宫燕，突然下地跑了出去。我是不是又老又丑，把孩子吓着了？头一次见面，怕生也是难免的。说来都怪这个废物，早点带回来，还有这事儿吗？袁昭昭又跑了回来。奶奶吃完病就好啦。还好他进府看见了一个放了水的莲花池，挖一颗莲子，小菜一碟。孩子，你是专门去给我摘的？对呀，昭昭头一次来做客，理应送礼才对。奶奶快吃吧。老婆子快吃，孩子一片心意。哎，好。老夫人吃下了莲子，一种头脑清明。过了一会儿，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南宫燕大概明白了，看着犯瞌睡的云昭昭，吩咐荣心出去，大概带了几句转世仙童的事。你说什么？云记那厮把我孙女儿放在乡下睡羊圈？我可怜的昭昭太狠了，淮阴侯这帮人太狠心，我绝饶不了他们。你个逆子，不是能耐的很吗？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算什么父亲？父亲教训的是。算了，你只管在鸿蒙书院陪昭昭，一切由我。是，父亲。回到书院，云昭昭晚上才醒过来。
早知道吃完再送功德了，我的烧鸡，我的大肘子呀！哼，以后不许再随意送莲子，知道吗？昭昭明白的，不过那是少妇大人的娘，不一样。昭昭，叫爹，他到底还是忍住了。太好吃了，少妇大人，你真是个大大的好人。翌日，太傅大人，这话未免有失公允。本侯是被人暗伤，何来行为不端一说？老夫可不是空口白牙，参你的本子在上书房落得和小山一样，要不是行为不端，怎会半路被套了麻烦，挨了黑手？启禀摄政王，淮阴侯作为当朝重臣，如此行径，理应责打，以儆效尤。老太傅说的有理，礼部掌管天下礼仪，淮阴侯作为侍郎，理应做出表率。这话是没错，不过当众责打也太丢脸了吧。淮阴侯，你也看到了，不处置你，群臣难安。要是皇上知道了，恐怕更要怪我监国不力了。但念在你勤勤恳恳，多年在礼部虽毫无建树，但无功无过的份上，来人，就打个20大板吧。禁军过来拖走。我要面圣，皇上，我冤枉啊！多谢摄政王。太傅，你这是吃错药还是糊涂了呀？南宫老太傅再次躬身行礼，然后退了出去。这老头什么毛病？王爷，奴才也是刚听说老太傅夫人病情大好，昨日都能下地了，估摸是太高兴了。原来如此。今儿个是王爷生辰，小郡主又回到了王爷身边，乃是双喜。奴才恭祝王爷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恭祝王爷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说得好，都上。谢摄政王。与此同时，洪王书院，算是安全，孙呱呱没来。昭昭，你到底忙什么呢？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玩意儿了？大哥，有好玩的先给我。是不是找到比蟋蟀大将军更厉害的了？你干嘛？哦，您继续。季子谦正想着，突然身后砰的一声，嘿嘿，成功了，成功了，昭昭终于成功了。昭昭，你被皮崩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没有啊，不过我终于做好了送爹爹的生辰礼，哦耶！只可惜乐极生悲，咳咳两声。岑呱呱站在后面，一脸怒气地看着他们。后面还有南宫燕。少妇大人，昭昭没事，一点都没有被崩的。云昭昭，你知道那是消食还敢玩，真不怕我罚你吗？求求你了，少妇大人，昭昭错了，就这一次，以后就不送爹爹这么复杂的生辰礼了。少妇大人，明天见。给他几两银子，打发了去。爹爹，赶昭昭干嘛？熟悉的声音传入耳朵。走，爹给你出气。我倒是要看看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欺负我齐萧的女儿。没人欺负昭昭呀。你别瞒爹了，这牙都揍掉了，还能没人欺负你？回府的马车上，哼，活该，让你别玩消食，上次的教训没长够呀。人家说话都漏风了，爹爹怎么还笑昭昭？还不是为了给爹爹送礼物。爹爹吃吧，吃完脸就好啦。谢谢昭昭，爹爹很开心。一个小煤球怎么可能治愈深可见骨的刀疤？不过孩子的心意才是最贵重的。齐萧毫不嫌弃，拿过吃进了嘴里。就说这个味道，让齐萧从感动中暂时剥离。车夫叔叔快点，爹爹要蹲坑。
什么礼物值得你掉一颗牙，以后啃鸡腿儿都费劲儿。秘密，这是昭昭和爹爹的秘密。走了，你父王专门让厨房给你做了一大桌菜，等你庆祝呢。好耶！昭昭肚肚早就饿扁了，快走快走！前厅，齐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左脸发痒发烫。王爷，妾身恭祝您但逢良辰，顺送时宜。这是妾身亲自做的甜乳奶羹，王爷尝尝吧。行了，放着吧。哇，这甜羹闻着就好香！漂亮姐姐，昭昭能尝尝吗？蒋姨娘回头，行了，你先退下吧。别呀，让姨姨一起吃嘛，爹爹，这么多菜咱们俩根本吃不完。坐吧，一起用膳。慢慢吃，别噎着。不会的，昭昭里面还有牙，能搅碎的。饭后，齐萧实在忍不住脸痒，先去沐浴了。可没在浴房待一会儿，齐萧狠狠被铜镜里的脸震惊了，完好如初，一点疤痕都没有了。哇，爹爹太闪亮了，和南宫少妇一样。南宫燕，那老小子怎么能跟我比啊？你很喜欢他吗？放心吧，爹爹，在昭昭心里你是最厉害的。翌日，静堂里，少妇大人搞错了吧？昭昭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作业没写？昨天你走得太快，马上就要考试了，每个夫子都留了作业，这些本该是你昨晚完成的。少妇大人，昭昭已经很可怜了，牙都掉了一只，啃鸡腿都费力，能不能减少一些作业呀？昭昭写不完，真的做不完。与我无关，你是我什么人？我为何要帮你？出去吧，该上课了。少妇大人，帮帮昭昭吧，求求你啦！改个称呼，或许我可以帮你。南宫少妇。没人理。祭酒大人。袁昭昭眼看要上课，南宫燕。他一脸期待，这次总对了。别赶昭昭走呀，昭昭还没说完呢。眼看要被提溜出门，爹，别赶昭昭走。你叫我什么？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哼，你才是故意的，臭爹！袁昭昭小嘴一瘪，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哎，你别哭啊，爹错了行吗？爹爹跟你道歉。半个生辰后，爹爹早这样就对了嘛。我问你，我和齐萧谁好？父皇，对不起了，现在股份比较重要。南宫爹爹，昭昭跟南宫爹爹天下第一好。混账！我说那南宫老头对本王殷勤个什么呀？原来是惦记上昭昭了。我呸！我给他家养女儿，他哪来那么大脸？南宫子眼他配吗？说着，从桌上拿起佩刀，那架势，今天不和南宫燕分出个你死我活是不算完了。信喜劝也不敢劝，看着他背影，要糟，不行，得找皇上，唯有皇上能解决此事。摄政王和少妇大人一文一武，少了谁也不行啊。夫君也真是的，伤这么严重，为何非要亲自跑寺庙来？还不如让我帮你供奉香火钱就是了。你懂什么？侯府流年不利，也不知招惹了什么阴祟。我一定要去见上了然方丈一面，让他给个明示，不然我心难安。孙怡猛然间想到一种可能，脸上神色渐渐变得惊恐起来。夫人，你想什么呢？担心了然方丈不在寺里，夫君莫要多想。侯爷，不好，怕是山匪或者流民暴动，你们做好啊！夫君，这可怎么办？王爷，是淮阴侯府的马车，听巡防营的人说，淮阴侯带夫人要去护国寺上香。上香祈福。
来得正好，老子正气不顺呢。黄烟尘土飞扬，颤颤躲躲的马车突然被一道鞭子大力甩中，在惯性的作用下，车里二人直接平飞了出去。鸿蒙学堂，岑呱呱刚刚的脸色你们都看见了吗？跟要生孩子似的，简直笑死我了。太臭了，一上午跑肚窜稀的，污染空气。好啊，你们竟然敢背后说父子坏话，看我一会儿不告诉他，让他罚你们背书。哼，我哪像你们这些女生啊，就知道告状，胆小鬼。本小姐才不是胆小鬼，今天少妇大人也不在，有本事咱们下山玩去，你敢吗？下山？哼，原来是假把式，我还当你们男生多厉害。去就去，谁不去谁是胆小鬼。你是不是想留下来告密？既然你也在丁班，就别做那。你少胡说，昭昭才不会那么做。一起去吧，山下很好玩的。可是今天食堂姨姨跟我说，今天中午做大排骨，还有土豆鸡块、奶窝窝，昭昭想吃。你行，只要你也下山，我请你们去魏轩坊吃饭，这行了吧？走，吃穷的，魏轩坊一饭千金，美食多着呢。去吧，昭昭，我爹1年只带我去一次，我早想吃了。京城的大街上，看你们那穷酸样，只是逛逛而已，买得起吗？学堂有规定，不许带银子来，不过好在每次爹娘都偷偷塞给他。好啊，你敢偷带银子上山，你看我不告诉南宫少妇。表姐，要不就可怜可怜他们，看他们馋的。哼，我祖父说了，不食嗟来之食，我们不馋。对，我们就是来看表演的，才不想。哇塞，赵虎被季子谦手里的5根糖葫芦吸引了注意力。子谦，你哪来的钱？大哥给的。我去，云昭昭，你土豪的标配，随手一把金叶子，摄政王也太宠了吧！可别想着告状，你也带钱了，要是同给夫子，我们也去告你的状。对对，没错。哼，谁像你们这么幼稚，一个糖葫芦而已就把你们收买了，街上这么多好吃的，其他的你们可尝不着喽。这语气怎么听怎么气人。云昭昭不理他，摊开手心数了数，还有6枚金叶子，他自己留了2个给顾青青每人发了1个。大哥，你真要给我吗？好朋友就要一起分享。昭哥，这辈子我跟丢你，不离不弃，好兄弟。哇，这个云片糕真甜，我从来没吃过。哇，这个豆卷的酱汁太香了，搭配烤肉真绝了。小偷，抓小偷，我找回的银子被偷了。什么？敢欺负我兄弟？不许你伤害风哥哥。对，我们不怕你们。我不是小偷，只是算了，我把钱还给你们，希望你们别叫家长抓我们去官府。那怎么行？你们这样的小贼就该被下大狱。知道我是谁吗？我娘是3公主，我爹是皇上前朝京城首富。你们知道我刚丢的那只绣鞋有多少银两？看我现在叫人把你们抓走。不要，小姐姐不要，风哥哥都是为了给我拿药治病，求求你别抓他。起开，把我们裙子都弄脏了。钱以宁哪准他们顾忌，得意的笑笑，转身就要走，却突然绊倒在地。云昭昭，你找死，竟然敢绊我！你自己往我脚上撞，怎么能怪我？你想多了，我都说了是你们自己撞上来的，我没让你们陪我撞他的脚就不错了。云昭昭说完，给你拿去给小妹妹治病。给我们？不是骗人吗？我大哥从不骗人，你们别胡说。没错，谢谢大哥，大哥帮了我小妹，从今天开始你也是我大哥，有什么吩咐尽可以请我去做。大哥，见过大哥。我现在给还来得及不？你们也认我叫大哥行吗？你也好意思，你之前还是昭昭给的呢。昭昭。楼上，小荣章会意一笑。
我看你们都傻了，他云昭昭才3岁，管他认大哥，真是笑死人！你们等着，看我今天不叫官府的人来收拾你们！丫丫，收拾他！好的，昭昭，早听不下去了。丫丫，你最近拉肚子了吗？偷吃了几口年糕，不好消化。让你嘴臭，乌鸦都看不过去了。昭昭，快看！既然你们叫我大哥，那我便保证不会让他抓你们进大牢，放心吧。风眼神一喜，多谢大哥。大哥，你如今小弟这么大，总不好没个名讳，自然该起个名号，打出缺响亮。叫我刀哥。刀哥好。都散了吧，看病要紧。几位少爷小姐，可是预定好了？什么预约？睁大你眼睛看清楚，本小姐可是三公主的女儿。我认识锦衣哥哥，我们是同窗，这够了吧？本小姐不会差你银子。原来是公子的同窗，失敬失敬。没一会儿，丁班的人都凑得差不多了，唯有童山和2个女孩子没回来。不会走丢了吧？爹爹他……毕竟季从如是院长。丫丫，帮忙找找人，3个女孩子都比昭昭瘦。先上菜吧，小爷快饿死了。就是啊，一会儿童山他们来了再上就是了。亲娘，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小二，上菜。钱小姐，不巧，刚刚少爷来过，他说你并不是他同窗。什么？锦衣哥哥来了？可我爹真的跟公家做过生意的呀。亲娘，麻烦你下回说清楚，不详情也别忽悠我们啊。就是，云洛瑶还是你表妹呢，你连她也忽悠，是不是太过分了？其实云昭昭挺有钱的，刚刚掏出一把金叶子，不如这番让她请吧。你刚刚不是看我大哥把钱给小乞丐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说得好。我没有别的想法，你们误会了。我只是看你们刚刚都拿了金叶子，想让大家赶紧吃上饭而已。什么？金叶子？云昭昭竟然带金叶子上山？哎，你就是云昭昭对吗？公子走的时候专门叮嘱了，说钱以宁不认识，但云昭昭要是吃饭，他请。云昭昭咦了一声，他是谁？公子又是谁？不管了，这个恩情刀哥他铭记在心。想告状的出门回学堂，想吃饭的留下，我请。刀哥霸气。昭昭，我们刚刚只是惊讶，没打算告发你的。是啊，下次考百猎还有捉迷藏，能不能带我一个？我也要，我也想参加。行啊，找子谦报名，他同意就行，他是我的第一个小弟。失望了吧？懊悔了吧？最主要饿了吧？哈，门在那儿，不送。昭昭小姐，这些都是本房的招牌菜，不够再点，我就在门口候着。谁说我要告状啊？我也打银子，我又不傻。丁班一个个吃得肚子溜圆。童山他们3个怎么还没回来？天都这么晚了。不会是回家了吧？我记得他家是杀猪的，难道回去了？不会，他说过他爹身体不好，要是知道他逃学，指不定还要打他呢。就在这时，快跑啊！流民暴动进城了！快把门挡上，别让他们进来！我听爹爹说过，这帮流民饿极了，可是连人都吃，快啊！快，让我进去，让我也躲躲。你是流民吗？怎么可能？听口音就知道了。那群流民暂时离开了，应该是把逮住的人抓回去和官兵对峙去了。你们要是想离开，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一听这话，丁班的人都慌了，下了楼朝着书院的方向跑去。你们怎么不走？不怕流民一会儿再来吗？怕，可是还有3个同窗没来，我们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没错，我们不能抛下他们。是啊，我们要在这儿等他们来。我们要出去找，等在这里，万一流氓来，我们肯定会被抓，但是一起出动又太明显。大哥，你说怎么做，
我听你的。对，昭昭说吧，我们和你一起。昭昭，你形容的那3个女孩应该都在城门下，流民聚集在那里和官兵对抗，看样子很危险。谢谢丫丫。童山被抓了，我要去救他。锦晨，你去找你爹，青青去找疏远大将军，子谦回学堂找院长来帮忙，赵虎剩下的人顺着回书院的方向找兵班的人，确定他们没有被冲散，要注意安全。那你呢？我不走，我和昭昭在一起。对，我们大家一起。你们放心吧，我和他一起去找。我这么大的人，保护他绰绰有余了。快点走，都往城里走，父王一定会来找我的，你们放心。刚刚听你说父王，难道你是摄政王的女儿？我叫云昭昭。那你就是朝阳郡主吧？我听过你的名头，你比六王爷还要出名。不知道，昭昭只知道昭昭是爹爹的小宝贝。叫我声爹，我带你去救人。爹爹有昭昭了，而且昭昭可以自己去救人。你可别不识好歹，我能找来马，你能找来？叔叔要注意安全，昭昭先走啦。喂，你骑个猪，你真以为你是常山赵子龙啊？咦，叔叔你又来啦？这不是你小孩子能救的，知道吗？可是……没有可是，你要是出了事，你爹不会着急，你娘不会难过。可是昭昭没有娘啊。和我一样。不怕哦，娘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有爹爹也是很幸福很幸福的。参见六王爷。王爷，此处危险，您还是先离开吧，不然属下担心。话没说完，对面流民躁动起来。六王爷，我听说过他，是当今皇上最疼爱的儿子，大家抓住他，拿他找大官谈判。对，反正横竖都是死，有个王爷点背，值了。本王来做人质，放了那个女孩。我们不信，你别当我们傻，你是高高在上的王爷，怎么可能不顾自身安危救一个小女孩？你们义愤填膺的喊，你们好汉，可照本王来看，你们才是孬种，竟然把这样的手段拿去对付一个智童，你们的良心哪去了？你们这样的手段，又和那些欺压你们的人有什么不同？袁昭昭趁机骑着小粉绕了过去。胡首领，放过那孩子吧，他是无辜的。不行，你们别说了，我不会投降的。就在这时，小粉快走，抱好啦！涂大心狠，扯住另外2个丁班的女孩，一手一个小扔在火海里，却不想脚突然被石头狠狠一砸。小娃娃，刚刚就是你救的那孩子吧？那好，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掏出你的心肝脾肺，用来祭奠我死去的一家。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大坏蛋，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如此行径，是想造反吗？放下他，千万别伤他，本王保证你们安全的离开。我们家人都死了，又能走去哪里？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那就重新安家呀！昭昭以前没有家，现在可有啦。你懂什么？金窝里长大的娃娃，怎么知道我们的苦难？哼，你不讲道理，昭昭不跟你说了，等爹爹来让他揍你。好，我就看你爹这次如何救你。昭昭，就在魏迟德等人脸色惨白的时候，爹爹来啦！哇，南宫爹爹也来了。说漏嘴了。今天这顿打你挨定了。啊，不要吧！嗨，爹爹，保护昭昭！摄政王饶命！摄政王饶命啊！
别求他，你们的骨气呢？他们怕你，我不怕。有本事你就别管他们死活，哈哈哈哈哈！让天下人看看你堂堂摄政王也是个罔顾人命的小小之辈。你们太可恶了，我爹爹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你快放开我同窗，大坏蛋！图叔，收手吧，今天的药钱就是朝阳郡主给的钱买的，丫丫和李爷爷奶奶们都受了朝阳郡主的大恩，怎么能再杀他的伙伴呢？什么？钱是这孩子给的？杀了我吧！哼，你草菅人命，自有大钱律法来处置你。来人，属下在。捆了，送去大理寺。属下领命。启禀摄政王，北门西门均有火药埋置，看样子有备而来，真打算和皇城同归于尽。先带去诏狱，本王要亲自审。至于其他人，一并带走。这些小孩子只是带去问话，不会有事的。昭昭，你没事吧？我已经尽快找爹爹了。锦城厉害，还有我，还有我们。爹爹进宫了，我找了他好久才……没关系的，父皇来啦，一切都解决啦。谢谢昭昭救我，之前我还帮着云洛瑶栽赃你，都是我不好。昭昭也没做什么。朝阳郡主，入宫觐见。皇城，皇上有旨，只宣召了朝阳郡主一人，摄政王和少傅大人还请在外稍后。爹爹，昭昭进去，一会儿再见了。叫我呢，别自作多情。你哪来的自信？叔叔，你怎么也被召见了？大胆，见到皇帝还不叩拜行礼？哦，对，昭昭忘了。参见皇帝陛下，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别吓着他。来，走近一点，让朕瞧瞧。朕怎么看这女娃娃和你嘴里形容的不一样呢？这不是淑女的很吗？淑女？骑着猪敢穿越流民之众，火堆上救人，这样的淑女反正儿臣是没见过。不错，将门虎女不愧是齐萧的女儿，你今天的表现称得上是果敢勇毅。说吧，要什么奖励，朕都可以满足你。可是今天救人的不光昭昭，还有丁班的小伙伴。赵锦城去找九门提督，顾青青去找他爹树远大将军，还有继子千丈虎去学院叫人，都帮了忙的。哈哈哈哈哈哈！瞧瞧，比你强多了。既如此，那朕就赏你们。不写作业？就这么简单，不要别的了。这哪里简单？书院夫子留了那么高的作业，昭昭和朋友们都写不完，根本写不完。要是不考试，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了。还有，要是皇帝陛下能让父皇别打我屁股，那就更好了。嘿嘿。哈哈哈哈！好，朕同意了。耶！行了，别打扰皇帝休息，跟本王出去吧。知道我是谁了吗？知道啊。那个，既然知道，是我进宫帮你清赏的，是不是叫声爹来听听？你干嘛总想当昭昭的爹呀？昭昭爹够了。不管，总之你就得管我叫爹，不然我可转身进去，让我爹把奖励取消了。好啊，等皇帝奖赏下来，你就是我爹。六王爷，可以把女儿给我了吧？父皇让摄政王和少傅大人进去，放心吧，我帮你看着。流民之事，
务必查清，不要留有隐患。是，陛下。至于安抚百姓，就交给你吧。你是护国寺佛子，他们会信你的。权杖皇恩浩荡，臣不敢。有你们两个在，朕心安定。皇储已定，六王爷萧荣章，从今儿起，他就是你们的主子。臣领旨。摄政王府，你给我过来，看我今天不收拾你！敢跑去火海里救人，谁给你的胆子呀？皇帝陛下都下旨了，让你不许打昭昭屁股，爹爹怎么能抗旨呢？吓死爹了！你知道当时要是晚一步……是爹爹错了，爹爹别伤心，看你这样，昭昭的眼睛也想尿尿了。齐萧眼眶里打转的眼泪一秒收回，这什么熊孩子啊！翌日清晨，让你现在变这么窝囊，他们这么夸云昭昭，你就不生气？我倒是无所谓，可是我为表姐不值，你贵为三公主女儿，和皇帝陛下血脉相连，这入宫觐见受嘉赏的机会本该是表姐你的，也不知皇帝陛下赏了多少好东西给那个朝阳郡主。没错，昨天我娘带我入宫见皇爷爷，还被拒之门外，说是累了，都怪云昭昭，要不是她，皇爷爷也会夸奖我。你们这帮傻瓜，功劳都让别人抢了，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真是蠢死了。喂，你又在鬼吼什么？就是，有话说清楚，不然谁能明白？我们怎么傻了？你说。哼，昨天救铜山大家都有份，可进宫面圣的只有云昭昭一人，没错吧？而且就我所知，他根本没在皇爷爷面前提你们，功劳奖励他全占了，怎么样？傻眼了吧？你别找事，是皇帝召见，关昭昭什么事啊？对啊，总不能我们这么多人全进宫吧？你少胡说，我大哥单枪匹马穿火海救人，有本事你也去。我看啊，你就是羡慕嫉妒我大哥。你松什么？碰我一脸恶心死了！你来跟这帮傻瓜说，把刚刚跟我说的那番话学给他们听，简直蠢乎乎的。好啊，又是你挑事，你一天天闲得没屁硬憋是吧？当心憋出坨屎，膈应的是你自己。骂得好，果然还得是你。这就是事实，你们一会儿1万遍知。我相信昭昭，他不是那样的人。昨天是他冒险救我，要不是他，我现在恐怕早就……总之，我相信他。说得好，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不错。云昭昭如实和皇帝陛下转述了昨天救人的经过，皇帝龙心大悦，特在云昭昭的建议下，奖励丁班春季测考取消，最近10日只上课不留作业。1秒、2秒、3秒，欢声雀跃。干嘛你们？刀哥，你永远都是我哥。感谢刀哥，跟哥走啥都有。昭昭你太棒了。午饭时，你想什么？吃个饭也心不在焉。学院作为奖励给丁班上午取消了1节课，对吧？对啊，怎么了？没什么，你先回去吧，我有点事。喂，你是不是傻？他们能听懂吗？下来，项圈给你摸。云昭昭眼珠一转，等等，摸之前你是不是该先感谢我？摸一下还要感谢？那摸2下是不是要给钱？那给，这是昭昭的每日下山留着买雪糕的，给你吧，摸1颗珠。你当本公子闲得没事干，跑这儿讹你米糕钱来了？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那算了，昭昭钱都花完了，看看就行了。小东西，你不讲道理。我叫云昭昭，不叫小东西。哼！我且问你，上学多日，夫子讲的可有学会？自然。那我问你，别人要是帮助了你，你该如何回报？答案不言
戏。开学第一讲，互帮互助，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你学哪里去了？我直说了吧，流民暴动那天，魏宣坊是不是请你吃饭了？是呀。魏宣坊的饭食可不便宜，而且看在你的面子上，请了你们一个班，共30多道菜，这上千两的银子，换你一声哥哥不过分吧？咦，奇怪，要谢也该谢魏宣坊的少东家，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魏宣坊少东家的名字？知道啊，宫景逸，昭昭听他们说的。喂，我叫什么？昭昭不知道。你行。真哥哥。昭昭，好久不见。真哥哥，你又能站起来了，真是太好了。真哥哥听说昭昭立大功，就迫不及待来学院找你了。怎么样，没受伤吧？没有，院长奖励颠班这次不考试，最近10日还不留作业呢。我们昭昭可真棒。这时，刚刚未看见锦衣学长，还请莫怪。咦，锦衣，那不就是魏宣坊的？怎么了？怎么浑身打摆子？你冷吗，昭昭？昭昭被冻了。昭昭别怕，锦衣兄长是天下江南的公家少主，天赋异禀，不到6岁便被族里钦定是下任家主的不二人选，地位卓然。他只是冷然惯了，没有恶意。是吗？自然。昭昭难道还不信真哥哥吗？真哥哥，你真善良，像夫子们说的君子一样。哪有你说的那么好？走了，哥哥从府里带了点心，你去尝尝。好耶！你早回来了吗？也不让人告诉我一声，害我找半天。你不是找朝阳郡主去了吗？难不成是他气到你了？哼，我和他熟吗？他哪来的本事能气到我？赵玉，糟了，涂大咬舌自尽了。半个时辰后，一群废物，连人都看不住，本王要你们何用？摄政王息怒，怪属下一时疏忽。昨晚见涂大死扛刑罚不吐口，以为他求生意志坚定，万没想到他竟会自杀啊！禀告王爷，审问过了，没有可疑。摄政王明鉴，小人等真的不知道为何涂大会突然寻死。是啊，摄政王，我们绝没有通风报信，涂大也绝无可能从外面获得消息。我们正因天冷讨论周鹏施粥的事，涂大他就……等等，你说周鹏？是啊。王爷可是怀疑三公主？元帝之女，岂容你智慧？嫌命长吗？属下一条贱命是王爷在战场救回来的，属下对王爷忠心耿耿，请王爷明鉴。好，本王给你个机会，去把3驸马前程带回来。属下领命。驸马爷，之前施粥我们每次都能领，为什么这次不行？是啊，我还是听姑娘说的，今儿连庙也不拜了。驸马爷，让我们吃口饱饭吧。是啊，驸马爷和公主心地善良，必然不会见死不救的。正巧莫阳带领侍卫策马而来，属下领命，驸马爷，走一趟吧。你怎么来这么早，还坐在这里？坐这里有何不可？可我听说你很少吃食堂啊。那是你记错了。哦对，你连名字都记不得，遑论其他。锦衣学长，小女昨日作诗有一首，可否请教一二？学长，夫子今日讲夫为不争，是以不去，我不是太明白，可否劳你帮我讲解一下？姐姐，你是饿了吗？饿了打饭呀，为什么要看他们吞咽口水？谁告诉你我咽口水了？那可能是昭昭看错了。女学修刚松一口气，这边掷地有声，一个惊雷抛下。昭昭用词不准，
姐姐们不是饿了，应该是夫子刚才讲过的如狼似虎。对，就是这个，你们好像要吃了它一样。小流氓，小纨绔，不学好。就是我们哪有？你是没看到那个吴娇娇脸气成猪肝锁，哭得别提多搞笑了。对啊，锦衣你一直烦他们走哪查哪，这次可要好好感谢朝阳郡主。哼，没错。宫锦衣眼神玩味，看着对面一脸懵逼的云昭昭，到底没忍住，握拳浅笑一下。昭昭，你做什么了？为什么学员都在传你是小流氓？如狼似虎，我大哥说的没错，形容的不是挺好。与此同时，摄政王饶命啊！我真的是好心开设粥棚，没有旁的想法。三驸马这是作何？王爷召你过来只是问话，你既不心虚，又何须害怕啊？我钱家忠心圣上，本着一颗拳拳忠君之心，绝不敢行差踏错，自毁前程，请摄政王明鉴。齐萧此时突然起身，嫌恶地扫了眼地上的黄汤，轻蔑地冷哼一声，走了出去。摄政王，您信我啊，千万别把我关在这里。行了，驸马爷，王爷只是去接郡主下学，驸马爷受惊，无法行走。你们用马车送他回府。是，韩大人。前府，亏我平日夸你机灵，怎么连那么大个人都看不住？到底是被乞丐们裹挟走了，还是被哪家生意伙伴叫去了？你倒是说啊！突然门口小厮跑进来，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这是怎么了？你到底去哪儿了？娘子，为夫为了你，这次可真是遭了大罪了。萧烟真是没脸，斥退众人去床前问明原因，这才明了。赵玉，那你可有说出什么？娘子放心，我是你夫君，定然会保护你，不会多说一个字的。怎么了？跟爹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他试图去抱，云昭昭把头扭到另一边。哼，爹专门放下手里的事情来接你，你就这个态度呀？那下次爹可不来了。昭昭没能量，不是不理爹爹。饿了。昭昭不想吃。到底怎么回事？你要不说，爹去找季从儒。别去，昭昭不想丢人了。没文化不可怕，昭昭还是小流氓。你嫌女学修的裙子还是男生的学袍了？袁昭昭憋嘴，把事情经过大概说了下。昭昭只是说他们如狼似虎，他们就生气了。本来就跟饿极了的老虎和狼差不多嘛。爹爹做什么？我怕你挨揍。为毛啊？昭昭做什么呀？为什么要挨骂又挨揍？等那装货，哦不，南宫少妇回来，你好好跟他学学，别整天口无遮拦的，当心呗。打，还没说完。爹爹也嫌弃昭昭没文化，臭爹，不理你了。王爷，小郡主这……随他自己玩会儿吧，上厨房多准备几样他爱吃的，估计一会儿又要化悲愤为食量了。月朗星稀，夜风浮动。嘿，漂亮爷爷，你做这个鸡蛋黄鲜虾豆腐羹也很好吃，昭昭还要一碗。难道学堂的饭不合胃口？昭昭为什么饿成这样啊？昭昭胃口大。对了，爷爷，昭昭今晚能不能睡在这里呀？昭昭，你说什么？昭昭和爹爹吵架了，昭昭不想回去睡。春梅，快再把床铺2层绒被。这怎么回事？才什么时辰？王爷恕罪，姨娘和小郡主刚刚歇下了。第二日，姨娘，昭昭昨晚好像听见爹爹的声音了。没，昭昭听错了。哦，
那就是昭昭想爹爹了。昭昭昨天不该跟爹爹置气的。姨娘拜拜，昭昭上学去了。他知道爹爹一定在门口等他。昭昭，王爷在门口等你呢。知道的，拿点东西就来。去书院的马车上，你藏什么呢？没有。昭昭知道错了，昨天不该跟爹爹发脾气。齐萧心下好笑。爹爹别打，昭昭知道错了。好了好了，爹爹错了。爹爹告诉你个好事如何？什么？你不是可怜流民那些孩子，爹把他们安置在城郊了，也为生病的老人小孩请了大夫，你可以放心了。哇，爹爹功德加深，好厉害！真哥哥，你是专门在等我吗？抱歉，昭昭，都怪真哥哥不好，昨日下山去医馆捏腿，没有陪在你身边。没事的，没事的。真哥哥跟你保证，再没人敢叫你小。你放心。进了丁班，你是这个？啥意思？恭喜你，荣获鸿蒙学堂第一小纨绔称号，好样的！昭昭，你别理他，抽风呢。我倒是觉得很酷。赵虎，你呢？大哥说啥我干啥，谁欺负我大哥，我打掉他门牙。表姐，别冲动。你为什么阻止我？一定是云昭昭跟摄政王告状，不然我爹好好在市州，怎么会被抓去诏狱？表姐，我是为你好，之前我子豪比的事你忘了？云昭昭黑的能说成白的，我百口莫辩，当时大家还都以为我……没错，他乡下来的就是诡计多端，也不知道怎么就得了摄政王和南宫少妇的眼，连我那六叔……唉，也难怪表姐生气。云昭昭仗着身后有人，在学堂里作威作福。前日我还看见锦衣学长对他颇有微词，想来也是看不惯的。他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锦衣哥哥什么身份？连二皇子家两堂兄都没有他身份高贵。云昭昭竟然敢惹他，简直该死！唉，谁说不是呢？那日云昭昭似乎看上锦衣学长的顶圈，极为喜欢的样子，还放肆的想要去摸。钱以宁闻言渐渐有了盘算。昭昭，大事不好，那对表姐妹又要害你。什么？真的吗？快说快说！云昭昭越听越激动，差点蹦起来。哇咔咔，想什么来什么，我真愁没机会当场找回场子呢，他们竟然如此帮我，让昭昭如何报答呀？嘿，那就送他们一场惊吓，外加嘿嘿。不愧是学院第一小纨绔。赵虎听令。大哥有何吩咐？下午最迟今晚，我们帮派将要面临一场大危机，我现在封你为左将军，你要这样。赵景成在旁边听得啧啧称奇。你让他赌钱？你们负责敲边鼓，记住我是演戏，千万不要同情我。昭昭，你到底要干啥？透露一下。不行，提前透露，各位发挥不到位，先向最后战局。总之，帮派的宗旨：惩恶扬善，为民除害。我呢？敲边鼓我最擅长，几次签不行，一会儿就露馅，我来。好吧，既然你自告奋勇，本帅也不好拒绝，先更改调令，命你为右将军，负责把控节奏。至于子谦，头脑聪明，负责赌局算筹子。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聪明呗？行，知道了。临近傍晚，怪哉，刚刚大家都在沐浴，缘何项圈会不翼而飞？甲班乙班是沐浴，丁班丙班又没有。那你这意思，偷项圈的人是6岁以下的稚童，倒是确有可能。景烨，把人都叫来吧。那项圈能支取天下江南在三国的双号，不是开玩笑的。对啊，我现在就去叫人。宫锦衣脸色罕见的凝重，不到片刻，想必来的路上大家已经知道，
宫锦玲的项圈在沐浴室不见了，这个项圈的贵重，相信不用我多说。本院长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任何一名学生，但事情重大，我必须给公家一个交代，所以有线索者，大家可以提供一下。其实他真正想说是自首把东西放回去。哼，甲班乙班1个时辰前都在玉堂，就我看，偷盗之人就在丁班丙班70人当中，你们再不说，可要挨个审问了。审问？一说这话，6岁以下的小豆丁们慌了。不是我，为什么要审问？对啊，我们刚刚都在学堂，根本不知道此事。没错，偷盗之人必不在我们之中。哼，未必，我刚刚可看见了，云昭昭鬼鬼祟祟出入玉堂后舍，还特意隆起衣领作何解释？绝无可能，昭昭是来找我的，我可以为他作证。张表哥，我知道你和云昭昭交好，但你也有疏忽的时候，你怎么能保证云昭昭在你走后一定没去过玉堂，没摸过项圈？忠信谨慎，此得一之基也。大家都看到了，云昭昭出入玉堂是事实，无人佐证也是事实。既如此，这偷盗之人必然是他。是啊，昭昭郡主的确有嫌疑，而且刚刚不是说他高拢衣领吗？难道……表姐，昭昭是小地方来的，或许只是一时好奇，没见过如此贵重之物，或是根本不清楚这个项圈重要性，还是私下解决吧。院长夫子，我相信昭昭，他能在火场救我，比谁都勇敢，绝不会做这样的事。勇敢是一码事，贪婪是另外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的。没错，洛阳说的就是我想的。院长，夫子们都在，你既然不承认，那就翻下衣领自证清白。大家快看，他紧张了，他脖子上戴着的一定是公家的玉石项圈。啊，不是，昭昭没有偷，这个不是。想看可以，敢赌吗？我反正相信我大哥，这项圈绝不是他拿的。庄严修学之地，怎可言赌？我看你们丁班，既是庄严之地，更该说话严谨。这脏水要是泼身上，可比赌银子要难听多了。就是，既然敢诬陷，为什么不敢赌？难道真以为我们好欺负不成？对，没错，赌就赌，我是三公主之女，一言一行代表我母亲的颜面，我绝不是诬陷。我赌100两，他就是偷了。没有，昭昭没有偷。大哥，你别怕，区100两金，我跟他赌。怎么怂了？就是啊，不敢赌就别太狂，这脏水泼你身上，你受得住吗？赌就赌，如果我们输，有院长夫子作证，我们必不会赖账。如果云昭昭真的偷了，你们不仅要赔钱，云昭昭还要滚出鸿蒙学院。表姐，你怕什么？他明明偷了，输的肯定不是咱们。锦衣学长，你看呢？宫锦衣站在几步之外，眼神玩味，但并没作声。不行，不能给你们看，这是昭昭的秘密，这东西很贵重的，昭昭真的不能给你们看。贵重？这不是南宫少妇手上的那串白玉菩提吗？绝不会错，以前有幸去国子监听南宫少妇讲课见过，就是这串。不错，常持此珠，驱除病邪，增强体质，多少去护国寺的信众只为求看一眼，实在难得啊。怎么样，是不是比项圈更闪？这个出场够不够牛逼哼哼？云昭昭，你使诈，你明明如何？我都说了，极为贵重，是你们不信，怎么能怨我？哼，就是，没听院长夫子说吗？如此贵重之物，自然要遮挡。你们先入为主，诬陷栽赃，还有理了。前一年50两金，云洛阳50两金，还有刚刚看热闹跟着下赌注的甲班8人，乙班16人，丙班20人，每人10两白银。晨会3日内结清。云昭昭，
你不仅偷盗项圈，还敢盗取护国寺宝物，你现在就给我见官去！什么盗取？是南宫爹爹给我的，好吧？该道歉的是你，因你一人惊动学院上下，到此为止吧。不，就算是少妇给的，可项圈明明丢了，就是他。一哥哥，项圈没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没丢？昭昭聪明呗。既然项圈那么重要，要是真的丢了，你早该去通知商号了，怎么会在这里浪费时间呢？把人带上来。是小人朱由蒙了心，一时见钱眼开，收下了银子，但绝不敢动那项圈。公子饶命，千万别送小人见官啊！他头都磕出血了，看得袁昭昭直皱眉头。多疼啊！哎呀，到饭点了吧？没心没肺的某人粗溜一下从龚锦衣身上滑下来，笑着跑向食堂。到点了，开饭了，周婶昭昭来啦！大姑等等我！婉婉，云昭昭你不讲义气啊，用完就扔啊！小爷今天好累了，第一个单脚给我留着。嘿嘿，跑的赢就给你。一切就拜托院长了。说完大步离去。田姨娘，你家是首富，这钱你就一同出了吧。凭什么？我又没让你们参与。那怎么一样？你不是说了你代表的是三公主的颜面，我们都是相信了你才下注的。就是啊，还有淮阴侯府，这钱也一并担了吧，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没道理连累我们。学堂圣地竟成了你们赌钱之所，真是犹如孔圣人威名，可气可叹啊！周婶儿，你做的红烧肉真香，昭昭刚才都咬到我舌头了呢。对对，好吃极了。来来，这肉汤拌饭才是一绝呢。当年我在丁班可不是这待遇。有他可爱吗？有他招人喜欢吗？有他嘴甜吗？啊，不对，你不是最近总针对朝阳郡主吗？怎么突然就大转弯了？对啊，你不是最讨厌小孩，还总是为难欺负他，怎么就……那是我，别人欺负我试试。你出风啊？蚂蚱似的蹦跶什么？没事，我看看太阳从哪边落的。静堂后面。啊，这么快就带上了？你实话告诉我，刚刚为什么突然叫我易哥哥？嘿嘿，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爹爹说的。再叫一声。易哥哥，么么。摸。宫锦夜愣神的功夫，哇，是极为罕见的白冰碧玺，很好看，没有一点裂纹。这一颗是白钻猫眼，比金绿色还稀有的。小东西，你很懂行吗？就这么喜欢？昭昭最喜欢闪亮的东西了，人也是。人？宫锦衣刚要再说什么，昭昭，你在哪儿？昭昭在这儿。真哥哥找到我了，我先走了。再装，我可把你送回去了。爹爹坏，昭昭刚刚背书，真的犯困吗？才不要回去。好，只是因为这个不回去？嘿嘿，才不是，昭昭想爹爹了，爹爹走了3日，想不想昭昭呀？家都没回，连夜上山，怎么能不想？爹爹，这个鲁班锁真好玩，昭昭刚刚装好了一次，现在又忘了。等等，好了。昭昭真棒，今天的事，爹爹都听说了。如果昭昭以后不想再看见他们，爹爹可以让他们不再出现在学院。嘿嘿，不用啊。昭昭就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何况有爹爹在，谁能欺负昭昭？爹爹，昭昭有事情请教。小崽子开窍了，要上镜了。父皇让我问你，如狼似虎是什么意思？他后院的事，要你个小孩子来问我，想死吗？袁昭昭纳闷儿，于是把在食堂被嘲笑一事讲给他听。
就是这样。昭昭是不是很冤枉？他们还叫我小流氓。昭昭又没学仙女收裙子，怎么就小流氓了？从明日起，爹爹教你读书。爹爹，你变心了。必须学。以前总认为你跟齐萧差不多，现在看来，他尚且比你有些文化。袁昭昭气愤又不服，瘪瘪嘴，见没人哄，哇的一声哭了。别光打雷不下雨，这次必须学。爹爹是为你好，乖啊。隔了2日，娘，你怎么回来这么早？你还有脸问我？你在学堂都做的什么好事？聚众赌钱，我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孩子犯错，好好教便是，怎么能上来就动手？阿宁她还是个女孩，你……话都没说完，那边的萧烟竟哭了。娘，阿宁错了，你别气了。都滚！本宫再也不管你们了，滚啊！哎呦，我可活不起了。老头子呀，你快从天上下来看看吧，这个家快让小皮子糟蹋光了。哎呦，我的心，我的肝疼嘞，疼死人嘞！哎呀，娘，您快起来吧，一会儿侯爷回来看到，这像什么样子吗？安宁乖，去安慰安慰祖母，别让她伤到身子。祖母，安宁给您钱，您别伤心了。安宁拿好，这事儿归根到底还是这小皮子惹的祸。你躲什么躲？钱家是什么人家？京中首富，还有3公主，那宫里的赏赐如流水一般，金山银山多得数不清。你呢，真以为转世仙童有什么了不起？连个屁毛的俸禄都没有，如今还让家里倒贴出去这么多银两，赔钱货，真是个赔钱货。娘，话不能这么说。这次虽然是洛瑶的错，但赔出去的银两是我娘家带来的陪嫁，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那又怎样？不还是一家人，都是我儿的钱财。怎么能一样？放肆！怎么跟母亲说话呢？儿啊，儿啊，你3年多的俸禄都被这小皮子赔进去了。想当年我是吃糠腌菜才攒下几个钱供你读书，他倒好，一下午就赔进去了。躲着有何用？我不是叮嘱过你，把学业做好，为侯府争光吗？你都记到哪里去了？爹爹，洛瑶不晓得，都是以宁表姐要和云昭昭对赌，非拉上我，这才……云昭昭，又是他。来人，我记得他说过，是淮阴郡牛旁村来的，去查查他爹娘是否尚在。我就不信他真是摄政王骨肉。不要夫君，夫君忘了摄政王的手段了吗？要是被他发现，以朝阳郡主受宠的程度，我们侯府肯定是要遭殃的。爹爹，安宁新学了烹茶，您去看看吧。郡主别炸了，求你别炸了！闭嘴！你再敢叫出声，信不信我把你发卖去窑子，让你这辈子都走不出那。丫鬟就是丫鬟，这辈子就是伺候人受罪的命。可恶！凭什么云昭昭是始作俑者，最后只罚我？可恶可恶！翌日，哇，发达了！咱们竟然赢了这么多钱！现在可以说了吧？娘赵虎故意设赌，到底要这些钱干什么？你就算都吃光，也没那么大胃啊！这话什么意思？你当我是猪啊？曹夫子最近看我不顺眼，一会儿早课你们掩护一下，我要下山。什么？你还嫌麻烦不够大？你拔他猫的胡子在先，赌博在后，他正愁没机会整你呢，你还敢？嘘，风他们被爹爹从赵宇放了，安置在城郊，这些钱我要拿过去给他们。咦，那带我一个。拜托，岑夫子第2关注的人就是你，你觉得可能吗？小爷关你根骨齐家，是个可塑之才，不然你女扮男装，坐我位置上。姚锦成，本姑娘和你拼了！你拿这么多钱下山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子期，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怎么办呢？今日真的要下山才行，好久没吃炸豆腐和糖葫芦了，馋得肚子饿。不是说办正事吗？怎么还是吃啊？就在袁昭昭在山门张望，琢磨如何躲过守山人的时候，羿哥哥，哪里去呀？某人嘴角勾笑，不许过，私自下山让夫子知道，可是要挨罚的。哦，是吗？可是我有院长特批的手谕，可以随时下山处理家中事务。谁的毛啊？谁教你这么说话的？什么毛不毛的？咦，昭昭不说了，羿哥哥是不是要下山带昭昭一起呗？哦，求我？对，求你，羿。倒是可以，可我现在着急下山，一时间。不用费心的，昭昭钻扁担里就可以。你平时都吃什么了？比得上小猪钩子重吗？什么都吃，昭昭饭量好。你干嘛？是我要问你去干嘛？装着银子满街跑，不怕被人贩子拐了？你怎么知道？要是我没猜错，你拿了2锭金子，足足100斤，对吗？我要去郊外，把钱送给那些小流氓。你是说暴动那天被一同关进诏狱的小孩？对呀，有一个小妹妹还生病了，父皇已经替他们请了大夫，我想去看看。我带你去，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帮我个忙。对了，风，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袁昭昭说着，从兜里掏出2个金元宝。怎么啦？大家不高兴吗？大清元年的金子是官定，由朝廷的官号统一折兑，他们是外地流民，没有户籍，根本不会有人折兑给他们。啊，这样的吗？昭昭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羿哥哥厉害，帮忙想想办法吧。总靠人接济不是长久之事。你去天下江南的分号找一个叫邱达的人，就说是我让你去的。至于这100两金，等我回去会派人送同样的金额的银子过来。啊，干嘛走这么快？我还没吃午饭呢。这儿有什么好吃的？而且你答应帮我，再不快点不赶趟了。你让我重现食堂那一幕，说人家女孩子如狼似虎。童言无忌嘛。小样吧，以为刀哥我好糊弄啊！二爹早就跟我讲清楚如狼似虎的含义了，帮你的忙还让我出丑，美的你。好吧，不用担心，你先帮我折兑银子，送去风那里，破坏相看的事情就包在昭昭身上啦。公府，哇，有3个摄政王府那么大，都是没有见过的奇花异草，比御花园也不差呀。小东西，别惊掉下巴，公家真正的势力在江南，这仅是冰山一角。羿哥哥先去前厅，一会儿派人来接你。好。袁昭昭踢水斗鱼玩得不亦乐乎，小花豹大长老，昭昭想你们了。御寿宗里，哎呦，我的小祖宗受苦了！司命，你到底是怎么写的本子呀？就是，都怪你。我们小祖宗生下来就金贵非常，到人间竟然睡羊圈，吃不饱穿不暖，爹娘还不认。实在不怪小仙呀，这云洛瑶本不在我写的本子里，他带着异宝下界，抢夺了原本属于小祖宗的运势，这……清月上前一步，那就快赶回来。不成啊！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私自更改可是要出大乱子的。不过大家放心，小祖宗鸿福齐天，必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不必担心啊。大长老怒眉甩袖，你怎能保证？临近正午，公子，这片花池开得极好，我便偏爱牡丹，沉醉于它的国色天香，不喜莲花，
枯败于一片淤泥。哦，是吗？那小姐想必没听过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楚梦雪微咬下唇。是小女子才疏学浅。公子有所不知，我们小姐在晨明学堂次次考试都名列第一，还曾被南宫少府夸奖过呢。多嘴！锦衣公子如皎皎明月，秋氏可是要进国子监读书的，我那点成绩如何能与他相比？还不退下！是小姐。就在这时，爹爹，你怎么这么狠心，抛下昭昭不管？你忘了那年江南湖畔的娘了吗？原来你家也这么大，你为什么不认昭昭，不接回娘？害爹爹没良心，不心寒。刘嬷嬷的故事就是这么讲的。爹，你醒悟了吗？小姐，云昭昭，你要不要给我解释一下？宫锦衣，你要不要给老身解释一下？等回来再跟你算账。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自己地盘也迷路啊？可人家还是个宝宝，根本没飞出去过。那你还敢带路？袁昭昭太气了，一个不小心踩塌了后院的稻草，栽进了大草垛。笨蛋，去叫人啊！我快憋死啦！哦，明白。去，老子正烦着呢，再烦我，把你烤了。好可怕的人类，周周对不起了。救命啊！救昭昭！哎，叔叔，你怎么在这里？我还要问你呢，是不是想爹了，专门来找我的？才不是呢，叔叔，昭昭下山玩的。叔叔？喂，小崽子，你说话不算话，在雍和宫你可是答应我了，要叫我爹。我是为了你好，没听说过3个女人一台戏，我2个爹爹都那么厉害，你不怕挨揍吗？我可听说你在学院是闹了大笑话。没那回事，你肯定是听错了。真的吗？那看来说如狼似虎的不是你，被女修们叫小流氓的也不是你。怪叔叔，大坏蛋！小崽子，多少人想做我女儿还没这个福气呢。齐萧能带你蹴鞠捶腕吗？我能。南宫雁能给你做吊床木马吗？我能。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一下？那有什么了不起？父王能让我坐脖子上骑大马，南宫爹爹还给我做水晶糕呢。什么？齐萧和南宫雁这么豁得出去？是啊，你这2个爹爹是不错，可在课业上都对你提要求了吧？我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孩子嘛，就应该解放天性，玩玩闹闹的才好，根本就不用整日困在学堂里学习，一个个板板正正的，有什么趣？哇，这个人在闪闪发光耶！没错，昭昭不是没有文化，是解放天性。没错，跟爹走吧，爹带你见识见识京城真正好玩的地方。小手一搭，这就成了。一个大纨绔牵着一个小纨绔，丁班学堂。云昭昭，大家都在作画，你趴着做甚？夫子，周周他拉肚子了，一下午3趟，让他歇会儿吧。是吗？哎，等等，今儿个中午怎么好像没在食堂见他？周周他从中午就没胃口了，所以没去。行吧，你们看着点他。赵景成呢？又逃课了吗？臭小子，别让我逮到他！哎呀，云昭昭，小爷迟早让你害死！映衬他的悲催，另一边的袁昭昭简直玩疯了。
昭昭眼睛都坏了，这些小泥人可真有趣，跟真的一样。这算什么？等改天去我府里，我亲自捏给你看，比这好看多了。不许骗人！行，一言为定，骗你是小狗。你这人好有意思，真好玩。糟了，还答应我给青青他们带好吃的呢，昭昭来不及了。别担心，咱们先回，我让人送来，保证好吃。禀王爷，南宫少妇在山脚下，估计是在等朝阳郡主。去吧。你是怕南宫爹爹发现吗？某人淡笑不语。谁给你的？说叔叔，人家带自己玩了1天，不太好。说3天，会不会挨揍啊？那个昭昭自己买的。既然买了，今晚的水晶桂花糕便不做了吧。爹爹，等等昭昭呀，为什么不做呀？昭昭都能吃完的。大哥，这个太好吃了，你在哪里买的呀？我也不知道，别人给的。你除了送钱，肯定还偷跑玩去了。快说，跟谁去的？这么不讲义气，亏我拿你当兄弟。那个他是六王爷。你怎么知道？因为这8宝油糕啊，只有6王爷府里的厨子会做。曾经皇帝陛下生传，他让厨子进宫做过一次，爹爹拿回来给我尝过。思谦记性真好，好聪明啊！也没有了，像黄金如何折兑的事，我就不知道。糟了，南宫爹爹一定是知道了。当今天下3分。摄政王，这批匪寇一不占山为王，二不洗劫村庄，行事古怪，不得不防。没错，看样子是在试探虚实，没准是那帮蛮夷心有不甘，想报复回来。就平南一带折子所述，臣认为不像蛮夷的作风，他们所到之处必强抢民女，烧杀掳掠，而且之前王爷重创他们，不可能这么快恢复生机。韩将军所言有理，是与不是，本王亲自去一趟便是。可是皇帝命摄政王监国，您要是走了，臣愿做先锋，先行一步试探虚实。允了，待我禀告皇帝后，自会率兵与你会合。是，末将领命。我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不然昭昭绝不会拜托给你，你要照顾好她。昭昭是我女儿，自当由我守护。不过你应该防的另有其人。齐萧蹙眉，谁呀？谁能像他一样不要脸的凑上来抢孩子？爹爹怎么突然要出门？昭昭也去。乖，爹去打仗，你在家好好上学，不许胡闹，听见没？昭昭小的大，可是昭昭想爹爹怎么办？昭昭现在就难过了。他嗓音放柔，亲了亲自家宝贝蛋儿。昭昭乖，等爹回来，给你过生辰，好不好？生辰？真的吗？爹爹最好了，昭昭要过生辰了，啊耶！黑甲军像黑云一般消失在天际线。昭昭已经想爹爹了。昭昭别难过，祖父祖母想你了，最近去那里住好不好？好。南宫燕心情颇好，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在他帮皇上处理政务之际，昭昭的小纨绔之名传遍京城，这一切都要算在那个不着调的六王爷头上。混账！你一天天没个正形，拐带小朝阳吃喝玩乐，溜马观花，到底想要干什么？父皇，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没个正形了？是不是南宫燕又在你面前说我什么了？爹，把监国之权给我。
皇上，先压一压。爹，给我呗。你身体不舒服，我帮你临朝。我倒是想，你行吗？反正我不管，你不给我监国之权，就下道圣旨，让南宫宴以后事儿少点，别总阻碍我带昭昭玩。张儿，你知不知道你和你母妃最像的地方是哪里？都嫌你啰嗦，是眼睛，眼睛。那又怎么了？我像娘多好，要是像爹就糟了，滚！鸿蒙学院讲堂里，你还知道回来？3日功课1课都背不上来，你都玩野了。爹爹别生气，昭昭下次不敢了。这话你说几回了？言而无信，非君子所为。你跟着那人不学无术，整日走街串巷，你可知京城传你？爹爹欺负人，爹爹不喜欢昭昭了。我什么时候不喜？就是，昭昭本来就不是君子，昭昭这么矮，是小人。就算如此，也不能说爹爹不喜欢你，爹爹也是为你好。爹爹嘴上说的好听，可从来都叫我昭昭。叫昭昭有何问题？父皇叫我宝贝蛋儿，叫我乖乖，唯独爹爹你只会叫我昭昭。你说你是不是很过分？过来。不要，昭昭要饿死自己。蒜蓉鸡翅、甜枣玉米羹、大肉卷，再见了。干打雷不下雨。宝宝，过来。爹爹再叫一声，爹爹再叫。爹爹最喜欢宝宝，以后不许说那些话伤爹的心，听见吗？昭昭是大坏蛋，昭昭刚刚一直闻着食堂的蒜香鸡翅、甜枣玉米羹、大肉卷。昭昭怎么这么坏？昭昭不是爹爹的好宝宝。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好宝宝？因为昭昭让爹爹伤心了，昭昭坏。宝宝是爹的心肝，爹爹喜欢还来不及呢。昭昭，终于找到你了，你中午跑哪儿去了？好啊，你又下山偷吃去了。才不是，这是爹爹做给宝宝一个人的。宝宝？昭昭，你知道吗？那云洛瑶禁足1月未满，突然被皇帝陛下解禁回学院了。也不止呢，魏泽言那个小结巴也回来了，咱们班今天可热闹了。不好，体育课马上要开始了，赵虎他们已经去占位置了，咱们快走吧。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马上哦。喂，昭昭，你干嘛去啊？你傻呀？你看到方向也知道是食堂，小爷我算服了。周婶，昭昭来啦！我正愁今儿个剩的饭多，你个小家伙就来了。那快，昭昭饿死啦！喂，你是来打饭的吗？一起呀。谢谢。好吃，不过这个脆皮鸭还是现烤的好吃，外皮都不脆了。你不饿吗？饿的。我叫昭昭，你叫什么名字？你也3岁半吗？不是的，我5岁了。多吃一点就好了。你是说多吃能长个子是吗？不能，但能长壮壮。昭昭亲自检验过的，曾经欺负过我的嬷嬷都让我坐扁了，我还撞飞过2个人。魏泽言倒吸一口气，好厉害。就算现在过去也赶不及了，没事，顶多让岑夫子骂2句，先喝奶。
说着，把他那碗牛奶推过去，自己也咕咚咕咚干了一碗。哇，宝宝吃饱了。魏泽言眨眨眼，在吃撑的基础上，真的喝下了满满一碗奶。去齐宣堂的路上，我告诉你，以前昭昭瘦得跟猴子似的，你现在看，是不是特别有劲儿？嘿嘿，你也要多吃饭，知道吗？我叫魏泽言。站我身后，这样曾夫子教训了我，就不会训你了。报告，学生迟到了。下不为例，找地儿坐吧。大哥，来这，给你站好了。魏同学可以来我这里，我和你一组。洛瑶，你想什么呢？那可是魏泽言，跟咱们身份不配啊。对，你看他穿的寒酸就知道家境清寒了，说不定比童山家里还穷呢。你可是郡主，不怕同他在一起被人看低了吗？魏同学坐吧。我想坐在这里，可以吗？行啊。这节课我们来讲围棋的打吃，大家要认真听，下课前我要检查的。嘿，麻烦递给我2个黑子，眼睛要黑色的才有神。不错。夫子，不如先看魏同学的吧，他好久没来，夫子多帮助才是。云昭昭屏住呼吸，正紧张的琢磨不知如何摆的时候，魏泽言突然伸手拂乱。举一反三，谁摆的？是云昭昭。朝阳，是你吗？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夫子悟了吗？哼，下课。服了，小爷拜服。昭昭，你是没看见云罗瑶气成什么样了？出齐宣堂的时候脚都崴了，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没错，你刚刚的棋路很厉害，改日我们下一盘吧。好啊。赵景成掏掏耳朵，你说你祖父叫什么？魏文，字有之。你说你爷爷是魏相，那你穿这么寒酸干嘛？不知道这里的孩子都是看人下菜碟吗？祖父说了，粗增大布果生芽，腹有诗书气自华。哦，没错，就是说轻物欲重涵养，一个人的内在要比外在更重要。你觉得魏相这话如何？宫锦衣没答，但淡漠的神色已然表达一切。考虑一下，做我小弟怎么样？小弟？可我比你大。那怎么了？我小弟都比我大，我骄傲了吗？跟着大哥，吃喝不愁，精彩无限。我劝你不要不识时务。哟呵，感情还是个道上帮派。你干嘛？这么多人，不带打击报复的。今夜，你和昭昭郡主，你们没什么，不过是谈谈父女之间的过节，真没什么。南宫爹爹，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见过少妇大人。无人应声，再看过去，空空如也。好心没法报，再也不帮你了，哼！哥儿几个走着，抓回来吓唬吓唬。当心真吓到他，我跟你们没完。翌日的中午，这不会是云洛瑶给你的子豪笔吧？是啊，我都说不要了，他非塞给我。靠，这破罗筛子又搞事。破罗筛子啥意思？这都不懂，心眼多的意思呗。你可别告诉小叶，你跟他同桌后就被他收买了。魏泽言赶忙摇头。你为什么好像很烦云洛瑶的样子？他得罪过你吗？切，何止啊！没错没错，他就是个破罗筛子。魏泽言听得目瞪口呆。我在帮你说话哎，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他是不是特坏？青韵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事的，没事的。得，白问，整个一没心没肺。
你给小爷我老实交代，青云是谁？什么时候收的小弟？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还给你，我不要。可这个是你做我同桌我送你的见面礼，为什么不收？你要是不喜欢，我可以换成别的。我会和夫子说调换座位，以后别送了。洛阳，你到底看上这穷酸破落户什么了？枉你送出淮阴侯给你的生辰礼，人家竟然还退还回来了，真是不识好歹。就是啊，别理他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笔价值几何，回头再配个粗末，不是平白玷污了这笔。你们懂什么？他是魏相的孙子，才不是什么破落户。这个小矮个小布衣是相爷的孙子，怎么可能？爹爹怎么什么都会做，连头发都会梳，真厉害。说吧，有什么事要求我？爹爹要进宫，没法陪昭昭，正好邮真哥哥家里面有个动物园，他邀请昭昭去玩，还可以带上青青、子倩他们。爹爹好不好嘛？求求你了。好吧，不过宝宝要答应爹爹一件事啊。什么？不许乱跑，不许单独行动，更不许和六王爷走，听见没？我发誓，我绝对听爹爹的话。昭昭是爹爹的好宝宝，最爱爹爹了。宝宝乖，等爹爹晚上回来。好，邮真哥哥，我们来啦。既然是少妇大人同意过的，让我来数数人数，我要负责把你们带回去的。我要看蟒蛇，听昭昭说还有猎鹰呢，有的都可以看到。这次我就先不去了，你们去吧。昨天你喊得最欢，今天就不去了，撒一种啊！岳凡哥哥腿断了，岳家说我大姐克夫，大姐昨晚哭了一宿，这门婚事可能要黄了，我是真没心情去。真哥哥，动物园下次再去吧，昭昭想陪青青。对，我们也是。那真哥哥先走了，需要帮忙可以找我。好，真哥哥慢走。待人走后，你先别慌，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解决。我也是听二哥三哥说的，岳家看不上我大姐，嫌她年纪大，怕说出去丢人。可要是这样，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同意？青青别哭，既然不明白，弄明白就是了。昭昭帮你，你们等等我。说着一溜烟跑了。没多久，后山的草屋再次轰的一声炸了。云昭昭，你在玩什么？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你，一哥哥，你终于来了。昭昭被欺负了，一哥哥帮帮我。谁敢欺负这胖崽子？不是我。胖周，你真想害死小爷不成啊？欺负昭昭的人不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表达能力还不错，宫锦逸这才明白，怎么不找你真哥哥？他不是万能的吗？哎呦，求求了，这事非一哥哥才行。算你会说话，帮你一次，那天的事完事我再找你算账。嘻嘻，完事我早跑了，你能抓到我才怪。让各位见笑了，不知来此何事？晚辈等此次只是陪同前来，真正要帮忙的另有其人。是的，昭昭和朋友是来帮忙的。你是？我叫云昭昭，爷爷可以叫我昭昭。原来你就是昭昭郡主，青青回来总提到你。阿姐，是不是那月下又来退婚了？你可别轻易答应，凭什么他们说退就退？必须给个说法。算了，他们要退便退，我早也不强求了。不可，如果此时退婚，克夫的名声就这样落在顾家阿姐头上了。孩子，你是？他是魏相爷的孙子魏泽言。月下有说何时再来吗？不能等疏远将军回来后吗？这正是我为轻徭不直的地方。当初这门亲事是赵家提的，那岳帆也是经我家将军引荐才进了军中。将军出行前他就摔断了腿，那时不提，现在提，
不就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没个主事人在身边吗？而且他们逼得急，说是下午就要登门。岂有此理！腿断了又不是不能好，那岳凡就这么任岳家欺负家姐，算什么好汉？对，不是好汉。袁昭昭怒不可遏。有了，爷爷，下午这样，你爷岳家去城里的观音庙后，倒是我们这样。午后，青瑶，我争取过了，可百善孝为先，我爹娘那里是真的怕我再有危险。咱们不是说好了退婚吗？为何顾夫人没来啊？岳凡哥哥，你们家长辈不也没来，为何为难我阿姐？你们冲我爹出招，故意悔婚是何道理？你年龄小，我不与你计较。事到如今，我腿断了，连出征立功的机会都没有，这门亲事断然成不了了。青瑶，把定亲的玉佩拿出来吧。岳府的小厮走过来，把顾家给的香囊扔回顾清瑶手里。刚出锅的枣瓜糖，大家快来吃！昭昭排队第一个买到的。袁昭昭吐吐舌头，甜甜一笑，给一哥哥和朋友们吃。你的办法呢？你的计划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观音庙前的枣瓜糖，吃1颗月老牵线，吃2颗喜结连理，吃3颗。岳帆满头黑线，他这边正退婚呢，哪来的捣蛋鬼？吃吧吃吧，别跟昭昭客气。青瑶，你让一群小孩子来捣乱，不觉得幼稚吗？我是你父亲麾下的校尉，以后两家就算不结亲，也不用闹得如此难看吧？剑子昂忍不住了，你这人好点7尺男儿，怎么能倒打一耙？这事不是你们岳家的错吗？青瑶阿姐，抱歉了，我一时口误，我大哥他要是在，必不会。算了，岳凡，既你非要退婚，我必不会强求。这些孩子没有恶意，都是亲亲的朋友，你难道连吃颗糖的功夫都等不及吗？好，我吃。青瑶，你别误会，我就是断了腿，最近心情不好。说着看也没看，把袁昭昭手里的糖拿过来吃进嘴里。该死的，你给我吃了什么？好苦啊！不苦啊，难道就那么1颗炒糊的让你吃到了？岳州哥哥你别见怪啊，昭昭听说这样的人人品都不咋好。我乃疏远将军麾下岳帆是也，才不是什么岳州。你喊这么大声做什么？昭昭又跟你不熟，昭昭和青瑶阿姐熟，知道你当初武举人落榜，3次拦住顾阿姐的轿子，表明求娶之意，借顾伯伯举荐进入军中，这才当上的校尉。你还许诺这辈子要永远对青瑶阿姐好，是不是？是，我是这么说过。他冲赵虎使了个眼神，人还不够，再叫。明白，大哥。岳帆，我且问你，你为什么突然要和我顾家阿姐退婚？真是因为克夫吗？不是，是因为我已当上校尉，还瞧上了团练史家的小女儿。岳帆眼神惊恐，似乎不敢相信他就这么说出来了。你无耻！这个叫岳帆的校尉也忒不要脸了，承诺了又变心，还把责任推到女方的身上，说人家克夫，这不就是要害人家姑娘一生吗？哎，我可听说过这个岳家，外地破落户，曾经穷酸的连锅都揭不开。人家顾将军不看重门第已是难得，怎么有如此忘恩负义之人？真是枉读圣贤书。大哥，才别因为身高丢了气势。岳帆，我再问你，我青瑶阿姐这么好，你眼睛被屎糊住了，分不清好赖相臭。她一个无颜女，要不是有个好家世，我怎会多费一份心思？我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宫锦义等人嘴角一抽，没文化真可怕。大哥错了，无颜女是长相丑陋的意思。就在这时，天空飞来一只杜鹃。你干嘛来看我笑话？他腿能走路，我刚刚看见他在山坡下撒尿了。
好心提醒你还不领情，走啦，没文化，真可怕。啊，你个坏娘！不过，等等，这个坏蛋的腿断没断？顾伯伯出征，平定匪口，正是立功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周周，你傻呀？他腿断了怎么去啊？打仗又不需要累赘。我才不是累赘，我不去是因为怕死，我腿根本就没断。完了，全完了。我呸！你这种无耻之人，根本不配让我哭。没错，阿姐不哭，她不配。你们看看他，再看看我，觉得般配吗？食色性也，人之常情，我退婚有什么错？岳帆，你个畜生，算什么东西，也敢诋毁青瑶？看我今天不揍死你！那是你大哥没错吧？他不是先天弱症吗？怎么看样子还挺能打的。程曦，糟糕，他有喘疾，不能激动，快别打了。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被我做底的嬷嬷的故事吗？魏则言一怔，点点头。不要打，不要打，大家不要打！不要打，夫子说过打架不好，千万不要打。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会意，齐齐加入阵营。岳帆像个破沙包，被揍得鼻青脸肿。别打了，别打了！顾青瑶，你好狠呐！哼，对付你这种寡廉鲜耻的人，就该这样。哇，你还会成语啊？哼，那是。拿去吧，你这样的人，我绝不会嫁。哼，嘴硬吧？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娉婷身姿，妩媚娇柔，你是一丝也无。我不娶你，还有谁会娶你？你就等着孤独终。我娶。青瑶，自我回京知道你定亲，就再也不敢出现在你面前。我只想着祝福，可如今，老天给我机会，我不愿轻慢你。待我回府禀明爹娘，一定会三书六聘上门提亲的。你等我。谁答应你了？青瑶，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别生气，我跟你道歉。哇，枣瓜糖吃一颗，月老牵线，竟然被我说中了！嘿嘿，昭昭真是个大聪明。那大哥，我吃了一整包会怎么样啊？自然是，以后能娶180个媳妇儿呀。什么？大哥，我不要。哼，你完了，你娘会打死你的。那我有解决的办法，你现在就去找观音菩萨磕2个头，说你不愿就好了，真的。突然，他察觉一道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你这么看我干什么？那天的事情真不怨我。我没说这个，小东西。你刚刚到底给岳凡吃了什么？哇，爹爹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同样的当，我可不会上第二次。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过，参见南宫少妇。没什么，我在跟昭昭开玩笑。免礼吧。是，少妇。爹爹，昭昭今天干了一件大好事，昭昭当月老了，拿着冬瓜糖牵线呢。月老要是知道，肯定要佩服我。嘿嘿嘿。刚说了一会儿，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你小声一点，在外面呢，丢人的。你负责把其他几个人送回家，这次的事下不为例。是，少妇大人。夜晚，太傅府里，那个岳帆就是这么说的，让顾家哀姐都哭了，还当着众人嘲笑她无颜女，是不是个大坏蛋？坏，简直太坏了！昭昭，别气，看明天祖父如何收拾那岳家，定然帮你出气。对，老头子，狠狠地打他板子，还有他那爹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来，昭昭啊，多吃点儿，祖母看你都饿瘦了。瘦了？从何处看到？是，没错。
昭昭今天可出了大力气了。祖父祖母不用收拾岳家，昭昭今天已经帮顾家阿姐出气了。就这样，我一个跳跃，砸得她险些吐血。嘿嘿嘿嘿嘿，昭昭的牛奶每一壶都不是白喝的，可真解气。哎呦，我的宝贝昭昭，简直太厉害了！大人都棘手的问题，就被你这么解决啦！哈哈哈哈！别人家3、2个孙孙又怎么样，都顶不过我家一个昭昭。没我们聪明，更没我们的身手矫健。请理智。夜深人静，宝宝有什么心事可以跟爹爹说。昭昭想父皇了，昭昭想让他回来。宝宝乖，爹爹在这里。不一样，父皇和爹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爹爹在昭昭身边，父皇不在。爹爹没有危险，可父皇在打仗。只是这样？爹爹，昭昭太担心，你怎么还笑呢？我不仅想笑，还想揍你屁股。爹爹，怎么不理昭昭了？昭昭得罪你了？没有吧？你去哪里了？祖父没有教过你晚上不能走夜路的吗？爹，你还在吗？在的话回我一声。闭嘴！小嘴巴，不说话。小傻瓜。他可以夜行千里，你可以用它和齐萧传信。哇，好大，好壮实。海东轻扇扇翅膀，谢谢夸奖。哇，还很有礼貌呢。爹爹，我喜欢他，我这就回去写信给父皇。不错，没想到你书法不行，绘画竟还不错。这只小猪画得栩栩如生，很是传神，就是猪耳朵位置不对，应该再下一些。爹爹，这是昭昭。那这总是猪了吧？还是豪猪，浑身带刺。爹爹，这是父皇，不是刺，是他身上背的弓箭。自己生的，不是捡的；自己生的，不是捡的；自己生的，不是捡的。齐萧，肯定是你传染的。千里之外，王爷，果然不出您所料，这帮人非一般匪寇，被我和顾将军夹攻在云中岭，见败局已定，竟然全部咬毒自尽了。那尸体呢？是臣疏忽了，一时不察，让他们点燃身上的炸药，全都烧成焦炭了。呵，没错了，赶尽杀绝，不留隐患才是那人的手笔，就跟当年在齐国一样。起来吧。是王爷。王爷，私造军器一事，属下有重大发现。韩烨带军撤退的时候，竟发现外围的山道上有铁屑。是以属下带了几名士兵悄悄绕路，竟在云中岭的后山里发现了一个私矿，守卫森严，进出都要检查。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属下没有再深入。外有国患，内有隐忧，这就不难解释上次刘明手里的军器是哪里来的了。不好，要真是三公主所为，王爷此时不在京，正是他和二皇子胁迫皇上的最佳机会。我们……齐萧抬手，眼眸深邃。莫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倒要看看，有这等野心的是萧允还是萧烟。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通知元帝，我亲手书信一封，你让黑甲军。齐萧正说着，突然天空之中盘旋而下一只棕褐色的海东青。齐萧眼眸微眯，敢问王爷，发生何事了？没什么，宝贝蛋儿想我了。这话忒抽象了，恕他眼拙，从哪儿看出来的？昭昭是福星，这传信的人不用了。疏远大将军顾况派人回朝，送来了匪寇烧焦的尸体。皇上，摄政王将领郡外遇险，东西六营已经派人前去接应，
看来这帮人当真不是普通匪寇。大前连年天灾，民生凋敝，国库亏空。若百越和齐国此时开战，我大前有几分把握？启禀皇上，若非摄政王在边疆戍守1年半，那蛮夷早便攻过来了。话没说完，萧元帝急火攻心，猛地吐了口血出来。后宫德妃宫里，母妃，父皇召见我了吗？他是不是真不行？允儿，母妃从小就教导你和嫣儿，凡事要耐得住性子。这一点上，你还真不如你妹妹。母妃，先不说这个，父皇到底如何了？老六呢？进去了吗？不说他，和尚连我也没让进。总之，齐萧遇险对我们来说是个大大的好机会。洛瑶仙童的那个身份可以利用起来了。在齐萧回来之前，你务必要当上储君。明日嫣儿就出来了，到时让他协助你。多谢母妃为儿思虑周全，允儿一定不会让母妃失望。去吧。翌日，爹爹快吃，昭昭给你留着呢。昭昭，伤心不可多时，难以消化入脾，一会儿肠胃该难受了。昭昭不伤心，昭昭可开心了。难道海东青回来了？齐萧给你回信了？对呀，父皇说他可想我了。嘿嘿，爹爹看，父皇说他晚一些回来，要昭昭闭上耳朵，说他一切安好。南宫燕拿过一看，果然小猪2个耳朵耷拉下来，低头干饭。爹爹，父皇还画了你呢。那这就是小小的人双手摆在桌上，等着夫子。父皇让你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昭昭，爹爹有事要去办，你自己吃吧，都吃了也行。好啊，昭昭没问题的，都能吃光光。与此同时，娘在家从没这么笑过，他们就是面首吗？你去把门砸开，让娘出来。求小姐饶小的一命，不能去，真的不能去啊！好，你不去，我去。就在这时，钱以宁的脚步却突然顿住了，重新躲回了茅舍后面。奇怪，是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风哥哥回来了，大家快烧水做饭。去，在那群小乞丐的房子外放把火。我就不信，都这样了，娘还能不出来？很快，火光冲天。发生何事？为何突然着火？应该是后巷住的小乞丐们烧饭，点着了房子。我刚刚听他们去河边打水救火了。公主，这里不安全，要不先回吧。真是晦气。走吧，回府。曾爷爷，你醒醒！马车呢？那辆马车怎么不见了？你冷静些，这个宅子平时绫罗绸缎供应不断，定是高门大户养在这里的外室，你千万别冲动。你叫我如何不冲动？曾爷爷都被呛死了，这里刚刚有辆马车，定是他们注意到我了，自己做了见不得光的事，却来对我们暗下杀手，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报官没用，你就算想报仇，也得留着命在呀。清晨，曾爷爷，你放心，风昨夜顺着车轨寻到了凶手，即便他贵为皇族，风也绝不会放弃，定然帮你报仇。曾爷爷好走，我们一定会帮你报仇的。找刀哥吧，刀哥一定有办法。恶人身份贵重，我不想连累小恩人。云昭昭早上起晚了，昭昭的胃口真的大了很多，明明以前吃几口羊奶能挺大半天的。他刚拿出牛奶想要补充能量，奶壶却被人从后面拍掉。你干什么呀？干嘛打掉昭昭的奶壶？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云昭昭惊讶地看着钱以宁肩头的一簇黑气，他杀人了！你做什么？别嚣张，得罪了我，当心你爹的九门提督也做不成。
我劝你最好小心点，别惹我。他吃错药了吧？哪来的邪火？敢威胁小爷，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他一顿！别气，他最近要倒大霉的，离他远一点。还别说，你这不孝的模样，还真挺像个小神棍的。今早大街上都传遍了，三公主在城郊养了面兽，据说有3个呢。这事儿你说钱以宁他爹知不知道？定然不知，我爹爹可说了，这对男人来说叫做头戴绿帽，是奇耻大辱。亏钱以宁以前还在学院炫耀他爹娘如何恩爱，原来是吹牛的。你们胡说！我爹娘相爱的很，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才不是那样。是，他还亲自抓到过三公主府。吏部那里还有许多事要我去分派。恐怕外祖父口中的忙事不是吏部的公务，而是要帮二哥游说众大臣，让他们簇拥二哥登上储君之位吧。你母妃知会你了吧？好，看来外祖父是忘了你的宝贝孙子郑安是如何落水，我二哥又是如何看待孙家的了。提这个做什么？你二哥不上那个位置，难不成要等皇帝下旨封六王爷为储君吗？外祖父难道就没考虑过我吗？你说什么？我内有前府鼎力相助，外有一处私矿铸炼兵器，只要你助我登上储君之位，我保证封您为国公，让郑安袭爵，孙府世代辉煌。不行，你是女子，如何能？如何不能？外祖父忘了，大前开国第一任君主便是女帝。那口说无凭，你要如何能保证孙府的利益和前途？萧烟冷色一笑，外祖，你记住，我今日不是在求你，是在给孙家机会。到了明日，你要是再站错队，可别怪我不念亲情。启禀公主，造谣之人就是他，上次暴动的流民中的其中一个，目前居于城郊。你是流民，那应该吃过我粥棚里的粥，为何恩将仇报？你背后之人究竟是谁？我呸！还施咒，假仁假义！你为了掩藏养面首的秘密，纵火伤人，我只恨不得杀了你，为我曾爷爷报仇。钱以宁惊骇，他害死人了。阿宁别怕，待娘把他五马分尸，帮你出气。公主，五马分尸恐怕引人注意，不如私下。本宫就是要当众行刑，借此警告众人。而学院里朗朗读书声成了袁昭昭的催眠曲。昭昭醒醒，夫子走过来了。什么？下课吃午饭啦？云昭昭，昭昭，不好啦！你那个叫风的小弟被三公主给抓走了，听说要在菜市街口被五马分尸。正巧此时下课，吓到了？没事，陈呱呱就那样，嘴上不饶人。有南宫少妇在，他不敢征伐你。五马分尸是什么？我听爹说过，对于穷凶极恶、罪无可赦的犯人，会把他的头双手双脚绑在5匹马身上，然后让马分别朝5个方向狂奔，然后……场面血腥，他爹没往下讲，但并不难猜。袁昭昭惊恐的眼睛都瞪圆了，推开他就往外跑。山脚下，赵景成几人终于赶上了他。累死小爷，你跑那么快干嘛？到底出什么事了？风被三公主抓了，要在街口被五马分尸。南宫爹爹不在，我想去找六王爷，让他救风。赵景成就把袁昭昭扛了起来，大步朝前跑着。你不早说，靠你那2条小单腿倒腾来得及吗？王爷刚刚进宫，小郡主有什么事吗？不如和小伙伴们进来等。等不及了，要出大事了。祖父一早就进宫了，马上就是午时，来不及的。不管了，我们先去。临近午时，怎么，竟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他和三公主有仇吗？听说是流民里的一个，受了公主施粥之恩，还以怨报德，真是心性恶劣。
可这事儿不对呀，按理说经大理寺问审，然后交于刑部，怎么早起刚抓，中午就……嗨，你懂什么？皇上身体欠安，公主事急繁忙，这小子在这个当口还敢造谣，公主能不恼怒吗？这叫事急从权。就在这时，风是无辜的，你不能杀他。这不是朝阳郡主吗？他不跟六王爷遛鸟听戏，怎么跑刑场来了？朝阳郡主，这里不是胡闹的地方，你快快出去，时辰已到，本官要行刑了。不行，风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不能杀他。对，不能杀。赵景成几人仗着个矮，从侍卫手下钻进来，摘掉风嘴里的布头。风，快解释给大家听。非我们流民对三公主以怨报德，而是在城郊发现她私养面首，被她用大火烧了茅舍，还呛死了曾爷爷。我为了报仇才出此下策的。这孩子说的有板有眼，难道是真的？应该是吧。三公主性子高傲，当年追着佛子不放，突然下嫁前程，怎么可能夫妻和睦？来人，把他们带走。时辰已到，行刑。昭昭来啦！说完，在赵景成、顾青青几人惊讶的目光中，他狠狠一头朝前面撞了过去。刑官口歪嘴斜，袁昭昭也眼冒金星，周围百姓啧舌。更让他们惊诧的是，5匹大马任凭侍卫如何拉扯，就是原地不动。大人，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凉拌。把你大人我凉拌了，你满意吗？快快备马，我要去公主府。离公主府不远的一个马房里，这地方行吗？这是我爹娘以前的私宅，废弃很久不用了，祖父没舍得卖。齐道曾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应该没事。昨言说的没错，此时城门一定戒严了。昭昭故意引着马儿们往城的另一边跑去，这里暂时是安全的。多谢你们奋不顾身来救我，可我……你不会还要去找三公主报仇吧？可曾爷爷不能枉死。眼下的问题是先活下来，有命才能报仇，对吗？而且昭昭有句话让我带给你，他说曾爷爷不是三公主杀的，真凶另有其人。不是三公主，那会是谁？时间紧迫，他没说。三公主府，你敢跟我作对？谁给你的胆子？齐萧吗？对呀，你要是敢打我，父皇和南宫爹爹都不会放过你的。告诉我，南宫少妇是不是认了你当义女？才不是义女，昭昭是爹爹和娘亲生的，是他们的小宝贝。你胡说，子野他是清秀的佛子，怎么可能同其他女人生下你？告诉我，你娘是谁？我娘啊，可温柔了，会哄昭昭睡觉，给我讲佛祖割肉喂鹰的故事，还会做水晶桂花糕，爹爹和昭昭都特别爱吃，还会……话还没说完，凌厉的黑鞭子破空而来，幸亏袁昭昭早有防备。别打别打，昭昭说实话就是，打坏了我，爹爹该难过了。什么实话？你敢骗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娘是谁，爹爹只说只要他当年多坚持一下，没狠心另外嫁他人，如今他们的孩子也该如昭昭一般大了。萧炎心中有了个大胆的猜测，爹爹说了，娘她心高气傲，脾气不好，性子也急，哪有那样追人的？她本来就要同意了，她却突然不追了，气得爹爹多年未娶，总被祖父骂。是他，真的是他，紫眼竟心悦于他。你要是敢骗我，休怪我手下无情。不会呀，爹爹说过三公主是个好人。公主大人，昭昭饿了，能不能先吃饭呀？来人，上饭。今晚你在这里休息，
明日我带你进宫见你爹爹。好啊，这里的好吃的我都还没吃够呢。那公主记得派人告诉爹爹一声，不然昭昭回去该挨揍了。傍晚，爹爹，昭昭想回家。爹来了，别怕。乖儿子，把绳子系腰上，爹爹拉你上来。好。片刻后，这里恢复原样，不许打草惊蛇。还有，通知一下太傅府，说昭昭先跟着我。南宫燕不光通知了他，还调来了护国4、5僧。就是这样，那个公主好可怕，一鞭子抽过来，还好昭昭躲得快，不然一定很疼。她还要说我不听话，就把昭昭五马分尸。小燕，待明日过后，老子定有大礼送上。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吓唬我女儿？乖宝，不怕，呼噜呼噜毛吓不着，呼噜呼噜毛吓不着。昭昭的毛本来就不多，爹爹手劲好大，别给撸光了。你刚刚叫我什么？爹爹，昭昭困，爹爹抱着睡。乖宝，好好睡，不怕，爹爹在。翌日清晨，这皇上身体未愈，摄政王在外未归，二皇子把我等叫来这里，是为何意啊？唉，众位大人想必也看到了，父皇久病未愈，外敌蠢蠢欲动，我想是时候议定储君，稳固朝纲了。这事理应由皇帝陛下来定，臣觉得二皇子所说有理。臣附议。今日皇上不在，六王爷不在，立储君的人选都不全，如何让大家议定？是啊，沈御史说的有理，不如改日。老六纨绔之名传遍京城，他在与不在有何重要？论长，论德，论才，六王爷都跟二皇子没有可比性。但老臣以为，三公主她心善德高，被百姓交口称赞，颇有开国女帝之风。我看她更适合立为储君。好，本宫倒想听听，本宫有哪里让众位大臣不满了？沈从明大惊，严声斥问：三公主，按照大前律法，皇子公主的府兵即便有特殊情况，也必须禀明皇上，怎能堂而皇之的带刀入宫呢？魏相面目微峨：三公主，你这是要逼宫吗？哼，逼宫？本宫不喜欢这个词，本宫不过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百姓大前考虑，想为父皇分担而已。荒唐，简直荒唐！禁军何在？殿外无人答话。大前萧元帝三女萧嫣恳请魏相，南宫太傅为江山社稷着想，拥护本宫为储君。哼，三公主，别费力了，老臣死都不会同意。魏相也是如此想的吗？没错。来人，把他们拿下！还不快动手！府兵刚想动，身后一排的府兵竟齐齐摘掉帽子，露出验了戒疤的光头。一招出手的功夫，就扭转了局面。护国寺108武僧，少傅大人，这事早做了准备。是皇上早已知晓，顾念父女之情，打算给公主一次机会，但你让她失望了。少傅大人，宫内外所有叛军都已拿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快马急报，云中岭发现一处钱家私矿，私造兵器，屯兵练武，意图谋反。待摄政王归来，证据确凿之日，再处判决。我是冤枉的，没有证据，谁都没法定我的罪。我要见父皇，见父皇！
定刑之日自能见到。押走。是，佛子。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何事不明白？你明明钟情于我，为何每次都对我这么狠心？这就是你的喜欢吗？你如何认定我喜欢你？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是你那义女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南宫燕闻言，额角狠狠一跳，侧头去向墙后，蹲在墙后看戏。紫妍，你为何不说话？昭昭不是义女，一个义女而已。我如今都这般模样了，你就不能给我说句真话？我只求一句真话。真话就是，昭昭是我亲生的，孩子顽劣，公主不必当真。不可能，你骗我！老三，等你被父皇褫夺姓氏，再来丢人成吗？你怎么在这里？还有这个贱种，做完事你就走的对吗？萧柔章，你坏我大事，我跟你拼了！嘴里吃屎了是吧？老子昨日就不想忍了，今天送你一份大礼，你好好受着吧。来人，给我掌嘴80，不，凑个整300下，给我使劲儿的打。萧荣章不笑的时候，像极了皇上。宫人不敢违命，抡圆了膀子开扇。一阵痛叫声传来。看见你了。爹爹坏，该装作看不见的，让昭昭没面子。那正好，一人一次，公平了。爹爹，昭昭好想你。想我还偷偷溜走，可见是假话。嘿嘿，昭昭别乱说话，还以为爹爹生气呢。临危不惧，勇气可嘉，还能机智地保护自己。爹爹不生气，为宝宝骄傲。哦耶！爹爹夸昭昭聪明，哈哈，昭昭好开心，爹爹。萧荣章，你简直狂悖！上有父皇，下有律法，谁准你在此处公然行刑？更何况她是公主，是你皇姐。六王爷，差不多了，再打要出问题的。放心，昨日父皇还骂我了。父皇骂我，就代表相安无事。他什么时候不骂我不理我了，这才是要出大事了。打是亲，骂是爱，没听过吗？再说了，过了这么久，你看雍和宫派人来了吗？哼，你还有时间关心别人？今日皇极殿立储一事，你觉得父皇会这么算了吗？萧远呼吸一滞，是啊。哼，垃圾。原来打是亲，骂是爱呀，昭昭受教了。呵呵，没错，就是这样。六王爷不会教就别教，当心带歪了孩子。终于第5日，圣旨到。不，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活着回来？我明明派了杀手，对吗？齐萧睥睨地看着他，眼神仿佛在看蝼蚁。就你那些小伎俩，跟个顽童有何区别？不让你先得意，怎么露出马脚，一举拿下你和齐国勾结的铁证呀？摄政王开恩，公主全然不知，都是我做的，我愿以死赎罪，请王爷放了公主。齐萧眯眼，冷嗤一声，这绿帽戴的不亏。圣旨已下，三驸马，你难道就只担心公主，不担心前府的二老吗？入夜，是爹爹，一定是爹爹回来啦！哎呀，小郡主，跑慢点儿，当心摔着。爹有礼物送你，保管你喜欢。生辰礼吗？齐萧笑了笑，对身后拍拍手。萧祖宗，是你吗？这家伙野性难驯，不然等爹爹帮你训好再。不，爹爹快打开，昭昭要看。萧祖宗，好想你啊。打
大家别怕，小花豹不伤人的，它很听话。嘿嘿，爹爹，昭昭抱它去玩啦。后院里，你怎么也下来了？御兽宗不会出事了吧？小花豹用爪子搭在他手上，小祖宗放心，大家都好，就是司命的笨蛋无法让你和袁洛瑶各归其位。那没事，嘿嘿，告诉你呀，昭昭现在有3个爹爹呢，才不稀罕换回来。3个？下凡的时候不才2个吗？总之，昭昭在这里玩得可开心了，嘿嘿，你怎么被爹爹抓住了？干嘛不直接来找我？迷路的是，小花豹没脸说：“小祖宗，这和御兽宗廉耻比太差了，气味也难闻，我要和你睡。”不行。主院里，齐萧恼火地说完：“那豹子虽是野兽，草地里打滚的，身上太脏。可小花说了，她要睡床。让他去睡你的摇篮，你跟爹爹睡。那好吧。”这天，哎呦，爹爹，昭昭怕是闹肚子了，明天去不了学院了。同样的招数，第2次就失败了，这个道理你不知道吗？爹爹，求求你了，昭昭太想你了，晚一点回学院好不好？就1天。齐萧几乎都要答应了，但想到明日的事，还是摇了摇头。不行，明日爹爹有事要忙，没工夫带你玩。你……话没说完，云昭昭气鼓鼓地背过身子。又生胖气了，你人不大，脾气还不小呢。哼，爹爹是坏蛋。爹爹你也知道，昭昭自出生就离开了你，好不容易历尽千水万山才……是千山万水。哦，对，是历尽千山万水才重新找回爹爹。你又离开了那么久，昭昭想你了吗？齐萧也舍不得，只能抱起来哄逗着。翌日，云昭昭，是你救了我？不是，是风。这时他突然感觉一阵怪异。腿呢？我的腿呢？小娃娃，你的腿骨不是断了，是彻底碎了。要是不解去你的双腿，你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云昭昭，你要小心云洛瑶。其实，爹娘被带走后，我去过侯府。他不见你是吗？他出来了，并且是打开大门，穿着最鲜艳的新衣裳，在下人的前呼后拥中笑着走出来的。不过，却并没有请我进去。相反，狠狠对他奚落了一番。总之，你要小心云洛瑶，他很坏。云昭昭，我后悔了。要是可以重新来过，我希望我们可以是朋友。突然，他的手心被塞进一个小小的东西。他看着手心的帘子，你，等你改好，会收获真正的友谊的。麻药过去疼的时候，吃下去会有用的。再见了，云昭昭。尘埃落定，3公主一事成了昨日的故事。什么考试？为什么突然考试啊？皇上不是说过取消考试了吗？这到底是为什么？皇上说的是取消春试，如今已经立夏，你还想一辈子不考试吗？想得美！原来考试是这种感觉啊，心跳加速，掌心冒汗。咦，奇怪，这不是晋家哥哥说他看见顾家阿姐的感觉吗？这就叫喜欢，可他一点都不喜欢考试啊。难道金家大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喜欢？那昭昭要不要告诉青瑶姐姐？昭昭，你怎么一个字都没写？一炷香都快烧完了。糟糕糟糕，昭昭要交白卷啦！没事，我帮你。就这样，他勤劳的采蜜，采答案，看的还是云洛瑶的。昭昭，够这里，第3个。昭昭，
最后你的名字就不用我帮你了吧？中午食堂不见不散，天堂一人一半。啊，好，够义气，再帮你一把。袁昭昭低头写名字的时候，小蜜蜂趁机去捣乱了。袁洛瑶耳畔嗡嗡作响，一不小心勾错一题。所有人停笔，不许再打了。我觉得不错，1等应该能保证了，你们呢？都答上了，我觉得还行。我也是，还行吧。你，算了，我不问了。那俩吃货呢？为什么不问我？怎么不能问了？你就确定我考砸了吗？你有证据吗？没准我能出奇迹呢，你凭什么不问我啊？哎呦，我的耳朵，河东狮吼啊你！哎呦，我错了，行了吧？成绩是顾青青的死穴，我这破嘴，捅这个马蜂窝干嘛？这时，没考好就没考好呗，你家都是武将，小来父子心中早就有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你别恼，大家就是开玩笑的。魏同学，之前你没来的时候，听说是相爷亲自授课，小来考得一定不错。我看你还是少和这些人接触，省得被拖累了。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如我们一起去食堂用午膳吧。这破锣筛子又开始了，少爷我今天非教训他一顿不可。啊，这么多人，别冲动。可我忍不了，他来喽，香喷喷的鸡腿来喽！哎呀，你敢撞我！云昭昭，你故意的！哇，外酥里嫩，齿颊留香，好好吃。云昭昭，我在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哇，你怎么这副样子？还有你朋友，怎么也脏乎乎的？这难道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昭昭明白了。我倒是那个矮冬瓜，原来是朝阳郡主。阿言，咱们一般高，他笑话咱们。是我说错话，我没那个意思。对，魏同学，你千万别误会。子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热脸贴个冷屁股，是形容当下这个场景，没错吧？对，没错。算了，他牙尖嘴利，背后还有南宫少妇撑腰。对，咱们走吧。路遥，你快换身衣服吧，别人都往这里瞧呢。云昭昭，有本事你别靠南宫少妇，咱们来比比。论口才，论样貌，论爹的数量和质量，你哪点能比过昭昭啊？比成绩，你还说吗？这个怎么怕了？不敢比了？那就现在认输，把裙子现价赔给我50两。你少蒙人！我前日刚陪阿姐去过上衣坊，这裙子是当季新品没错，但绝到不了50两。那是你，人家洛阳是郡主，能穿廉价货，不敢比就直说。好的，比就比，这次考试成绩定输赢，你输了就当众拱手做鸡，大喊3声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好，说是我赢了，你也要如此，不仅要当众承认你不如我，还要离开鸿蒙学堂。什么？不行，你个破军筛子做梦呢，不怕少妇罚你吗？哼，看吧，我就知道你们比不起。比呗，怕你啊。好，一言为定。袁洛瑶一伙人走了。你哪来的自信啊？疯了是吧？还是你真打算抛下我们，不读书了？昭昭，不走行吗？谁说我要走？我只不过想趁机拓展一下帮派业务罢了。袁昭昭小鼻子却嗅了嗅。周婶，昭昭来了，红烧肉，昭昭等很久啦。昭昭输定了，你怎么还笑？就是，难道你想让昭昭走吗？放心吧，就冲这食堂，昭昭也绝不会走的。哎，小诸葛，还是你聪明。没错，他今天餐盘都不用，直接换缸了，小爷白担心了。昭昭不是厚脸皮的人，只是今天被同学笑了，说昭昭矮，
周婶，是这样吗？我们昭昭最可爱，才不到4岁，正是长高高的时候。来，快补补，别缺了营养。幸亏有昭昭，如今食堂浪费现象都不严重了，连个剩菜剩饭都没有。好孩子，好孩子呀！后面换衣服来迟的袁洛瑶几人傻眼，这么快饭就没了。哇，都口完了，你再看书还有用？说倒了，后面趴着的袁昭昭被吵醒。干嘛？云昭昭，愿赌服输，一会儿发了成绩别不认账。怎么回事啊？什么赌啊？苏芊芊嘴角勾起，给大家解惑。他有多黑，你是不知道吗？100两黄金的事儿忘了？这时，大家注意了，此次下考至关重要，是要计入年度总成绩的。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已经有同学2次不及格了。学院规定，3次不及格重修1年。好，现在我来宣布成绩。第1名，季子谦，满分，优等。第2名，云。袁洛瑶喜上眉梢，激动地站了起来。昭昭，她的笑容僵在脸上。哇，云昭昭真赢了，好厉害呀！他作弊，云昭昭作弊。夫子，你怎么不说话？难道你也认同？岑秋生默然，他本就是这么想的。哼，大家见过第2名抄第3名的吗？袁洛瑶，输不起就别玩，这样有意思吗？袁洛瑶急得脸都红了。别人不知道，他知道袁昭昭是玉寿宗的小祖宗，虽然如今没了法力，但没准还有其他神通。既然你们说云昭昭没作弊，让他重考就是，也好证明一下大家说的对不对？对个屁！凭什么重考？就凭你一句话，你算个什么？闭嘴！学堂内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云昭昭，我且问你，你抄袭云洛瑶的试卷了吗？夫子，昭昭可以保证，我绝对没有看过云溪瑶的试卷。就在这时，一袭白色身影走了进来。这是院长批阅的手记，难道岑夫子在怀疑院长帮忙作弊？不，在下不敢。既如此，便谨言慎行，公平公允。是，在下谨记在心。晚饭时，哎，爹爹，昭昭还想再吃一碗，干嘛拽走我？你说呢？那试卷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的确是小蜜蜂帮昭昭的。简直胡闹！你可知这种行为叫什么？爹爹打屁屁吧，昭昭不怕。你不是最怕挨揍？怎么？三爹说了，打是亲，骂是爱。爹爹你打轻轻哦，出了气就不许再送了。南宫燕只觉得可爱，根本气不起来，但该教的还是要教。他冷着脸走过去，当真用了些力气，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做人最要紧是要诚信。你今日的成绩是投机取巧换来的，不是真正的光荣。成绩不好不要紧，但最关键是问心无愧，不做欺骗自己的事，明白吗？爹爹别气，昭昭知道错了，昭昭下一次再也不敢了。是小蜜蜂主动帮我的。宝宝乖，不哭，爹给你揉揉好不好？哼，臭爹爹不理你了。好了，爹不该动手，爹错了，行吗？嘿，那就原谅你一次啊。爹爹，幸好今天昭昭赢了，不然明天可能你就见不到我了。跟爹说清楚。袁昭昭翻身坐起，把下午的事仔仔细细、前前后后学了个明白。这下你清楚了吧？小笨蛋，激将法不知道吗？要不是小蜜蜂，你就中计了。放心吧，爹爹，昭昭这么做可是为了帮派日后的发展。明天你宝宝我就在学院出名了，
爹要不别去早朝了，跟着我一起威风威风吧。大可不必。说是威风，你那个帮派连个名字都没有，不是贻笑大方。爹爹是状元，又是少妇，肯定是这里最有文化的人。那爹爹帮昭昭取吧。就叫虎头帮吧。昭昭最喜欢虎头，好呀，就叫虎头帮。父女俩一拍即合，南宫燕亲笔写下3个大字：寒江过瘾，我虎头帮刀哥今日在此。南宫燕闷头低笑，笑得肩膀都抖动了起来。云昭昭一愣，爹爹真坏，竟然笑话昭昭。你刚刚那是在做什么？排练啊，明天是刀哥的大日子，自然要吹得霸气一点。可是什么？刘嬷嬷给昭昭带的衣服都不合适，就算家里也没有合适的。想不想要最拉风的衣袍？想。想不想要最霸气的出场？想，昭昭想。好，爹能帮你，但前提回答我个问题。爹爹快说。我和齐萧，你最喜欢谁？云昭昭转过身，坏笑着捂住嘴嘻嘻。这个父王早问过他了，他有经验。很难答吗？昭昭最喜欢南宫爹爹，昭昭和南宫爹爹天下第一好。这样爹爹明白了吗？南宫燕耳垂微红，眼神也异常的明亮，郑重的点头。哎，爹爹，你去哪？昭昭最拉风、最霸气的帐篷你还没给我呢。后半夜，鸿蒙学院的学舍里，有人在挑灯夜读，有人在炫技。爹爹，你怎么什么都会？这也太神奇了吧！也没有，但比齐萧是要强些。奇怪，这3个爹爹好像看谁都不顺眼的样子，碰在一起不会打架吗？翌日，哎，都别谈了，跟我去食堂门口看戏去。什么戏？学院请戏班子了？哪儿啊？是那个朝阳郡主，听说打赌又赢了云洛瑶，赌注是谁输了，当众认输，大喊3声我错了，再也不敢了。那有什么意思啊？2个小孩子玩闹，也值得你。哎，不对，正想着，见宫锦逸已经出去了，他忙跟上。哎，锦逸，等等我。刀哥，我错了，刀哥，我再也不敢了。刀哥，我错了，刀哥，我再也不敢了。刀哥，我错了，刀哥，我再也不敢了。刀哥是谁啊？对啊，你不是和云昭昭打赌了吗？怎么还有刀哥的事啊？我怎么知道？都是他让我喊的，你们找云昭昭去。承蒙各位抬爱，来参加虎头帮的开派立宗大典，刀哥就是我，我就是刀哥。哇，好威风，他好强。是啊，像个大侠，又像个打鱼的。哎呀，都告诉你别戴那帽子，你不听，这下好了吧？他觉得挺酷啊。简直胡闹！陈夫自己人倒是看得乐呵极了。哈哈，我觉得很可爱呀。你别总这么严厉嘛，寓教于乐。对呀对呀，这样机灵可爱的小郡主，难怪摄政王和少妇都宠着。自从他来了，这学院里也热闹了不少啊。看见没，劫富济贫，冲你来的。把劫富济贫改了。你在教本帮主做事？行吧，估计你也没有什么宝贝盒子，到时候被劫了，可别怪别人没提醒你。改，马上改，阿爷。于是上联重新更换惩恶扬善。哎，你这虎头帮到底是干嘛的？对啊，惩恶扬善我们明白，蓄灾度恶是什么意思？刀哥说了，凡是在学院里或者家中有灾厄，都可以找他，根据难易程度收取报酬，50文起步。大家还没说完，众人不感兴趣的走了。原来是招摇撞骗的门派，跟天桥底下忽悠人的道士一样，我还当什么呢？就是，食堂开饭了，咱们快去排队吧。50文，要的很贵吗？玩玩而已，
你还真想去饿肚子不成？你靠啥？靠你吃的多，还是靠你睡得香？切，你闭上你的粪坑！红烧土豆鸡块，还有孜然锅巴，大家快饱，一会儿没有了。晚上，非要3年抱俩吗？一个不行吗？你嘀嘀咕咕什么呢？画本子也不看了，可是今日玩累了。爹爹，你会3年抱俩吗？告诉爹，谁给你讲的？是顾伯母说给青瑶阿姐听的，让昭昭听见了。你爹我连个王妃都没有，3年抱俩，看来是没可能了。云昭昭眨眨眼，没王妃就没宝宝。想什么呢？那么入神？不会是在想南宫宴吧？眼见齐萧又要问出最喜欢谁的问题，好困好困，昭昭要睡了，爹爹晚安。猪崽子，真行啊你！第2日，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最近去学院总不开心啊？还不是那个云昭昭，这次照着成绩比我好，在学院里耀武扬威，先让我当众出丑，他实在太恶毒了，根本别有居心，针对我们侯府。洛瑶别难过，你的实力娘是清楚的。今天德妃娘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齐国马上就要派使臣入京了，听说皇上会在宫中设宴。娘的意思是有机会让我展示才艺，然后……对，在学院出名算得了什么？洛瑶，你要是能在宫宴上大放异彩，那才是为咱们侯府争了脸面呢。洛瑶明白了，谢谢娘。云昭昭，这次过后你就会明白，你跟本郡主是云泥之别，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哼，等着瞧吧。我想找虎头帮帮忙。带钱了吗？哦，不，先说是。我是丙班的陈放，今年6岁，我想让你们帮忙找找我的。哎呀，你说话大声点，蚊子嗡嗡似的，听不见。我是说我内裤丢了，求你们帮忙找找。哎，走，小爷跟你出去比划比划。马王爷几只眼不知道，当我们虎头帮是好欺负的吗？不，我没这么想。刀哥，我是真心来寻求帮助，我不是开玩笑。好好说，你细细道来，我听听。是这样，丢失的时间是前日晚上，我沐浴后回学社就不见了。我平时不善于交际，和同学也不怎么走近，所以……众人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怀疑同学拿内裤捉弄他，但又不敢去问个明白。阿言都记下了吗？没有遗落。好，子清点钱。这还没解决问题呢。放心，虎头帮从不接做不到的买卖，回去等信吧。入夜，周周，你确定吗？这是真是陈放同屋的王翰做的吗？原因有2：一，王翰和陈放同屋，自有作案嫌疑；2，根据你们调查的结果，2人平日同宿却不在一起，有可能有矛盾。说的没错，我去爹爹书房翻阅过入学登记册，王翰家境普通，但陈放却家境优异，这有可能是造成嫌隙的一点。就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放在哪儿忘了？这么说吧，男孩子的内裤就好比昭昭的奶壶，都是极为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忘了呢？虽说这2个都是有味道的东西，但毫无可比性，好吗？看来支开陈放是对的，他果然心动了，大家要小心一点，跟上。夜晚微风送来一阵臭味，这小子肯定是上大号了，穿这么久，让小爷在这闻臭味。他来的时候手上并未拿草纸，极有可能……众人反应过来，是在藏内裤。不过他图啥呀？偷也该偷银子，偷内裤咋想的？赵景成疑惑不解，树梢上猫头鹰叫了2声。这个坏家伙竟然想趁陈放找的时候踢他进粪坑，然后叫来众人耻笑他，太坏了。袁昭昭虎着小脸招呼几人聚过来安排任务，
过了没一会儿，谁敢帮我？他抬头看去，云昭昭，是你？错，我现在是虎头帮的刀哥。我想问你，陈放的内裤是不是你偷的？你刚刚是不是藏在里面了？你别冤枉好人，内裤这种东西又不能卖钱，我偷来干什么？捉贼捉赃，捉奸见双。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看我。错了，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哦对，不见棺材不落泪。看我找出来，你怎么狡辩？你们最好能找到，不然今天这事绝对没完。云昭昭一屁股坐在了他后背上。你吃什么长大的？怎么这么重？奶啊，羊奶牛奶。爹爹，不，爹爹没奶。到底有没有？没有赶紧放开我！这时赵景成从里面出来，究竟藏哪儿了？不会是扔下粪坑了吧？猫头鹰飞了过来，招梁上，在上面找梁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再不交代，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找夫子。对，哪有你这样坏的？故意捉弄同学，不是君子所为。是不是误会了？陈芳看着不像那种人。怎么不像？我家兄弟6个，我排老四，上孝顺父母，下照顾小弟，在学院大家都和我玩的，只有他，明明是一个无助的，也不说话，叫他更不出去玩，这不是看不起我是什么？就在这时，后面突然传来陈放焦急的声音：“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瞧不起你，算不吧，不用多解释，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你想怎么样，直说吧。我不用你们帮忙了，这事儿就算了。这钱不能退的呀，你咋还变怪了？男儿要讲诚信，二爹说的。不用退钱，我就是不想让夫子知道，我不想追究了。为什么？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从小爹爹生意忙，娘跟他走南闯北，家里只有我和嬷嬷，我不会跟别人相处。其实你叫我玩的时候，我很开心的，但好多我没玩过，怕闹笑话，所以才……原来是这样。季子谦几人明白了，一个敏感内向、笨口拙舌，一个外向奔放，却有些小自卑，所以才闹了这么大误会。是我干坏事，你怎么能道歉？我也不好，幸亏你找了虎头帮，不然明日我真要犯下大错了。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当好朋友吧，很好的那种哦。放心吧，以后你不会玩的，我教你。我把我的朋友都介绍给你，他们都很好相处。谢谢你。哈哈，虎头帮第一次行动圆满结束。锦衣哥哥，早就瞅到你了，嘿，快放昭昭下来。好你个臭崽子，早看见我不打招呼。嘿，昭昭在做大事吗？锦衣哥哥找我做什么事吗？没什么，帮某人带个口信，让你一定进宫参加宫宴。嘿，那你帮我告诉他，有好吃的才行哦，不然昭昭不去。行。哦，对了，我刚刚在树上瞧着你虎头帮来生意了。对呀，足足50文钱，厉害吧？哥帮你算个账啊，1日50文，1月才1500文，1两多点，这缎布都买不了一匹，更何况你能保证天天有生意吗？锦衣哥哥这么聪明，这么厉害，帮昭昭想想办法嘛。好吧，哥哥告诉你什么叫宣传。之后的几日，就在云昭昭苦思冥想如何大力宣传虎头帮的时候，齐国使臣来了。王爷，属下还是认为此次太过冒险了。那萧元帝城府深不可测，此次迎我们入境，谁知道是不是设下陷阱等着我们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云中岭那一战的排兵布阵极像了那人，我非要走上这一遭方能安心。提到那人，
明清眼中闪过一抹惧色，不过还是摇摇头。大皇子多年前死在战场，被马蹄践踏成肉泥，如何能成了大前战神？王爷定是多虑了。齐顺眼眸晦暗。好了，不说这些，你去准备晚上入宫的礼品，让伦儿准备好，漠视了礼仪。是，王爷。王爷，这帮前人竟如此待您，您看，连萧元帝都迟迟不来，简直没把我们大齐放在眼里。无妨，别忘了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伦儿呢？怎么还没进来？王爷放心，世子聪慧，您看，正跟他说话的那位，就是传言能护佑大前的转世仙童。世子这是在为您收集情报呢。世子殿下，这个东西真的要送给我吗？殿下，这物件太贵重，你还是收回去吧。没关系，拿着吧。这种东西，我齐国王室多的是，不用在意。迎面战神威风凛凛，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让人心生敬佩。摄政王，本王敬你。哼，杂碎，你终于还是上钩了。莫急，当年的账，本王早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就在这时，父皇，昭昭来啦！你这什么打扮呢？老虎啊，是不是特别像？昭昭专门让刘嬷嬷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特别亮眼？刚要开口叫他，和盛尖细的嗓音传来：皇上驾到！陛下，本王这次前来，一是为了两国邻邦团结互通，二是为了澄清匪寇一事。此事绝不是我齐国皇室之事，请陛下明鉴。那敢问贤王殿下，这些杀人如麻的匪寇都是齐人，如何交代？那照这位大臣的意思，齐国的老鼠跑来大前走街串巷，偷吃香油，本王也要负责吗？小小鼠辈确实不足挂齿，如贤王所言，那日后我大前的猫儿若闯进齐国，还请贤王只当看不见，毕竟都是些畜生。好啊，少傅大人说得好。是啊，贤王到时可不要因此来找我大前的麻烦呢，毕竟畜生的事我们也不好负责。那个小女娃到底什么来历？明清想着收集来的情报。王爷，那是朝阳郡主。皇帝陛下，臣有一不情之请，今日盛宴，本王出彩头，不如来场比试如何？那你想怎么比？陛下，听闻大前有个转世仙童，1岁能言，3岁能作诗。本王看今日宴上这么些孩子，不如就考教一下画艺，谁画得好，本王这颗夜明珠就送他做奖励，如何？既然睿亲王有此雅兴，那便出题吧。不如就以江山为题，时间1炷香，谁画得好，这珠子就归他了。此话一出，朝臣们犹豫了。若是普通花鸟，尚可让自家孩子参加，但题为江山，宏大难画不说，还总觉得背后另有深意，还是不要踩坑为好。怎么，竟没人敢与洛瑶郡主一比吗？那不如让年龄相仿的朝阳郡主来试试如何？齐顺话落，3道极冷的视线锁紧他。朝阳郡主，怎么样？想不想试试？比也行，让他先画。就这样，众目睽睽之下，袁洛瑶在浴池台中间的画台前坐好，提笔作画，一气呵成。难怪被传能护佑大前，多谢郡主送江山给本王，本王感激不尽。该你了。是啊，朝阳郡主，该你了。不知你会不会也给本王送上江山呢？爹爹，看昭昭给你争气。他走去齐顺桌前，挺起胸膛。
我要开始啦。哼，话台在那边。可昭昭就愿意在这里面。说完，趁他没注意，把他手边的江山图一把扯开，扔在地上，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一脚踩了上去。朝阳郡主，你这是作何？画画呀，你没看到吗？哼，是吗？本王可从没发现过这般作画的。那是你没见识，本郡主一向如此作画。好，那你说这画叫什么？这就叫一脚定江山。好，好啊，好个一脚定江山！朝阳郡主画得太好了。没错，好啊，画的真是太好了。这不对，明明我画的更好，为什么都在夸他？这不公平！哼，洛瑶郡主说的有理，画艺比的是画工，在本王看来是洛瑶郡主胜出。楚梦雪此时从后面站起，我也认为是洛瑶郡主赢了。你得罪过他吗？嘿，云昭昭凑到他耳边，就是这样，锦衣哥哥让昭昭干的，不怪昭昭的。人家让你帮忙破坏定亲，没说让你冒充私生子。齐萧无语半晌，看着自家调皮的崽子，有种老父亲的心累感。唉，吃吧，多吃点。壮士扛奏。本王在齐国早有耳闻，魏相刚正不阿，连门下弟子也不举荐入朝，都要凭本事科考。本王拜服，不如今日就让魏相定输赢。本王绝无二话。请问魏相，就画工而言，谁更胜一筹？这要是论国家大义，朝阳郡主的确更胜一筹，但要论画工，脚上突然一疼，魏相，到底是谁赢啊？朝阳郡主胜。哼，既然魏相都这么说，这夜明珠朝阳郡主便拿去吧。什么稀罕物，至于牛成这样子吗？哼！他眼珠一转，从明亲手里接过夜明珠的时候后，装作滑手。哎呀，竟然不是夜明珠，只是普通银石。你胡说！本王千辛万苦寻来的夜明珠，怎么会是萤石？非也非也，大家看啊，萤石碎裂成粉末，只在暗夜有微光，是也有时被用来铺路，是能打磨的。而真正的夜明珠又称锤击玄珠，是稀有的金矿，绝不会碎裂成粉末，怎能赢呀？小朝阳，你过来。云昭昭点点头，肉扭扭地走了上去。再近点儿。皇帝爷爷，你叫昭昭有什么事吗？今天你做得很好，赢的礼物没了，皇爷爷补给你一个可好？嘿，好呀好呀，皇爷爷送给昭昭的礼物定是极好的。去，把那金蝉玉叶拿过来。哇，这个小蝉蝉好可爱呀，连嘴角的绒毛都可以看见，还有这玉石温温润润的，摸着好舒服啊。你可知这金蝉玉叶的寓意是什么？明白，小金蝉代表招财进宝。嘿，皇爷爷怎么知道昭昭最近发财啦？嘿嘿，足足50文，厉害吧？哈哈哈哈！你个小虎头，古怪机灵的，真是像极了亲。早就听说大前皇贵妃仙逝后，陛下您伤心过度，让摄政王临朝监国。难道您不光是伤心过度，身体也……众人皆心中忐忑之时，礼尚往来，爹爹教的，这个帘子送给皇爷爷，算是昭昭的回礼。宫宴结束后，周周，刚刚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宣传？你最近不是总念叨这个吗？
我就算不说，这一身衣服也能起到宣传效果吧？小爷简直要被你气死了！你知道刚刚那些人说什么吗？什么？说今天从柏树园跑了只虎来尉迟台，被摄政王捕获，说朝阳郡主画功了得，龙心大悦，全程没人提虎头崩3个字。袁昭昭踉跄的往后倒退几步，一个白眼咕隆咚躺在了地上。喂，昭昭，哎呀，我靠，你别吓小爷，你至于吗你？摄政王府，小郡主真是睡着了吗？这都1天1夜了，怎么还没醒？过了半晌，爹爹，我饿，爹爹也吃。咋了？嫌弃昭昭口水？少跟我扯东扯西的。老实交代，那六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暴露了！刘嬷嬷救命！爷爷救命！杀猪呢？你喊什么喊呢？我什么时候真动手了？那也不一定，打是亲嘛是爱，南宫爹爹还打过昭昭的屁股呢。好了，别怕，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打呀？那爹爹喂饭饭。行。昭昭还要骑大马，要爹爹讲故事。行。那昭昭晚上要多加3壶奶。不行。啊，爹爹的反应怎么这么快？太过分了。1壶最多了，而且以后离萧荣章远一点，爹烦他。爹爹最好了。儿啊，老远就听见动静了，这小皮子怎么又惹到你了？本来就是我赢了，爹为什么训我？这没有道理，对我不公平。公平，何谓公平？这天下都是皇上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怎么管教孩子的？他才不到4岁，就这么大脾气。是妾身没管好洛阳，妾身知错。娘，我才是你亲生的，我才是2人大师口中的转世仙童，为什么连你都不帮我？凭什么你们都变了？爹，别叫我没你这样不懂事的女儿。袁继说完，陈莲甩袖离开。你们谁都别给他送饭，犯下这样的错，非让他好好长长教训不可。等他认错了再说。贝贝不乖，再这样跑，我就不给你小鱼干了。就在这时，假山后突然伸出一双手，狠狠一推，他顿时失去平衡。刚才看我笑话，不是很高兴吗？现在滋味如何？我没有，帮我叫人，我手臂好痛，好像断了。哼，关我什么事？你就不怕我告诉爹爹？我再被训斥，也是大师口中能庇护大钱的仙童。你真觉得爹会为了你弃掉我吗？翌日，你个傻瓜，你就这么忍了一晚上都疼着。娘，小美好可怕，你千万别去找爹，千万。还没说完，人已经晕了过去。洛府院，昨日是女儿不对，女儿知错，请父亲责罚。你说有急事告诉我，赶紧说吧。爹，女儿这些日子变化是大，其实是睡不安宁导致的。睡不安宁？是，梦中总是闪过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直到昨日我见到那个瑞亲王，才突然想起我梦中见过他的脸，就是他率领军队攻破城池，遍地都是血和尸首。爹，我怕。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洛瑶不敢说谎。没有内奸，城门没办法这么快攻破。梦中你可看到是何人里应外合？你仔细想想。爹，我想起来了，是摄政王，是他。爹昨天那样严厉也是为了你好，下次万不可在皇上面前无礼，听见吗？洛瑶知错了，以后有梦到什么，一定第一时间告诉爹爹，明白吗？夫君，你快去瞧瞧吧，安宁昨晚被这小皮子推下了假山，手臂断了。
什么小皮子？洛瑶是皇上亲封的郡主。夫君，不该先问问安宁吗？大晚上那么黑，他跑去假山摔了不找大夫，还来怨怪妹妹。见他冷漠离开，柳如霜僵在原地。这就是他多年侍候的夫君安宁的爹。出府一趟，去站打听打听，我安排去淮阴府的人回来了吗？是，姨娘。翌日一早。真的吗？那个夜明珠是假的？当然是假的，碎成沫了，能是真的吗？哇，天哪！难道那只猛虎就是你？没错，就是区区不才，在下我。虎头帮刀哥是爷。来来来，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全场，觉得在下讲得好的，那更要来个全场。跟我说是也不是？1文2文不嫌少，3两4两不嫌多。哇，想干嘛呢？给小鱼回来！没一会儿人就散光了。这时饭缸突然一沉，一定10两的银子放了进来。一哥哥，你这是要找虎头帮帮帮忙吗？没有，说的不错，给你的赏钱。啊！宫锦衣眼眸一弯，让赵景成几人先回班。怎么了？有什么难题说出来，哥哥帮你。伸手不打笑脸人，是你说的。是没错。怎么了？我昭昭笑得腮帮子都酸了，还特意穿成这样子，还是一个生意都没有，都跑了。你用心太急，让人一眼就看出你想掏空人家的口袋。那些人可不就让你吓跑了吗？是这样。你好好想想，哥哥相信你绝对没问题的，对不对？没错，昭昭会加油。走了走了，上课去了，一哥哥拜拜。鸿蒙学院后山。好疼。哇，你有点厉害，这么大石头也能崴到脚。你刚刚是在爬它吗？正常人不是应该先问你没事吗？或者帮忙看伤之类的吗？这家伙。齐玉垂眸。麻烦你能扶我一下吗？我还有活要干，不然。齐伦就罚你是吗？别让我逮到他，不然一拳过去。哼，给刀哥爬。不过你能先别踩我脚了吗？啊！袁昭昭一低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踩的是石头。这是你要洗的衣服吧？我帮你，你别动。说着抱起对他来说大的过分的盆，吭哧吭哧走去溪水边。放心吧，昭昭每喝的一瓶奶都不是白喝的，我力气大。嘿呦，窟窿咚，连人带盆摔在了狗啃泥。不好意思啊，手滑脚滑，刚刚可能哪里都滑。沈墨不是个傻子吧？齐顺是不是疯了，让自己杀一个这样的小呆瓜？这时一道银光在草丛里反光，那东西在他和云昭昭之间选择了他，一点点丝丝地朝他逼近。紧急关头，他眸色一冷，伸手想拽过这小呆瓜帮他挡下，不成想云昭昭先一步动了。小心！呼呼，你惹到我了哦！小小年纪不学好，敢咬小祖宗我，你活得不耐烦了啊！我没想到你突然过来，我害怕才小祖宗饶命。你中毒了，为什么会没事？怎么没事？昭昭有点疼，不是一点点，刚刚有些装了。其实昭昭很疼，眼泪里面尿憋不住了。不管2爹3爹集合了，昭昭被蛇蛇咬了，疼死了。你别哭了，我先给你包扎。你在干嘛？快包扎呀！齐玉靠着卑微隐忍苟活至今，早就泯灭了人性。也罢，就当图个乐。
为什么没有蝴蝶结？爹爹包扎的比你好看。昭昭喜欢蝴蝶结。你是在炫耀你有爹，还是在故意挑衅我？快进呀！看不到蝴蝶结，昭昭眼睛又想尿尿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云昭昭勉强拍了拍手臂上的蝴蝶结。昭昭知道，在外要求不能太高的，你做的已经很好了。用着你说，36次，整整戏了36次，你还不满意？不然还是杀了算了。快跟昭昭走，昭昭差点忘了，快走快走。吃吧吃吧，你一定很饿了吧？不用，皇孙没给学院教我的束修，我不能吃这里的饭。云昭昭正拿小手扇着风，模样古灵精怪。怎么样，是不是有食欲啦？快吃吧，这是用的昭昭的束修，不占别人便宜。胡说，我中午戒了，你打了足足2份糠，怎么会是给我留的？真的，昭昭平日中午吃4个，今天为了给你留，只吃了半把。不然你也一起吃吧，我吃不下这么多。真的吗？那我不客气了。哇，就是这个味道，周婶做的肉简直绝了，想迷糊啦。被他勾起食欲，齐豫拿起筷子看了看，后来风卷残云，吃得连颗米粒都不剩。袁昭昭看呆了，见他急着跑出去，忙跟上，没想到齐豫扶着墙根全吐了出来。你从没吃饱过，对吗？不用你同情我，我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的眼神，我不需要。并没有哦，昭昭以前和你一样，饿3顿饱1顿，所以明白你胃里面难受，也同样明白被爹爹厌弃的感受。爹不认，娘不爱，又怎么样？他们不要昭昭，并不代表昭昭不好，你也一样哦。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想邀请你参加我的生辰宴，希望你能来。说完摆摆手蹦跳着离开了。行宫里，这么点事都办不好，我还真是白培养你了。齐豫跪在地上，在死城的尸山血海里，我是唯一一个爬出来的人，3000人独活我一个。父王，这怎么能算白养呢？混账！谁准你叫我父王？我警告你的话忘了吗？主上，玉只是不想被您看作没有价值，再不敢了。而且我是故意没有杀他，马上就是朝阳郡主的生辰宴，他邀请了我，我想趁机混入王府，帮您刺探摄政王的秘密，最好能在那里下手，一举两得，不会让人怀疑到咱们身上。不错，在学院动手，轮儿刚去，势必会有人怀疑他。如果在王府动手，宾客那么多，麻烦就少多了。行了，下去吧，这件事务必办妥，明白了吗？是，主上。与此同时，此话当真？师爷夫人真还活着？她当真在生产之日见到了红光？你所说一切，当真？小人受过您恩惠，必不敢说谎。那夫人不知经历了什么，家破人亡，如今刘家就剩她一人，脑子也有些不大好。附近的村子都管她叫颠婆，看着怪让人可怜的。不过听人说，她晚上嘴里总叫着“还我小女，还我小女”的话，跟叫魂似的，听得让人毛骨悚然。这些钱算作路费，你去把她带上京，其他都归你。到时卖身契一拿，自谋生路去吧。夫人放心，这事儿定给您办好。8月初9，相爷且慢，您老去哪家庆贺生辰啊？还能有谁？自然是摄政王府。疏远将军，这是去王府还是去侯府呀？自然是帮朝阳郡主庆生。宫宴那天，激动的老子都哭了。是个男的就该明白，什么叫做热血好儿郎。快快快，别挡道！我家那臭小子催呢，说摄政王送个豹子给朝阳郡主，他急等着看呢。大家让让，借过。我
也去王府看豹子。哎，别落下我，几位大人，等等啊！就这样，浩浩荡荡的车队齐齐往摄政王府驶去。来而不往非礼也，送昭昭一句祝福，还你一个奇迹。这位大人，开始吧。昭昭啊，你顾伯伯我是个粗人，也不会说啊，不然只送礼成不？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亲戚可是说了，顾伯伯好像急着当外祖父呢，确定不呀？那顾伯伯祝我们昭昭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嘞，多子多孙多福禄，早起。下一位，下官御史沈从明，祝朝阳郡主生辰快乐，久寿长安。袁昭昭看着他，小眉头慢慢皱起。小郡主，缘何这么看着在下？喂，月老庙去过几次啦？啊，他咋知道？符纸不适合你，吃完这包糖，保证你正缘到来。真的？包的，到时候记得请我吃喜糖。走起。下一位，祝朝阳郡主。好嘞，招财进宝，广善积福，福纸一枚，走起。下一位，祝朝阳郡主。好嘞，趋吉避凶，遇难沉降，福纸一张，走起。为什么不过来？你不喜欢动物吗？其实我生试过很多动。昭昭，宫锦逸打断了祁煜的话，过来，到易哥哥这里来。易哥哥，你看什么呢？袁昭昭顺着他的目光回头，咦了一声。玉呢？他去哪里了？宫锦逸眉头微蹙。你跟那个人很熟？对呀，是昭昭新交的朋友，专门来跟我庆祝生辰的，而且今晚他要住在这里哦，明天和昭昭一起去学院。见宫锦逸半晌没吭声，话说某人是不是忘了一点什么？用不用昭昭提醒你呀？宫锦逸忽略心中异样，笑着从脖子上摘下项圈，帮他戴了上去。这是干嘛？生辰透许吗？不光能摸，还能试戴。别说，分量十足。昭昭现在是不是很有气质？呵呵呵，不用摘，这是哥哥送你的4岁生辰礼，祝我们昭昭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永远这么开心快乐。待宫锦逸被客人们叫走，他还沉浸在摸宝石的快乐中。今天是他下凡之后最快乐的一天了。侯府这样的生辰礼真是别开生面。洛瑶郡主，本皇孙告辞了。他们今日一定有事耽搁了，而且苏大人去了外地，不然芊芊和他都会来的。祁伦连掩饰都不需要了，轻蔑一笑，叫上车夫离开了。发达喽，发达喽！让昭昭看看，1、2、3，当当！哇，是小裙子耶，好漂亮！顾伯母手艺真好，再来一个。齐萧进来的时候，正看着一个敦实的糯米团子，哼着歌撅着屁股往他那宝贝箱子里塞着什么。见有动静，云昭昭立刻盖上盖子，结果墩墩夹手了。小手指本就短粗，你还小，爹爹是臭坏蛋，不理你了。疼。哼，不是你白天抱着我说我天下第一好了，你一天天胖气怎么这么多呀？齐萧走过去，一把抱起他，刚要哄，结果云昭昭突然龇牙咧嘴。怎么回事？被蛇咬了，为什么回来不说？南宫燕知不知道？带你看大夫了没有？爹爹别急，昭昭没事。昭昭百毒不侵，区区银环蛇根本伤不到昭昭。银环蛇那不是百越巫教的圣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清楚。云昭昭没多想，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前后经过说了出来。
就是这样，反正昭昭也没事，爹爹要是闹大了，玉肯定都要受罚。你实话告诉爹，你知道那蛇是他放来咬你的，对吗？昭昭是后来才知道的，那银环蛇都告诉我了。知道你还和他交朋友，让他跟在你身边，啊？你的聪明劲儿哪儿去了？就用在天天糊弄几瓶奶上了，是吗？祁煜他爹不认他，还总是被齿轮欺负，跟昭昭一样，所以昭昭才……心善是一码事儿，但也要分人，看值不值得。袁昭昭抬起头，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你体质特殊，但要换个人，早就没命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出事了，爹爹怎么办？南宫燕、老太傅和夫人，还有你的小伙伴，所有关心你的人，大家都会难过。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在纵容恶。你能明白吗？昭昭错了，昭昭不想让爹爹伤心难过，不想让祖父祖母还有小伙伴们难过，昭昭不想离开你们。爹爹相信你能处理好，别让爹爹担心，听见没？昭昭再也不会了。齐萧抱着他哄了一会儿，让刘嬷嬷抱他去洗澡，然后自己也去了浴堂。热气蒸腾，他双臂搭在浴桶两侧，眼中暗潮汹涌。就在这时，齐萧耳朵一动，余光扫了眼窗边，嘴角嘲讽之意甚浓，缓缓抬起手臂，摘下了脸上的面具。窗外盯着的齐煜呼吸一滞，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竟真的是他，齐国大皇子齐尊。他想得太入神，全然不知身边何时竟站了人。你在干嘛？昭昭洗澡的玩具鸭不见了，昭昭怀疑是爹爹故意藏起来了。哼，是吗？你爹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形象呀。袁昭昭看见，冲齐萧吐了吐舌头，拉着齐煜就跑。芷瑶，跟上去，保护郡主的安全。是，王爷。你为什么不问我？那你会说吗？不会。那不就得了？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齐煜疑惑。你要答应昭昭，不可以伤害我的家人和朋友，也不许伤害无辜的人，能做到吗？哼，不能。至此算是正式挑破了吧。那昭昭不跟你做朋友了，你走吧。昭昭会保护好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绝对不会让他们受伤害，所以你要是存着什么坏心思，就不是昭昭的朋友。书房里，齐萧惊讶。他真这么说？是，王爷，属下也没想到小郡主会这么果断，看来在小郡主心里，王爷的地位很重。你下去吧，记得吩咐刘嬷嬷多温2壶奶，今天是她的生辰，破个例也无妨。是，王爷。与此同时，行宫里，这就是你的交代？你今日一直跟在那朝阳郡主身边，别告诉我你没下手的机会。玉也没想到，今天摄政王府会来这么多人。玉如果冒险出手，很难做到全身而退。玉怕牵连到主上，是以没有出手。那齐萧的脸可看清了，你别告诉本王，这个任务也没完成。看清了。如何？是他吗？不是，脸上沟壑密布，坑坑点点，极为丑陋。玉到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作呕。即便这个摄政王不是他，但也不能小觑。他应该已经注意你了。从明日开始，书院你不用去了，下去领200鞭子，好好想想自己错在哪儿。是，主上。齐说来的目的达成，很快就向萧元帝辞行了。城里的打铁铺后身是个破旧的瓦房。这次的事多谢你，这东西是我偷来的，所以你别耽误，赶紧离开。多谢柳姨娘相助，靠我自己的话，这辈子都无法赎身。这个婆子我藏在……话没说完，突然哐当一脚，门被踹开了。贱人，你对得起我？
不是这样，侯爷，你听我解释，不，夫君，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来这儿是有个天大的秘密等着告诉你。当年的刘……话没说完，孙姨过来狠狠一巴掌扇了过去。贱人，还敢找借口！咱们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们还不快把他带走，拖去城郊的庄子，狠狠地打他板子，让他知道什么叫廉耻。这个范荣割了舌头，挑断手筋，卖去最苦的煤矿里服徭役。是侯爷。就在这时，突然背后传来动静，一个极大的力道薅住他的头发。还我女儿，孙姨，你还我女儿！你是刘晨氏，真的是你？可这女人跟疯狗一样，侧头就咬。袁姬的手好险被他咬掉一块肉去。疯了，简直是疯了！都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砍晕他！慌乱中，那疯妇仰头凄厉地痛叫一声，竟见他胸口竟插着一柄匕首，而拿刀的人竟然是洛瑶郡主。这个孩子竟杀了他亲娘。要说巧，天空突然一道闪电劈下。不要杀我娘，不要杀我娘，洛瑶害怕。先带范荣走，至于柳如霜，带回府先锁起来。今天的事谁都不准说出去，不然我绝不会放过他。鸿蒙学堂，怎么回事？其他人呢？上课时间跑出去，不怕夫子罚他们吗？罚？人家被六王爷带去浮水，拜你所赐，我们都被落下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拜我所赐？六王爷说了，凡是参加朝阳郡主生辰宴的，都可以去参加浮水，可不就是拜你所赐？我们去不了吗？那好，你们把送去侯府的礼物都拿回去，我不稀罕。我和皇孙玩的不知多好，谁擅去什么臭水沟浮水，简直自降身份。得了吧，别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人家去的是天池山，世家贵族这个季节要去的话都要提前预定，听说六王爷还包场了呢。云昭昭，你抢了我生辰宴的风都不说，在学院里也为难我，简直该死！不饶你，我绝对不饶你！大哥，你快来！几人忙跑了进去，惊见袁昭昭的课桌被划得一道一道的。谁干的？站出来！咱们前后脚进来，绝不可能是我们。你这是什么眼神？难道怀疑我不成？这明显是在针对他。除了你还有谁？任洛瑶，破坏学院桌子，欺负同学，这种行为可是要被赶出学院的。你敢说真不是你吗？云昭昭，人多就有礼吗？你不过就是仗着有3个爹爹，他们帮你跟你好，无非是在巴结摄政王、少傅大人还有六王爷罢了。你真当自己多了不起？哼，什么虎头帮刀割，简直可笑！窗檐下的燕子急了，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昭昭，就是袁洛瑶拿小刀划的。虎蒙将军天令，属下在。挪开桌椅板凳，带我和他比试一场，重振我虎头帮声威。是，大哥。季军师何在？属下在。拿纸笔重新开赌，就赌我跟他比试拳脚，谁能赢？是，大哥。淡定，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虎头帮的拳法。我这一生要强的兄弟，祝你平安。云昭昭，是你自己要比的，可愿愿赌服输？今天我就好好出这口恶气，让你再嚣张。袁昭昭抬头刚要说好，眸光错愕，袁洛瑶的面相怎么变了？莫不是怕了？怕了认输还来得及。云洛瑶，你眉毛下面装2个蛋，光会眨眼睛不会看，我大狗是会怕的人吗？大哥，不愧是你。绝了，昭昭，只有你的，这词咋想的？好可爱，宝宝，加油！云昭昭，你找死！今天非要抓花你的脸，让你以后再没脸出现在这儿。什么御兽宗、小祖宗，什么郡主，什么宝贝蛋、宝宝、乖宝，这些本该属于我，属于我。昭昭，你干嘛呢？人家都冲过来了，你还摆造型？大哥，你小心！降龙！
接着又前手向前方伸去，高度在胸口。伏虎！在袁洛瑶的爪子朝他脸抓来之际，袁昭昭眼神一凛，双拳在天，侧身顶出。伏羲塔宁，给我破！哐哐两拳，同时顶在袁洛瑶胸口和腹部。赢了，赢了，真的赢了！大哥，你太厉害了！季子谦、魏泽言瞅了眼他们，笑着忙活起来，细细一算，又小赚一笔。静堂里，慢一些，别急，当心噎着。刚刚用了大力气，昭昭饿吗？爹爹来晚了，没看见。刚刚昭哥可厉害了，一记伏羲打牛，把欺负我的人打出去，足足3米远。太解气了！你都没看见袁洛瑶那狼狈样，敢欺负刀哥，这就是下场。谁说爹爹没看到？我家宝宝真棒！昭昭都说了嘛，每壶奶都不是白喝的。爹爹，不然晚上多加2壶牛奶吧，不然昭昭以后力气太小，在外面容易被人欺负。你呀，真跟齐笑说的没错，那点聪明劲儿都用在糊弄几壶牛奶上了，要用在学习上，不定进步多快呢。爹看你好像很会赌，谁教你的？三爹爹呀，三爹爹说赌博上的学问，昭昭10年都学不会，保管我受有终身。我……嘘，再多说一句，那人今晚的奶取消。侯府，侯爷且慢，洛瑶郡主在这里，您一并接回家去吧。袁纪惊讶地从府门口折返，被袁洛瑶黑脸的模样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你做什么了？未待他开口，陈夫子拱手：侯爷，洛瑶郡主在学院用刀划坏了同学的桌子，欺负同学不说，还跟同学打架，被学院责令回家静思己过。你爹爹，是那云昭昭故意冤枉我，我没做过，不是我干的。院长亲笔信在此，一切都是调查过的，苏倩倩几人口供俱在，万不会冤枉了你。况且我亲眼所见，是你先动手的，怎还在狡辩？侯爷，被破坏的桌椅请照价赔偿，还有被欺负的人是朝阳郡主，之后摄政王府、南宫府甚至六王爷那里，恐怕都不会善罢甘休，在下严禁于此。学院还有事，先告辞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你看看你，如今还有半点淑女样吗？真是太让为父失望了。明明是他打了我，爹不说帮我，还骂我。等什么呢？还不抱他进去？我问你，那柳如霜还没死吗？爹爹有没有说他如何处置？郡主，奴婢也只是听说，侯爷派人打了他板子，具体为什么还没处置，奴婢也不知道。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滚出去！本郡主懒得看你这副蠢相。袁洛瑶听着远处似有似无的哀嚎，眼含杀意，从抽匣里拿了把短刀塞进袖口，走进了夜色中。慢着，袁安宁，你敢私下放人？小妹，你怎么会在这里？把钥匙拿来，有我在，你休想私放柳如霜。不，我不是想放，我只是想给娘上药，她挨了板子，撑得很痛苦。求求你了，小妹，我给娘上过药就出来，行吗？真的只是上药？我保证。那好，我信你一次，把钥匙拿给我，我帮你开门。眼瞅着抛入水塘的钥匙，你怎么能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恶毒啊？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伪善模样。你不是关心你娘吗？这水不深，下去起来。怎么，怕沾湿如裙，还是弄脏面容？
哈，不过说的好听。我一定要帮娘上药，你愿意去告诉爹就告吧，我不怕被关，也不怕挨罚，都随你。云洛瑶冷眼看着，心中突然涌上一股难言的戾气。死吧，反正早晚也要死，我送你一程。渐渐的，水声渐歇，水里的女孩停止了挣扎。翌日清晨，直接说正事儿，怎么了？是这样，刚刚一个小孩来刑部前，塞给小人一个纸条，说是淮阴侯府后院死了人，有个婢女给了他几块糖，让他帮忙传信儿。具体为什么不亲自前来，估摸那婢女是怕受牵连。谁死了？听闻是淮阴侯长女，才6岁。什么病？无病溺亡。萧荣章想了想，拿过那信，竟是一封血书，全信只有一个字，用血写的，大大的冤字，而且这也不是信，是衣衫的一角。行了，刚上任就来活了，本王就亲自走一趟吧。怎敢劳烦王爷？是啊，王爷，既然是侯府后宅的隐私，有没有必要正式报关？咱们呢就当没这回事好了。放肆！你们平日就这样做事的吗？且不论真相如何，老百姓蒙冤上门求助，你们这帮人竟无动于衷，连走一遭都不愿，简直混账！王爷恕罪，下官等知错了。淮阴侯府前，即日出兵，把这个月儿封死，以后不许任何人出入。那柳姨娘是带去别处，还是锁着，任她自生自灭吧。是侯爷。儿啊，安宁都去了，柳如霜不如放他一命吧，毕竟当年。六王爷到。云髻眉头狠狠拧起，摄政王和南宫府已经在朝上挤兑打压过他了，如今六王爷竟然找到了府里，简直欺人太甚。六王爷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学院已经责令小女闭门思过，该赔的我也赔了，还想让我怎样？淮阴侯说什么呢？王爷如今任刑部少卿，此次前来只为有人报案，说你的长女死因蹊跷，特来查明。何人报案？意外溺亡如何就蹊跷了？仵作验尸。尸体肿胀发白，眼睛竟是睁开的。都给本王闭嘴！祝老太眼睛都直了，翻白眼晕了过去。孙姨想让下人送她回去。所有人在仵作验尸完毕前都不可以离开这里。王爷会不会太过分了？我母亲年事已高，她……一封血书直接摊在云髻眼前。来人，给我打开！安宁，我的安宁，娘在，别怕，娘来了。王爷，死亡时间在昨夜子时左右，确实溺亡。死者身上除了骨折的手臂，没有其他伤痕。安宁啊，我的女儿，王爷现在可弄清了吧？如果没事儿，就请回吧。说完，低头在柳如霜耳边威胁道：说话之前想想你淮阴郡的爹娘兄嫂。你是死者亲母？是，妾身柳如霜。这封血书可是你所写呀？是，我昨夜伤痛难忍，听见安宁和另一人在池边，具体是谁我没听到，但安宁，我的安宁是个极孝顺的好孩子，他偷了钥匙想救我，却被那人扔去水塘，所以他才会下水，才会被害。你从何得知钥匙是他偷的？妾身感念王爷恩义，凭着一纸血书就来帮我伸冤，但连仵作都没办法，妾身又能如何？我只能诅咒害我小女者将来必肠穿肚烂，死无全尸，下18层恶鬼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萧荣章头一次办案无疾而终。你满意了？
可笑，到这个时候你还怕丢了脸面？其实你面子里子早就丢光了。别跟我打哑谜，你嘴里的秘密是不是跟刘陈氏一家有关？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被人换了亲生孩子，养这么一个手刃亲母的豺狼。刘府27条人命皆死在孙姨手里，唯一能作证的范荣也被你们割了舌头。我等着，你这样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柳如霜说着，狠狠一头撞在石头上，脑浆迸裂，瞪眼惨死。侯爷，当时顾母正在帮二皇子铺路，你也不在府里，我一时猪油谋了心，犯下大错。疼了多年的孩子竟不是亲生，亲生的女儿竟是如今的朝阳郡主。夫君，你怎么不说话？你怎敢肯定转世仙童就一定是他呢？不会错的，他有红光，有异宝。对了，还有前些日子梦中的预言，他……抛开这些，他和云昭昭如今对比，你觉得谁才是？侯府姨娘身染恶疾，长女不幸溺亡，京城百姓议论纷纷。在皇上面前要有规矩，可不能像在家一样胡闹。才没有胡闹，昭昭是爹地的心肝小宝贝。还有一事，宝贝要记住，进宫若是遇见淮阴侯，离他远点，他跟你说什么都不要听，知道吗？啊？为什么呀？还记得爹给你讲的狼外婆的故事吗？他想把你从爹身边带走，爹绝不允许。齐萧应当也察觉到了，因此最近他去军营的时候，会把昭昭送来这里。这个渣渣居然想拐骗我离开爹爹，昭昭要发怒了，我真的要发怒了。哼，放心吧，有爹爹在，绝不会让他带走昭昭。马车轻压在公路上，云昭昭哼着儿歌：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我是最最聪明的小宝贝，噜啦啦噜啦啦噜啦云昭昭正唱着，突然马车一停。车夫伯伯撞疼了。昭昭，抱歉啊，这淮阴侯突然拦车，我一时……车夫伯伯，咱们快走，别理他。哎，好。昭昭，我就跟你说几句话，行吗？你叫谁昭昭呢？跟你有这么熟吗？你应该叫我朝阳郡主，在这宫里这点规矩都不懂吗？朝阳郡主，本侯没有恶意，只是在皇宫见到你有些奇怪。哎呀，你在珠海边，管这么宽吗？车夫伯伯，咱们快走！昭昭的迫不及待的想看皇爷爷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啦。昭昭的胃口就是好，和你爹小时候一样。咦，那当然，在吃的方面，咱爹爹和昭昭最合拍了。在他府上玩的时候，他从来不限制昭昭喝奶。不过，也可能和他的钱多有关。父王和二爹爹不太富裕。啊，奇怪，爹爹怎么还不来？你爹啊，最近在刑部干得不错，可算是眼里有了正事儿。说来啊，这都是我们昭昭的功劳。嘿，你这个裤衩子挺好看的，别的松鼠都没有，是松鼠妈妈帮你做的吗？爬了一半的松鼠瞧瞧自己屁股，浑身炸毛。那是我的花纹，我长得独特，关你屁事。贱婢，这是狗食吗？也不看看我的身份，你觉得这东西配让我吃吗？还有这衣服，几年前的款式了，内务府干什么吃的，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去，重新让他们拿新的来。他谁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她就是五公主，每天不是骂宫女就是骂太监，可会欺负人了。我的脏话就是跟她学的。所以你也欺负人啦？没有，除了她有时骂得太大声，我拿百力砸过她，其他我什么都没做。砸得好，
今天放过你的板栗蛙。朝阳郡主，真的是你？小郡主尝尝，很甜的。我是馋，还没有馋到这个地步。二弟弟故事里讲了，毒果果不能吃。哦对，有毒的人送来的水果也不能吃。我是五公主，我宫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你想看吗？可是你刚刚不是还骂了那些宫女拿来的衣服过时了吗？实话告诉你，本公主已经到了出嫁年龄，父皇有心让我自己选个驸马。我不是就要成为你的娘了，以我的身份，其他妾室都没我尊贵，所以你以后也要听我管教，明白吗？袁昭昭虎着脸，别过头当他傻瓜。等等，好像还有个渣爹，跟他挺配的。你真想当我娘？萧然一喜，点了点头。好呀，一会儿爹爹就要去雍和宫前面和皇上请安了，你要是想见他的话，可以去那里哦。乖宝，想爹没？想。乖宝，这额头上的包是怎么回事？撞哪儿了？皇爷爷已经帮我上过药了，说来都怪人人，非要跑出来玩昭昭的马车。袁昭昭气呼呼地把早起的事学给他听。妈的，他还敢来找你，他也配？哎，爹爹怎么也骂人啊？刚刚那个五公主就骂得可难听了，昭昭可不喜欢了。抱歉啊，爹就是一时太生气了，以后注意。不行，我现在就找他去。爹爹先别去，昭昭还等着看好戏呢。哦，详细说说。就是这样，一会儿五公主绝对想不到出现在那儿的是淮阴侯，她的脸色倒是一定很难看。乖宝，这爹可就得教育你了。所谓送佛送到西，既然都见了面，两个坏蛋送作一堆，这才是成人之美，懂吗？请爹爹赐教。晌午，雍和宫外，参见王爷。小松鼠，就是现在。好，明白。不过这次之后，再不许叫我什么裤衩松鼠。知道了，快点，别被发现了。叶的长裙被松鼠的长指甲偷偷勾了丝，缠绕在树干上。喂，救我！啊！袁纪回头的时候，已经有个光溜溜的女人扑进他怀里了。本王还当是何人在此喧嚣，打扰父皇睡觉。原来是淮阴侯啊！这女人是哪个宫里的？如此不知廉耻！来人，乱棍打死，拖出宫去！别，父皇，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何摄政王变成了淮阴侯，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衣服偏那么巧就掉了。还不给他扔件衣服？这个样子成何体统？简直辱我皇家颜面！还有淮阴侯，宫廷之内搂抱未出阁的公主，你意欲何为？袁纪吓得面无血色，呆若木鸡，正要解释，你是不是要说你不是故意的，是老五故意跌进你怀里的？呵，那不是说他很贱的意思吗？不，皇上，我不是那。哦，那你就是故意占他便宜，贪慕他，姑且算是美色吧。总之，你这个行为砍个10次8次都可以了。爹，赵锦成的毒嘴跟你比起来，他算个渣渣。不知萧荣章如何劝说的，袁昭昭乐呵的瞅见皇帝下令让五公主嫁与淮阴侯，让爹爹看看宝宝今日画的。两只猪背靠背，还没有鬃毛。这也是符纸吗？对呀，这是昭昭新创的光光溜溜符，灵感来自于白天五公主她。小家伙手舞足蹈的和南宫雁形容今天的奇景。皇爷的赐婚最好不过了，我要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五公主。世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喂，爹爹你干嘛？这个不急，今天爹爹来教你算数。
宝宝今日怎么这么乖？因为昭昭要努力，要上进。来人，把小小姐的牛奶端上来。爹爹，这都是要给昭昭的吗？哼，数出来才是你的。这有何难？一壶也是我的啦，两壶又是我的啦，三壶又一壶再一壶。他把所有数过的放去自己一边，却被南宫雁打断。等等，这几壶不算。都数出来了，爹爹怎么不说话呢？爹问你，3后面是几？1、2、3，1、2、3，1、2、3，3后面是1。袁昭昭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问：难道不对吗？自然不对，3后面是4。那爹问你，你去年3岁，今年是不是4岁？3后面怎么会是1呢？非也非也，照着爹爹这么算，还有100岁老人呢。那后面怕是有老长的一个数要记了，多麻烦！不想昭昭，就记1、2、3，多简便。歪理。这才不是歪理，是真理。话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有道，互相激荡，故成阴阳。3壶奶也够了，昭昭拿走了。哼，鬼灵精，真不知道是随了谁。深夜，远在魏县的齐萧打了个喷嚏。雨大成这样，还不知道哪日能回京。那小崽子不会又中了吧？摄政王不好了，去下游迁移百姓的洪大人还有徐大人被困杜陵江口，那里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泥石流，这可糟了。那百姓呢？消息传达到了吗？怕是没有。来人，备马，本王要亲自过去一趟。王爷，使不得啊！那里如今正危险，您身份尊贵，怎可？就是因为我这身份贵重，所以那些百姓才能听。你带上我的令牌，去最近的西山大营调兵，让他们去程红和徐有之那里，速度快，帮忙转移百姓。是王爷。鸿蒙学堂，父皇不回来，二爹也走了，是不是昭昭太顽皮？那天学算术把二爹气到了，早知道就不2皮脸了，爹爹肯定生气了。赵景成在后面听半天，少妇大人肯定是怕吓到你才没跟你说，其实他负责运送草药，跟着车队去了魏县。我爹说那里发了洪水，死了好多人。那不是很危险吗？是没错。爹爹说魏县离京城不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已经决定要封城了。虎头帮兄弟们集合啦！刀哥有何吩咐？国家危难之际，我等虎头帮兄弟怎能坐视不管？现在我命令你们摘莲子，越多越好，千万我要。是，刀哥。昭昭，你这是要干什么？去灾区救人。这不行，太危险了，小爷不许你去。对呀，昭昭，万一染上可不是开玩笑的。必须今天走，明日三爹爹来见我就走不成了，而且爹爹们都在那里，昭昭不怕。咱们虎头帮现在有多少钱？所有算在一起，共1037两。都换成银票给我，我要捐给当地灾民。好，我这就去办。既然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你自己我不放心。我们也去。放心，我一定不会出事的，我会带着好消息回来，你们等我。傍晚，爹爹，等等昭昭啊，等等，停一下，等等我呀。朝阳郡主。小郡主怎么会来？爹爹，昭昭来帮忙啦！
马车里，谁让你来的？这外面有多危险，你知道吗？嘿嘿，昭昭知道外面的吃食爹爹吃不惯，专门从卫生坊帮你买的。这个鲜花饼可好吃了，不油腻，是爹爹的口味。哦，对了，袁昭昭使劲伸手，嘿嘿，找到了，爹爹给。我知道外面的人你用不习惯，这是昭昭专门从金堂帮你拿的瓷器，给爹爹喝茶用。傻瓜，你究竟知不知道爹会担心？谁让你跑出来了？爹爹，你看昭昭这一身，外加抱抱，谁敢害我呀？路上大老远遇到一个镖队，妈呀，一声就散开了，嘿嘿，别提多搞笑了。哼，你呀，调皮。爹爹在，他什么都不怕。亏你号称机智无双，你脑子呢？这么危险的地方，你带小崽子来？老子真是疯了，把小崽子托付给你，你就是这么给我带的？给你带？你哪来的脸？昭昭是我女儿，上过族谱的，这次回去后，把她交给我。我靠！南公子眼，你再说一遍，你刚刚说什么？昭昭4岁，尚只能数到3，跟着你没好处。之后她就住在南宫府，由我全程教导。袁昭昭在马车里听见齐萧粗重的鼻息，眼见要打起来。别打别打，父皇，爹爹好好说话。小崽子，你说你跟谁？切，幼稚。宝宝，爹爹尊重你的决定。其实昭昭觉得，两人同时看过来。昭昭觉得咱们3个把日子过得比什么都强。哦，对了，还有三爹，他也一起。一起个屁！啊，爱都消失了。三爹，昭昭需要安慰。摄政王，少妇大人，不好了，又有大批感染的百姓被送了过来，温院手快撑不住了。新带来的药没有效果吗？那些人头角生疮，流脓高热不说，还开始吐血了，眼下怕是已经……袁昭昭闻言，回头扛起麻袋，走了，爸爸，干活去了。袁昭昭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场景。爹爹，昭昭没憋住尿，不然爹爹帮你去做，好不好？这里面都是照顾燕子他们的心意，昭昭答应他们了，一定要亲自送到。朝阳郡主，这里不是玩闹的地方，您莫为难小人呀。没奶问你，昭昭是来帮忙的。你看人手不够，二爹也在救治病患，昭昭也可以。我来，朝阳郡主指点就好。不用了，不然不灵的。对，这莲子和莲子尚且不一样，更何况人的。小郡主，今日一切都听你的。莲子渐渐化去，把这个给你娘喝，她会好的。娘，喝药了，楠楠喝过了不苦的，喝了就有救了。明明自己身上也生了疮，却一心想救娘。袁昭昭眨眨眼，挤回眼泪，起身带着抱抱在灾区里穿梭。渐渐，百姓们的眼神都聚在了他小小的身影上。刚刚还吐血的，现在止住了。多谢朝阳郡主救命之恩。多谢朝阳郡主。昭昭只是来帮忙的，药方是温爷爷开的，这便是大家共同努力的，大家快起来吧。哼，小老虎累了，都成大黄猫了。走，爹给你洗洗去。洗澡澡去。此时玉寿宗，好啊，小祖宗干得好，莲池旁的功德树都开花了，真是太好了。不愧是上古小金莲，法力无边，此等造化别人想都想不来。
小祖宗真是厉害。说着，众人把目光投向后面。也够了吧，我也不知道那孤女会这么坏。小祖宗这不是没事儿吗？屁话，这全仗着我小祖宗机智，又有气运三子在旁保护。妈的，想起你带回来那孤女让我小祖宗受苦3年，我就忍不住，我这暴脾气问。哎，师弟，莫急莫气。对，我也不是故意的。用这个，不然不长记性。多谢三师兄，你个老二，别跑！不然我睡中间，你们俩睡。鞭子还没说出来，就被南宫燕一把抱了进去。笑屁啊笑！都给老子进来汇报！赈灾多日，当地的捐款呢？米粮呢？没有这些，洪水退去，等着喝西北风啊！今晚多加2壶奶。好耶！南宫爹爹最好了，昭昭和南宫爹爹天下第一，最好。南宫燕亲了亲他，去了眼身后不隔音的墙壁，唇角上扬。第2日，爹爹吃饭了。爹爹，昭昭叫你呢。爹，父皇，你猪要上身了吗？不然为什么总是哼哼？隔壁大家都是本地的乡绅，茶商、粮商，3县遇难，我不是只让你们出血，只是让你们起个带头作用，号召3县的百姓携手共度此难关。哼，县令大人可别这么说，我们承担不起。是啊，3年大旱，好不容易囤点粮，这又遇见洪水，咱们自家老小也得活命，没那么大公无私。各位，朝廷有赈灾款不假，但灾后重建需要时间，百姓们没有余粮拿什么活？3县是你们的家，你们出一份力就这么难吗？同时，隔壁的云昭昭傻眼了，听得这么清楚的吗？那昨天晚上他说天下第一最好，肯定都被听光光了。爹爹莫急，昭昭有办法。说要逃命似的往隔壁跑。海迪，你看我。小郡主，你怎么？这是虎头帮的钱，一共1037两，昭昭都捐给百姓，让他们睡好穿暖，不用饿肚子。我替3县的百姓多谢郡主恩义。在座的几个商贾脸色羞愧。我出1000两。我出500担米。周围人纷纷响应，不是捐款就是捐物。王爷好福气啊！云昭昭听见，回头冲跟过来的齐萧眨眨眼。听见没？夸爹爹有福气呢。所以呢？所以对昭昭好点，别那么凶嘛。爹爹吧。参见摄政王。王爷，其实不是小的们不愿，我们只是小商贩，和杨万宝比起来，我们算个什么呀？是呀，王爷，杨万宝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土财主，3县谁也没他有钱，只要他能松手，那一切就好说了。是如此吗？王爷，是有这么个人，以前还颇为乐善好施，但这几年不知怎的，连上门乞讨剩菜剩饭的乞丐都轰走了，脾气愈发的古怪起来。古怪？去碰一碰，他不愿，那以后的3县首富，换人做也未尝不可。县令惊诧，还是摄政王有魄力啊！只不过没等县衙的人去，那杨万宝竟主动找来了。在下求见朝阳郡主，烦请行个方便。找我的？让他等着去，想见就见。他算老几啊？干嘛每次出门都这身打扮呀？家里的裙子不是一大堆吗？爹爹不懂，这叫宣传。昭昭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斧头帮。
看着吧，等不了多久，我虎头帮定能名扬千里。行，爹等着瞧。敢问，可是朝阳郡主？是我啊，你找我是来捐款的吗？杨万宝摇头，脸色愁苦。实不相瞒，老夫听说朝阳郡主的符纸比灵感寺还灵验，故厚着脸皮前来求助郡主帮忙。姑且说来听听。老夫一辈子顺风顺水，做好事从不图名，可偏偏老天不厚待我，让我连个子嗣都没有，哪怕是个女儿，我也无怨尤了。啊，看你面相，耳魁官大，公职在内，不像孤寡老人薄福之下，怎么可能没孩子？老夫一把年纪，还能骗人不成？小郡主，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是不想和夫人分开。实话告诉你，你命中注定一子多寿，你别过行吗？你话都没话，怎能作数？就在这时，门外一声：“老爷，大喜啊！”可是夫人同意不走了。不是啊，老爷，是夫人有孕了，老夫人特意找大夫上府上把过脉的，现在让您赶紧回去呢。什么？算了，送佛送到西，三弟弟教的。小奶团十分熟练地画了一张符，一气呵成，让夫人随身携带，保他们母子平安。子，朝阳郡主如何肯定夫人这一胎是儿子？朝阳郡主在上，老夫感谢你的大恩大德，代我们全家叩谢了。话说，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看老夫是高兴的昏了头，怎么能把正事忘了？来福，老爷吩咐。赶紧回去，让管家通知各个商号开仓放粮，再让他拿1万斤亲自卷了红绸送到县衙来，速去。1万斤，好，小的这就去。就这样，父女3人立了大功。快跟我走，出大事了！不会是把莲花池耗空了，曾夫子要找我麻烦的吧？一米，你去了就知道了。来了，甲乙丙丁4班的人都有，怎么好像还看见了周婶？你们这是？大哥，我先来的，我钱丢了，能不能让虎头帮我找找？道哥，我是来求符纸的，听说顾将军长女真的怀了双胎，我娘也想要，说要是成了会有重金酬谢。刀哥，我的猫走丢了，想找虎头帮。我天，一人一嘴说得他头昏脑胀。原来灾情一事后，朝阳郡主身穿虎衣为百姓熬莲子粥的事被绘声绘色地传了出去，虎头帮至此算是宣传到位，彻底扬名了。我想减肥。啥？婶子，说好的一起吃遍天下都不作数了吗？是什么事让你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想法？是个人，你们也认识，学院采买，杜怀。哦，我知道了，婶子，你要是想要和他……你婶子我快30了，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悄悄啊，别整出去了。时间到了，周婶先回去做饭。周儿，这活你也敢揽？200多斤不是开玩笑的。现在都盯着我们虎头帮，算是出名后第一单生意，要是做砸了，对我们以后……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更要打响这一炮，帮周婶解决这个麻烦。别太走心，今天中午红烧肉。莫要以己夺人，昭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哪样？他对红烧肉、大鸡腿的疯狂，你们没见到吗？就在这时，来人，
把这叛徒给绑帮主抓起来，堵嘴打屁股。是大哥。很快传来一阵子咆哮哀嚎。我去，云昭昭你这么对小爷，亏你走了我那么担心你。还有你们几个是不是兄弟啊？就这么对我？哎，顾青青你个男人婆，小爷看你是女生，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还真提啊！啊，我错了行吗？哎呦！周婶最大的困难不是减肥，而是怕那人不喜欢她。对，就是这样。云昭昭，课堂之上公然宣话，成何体统？岑夫子气得眉毛竖起，什么帘子能治病的谣言他根本不信。这个朝阳郡主根本就是个惹祸精。云昭昭回神，低着头拿着书本去门外罚站，然后罚得好，罚得妙啊！这个时间正是刚才买回来的时候。杜大叔，昭昭帮你。小郡主，这是又被父子罚站偷跑出来了？杜大叔也听说了吧？虎头帮现在生意很好，很多人都找昭昭帮忙呢。难道杜大叔没有什么让我帮忙的？比方说找个杜大婶什么的？不用了，小郡主，你杜大叔我心底有人了。哎呀呀，晴天霹雳！什么？周婶来迟了？谁啊？没看见过杜大叔接触别人呢。可能是家中早定过亲。不会，杜大叔是孤儿，从进京后就来学院做事了，没听弟弟说过他有心仪之人啊。我不想瞒着周婶，他做饭这么好吃，长得也有福气，娶不到他是杜大叔的损失。我也这么认为，周婶心性豁达，定是能想通的。午饭前，好你个杜爷，碗里有着，还想沾着锅里的，我呸！你要是没意，干嘛让我补裤子？告诉你，我周春花不是那种纠缠不休的人。既然你心里装了别人，那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我们各不相干。嘿，我看你爱读书，还以为你有点文化人的品行，原来就是错看了。其实我中意的那个人就是你，你的耿直善良，在我心底比什么都美好。那裤子继续补成不？啥？昭昭是不是能吃喜糖啦？歪打正着，算是完成任务了吧？想想是吃不惯吗？怎么没精打采的？都是冯姨娘那个坏女人，昨天香香不小心撞了她，她就扬言说过年要宰了香香吃肉，所以香香连着2顿没吃了。这可是微信的朋友们送给昭昭的，她凭什么说宰就宰？哼，这个坏女人，我找她去。你敢杀我的黑香猪，昭昭绝对不会饶你。小郡主这是听了谁的闲话？我们姨娘心善得很，绝对不会杀小郡主的宠物的。这让郡主放心就是。就在东芝刚想请她坐下一起用膳的时候，蒋姨娘亲自找上门，把云昭昭带走了。你什么东西？以前平起平坐的，现在装什么高人一等？哎呀，姨娘小声点，人还没走远呢。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不然那贱人以后不得爬我头上来吗？这次的事，要是我跟孩子跟了爷去，也定能立大功，得圣上夸奖。去，冬芝，把那个土方子再给我开几副。姨娘这是又想假孕？冯姨娘点头。姨娘还是不要了吧，那药估摸着有副作用，不然为何这些年姨娘一直未孕，别伤了身子？不行，你没看见朝阳郡主的脸吗？姨娘何意？我观察许久了，刚来时她瘦小，看不出什么，现在长开了，那眉骨脸型简直跟爷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依我看啊，她那眼和梨窝定是随了外面那贱人，可见是个妖精，能迷惑人的。我要是不赶紧再争一把，待那贱人进门抬了王妃，这府里还有我立足之地吗？好，姨娘别急，我明日一早就托人去拿药。深夜，齐萧从军营回来，看见床上盘腿坐着，笑眯眯看向自己的小崽子，眉头高挑。你又想什么坏点子呢？啊，爹爹说什么呢？就是有个不请之情，嘿嘿，怪难以启齿的。新学的成语都用上了，
为了五公主和渣爹的婚礼，他已拼尽全力。没想到，既然难以启齿，那就别说了。啊，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吗？父女俩谁都没发现，这个方面，他俩出奇的像。啊，爹爹你也知道，昭昭从小就离开了你，又没有娘，一个人生活在乡下。行，你说，爹先看看是什么事儿。袁昭昭一听有戏，急忙把那天的事学给他听。就是这样，五公主还想嫁给爹爹你当我娘，哼！于是我跟三爹就把她和……凭他也配？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有人当小崽子娘，他就醋意翻涌，好像很抵触这件事似的。把符纸给爹，爹要送给他们一份大礼。我的礼物，他必然会拆。不过，你这符怎么画得这么奇怪啊？别管了，总之肯定能奏效。爹爹你就等着瞧着看好戏吧。嘿，翌日，这么多，得值多少个银子呀？都抬到我的院子里，和嫁妆放在一起，莫要让手脚不干净的人偷拿了去。你，我怎么样？翌日一早，侯府后院，叽叽咕叽叽咕，天天就知道嚼舌根。这么晚了，还不去给侯爷端水洗面？因为洞房耽误早朝，传出去像什么样子？老夫人，我们已经去过了，侯爷骂得甚是难听。去，就说是我让的，我还就不信了，公主能连这点妇人道理也不懂。见丫鬟们再次被呵斥回来，我还就不信了，堂堂公主连点脸面都不……后半句话戛然而止，被床上两条白花花的人惊到目瞪口呆。五公主崩溃的尖叫声响起，跟她屁股挨着屁股的云髻脸色黑如焦炭。还不滚出去，叫大夫来！一时间新房内乱成一团。这世上最不经考验的是人心，最保不住的就是秘密。侯爷和五公主颠鸾倒凤，开创新河的话本子传得沸沸扬扬。爹爹怎么知道我无聊啦？还特地把昭昭叫出来，嘿嘿，有个夫子当爹爹真太好了。南宫燕一言难尽地看着他。难道是惊喜？昭昭最喜欢惊喜了，让我猜猜，是桂花水晶糕，还是马蹄糕，亦或者今天吃烧烤？南宫燕嘴角一抽，这孩子是不是过于乐观了？事实证明，袁昭昭还不算太没心没肺。在静堂里，先是惊讶地看见齐萧。干嘛？昭昭什么都没有做，不带混合双打的。什么意思？谁打你了？漏风小棉袄从桌后伸出一根肉乎乎的指头，指向某人。南宫子眼，你敢打我闺女？我都舍不得碰她一根手指头，你竟然敢动手！关注下重点，不然就滚！给爹说清楚，你那符纸到底怎么回事？再画一张，记住，要一模一样的。袁昭昭挠挠头，推去后面桌案前，再次画了一张，保持安全距离。怎么啦？昭昭有没见过洞房？难道画错了？不是皮肤挨着屁股？可三爹……谁？你刚刚说谁？三爹说的，送佛送到西，让昭昭成全他们。昭昭还特意把他们画在一起，不对吗？哼，不是说什么虎父无犬女，这次你来教。齐萧犯了难，纠结半天。我负责抽念老六，你教。这时候怂了？别，你不是谁都看不顺眼，连我都信不过，你教。你是少妇，你来吧。少妇哪有摄政王大？你来。二人争论之际，袁昭昭贼头贼脑地蹲下，撒开腿跑了出去。妈呀，三爹，你可把昭昭害惨了！不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街上，王府回不去了，祖父那里也回不去了。三爹，哼，就是他害的。昭昭有志气，不去找他，那还有谁呢？这个时间能去哪里混顿饱饭呢？有了，
锦逸哥哥说过，今天他家有宴请，想让他去的，不如就带份礼物过去拜访一下。老板，给我来一个漂亮的香盒，适合老人家用的。小女娃，你这点钱虽然不多，但买个下等香料也还够，干嘛只买盒子呀？送礼物自然要拿得出手的呀。我要这个盒子，香料还你。这真值钱的是里面的晚香玉，一燃凝神，再燃安眠，买椟还珠，我今日算是见识了。你错了哟，你以为的珠在我这里可不是的。他制作的莲香才是真正凝神安眠的法宝。哇，这布皮好漂亮，闪闪的。风，这是什么布呀？风笑着刚要回答，柜台后的女掌柜不乐意了。眼里没活吗？还不出去干活？还有你这女娃，别乱摸乱动，这可是江南新贡的月影纱，勾了丝，你能赔得起吗？你干嘛这么凶？我又没摸。再说风才搬了那么多货，歇一会儿怎么啦？大乞丐带着小乞丐，当我们天下江南是什么地方？哼，也就少主好心，不然你们这种人连门槛都跨不进来。风眼神黯然，他攥紧拳头，正要上前理论。少主来了。你刚刚说谁是乞丐？宫锦逸约了那么多次，好不容易小东西自己上门了，哪能让他离开呢？斥退众人后，哥哥不是辞退他了吗？别生气了行不？让我下去，这价钱千金的东西，昭昭可做不起。做的，家里今天有客，厨房准备了大宴，还有螃蟹呢。我听见你要来，专门吩咐他们做酱香味的，可香了。螃蟹呀，一定很美味。哼，连者不吃食，不用缠昭昭，没用。那是连者不吃嗟来之食，你个小笨蛋。这些不用你干了，以后你就是这家分号的掌柜。少主，我相信你的能力，别让我失望。风，加油啊！现在不生气了，你也不怕我生意赔了？一个个不害臊。再画一张，记住，要一模一样的。袁昭昭挠挠头，推去后面桌案前，再次画了一张，保持安全距离。怎么啦？昭昭有没见过洞房？难道画错了？不是皮肤挨着屁股？可三爹，谁？你刚刚说谁？三爹说的，送佛送到西，让昭昭成全他们。昭昭还特意把他们画在一起，不对吗？哼，不是说什么虎父无犬女，这次你来教。齐萧犯了难，纠结半天。我负责抽那老六，你教。这时候怂了？别，你不是谁都看不顺眼，连我都信不过，你教。你是少妇，你来吧。少妇哪有摄政王大？你来。快拦下他！我看谁敢！说着把云昭昭抱进怀里。一个个是坏蛋，昭昭再也不来了。父皇二爹三爹爹集合了，昭昭被抓了。人不大，嗓门不小。宗祖母吓到他了。一公子别这么说，当心寒了老太君的心。在别人家，朝阳郡主还这般没规矩，是要好好教导的。什么别人家？这里就是他家。他不会看错，那双眼像极了清然。昭昭对吗？祖祖那是不想让你走，别怕啊，祖祖不是坏人。祖祖，哎，对，我是祖祖。昭昭啊，我是你的祖祖啊。祖祖别哭，昭昭以为你和楚梦雪一样想报复我才害怕的，你别难过。报复？苏国公、楚小姐，我家宝贝曾孙女儿做了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去报复一个孩子？祖祖，你听昭昭跟你说呀。祖祖，昭昭为大显争光，你说做的对不对？对，
何止对，简直做得太好了。那你说是昭昭画的好，还是云墨瑶画的好？自然是我们昭昭。哎呦，早知道宫宴邀请我就不推辞了，不能亲眼目睹，老身遗憾呐。可是他们两个说昭昭画的不好，可凶了。刚刚以为祖祖和他们是一伙的，昭昭才想跑的。不是，绝对不是。苏国公，你是不是该给老身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别怪老身不客气。不敢不敢，老太君哪里话？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不是？老太君您莫怪。用膳时，好好好，味道鲜美，比鱼还好吃。看看这吃相，多有福气！老身今日实在太开心了，全府上下看赏。多谢老太君，多谢小郡主。哪里，大家不要客气，祖祖给的。朝阳郡主，锦衣公子剥的手累，我也来给你剥吧。谢谢祖祖，这就是昭昭未来的表嫂吗？宫锦衣瞠目看过去，你个小东西！你说我肥美，再惹我铁定把这情事给你弄成了。小郡主说什么呢？我和锦衣公子上位。云昭昭突然涨红了脸，捂着嘴剧烈的咳嗽起来。辣，好辣！这是辣的，你剥的？是我也是好意，看锦衣公子自己都没吃几口，才帮忙。小孩子不能吃辣，你不知道吗？乖，别喊，越喊喉咙越疼。张个嘴，让哥哥看看。云昭昭眼眶红红，一点点张开嘴，果然喉咙处红了一片，微肿。宫锦衣从下人手里接过冰牛乳，不用他说，云昭昭就抱着喝了起来。可才灌了半碗，宫锦衣便不让喝了。昭昭乖，吃了海鲜不能喝太多凉的，不然肚子该难受了。一顿饭终究是不欢而散。临走时，肃国公再次重提这件事，以后莫要再提了。捐私生意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老身岁数大了，怕是帮不了那么多。祖祖放心，祖祖好多了。祖祖，这是昭昭的见面礼，能安眠凝神的莲香，昭昭自己做的，希望你喜欢。哎呦，我的乖乖，怎么这么小年纪还懂得这些呀？当然啊，昭昭有3个爹爹，学了很多的，而且昭昭喜欢祖祖。好乖宝，祖祖也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去嘛，爹爹你就带着昭昭去嘛。不许胡闹！今日了然方丈于立正坛为洪水中死去的灾民超度做法，爹爹要陪同在侧，没办法陪你玩。昭昭知道的呀，昭昭不玩，就是去看看热闹，求求你了，爹爹，好不好嘛？哇，我爹爹怎么这么俊？玉树临风，风神俊朗，朗朗乾坤。南宫燕眼神玩味，看着古灵精怪的小家伙继续往下编。总之，我爹爹最好看，谁都比不过，还厉害，连父王都不是你的对手。何姐，这还用说？父王要是爹爹你的对手，我最近就该在摄政王府，不是南宫府了。可见还是爹爹你厉害，爹爹最棒了。你呀，鬼灵精。立正坛，大前皇室祭祀的地方。淮阴侯云寂参见了然大师。参见了然大师。原来是侯爷和夫人。之前听闻你们到护国寺找过我，想来是有事吧？是的，方丈。4年前您为内人卜过一卦，说他肚子孕育的孩子颇有机缘，是转世仙童，奈何今年府内波折不断，下官想请您再给看看，这到底是何原因？也好，
让小施主过来吧。袁洛瑶却直往孙一身后躲，说什么都不出来。往日学的规矩都去哪里了？怎如此小家子气？还不快过来！见过了然方丈。小施主不必怕，抬起头来即可。袁洛瑶没法子，只能慢慢抬起头。这孩子的面相……大师，我女儿她如何了？敢问侯爷，夫人当年就诞下这一胎吗？袁继面色煞白，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摆在了眼前。袁洛瑶当真不是转世仙童？不可能，我就是仙童转世。这个大师说谎，他说谎。娘，你帮我说说话，我是你亲生的，对吧？你见过红光，你不能不要我，不能不要洛瑶。喂，大师，你盘腿打坐了3个时辰，腿麻了没有？喂，大师，昭昭在跟你说话呢，你听不到吗？法事尚未结束，请小施主安静些。哇，你终于说话了。好，不打扰你哈，我去旁边。喂，大师，隔壁大师喜静，你呢？你爱聊天吗？今天早起的斋饭是什么？你们护国寺斋饭好不好吃？隔壁大师额间竖起川纹，像修行一般，就是不睁眼。哇，你禅定的功夫比刚才那位大师好多了。逆行菩萨听过，其实我就是上天派来考验你们的。恭喜你，你过关了。你算过的话，为何现在不认？转世仙童就是我，绝不会错。小施主请过来，侯爷夫妇暂且退下。小施主，你缘何这般笃定你就是转世仙童？我是阿娘生的，如果你的卦没错，那么转世仙童一定是我，没有别人。贫僧的卦一定不错，只是还有一事尚未告知你母亲。既你是仙童，提前让你知道也可。你可知转世仙童为何能护佑大钱？因为他是仙童，是万人敬仰。错，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的爱，平白无故的恨？之所以受万人敬仰，是因为他身边带着功德降生。在未来的一天，天下大乱，纷争四起时，要以身殉道，解救万民于战火，功成事遂，成就大道，明白了吗？不，这老头骗我，什么狗屁高僧都是假的。司命的剧本里有这些吗？夜晚，侯爷，如今你想要怎么做？昭昭他……我决定进宫面圣。侯爷，你的意思是说要向皇上要人？对，没错，他们3个谁都得罪不起，与其这样，不如进宫，请皇上出面。是我们的亲生骨肉，总没道理被别人养着。可皇帝就算不向着摄政王和少妇，那六王爷呢？他最宠六王爷了。放心，皇室血脉不容混淆，真到世上，皇室绝不会纵容六王爷，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没圣旨下来，封昭昭为六王爷义女？不过，我们亏欠他很多，他未必愿意回来。放心，待明日过后，我们把他接回府里，好好补偿他就是了。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希望如此吧。翌日早朝后，上书房。你说什么？昭昭没去学院？是，王爷。少妇的马车一早匆匆而行，此时和小郡主应该到了护国寺。本王把昭昭交到他手里，是让他悉心教导的，可不是让他带着东走西窜的。这天天住太傅府也就算了，还一声不吭带去了护国寺。可
皇帝就算不向着摄政王和少妇，那六王爷呢？他最宠六王爷了。放心，皇室血脉不容混淆，真到世上，皇室绝不会纵容六王爷，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没圣旨下来，封昭昭为六王爷义女？不过，我们亏欠他很多，他未必愿意回来。放心，待明日过后，我们把他接回府里，好好补偿他就是了。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希望如此吧。翌日早朝后，上书房。你说什么？昭昭没去学院？是，王爷。少妇的马车一早匆匆而行，此时和小郡主应该到了护国寺。本王把昭昭交到他手里，是让他悉心教导的，可不是让他带着东走西窜的。这天天住太傅府也就算了，还一声不吭带去了护国寺，简直没把本王看在眼里。王爷消消气，还有一件事，奴才刚从雍和宫那边过来，淮阴侯求见皇上，此时正跪在雍和宫大殿，听动静，皇上生了好大的火气，好像还跟小郡主有关。妈的，袁纪想抢孩子。王爷不可冲动啊。去，蚩尤，把这件事通知六王爷，本王也来一次，坐山观虎斗。雍和宫内殿，皇上息怒，臣知道转世仙童一事关乎大前国运，可当年内子一胎双生，绝没想到被偷的那个孩子竟才是仙童，而且还是朝阳郡主，臣心里也不好受啊。这是他昨晚想出来的说辞。皇上明鉴，臣敏感摄政王和少妇大人对昭昭的照料和爱顾，但终归是云家的血脉，臣不能不让孩子认祖归宗啊！混账！什么认祖归宗？皇上，臣知错，臣……既然知错，还跪在这里，惹父皇不快做什么？还不把这个触怒龙颜的佞臣拖下去，在午门外抽打30鞭子，让朝臣们都好好看看，惹怒圣上是个什么下场？不能啊，皇上，六王爷怎能代天子行事？这不合规矩。没错，30太少，50。还有，传朕口谕，褫夺云洛瑶郡主称号，让他今后谨言慎行，安分守己。鸿蒙学院，装的还挺像。他把草纸团成个球，朝云昭昭丢了过去。赵景成，你再打扰云昭昭学习，我可要把你调到最前面去做了。啊，别，夫子，我不扔了。陈夫子走去云昭昭身边，拿起他的功课，赞许的点头。不错不错，比前些日子大有进步。课后，喂，你不义气，怎么偷偷努力了？南宫姐姐最近心情不好，昭昭想让她开心嘛。手酸头胀，爬台阶都没有力气了。就原谅你一次，下次再甩了小爷，跟你没完。昭昭，告诉你个好消息，云洛瑶郡主的头衔被皇上收回了，灰溜溜退学了，2日都没来了。真的吗？那还挺不错的，不用写作业了。二爹最近和父皇总吵架，昭昭不想让他们吵架。没事，昭昭，你马上就要有娘了，到时去六王府住就好了。娘，三爹要娶亲吗？对啊，你还不知道吗？不是正妃，是侧妃，听说是宫家老太君亲自挑的，我爹爹会来说的。侧妃如何能叫娘？六王爷身份不同，有王妃侧妃不是很正常吗？我爹要是敢找别人，我就带着娘离家出走。对，哥哥姐姐们也走，留他一个孤家寡人，看他怎么办。你说归说，那么凶做什么？喷我一脸口水。有娘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呀？傍晚的时候，车夫伯伯，
父王为什么没来接我？小郡主，可知天罡寨？听他们说，最近愈发猖狂，劫杀掳掠，扰得附近的百姓苦不堪言。那地方的父母官来京上报，王爷去处理事儿了，应该会晚些回来。一个寨子也能这么厉害？郡主可别小看了他们。这时，车夫突然扯紧缰绳。小郡主坐好。昭昭，跟娘回去吧，娘会对你好的。你爹爹挨了打，如今也知错了，以后侯府就是你的家，你回来吧，行吗？云昭昭有些被吓到。后退，再靠近小郡主，王爷有令，格杀勿论。昭昭，娘错了，都是娘的错，回到娘身边，娘一定好好对你。兵部顾况拱手。王爷何必这么麻烦？属下请令，带兵2000，剿灭这帮江湖贼人。不可，天罡寨易守难攻，36寨共10000计人，周围还有无数百姓，一旦开战，势必伤及无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就这么放任不管了？齐萧正欲发话，门外王府来人，附耳几句后，他赫然起身。此事明日再议。王爷，今晚还是别进去了。昭昭说想自己睡。他什么时候自己睡过？到底怎么了？你们谁给本王说清楚。屋里，床上的奶团子望了眼门外的身影，嘴角一瘪，但刚刚入府时冯姨娘身边丫鬟的话仍在耳畔盘转。小郡主大喜了，马上就要当姐姐了，咱们姨娘啊，肚子里怀了王爷的孩子了。把给小郡主温热的牛奶给我。是，王爷。刘嬷嬷高兴地跟在后面，只是她高兴得太早了。床上空空如也，柜子里衣服少了大半。蚩尤，拿我令牌封锁城门，让东西6营的人全程查找小郡主的下落。是，属下遵命。王府前院跪下一片，齐萧脸色漆黑，看着他们怒问：昨晚谁和昭昭说过话？说了什么？给我从实招来，少说一句，本王要了他的命。王爷，是冯姨娘身边的丫鬟冬枝，在昭昭下学的时候故意说了些刺激她的话，从那之后昭昭就说困了，连晚饭都没怎么吃，是老奴照顾不周，没带好昭昭。王爷，昨日是他们死守着主院，不让奴婢进。姨娘怀孕，她有身子了，这样好的事怎么能算是刺激小郡主？算来姨娘昨晚恨不能与王爷第一时间一起分享，伤心了一宿，这要是伤了身子，他们赔得起吗？齐萧拳头捏得咯吱响。来人，把他拖下去，杖毙。可是找着了？没有。皇上，更糟的是，少傅大人去王府接小郡主上学的时候，得知此事，和摄政王打起来了。那老六呢？和盛难言的抬头，有些不敢答话。你说，朕问你呢，老六也去了？不止啊，皇上，奴才听说六王爷先是混战一场，听说小郡主被侯爷夫人吓到了，直接杀去了侯府。去，把那逆子给朕抓回来。平日看着全不在乎，要真犯起浑，能下死手。是，奴才这就去。咕噜一声，袁昭昭晃晃手里的空奶壶。小祖宗跑不动了，你看看包里还有吃食吗？没啦，只有衣服、一壶奶和刚刚给你吃的鲜花饼。钱呢？没拿钱吗？那个第一次离家出走，没什么经验。我晕。爸爸你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你饿到的，保证。抱抱感动，刚想说些什么，哈哈哈哈！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尚未说完，下面我会我答，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哈哈哈！有喝有趣儿，
头一次见到这么配合的肥羊啊！是啊，大当家，看来是个傻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皆以为这单生意赚大了。殊不知，爸爸加肉的。没错，还放了孜然，抹了烧烤酱。答对有奖，别的我不要，就要你手里的卷饼。小何，你说什么呢？知道我们是谁吗？知道吗？天狼寨那个旗子上不是写了吗？我天狼寨大当家王勇。我虎头帮帮主云昭昭。众人失去耐心，不想云昭昭身后的抱抱同样没了耐心，嗷呜一声，纵身跳了出来。大当家，这怎么会是豹子？不想这时后面山下火把照亮半边天，朝着他们这边过来。不好，是天罡寨立谢那帮人。大当家，我们快撤！兄弟们，撤户！可恶，你敢抓我，我让爸爸咬你！哎呦，小娃娃，你不懂，我只是劫财，后面那个大恶人要是抓到你，可是要把你砍作8段的。我这是在救你。大当家，不然就跟他们拼了吧，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跟他们拼了！这窝窝囊囊的躲到什么时候去？王勇脸色一狠。好，家有妇女妻儿者，带着这娃娃继续走，其他人随我殿后。大当家，这怎么行？我们兄弟生死与共。少废话，让你们走就走，快！我有办法，大家上山。傻瓜，敌人拿着火把上山，不是困死自己了吗？快走吧，能活命的话，就回到你爹娘身边。昭昭，不回去了。你们要想活命就跟我走。说着跳下来，爬上抱抱后背，招呼着。跟我走，相信我。反正大不了一死，走，上山。好，大家上山，跟上他。看你的啦！众人惊讶回头望向他们，紧接着脚下的山头仿佛是在震动，没一会儿记了去。狼，全是山狼！去吧，去把那帮大坏蛋给我抓起来！像在响应他的话，随着狼王一声吼叫，群狼迅猛窜出，向山下奔去。山下乱作一团，不时传来痛叫、惊恐的惨叫声。云昭昭看时间差不多了，立谢，你也有今天。说着朝云昭昭义愤地说道：小大人，就是他，天罡寨邹义峰的义子，为了谋取天罡寨，杀了我们大寨主，占义母为妻，罔顾人常。我的妻子就是在耕种回家的路上被他人掳走，至今下落不明，请小大人帮我救救妻子。对呀，我们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从不伤人性命，不像立谢作恶多端，请小大人帮忙救救我们亲人。王勇，我道你有3头6臂，原来不过是个废物，靠这个狼女就想杀我，你做梦！云昭昭沉着脸一脚踢过去，周瑟等人眼睁睁看着立谢的牙被踢碎一排，嘴角流血，痛得大叫打滚。烟云16盘，一山接一山，36寨里敲锣打鼓，奔走相告。大喜事，大喜事啊！天狼寨来了个小英雄，带领狼群活捉了立谢。目前所有被抓的人都救到了天狼寨，大家可以去领人了。真的吗？我们的亲人真的被救了吗？自然，我乃王勇大当家手下，特此来相告诸位。天狼寨里，好啦，我们该走啦。小英雄慢走，我不是跟你说想推荐你当大寨主吗？什么寨主？昭昭有没有跟你赌？楚红英实在是喜欢他，走过来把一切跟他解释清楚。就是这样，当大寨主很威风的，上万人供你驱策，在江湖中地位也很高的。小祖宗，他们肘子不错，味道的确好，而且一人一豹异口同声。
我们没带钱。袁昭昭握拳咳嗽一声。那姑且试试吧，比什么？小英雄是吧？做我们天罡寨寨主，光靠山不行，水路更得会。怎么样，敢下水比一拳吗？你当真要跟我比蛇性？没错，不光他，我们也比。雍和宫里，你个逆子，疯了不成？要是我不派禁军把你带回来，你想做什么？真当众杀了侯府夫人不成？萧元帝胸膛起伏。朕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你怎么哭了？爹，昭昭不会出事吧？放心，朕已下令把昭昭的画像送至周围千里的郡县，贺安也带着兵日夜在外搜寻，有消息咱们第一时间会知道的。哼，可笑，我还骂他俩不用心，我这府上都要娶侧妃了，我竟然自己都不知道。昭昭定是被孙姨吓到，害怕我也给她找一个这样的娘才跑的，孩子的心里定是难过了。是我之过，我因为了然，因为一些事逼得太紧。宝宝为了让我高兴，每日学到很晚，困了也只是揉揉眼睛继续练字，饿了也不像往常一样撒娇缠闹。他真的很乖，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儿啊，别急别急，昭昭福泽深厚，定然会没事的啊。远在千里之外的云昭昭，小祖宗，你想回去了？昭昭想爹爹了，很想很想，可是昭昭害怕有娘。可下凡的时候，小祖宗不是很期待有娘吗？刚开始是，后来他不要我，还要杀我，现在又要认我。昭昭不喜欢他，昭昭有爹爹就够了。小祖宗是怕他们娶了妻，再生了儿女，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对吗？云昭昭眼眶酸乎乎的，偏就有这样不长眼的专门来打搅小女孩的心事。小英雄莫不是怕水？云昭昭扭头奶凶奶凶地看着他。哎呦，还吓哭了。那个，我们比游泳，你本来也不是对手。你看看我个头，再瞅瞅你，比游泳，这不是明晃晃欺负人吗？小英雄莫怯，虽然这比试对你不公平，但也有我们的道理。比就比，不过是不是只要游得最快，在江水里面畅言自渡就算赢？没错。好，一言为定，谁说话不算数，谁是孙子。云昭昭在牛滂村，粗话听了不少，想和这帮蛮人打交道，便别太文了。小祖宗，为了肘子烤全羊，你上点心啊。三爹说的，浮水前要锻炼开，不然容易抽筋。不急不急，肘子会有的，烤全羊也会有的。岸边一阵阵叫好声，柯孙一马当先。当他混江蟒的名号是白叫的，呵，这次妥了，大寨主是他的了。就在这时，旁边突然来了声小奶音：“喂，累了，这就游不动啦。”柯孙不敢置信的扭头：“什么时候结束？我都无聊了。”你，我怎么样？你不会以为刚刚的叫声好，都是给你的吧？江湖啊，高歌我来啦！加速！嘿，大家好呀！嘿，大家辛苦了。王勇瞪大眼睛瞅着他身下那龟，不可思议道：“不是龟，那是铁头龙王，龙王爷显灵了。”喂，大家伙，怎么回事啊？哈哈哈哈！不瞒小祖宗，老家伙我在这蟒江
里还是颇有些地位的。不错不错，找你找对了，做得好。嘿嘿，谢小祖宗夸奖。袁昭昭上岸后，属下等参见大寨主。虎头帮弟兄们，道哥我出去大发啦！摄政王府，姨娘，你一定要救我，奴婢不想死，真的不想死。瞧你这点出息，那天我一求情，王爷不是没再让人杖毙你吗？足可见我肚中的孩儿，王爷是多么看重。哼，郡主算什么？待我诞下世子，你且等着跟我享福吧。东芝实在想提醒他，粘肚子是假的，而且他感觉王爷并不是饶了他，而是根本顾不上。爷，您这是？齐萧冷硬的下颌线叫嚣着死寂般的冷怒，大手如铁钳一般箍住东芝的脖子。爷，不能，我肚子还怀着孩子，需要东芝照顾。你觉得本王在乎吗？我的昭昭要是出了事儿，你们所有人都要陪葬。可爷，妾身肚子里也是您的骨肉啊。你说。东芝吓傻了，猛地咳嗽一阵，缓过气后跪在地上，哭着把一切都交代了。王爷，奴婢该死，求您开恩，都是姨娘的吩咐，都是姨娘让我这么做的。好你个贱人，敢出卖主子，你找死！你真当本王不知道你之前有孕是假的吗？哼，不在乎而已。不过你这次敢对我女儿下手，你可真是不知死活。求王爷饶命，我不敢了，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对小郡主不敬了。齐萧的残忍让王府上下噤若寒蝉，战战兢兢不敢行差踏错一步。死去的2具尸体在王府暴晒2日，才被拉去乱葬岗。怎么，王爷还是不吃不喝吗？何止啊，王爷又恢复了以前那样。小郡主一日找不到，我是真怕出事儿啊。千里之外，大爷的，谁敢骂我道哥？报大寨主，李谢走后，他手下兄弟人人厌弃，哪个寨子都不愿收，请大寨主定夺。做过小恶的，统统发配去打扫茅厕；修山堂大石的，至于没参过的，36个寨子平分，看后续表现。还是大寨主聪慧，属下这就去办。看，轻轻松松没难度。报，大寨主，下面打起来了。李三儿的媳妇儿被厉谢那伙人抢走后，跟了他寨子里的铜锤。现在2人打得不可开交，各说各有理，都想要媳妇儿。这，您给拿个主意吧。李三儿。不就是那个让我帮忙救他媳妇的人吗？对，大寨主，就是他。那既然救回来了，媳妇跟他回去就行，怎么又出来个铜锤？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关键是李三儿他媳妇儿不愿意跟他了，说他又好赌又懒，铜锤反而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这不就开打了吗？哇，精彩！走，看看去。大寨主，你得给我做主啊！媳妇是我娶的，聘礼是我掏的，如何就成了别人的媳妇儿啊？天下间就没有这么个理儿，你说是不是啊？寨主大人明鉴，小人名叫铜锤，虽是厉谢寨子里的，但却从不为虎作伥。当初芸娘来寨子里，险些被那些恶人惊爆，是小人相救。她当时身上都是暗伤，我作为寨子里的大夫，自然要问上一问。一来二去才明白，是李三儿经常喝醉酒暴打她，还好赌成性，有一次差点就把她输了去。这样的人，如何能让我放心把芸娘交到他手里呢？你放屁！你个下三滥的东西，
给老子戴了绿帽子，还说的大义凛然，我呸！绿帽子怎么了？绿帽子我也要，挺好看的呀。你干嘛骂那么难听啊？楚红英笑着凑过去，给他解释了几句。我勒个去，又遇到刀割盲区了！避雷避雷！继续。我芸娘发誓，绝对没有做过下贱之事，如撒谎，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那好，既然如此，咱还回去过日子，算我误会你了。不，你没误会。大寨主，天天胆战心惊，怕他醉死或者把我赌输了的日子，我过够了。我只想和李三和离，从此和铜锤过平静的日子，求大寨主成全。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们这帮缺大德的，老子又没欠你们银子，干嘛这么阴损？我不管，大寨主，我先找你的，这事儿你得给我做主。你好赌是吧？算小人一的爱好，不过这绝对不是合理的理由。不用多说，既你好赌成性，那就和铜锤一赌，定输赢。你爷媳妇临走，输了，那这老天都不帮你，你可再没话说了吧？大寨主不可，小人根本不会赌，怎能赢得过他？这不是又害了芸娘吗？摸牌九，比点数，总会吧？对，就比摸牌九，赌财神爷爷在上，赌赢我李三认了，绝不反悔。你小子输定了。说罢，伸手摸了2张。好家伙，砸5，2个5点，共10点。快些吧，速战速决。铜锤闭眼，把手中的2张牌扔了出去。哇塞，2个6点，铜锤，和你名字一样哎，这难道就叫天注定？不会的，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哈哈哈哈哈！天注定，李三儿，你认了吧。多谢大寨主成全。不用谢我，你们这是天定的缘分。既然高兴，晚上摆桌宴席给你们办亲事吧。不行，她是我媳妇儿，我不同意，不同意！我跟你赌，输了把手留下。那我要是赢了呢？你赢不了啦！一声惨叫从远处传来，李三儿的双臂被折断，这辈子都赌不了了。鸿蒙书院静堂里，好你个南宫雁，哪儿都找不到，躲这儿来了，让老子打一顿，或者被老子打一顿，你选吧。南宫雁，这不像你。关于昭昭，你是不是有事没说呀？你有昭昭的消息？了然大师的卦只说了一半，昭昭是转世仙童不假，但他命中注定要以身殉道，护佑苍生。死秃驴，敢咒我女儿！绝不可能！就在这时，门外寒夜禀报：摄政王，刚得到消息，天罡寨最近有大举动，听说立谢已死，36寨分而化一，团结起来，还收留了不少乞丐流民，势力愈发壮大。新寨主还换了虎头旗，大有称王的意思。来得正好，传令下去，本王亲自。等等，你说什么旗？虎头旗。王爷可是有何发现？屋内3人皆是一喜，曾经宫宴上那只小老虎深入人心，想忘都忘不掉。本王不去了，秋闱出世就在明日，你们去吧。王爷，一会儿那个大寨主势必要和丐帮争个高低，我们不如趁机。传我令，所有人不得轻举妄动，违者立斩不赦。是谁找我天罡寨麻烦呀？报上名来，饶你不死。我道新寨主是个什么样人物？原来是个刚断奶的娃娃。胡说！谁告诉你本寨主断奶了？行走江湖打探消息的本事都没有，真是笑死人了。说着，仰头吨一口气炫了一瓶，倒扣朝下，小眉头扬起。
看看，一滴不剩，我骄傲了吗？自豪了吗？大寨主威武，大寨主海量啊！够了，我没时间陪你们瞎胡闹。我丐帮弟子呢，交出来，这事儿两清。来是自愿，走也一样，有本事带走吧。不，大寨主，我们不走。对，我们不想离开这里，求你别赶我们走。你们这帮混账，不忠不义，违背师门，真是无耻！喂，老头，你眼神怎么不好了？什么无耻？大家张开嘴让他瞧瞧，都以为别人跟你一样是个没牙的老帮菜啊！亮兵器吧，今天就让我领教阁下高招！要打我天罡寨这么多弟兄，岂会怕你？但是，说到这儿，他脸色一正。你带回去他们的人，也带不回去他们的心。如果有好日子过，谁愿意做乞丐？转眼间，陈百潭成了孤家寡人。好手段，老夫现在才明白，天罡寨野心居然如此大，想吞并我们丐帮，和我们争江湖第一。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道理，你爹爹没教过你吗？随你怎么想吧，我们走。袁昭昭带着手下上山去了。他说爹爹可没单指你，少自作多情了。哇，不光长蘑菇，还长宝石了！哇，蓝宝石好大一颗！哎，怎么有点眼熟啊？不管了，他找到搭就是他的了。走没2步，又一颗。哇，我有点晕，今天昭昭走的是什么好运呀？这些不都是？这时，草地上突然出现一个不那么闪亮、土褐色的木雕。这是我，是昭昭剃去头发，刚到王府的样子。爹爹来了，是爹爹，一定是他。袁昭昭激动地跳起来，趔趄地往前跑，张开双手，小泪花顺着风一颗颗晶莹地往外洒。爹爹，爹爹！小崽子，想爹不想？爹爹，爹爹，昭昭想你，想得睡不着觉，想到晚上总哭。昭昭想你，想回家。一大一小抱头痛哭，这番模样看几次都觉得甚蠢，蠢到南宫燕心口涩然。爹爹抱，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脏。爹爹不会嫌弃我，爹爹最喜欢宝宝。说着，小嘴一瘪，呜哇一声，再次哭了起来。昭昭最近都是自己哄睡，想爹爹想得心里难受，空落落的。宝宝别怕，爹来了。我不愿伤你们，你们莫要轻举妄动。识相的赶紧放了我们寨主，不然就算战至一兵一卒，我们也绝不罢休。就在这时，自己人别动手，千万别动手。大寨主，你没事？没事没事，快把兵器收了。摄政王，您是摄政王？爷，你认识我爹爹？参见摄政王，参见南宫大人。天罡寨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新寨主竟然就是那个勇救流民，在宫宴上一脚定江山、扬我国威的朝阳郡主。小郡主，晚上你难道就要走？不呀，晚上大摆宴席，为我爹爹们接风洗尘。哦，对了，把黑甲军将士们帮我安排一下，昭昭还要带爹爹们去逛寨子呢，先走一步啦。嘿，爹爹快看，那是龙鳞寨，另外一边是狂狮寨。哦，对了，江蟒寨最靠近江边，晚上柯孙带些鲈鱼磷虾上来，保证些。过了会儿，你就是大寨主的娘，可你为什么有喉结？为什么这么高？又为什么穿男装？一连三问，南宫燕眼神冷冽如冰，吓得小男孩掉头就跑。齐萧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直到笑够了吗？笑够了就去死。
南宫宴，这他妈里面有狗屎！正好配你。晚宴时，父皇你好臭，上完大河要沐浴的。你给我适可而止，赶紧说，晚上跟谁睡？一起。2个字刚吐出口，齐萧、南宫燕同时冷眼瞪来。不可能！让我想想啊，明天爱姬生辰，后日刘姨姨给孩子办满月宴，大后日是龙舟进度，昭昭实在需要一个好睡眠。小嘴巴闭起来，宝宝，你还是想想如何跟你皇爷爷、祖父祖母交代吧。夜晚，繁星点点。父皇，昭昭以后还能见到大家吗？当然，只要你想，爹就带你来。太好啦！爹爹怎么不问昭昭有什么事？哦，宝宝有事儿？有的，很大的事。哎呀，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那就别说，爹爹不难为你。爹爹，求求你了，回去在学院千万要给昭昭留面子，别说离家出走的事儿，拜托拜托。消失这么多天，你觉得能瞒得住？早传开了。还求了，刀哥这次颜面尽失，咋办咋办？以后怎么带小弟？以后怎么接生意呀？啊，不要啊！齐萧在外面听见，忍不住愉悦地笑了起来。哈哈，你还有怕的时候啊？啊，爹爹们太坏了，欺负小孩子。学院放假，袁昭昭也需要休息，直接被齐萧带回了王府。臭崽子，再敢乱跑，打断你的腿。这个爹爹舍得打断？自然，再跑真给你打断。那好吧，打断了做成小猪蹄，孝顺爹爹。上你皮，你个臭崽子，出门几日真是学野了呀。哎呀，呵呵，爹爹别挠痒痒，昭昭错了。欢声笑语，王府再次恢复了以往的气氛。爹爹，什么是招安？就是让他们归顺朝廷。不过，陈广义，科孙那帮人性子太野，未必能愿意，还是要派人去详谈的好。不用这么麻烦啊，明天昭昭让海东青给他们传个信就是了。归顺朝廷，他们不愿意，归顺昭昭就好了。以后天罡寨改为虎头帮，都是昭昭的小弟。他这便叫虎父无犬女吧？哎，云昭昭，你怎么走了这么多天啊？你干嘛去了？我听我爹说，巡防六营都惊动了，你是被拐卖了，还是离家出走了？你胆子好大呀！听说摄政王发了好大的脾气，还和六王爷上父动手了呢。你快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你干嘛离家出走啊？告诉你们也无妨，因为你们马上就会知道，我此次出去是做大事去了。不是离家出走，可我爹说，什么离家出走？莫要开玩笑好不好？刀哥什么时候那么幼稚过？哎，昭昭快说，究竟是什么大事啊？天罡寨，大家听过吗？我知道，我爹说过，天罡寨是江湖上仅次于丐帮的第2大帮派。答得好，不愧是虎谋将军。我听爷爷说过，朝廷本想招安，可他们这帮人出身草莽，野性难驯，怕是不那么容易。对，我爹也提过这事。告诉你们吧，这天罡寨已经被我降服啦。你们刀哥我如今是36寨大寨主，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刀哥，你吹牛也得有个度啊。对啊，这怎么可能？你逗我们玩呢？你们咋搞的？我说真的呀。看寨子里的龙酥糖，阿吉给我编的蚂蚱，还有，等一下。这2个字是繁体的天罡。我天，他大哥真成了天罡寨寨主。哇，那以后我们还能叫你刀哥吗？没错，感觉对啦。中午，昭昭，有你不在，婶子想死你了。婶子，昭昭都懂，都在饭里。
好吃的不能独享受，大家一起看看吧。你这心头肉够大方的呀。宫锦逸认真地盯着对面那没心没肺吃得正欢的小崽子，回来就好。喂，云昭昭，放下我的田耕，他是无罪的。记得帮我刷饭缸，算作鸡腿的补偿啊！正跑着，不小心踩到个土坑，云昭昭喔呀一声，惊喜地瞧见前面的人。韩义哥哥，快救救我！宫锦逸确实救了，不过救的是他手里2碗田羹，还蹲在蒙圈的小奶团跟前，2口干了。跟奶冻似的，是什么口感？你喜欢这个？一口都没了，义哥哥太坏了，昭昭的田羹都没有了。云昭昭哭了半天也没人哄，眨着大眼睛委屈巴巴地靠过去。昭昭错了。错哪儿了？昭昭不乖，离家出走，害大家担心了。可是昭昭是有原因的，昭昭也不想的。什么原因？也不是你离家出走的理由。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万一遇见坏人呢？万一遇到危险呢？你让我们去哪里寻你啊？昭昭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昭昭保证。一哥哥，三爹怎么样？他是不是生昭昭的气了，所以不来找我？想你还来不及呢。你是没见舅舅回家发了多大一顿火，差点把媒婆给打了，还放话谁也不配做你娘。而且他不是生你气，而是在宫院考试呢。啊，三爹发火啦！完蛋了，三爹看着脾气好，其实很难搞的，而且他现在这么努力，昭昭惨了。跟舅舅努力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懂，是金子都会发光，可他是老铁呀，考不好不是更生气？昭昭的小屁股还能保住吗？好了，别担心了，这盒小兔子米糕是魏轩坊的新花样，你尝尝看好吃不？哎呦，害得我掉那么多眼泪，早说不就好了吗？隔天，小粉快跑，千万别让父皇追姐抓到你，皇上给你加餐。云昭昭，你给老子听住！谁准你私自不上学的？想挨揍吗？不上学就跟爹爹回南宫府，落下的功课必须补上。最近夸奖太多，飘在天上的云昭昭一下落地。父皇，爹爹好凶，哄昭昭。两人哑火了。昭昭乖，爹唬你的，这不是说揍没舍得揍吗？哪像某人呢，装着好脾气是真动手呀。宝宝，今天不多学，数到4，爹就给你讲故事哄睡，好不好？云昭昭傲娇了，小嘴慢慢勾起，晃悠着肉乎乎的小身子，正要讲条件。你大爷的，老子不找你，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去死吧！现在想认闺女了，早干嘛去了？乖宝是我家的，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什么破点心，给本王拿回去！再让我发现你靠近他，屎给你打出来！云昭昭，你爹我见不得人是怎么着？什么叫金子在哪里都发光？而我是老铁，你来给我解释解释。听宫锦逸说出来的时候，差点没气死他。齐萧闻言，神色玩味。金子在哪里都发光，而你是老铁。嗨，三爹爹，打得好，扎爹成猪头了。睁眼瞧瞧，你爹我甲榜第3名。哇，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爹爹好棒，爹爹有文化。乖宝，爹爹。父女2人相拥而泣，这场面怎么似曾相识？南宫雁，你什么意思？刚追出门外，被鼻青脸肿的云髻抱住了腿。你找死！突然就想起了和祖母看的一场戏。爹爹，昭昭舍不得你。还不撒手？我闺女想我了，没听见吗？受了惊的小粉尖叫一声，从墙头跌下，重重砸在了云髻腰上。干得好！云髻再次醒来。
天都黑了，淮阴侯府的人找到他，第一句就是：“侯爷，大事不好了！”废话，你看我这样能好吗？还不扶我起来？侯爷，是云哲少爷，他死了。什么？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我都说让你早点处置那妖女不听，这下好了，他把我的乖孙害死了，可怜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日子可让我怎么活呀？娘，你说什么？是洛瑶害的？都怪我作孽呀！月郎入室，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狠，连一起长大的亲哥哥都害。我这儿心里挂念他，哀求我放他出来透透气，没想到他竟为了逃跑，对侄儿同意的。让我死了吧！贱人，钥匙竟是你给的！苍天，你对我何功啊？儿啊，你死得冤啊！天空一道惊雷，瞬间让他清醒了过来。天辰，这是天辰。安宁和如霜回来了，这是他们在向我侯府要债呀。袁继渊过去前的呢喃，在侯府乃至京城引起轩然大波。太傅府什么时候拿走的？就刚刚呀。爹爹再藏一次，昭昭还能拿到。唉，你白日王府后门那一出唱的是什么戏？周女拜别呀，这出戏讲的是周员外的女儿被恶棍抱走，和爹爹分隔两地的故事。爹爹，你没听过这戏吗？恶棍？他是恶棍？以后不准听戏，你这个年龄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后面教育的话还没说，袁昭昭撅着嘴翻下椅子，肉扭扭的往外走。你干嘛去啊？找祖母，告诉他，你说带昭昭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让他评评理。佛子彻底败了。不准去，你个臭宝宝！小金莲恃宠而骄。那你就是臭爹，我们是臭手妇女娘。嘿嘿。说归说，闹归闹，学习不能开玩笑。没想到袁昭昭还会举一反三，直接数到了上万。宝宝你怎么样，厉害吧？爹爹不用吃气，怎么说人家手底下小弟也上万了，不数到1万不是招人笑话吗？对，没错，不过这也要昭昭自己聪明，爹爹真是没想到。怎么会想不到呢？爹爹你这么聪明，你的宝宝我自然是随你啦，说不定将来一争气，跟随爹爹脚步考个女状元回来。嘿嘿，爹爹你说是不是呀？南宫燕连连点头。好啦，爹爹听说昭昭学到4，今天就能听故事哄睡了，你快来吧。爹爹快来，昭昭今天终于能听你讲故事了，昭昭太厉害了。翌日，哇，出大事了！什么？云洛瑶杀人潜逃了，而且杀的还是他亲哥哥侯府嫡子，如今这事儿都闹到大理寺了。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杀人？不知道，不过听我爹说，好像是淮阴侯把他关起来了。他为了逃命，怕云卓告诉他人，拿刀刺向了他的心脏，当场毙命。听说侯府夫人现在跟疯了差不多。清早来的路上，我听百姓们说，于安宁也是他杀的。这是于安宁和他母亲来找侯府索命了。乱传的吧？淮阴侯亲口说的，还能有假？不过侯府祸不单行，他腰断了，连出来找人都不行，只能全权委托大理寺了。也不知道他藏哪里了，这么久还没找到。我就说嘛，他邪性的很，不是个好东西。没错，现在想来，每次的事都是他挑起的，不然就是挑唆别人。
对了，昭昭，虎头帮那么多人，让他们帮忙找肯定快。天罡寨弟兄都在外地，赶不及，而且我感觉他有些奇怪，或者说危险，还是别让虎头帮的人去了。不过昭昭有办法。他去袁洛瑶书桌里翻找到一本书，跑去了净堂。爹爹，我需要把这个给爸爸闻一下，他可以找到云洛瑶。好，爹爹帮你去送。啊！云昭昭回到学堂的时候，胖昭，你那豹子到底什么来头啊？怎么连搜人也会？那当然，爸爸找不到，那就没人能找。等等，你叫我什么呀？妈呀，说漏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平时都没当面喊过。那就是背后喊啦。赵锦辰，你死定了！一套降龙伏虎拳外加铁头功，赵景成飞出去2米远。你们这帮损友，只眼睁睁看我死啊！太傅府墙头，小祖宗没找到。怎么会？我循着气味去找，侯府附近100米，他的气味就消失无踪了。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除非他深藏异宝。我知道了，这事我会和爹爹说的。抱抱点头，半晌没听见小祖宗后话。小祖宗，你怎么了？你不知道，今天我在学院遇见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糟心？有多糟心？霹雳一声震天响，大概就是这样吧。乖孙儿，可是今日饭食不合你的胃口？不爱吃没事，祖母再让厨房去做。昭昭想吃什么呀？祖父祖母，你们不懂。不懂？对呀，女孩的事儿，你别猜，猜来猜去也不会明白。祖父祖母也知道，昭昭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以前我还不理解周婶为何要减肥，现在昭昭明白了，这人呐，形象要走在前面，更何况是我们这样手底下地手上万的人，对吧？没错，我家昭昭天赋异禀，真棒。天赋异？那是什么饼？名字好奇怪，昭昭怎么没吃过？好吃吗？行了，时间到了，该上学了。一顿饭不吃就不吃吧。爹爹哪里都好，总是说一些伤感情的话，弄得昭昭胃里好冷。不该是心里冷吗？胃也会冷。正帮他教训儿子，不想云昭昭喔呀一声被门槛绊倒。哎，怎么这么不小心？摔疼了吧？本来就是被叫胖包，现在摔成大饼脸，更没形象了。胖昭原来是被起外号了。谁？告诉祖父，祖父帮你找他家长去。本来没多大的事儿，你们一去还得了？放心吧，昭昭自己能处理好。祖父祖母放心，昭昭可以的，勇敢昭昭，不怕困难。上书房里，齐国方向可有消息？你估计的不错，在齐国和大前接壤的通州，有人说发现过他，不过很快就查无所踪了。你的意思是齐国皇室接走了他？极有可能，毕竟那个齐顺早就想要转世仙童了。这个女孩留之不得。这次咱俩倒是想一块儿去了。放心，对昭昭有威胁的，本王通通不会放过。这齐国一行不如尽早提上日程吧。对了，你们南宫府给昭昭吃什么了？怎么有些积食了？你确定是积食？不然呢？他都2日不怎么吃饭了，不是积食还能是什么？唉，他在减肥。你跟本王开玩笑吧？其实在减肥这件事上，云昭昭是有过动摇的。昭昭，这2天干嘛去了？怎么都不来找哥哥玩了？真哥哥，有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小奶团有心事了？
好，你问，真哥哥一定实话实说。真哥哥，你说昭昭胖不胖？我们昭昭哪里胖，分明是圆的可爱。走，跟哥哥吃饭去。云昭昭一副备受打击的模样，圆的可爱，这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吃是不吃啊？昭昭还有事，真哥哥先去吧。哎，你去哪儿，昭昭？任由征怎么叫也换不回他坚定的脚步。挠挠头，他哪里说错了吗？假扮学舍外，云昭昭握拳，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小郡主你好啊，锦衣他有事刚下山，哎，不如你告诉我，回来我帮你转告他。那就麻烦你帮我问问易哥哥，昭昭胖不胖？他一定会如实告诉我答案。啊，就这？郑永旭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哎呦，小郡主你也太可爱了，胖就胖呗，我家小妹一口饭嚼半天，一顿饭吃半个时辰，能把人急死。我娘啊，巴不得有你这样的胖宝宝。行，我记下了，一定帮你转达到。待人走后，云昭昭僵硬风化：我胖宝宝，他是胖宝宝，小金莲的世界里天塌了。翌日一早，你这什么衣服？额头上绑着的这是什么？是战服，减肥大阵的服装，昭昭特意让姨姨做的。小崽子，你不说了，昭昭要跑步去了，爹爹再见。这小崽子怎么说一通是一通？蚩尤，赶紧跟上，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是，王爷。这不是昭昭的虎头鞋吗？是啊，王爷，破洞了而已。昭昭非说是他脚太胖顶破的，哪里胖呀？谁家有这么个福气娃娃，不得稀罕死？都是那九门提督家的景城少爷给我们家小郡主起外号，叫什么胖昭。这下可好，孩子连饭都不怎么吃了。雍和宫外，齐萧，你别太过分，本王不过是想带昭昭去吃顿饭，你凭什么拦着不让他去？你能让昭昭吃饭，算本王欠你个人情。本王怎么不明白了？就是因为他不吃我才来找你的，你脑子没毛病吧？他5日没怎么吃饭了，九门提督之子在学院说他胖，他正减肥呢，不然你以为本王舍得让他不吃饭呢？说完，齐萧甩袖而去。入夜，九门提督府。夫君啊，你今儿是怎么了？干什么一直照镜子呀？不是说白日累了吗？自然累，这2日东西巡防6营的事儿，突然都落在我肩头，忙得我脚打后脑勺，连口水都没时间喝。这是摄政王器重你呢，那有什么可担心的？正因如此，六王爷说我日渐肥硕，不注意形象，我这才嘿嘿，确实总和那些大人喝酒，肚腩长了不少，而且少妇大人也提点了，说很多事要是想不通，让我照照镜子就懂了。爹，你怎么跟女生似的，也有身材焦虑？我不过就叫了一句胖昭，昭昭都好几天没理我了，弄得我吃饭都不香，上学都不痛快了。你给朝阳郡主起外号叫胖昭？赵魏德当即灵台清明。你小子别跑，老子让你害惨了。翌日清晨，哎，昭儿别生气了，我嘴欠行吗？好虾肉，像素大虾，蘸焖子，甜奶羹，饿死了，饿死昭昭了。云昭昭，你至于吗你？我是那么爱你，爱你，你懂吗？小爷养的田鼠，我叫他胖鼠；小爷睡觉抱的枕头，我叫他胖枕；小爷最好的兄弟，我叫他胖昭，你明白了吗？树梢的赤瑶纵身而下，及时递上一壶奶。云昭昭垂死病中惊坐起，一把抱过，仰头吨喝了个干干净净。再来。赤瑶暗想，还是王爷了解小郡主，3壶奶让小金莲重新焕发活力。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走，好兄弟，吃饭去。学院里，不许喊，听见没有？你一点都不胖，易哥哥就喜欢你这样。
还不都是哥哥那个同学说昭昭是胖宝宝。不过现在昭昭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勇士必须拥有强悍的体魄。嘿，昭昭再也不减肥了。食堂，招上我来啦！说完，抱起饭缸，脚步匆忙地跑了过去。喂，干嘛？你说干嘛？胖宝宝是你叫的吗？欠揍是吧？朝阳郡主，不带这么告状的。傍晚，乖宝，爹想死你了。一会儿咱先去吃饭，然后今晚睡王府。你看看爹给你新布置的房间，绝对喜欢。好呀，那昭昭要吃多多的，把爹爹的荷包都吃光。这就对了，多吃多睡才能长得好，长得快。别听其他人的，走，爹今儿把魏轩坊的美食都给你点上。好耶，爹爹最好了。爹爹，小郡主真乖，王爷最近太累了，让他睡吧。过来吧，嬷嬷带你去喝牛奶。管家嬷嬷，为什么说爹爹最近太累了？王爷秋闱考试后被皇上派去吏部，那里的尚书孙淼是二皇子的外祖父，和咱们王爷向来对立，可不得趁机刁难。听说还要伙同百官联名上书，弹劾王爷德不配位呢。孙淼我知道，那是个老坏蛋。好呀，他竟然敢欺负我爹爹，昭昭怒了，真的怒了。你说说，我跟你这个小奶娃说这个干啥？明日王爷醒来，该怪我多嘴了。睡吧，爹爹，昭昭的爹爹由昭昭来守护。翌日天光刚亮，朝阳郡主，你这是何意？他还敢问我？好你个帮凶，你说是不是今天想上朝，让三淼弹劾我三爹，说他德不配位，要把他赶出吏部？李光启戏谑道：小郡主，这些是大人的事，不归你管。你呀，还是回家和泥玩吧。啊！云昭昭拧着小眉头，在他转身的瞬间，唰地从布兜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黄色符纸。去！只见那黄符贴在李光启后背，在光下竟隐了去。老不死你算我输。走了，继续下一家，只要是和二皇子交好的，挨个让他问候了个遍。哈哈哈，敢问郡主有何事找本官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胎想稳，看你自己的了。江鹤一惊，看着他手里黄色的符纸，顿时想起之前水灾的传闻。你在吏部是不是为难过我爹爹？江鹤紧张的满头汗，只觉得这辈子有没有儿子就在这一纸黄符上了。没有，下官怎么敢在摄政王面前造次啊？我说的是我三爹爹，你脑子笨笨哦。三爹？哎呦，瞧我见到小郡主太激动了。那些公务都是尚书大人让我分给六王爷的，至于为难，下官可真不敢。他见云昭昭不信，下官对天发誓，所说一切都是真的，绝无虚假呀。好吧，姑且相信你。从今天开始机灵一点，在吏部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下官明白了，小郡主请放心。这态度还算阔矣。云昭昭在他恭送的目光下伸了个懒腰，走进晨光里。孙尚书，你今日一再去雍和宫外求朕主朝，可是有要事禀告啊？陛下，臣身为吏部尚书，有些话实在不得不说。六王爷他德不配位，实在难堪吏部主事一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哦，孙尚书，这是对朕的旨意不满了。臣不敢。皇上，这不是臣一人所想，实乃朝臣们共同的想法，还请皇上圣裁。好，既然是弹劾，
所有反对的大臣站出来，说的有理，朕定应允。老二，这临阵反水唱的是哪一出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莫要胡说！臣李光启要弹劾朝阳郡主，挟私报复，请陛下为臣做主啊！你说弹劾谁？那朝阳郡主早早便敲响陈家的大门，质问臣是不是要弹劾六王爷，一言不合就对臣下了黑手，不知给臣下了什么药，至今腹中绞痛不止。混账！昭昭他小小年纪，怎么给你下药？什么途径？如何下的？你说清楚，不然本王告你污蔑当朝郡主，按律例可是要打30大板。不是他还能有谁？谁知道天罡寨那帮人是不是给了他什么药粉？不然臣怎么会……简直胡言乱语！这种药粉，臣闻所未闻。李大人可莫要信口开河。刘大人、吴大人，你们不都被找上门了吗？你们说句公道话。两人一个缩紧屁股。江侍郎，小郡主也定去找你了，你说说他是不是？启禀皇上，小郡主确实来找了臣，只不过是关心六王爷在吏部会不会太累，并未有李大人所说的事儿。这下没话说了吧？说本王德不配位，不如先看看你们自己是个什么德行。按照大前律法，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来人，把李光启拖出去，杖责30大板。至于吏部尚书孙淼，年事已高，行事糊涂，又结党营私之嫌，发入大理寺，择日待审。尚书大人，都是你指使下官弹劾六王爷的，你救救我，救救我啊！胡言乱语，简直不知所谓。皇上明察，臣没做过，真的是被冤枉的。立冬日，历时1个多月的孙府案终于迎来了结局。吏部尚书孙淼经大理寺查证，贪污受贿50余万两银，勾结朋党，当即下令凌迟处死，所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此时侯府里，何事快说，本侯还有公务在身。哼，侯爷说话真无情，哪是我想耽误你公务，这不是儿子想爹了吗？你给我适可而止，这孽种是谁的你心里清楚，休想把屎盆子栽本侯头上。我也不想啊，谁让侯爷你不行呢？人家这个年纪总不能守一辈子活寡吧。袁寂捏紧拳头，心中悲凉，被一只猪砸断腰，自死不举，传出去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你让我来就是故意报复我，看你奢靡，花光我1年的俸禄。你可知我母亲瘫痪，每月寻医问药是多少银子？你作为儿媳，怎能连看都不看，甚至问候一句都没有？你，侯爷，其他都好说，想让我不铺张浪费可以，想让我关心婆母也可以，甚至我可以永远替你保守秘密，但前提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你先说，本侯听听看。不难，侯爷别紧张。听闻朝阳郡主的福祉极为灵验，我想请侯爷去帮我求张保胎符，也好顺利诞下灵儿。袁寂眼前一黑，牙龈几乎咬出血。侯爷不依？那好，我现在就去说。本侯答应你。亏你能想出在这个地方见面，真有你的。只可惜遇见公主太晚，光启实难克制，还请公主恕罪。没错，这人正是礼部侍郎李光启。若论两人如何纠缠到一起，还得从那30大板说起。若不是公主求情，光启如今焉有命在？萧冉十分享受他的亲吻讨好，情动地搂住他。莫急，我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真不知道
你为什么非要那张符纸？小孩子胡闹的玩意儿也就你当个真。公主，如今朝堂的局势想必你也清楚，二皇子和六王爷势同水火，这时候如果淮阴侯出了事，我就是二皇子身边唯一可重用之人，从龙之功那可是头一份的，我这也是为咱们儿子铺路啊。我是云记过门的妻子，他出了事儿我能有好？况且你凭什么认为一个符纸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收拾了他？曾经六王爷就因为孙仪可以接近他，差点杀去侯府。现在他若是私下接触了朝阳，你觉得那三人会有什么反应？见萧冉犹豫，他亲昵地吻上他肩头。你小心点儿，还才不足2个月呢。萧冉羞臊地红了脸，很快娇娥地喘了起来。昭昭，见袁昭昭虎着脸瞪他。朝阳郡主，下官有事想请你帮个忙，能单独谈谈吗？不行，在外面不能跟陌生人说话。哈哈，我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句话，不耽误你们玩的。行，那本郡主姑且一听。行了，有什么话快说吧。你刚刚滑得很好，你好像做什么都很厉害。闲屁别唠，直接上桌，兄弟们都等着呢。好，我直说了，我夫人五公主怀孕了，需要一张保胎符，还请朝阳郡主给画一张。江湖规矩都不懂吗？保命符那么珍贵的东西，是说能就能给的吗？你拿什么买？去寺庙，这符纸都是上香所赠。之前听说工部侍郎他们的也是生日宴上。屁话怎么那么多？有交情没交情能一样吗？这点规矩都不懂，难怪越混越差。走了。别，这个给你。你怎么说也是个侯爷，1两银子也能拿得出手。我先欠着，以后再。不行，虎头帮没这规矩。这样吧，看你可怜，拿个秘密来交换，说满意了，我就给你画一张，也未尝不可。7岁那年，我拿过邻居一个窝窝。偷就是偷，什么拿呀？这也叫秘密？你祖母不，我娘，她为了供我读书，也偷过别人家鸡蛋。我夫人看着是高门贵女，端庄贤淑，实则很是虚荣。她曾经看上了游防医，人家没要她。他接连说了30多个，口干舌燥。袁昭昭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朝阳郡主，我说了这么多，现在该给我画了吧？你是说不少，可都不是我想要的秘密，白白浪费我时间。走了。好，我就再说最后一个，肯定是你想听的，是有关云洛瑶的。云洛瑶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齐国睿亲王会带兵攻打大前，百越趁机瓜分领土，而把城门打开，里应外合的人就是齐萧，你那当摄政王的爹。你放屁，我父王才不会。哼，梦中预言是真是假，以后就见分晓。不过云洛瑶能在大理寺那么多人手下潜逃出去，是有点神通在身上，你也莫要自欺欺人。好了，符纸可以给我了。要是熟悉袁昭昭的人，定然知道他2个小揪揪高高翘起，是怒极了。给你，刚才的秘密不许告诉别人，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心，我不傻。说了，有谁会信？他跟你说什么了？没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用这个秘密给我换了一张保胎符的。秘密？关于谁的？是云洛瑶。从他说的话里面，我更加能肯定云洛瑶不简单。娘说了，多想无益，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如果真存了坏心思，早晚还要出现。走吧，去学院。今晚娘说要请你们去我家吃羊肉锅子，
耶，那最喜欢吃锅子啦。晚上，嘿，爹爹他们都来了，是不是都想昭昭了？哈哈，一起睡，一起睡。哈哈哈，皮崽子，你屁股就要遭殃了，还没心没肺呢。干嘛干嘛？三爹第一次集合，难道想接力打昭昭？眼见齐萧沉着脸走过来，哎，爹爹你忍心吗？小崽子，你干嘛呢？求原谅啊！指挥使就是这么对指挥使夫人的，听赵虎说极为管用。虽然不知道爹爹生什么气，但先认错总不会挨打了吧？看不出来，赵燕在家这么没地位。你给我老实交代，今天是不是见云际了？爹不是叮嘱过你，不让你和他说话的吗？他跟你说什么了？又让你去侯府了？没呀，昭昭记得爹爹的话，今天夸了他30多个秘密，还顺便看了他一把。什么秘密？说来听听。袁昭昭顿时眼神八卦起来。就这样，邻居家鸡蛋就没了，还有个窝头也消失不见了。牛探花不愧是貌若潘安的美男，第一次在公主府见，昭昭就看他不一样。不过相比起来，还是爹爹们俊多了。还有啊，萧荣章听得好笑不已。以后继续。好嘞，三爹。就这，只当你给他一张保胎符，他那样的人怎么配？可是孩子不是他的呀。云昭昭一句惊雷，震了仨爹一跟头。仔细说说。云昭昭看着他们，一五一十分析。看面相就知道了，他眼下青黑，发底显凸，明显深水不足，下巴光滑，没有一根胡茬，就跟建喜公公还有盛爷爷一样，连声音都比以往尖细了一些。该死的老五，竟然污我皇室声誉，简直……不想在女儿面前骂人，只能愤恨捏手。早知道瞎给他画一张好了，这一胎不该保的。本来就不是保胎符啊，是偷听符，只要人贴身带着，昭昭拿着这个就可以听到他说话哟。片刻后，齐萧咳嗽一声，滚蛋，不送。齐萧把门一踢，看时间不早，正想带他去沐浴，惊见他屁股后面。你新穿的棉裤怎么就开线了呀？哎呀，肯定是滑冰怪的，绝对不是放屁崩的，最近没吃豆豆呀。你呀，真不知道以后长大是个什么样子，怎么比男孩子还皮呀？定然像爹爹呀。爹爹，其实今天华艳红还说了一个秘密，是关于云梦瑶做了一个梦。齐萧听后瞳孔放大。爹爹，他说的真的对不对？你真要去齐国，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刚刚他们俩在，为什么不说这个秘密？因为昭昭只想和爹爹说这个秘密。宝贝，别怕，那些不是真的，爹不会让你伤心的。如果是从前，倒很可能，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小崽子在这里，他舍不得让他难过。爹爹知道的。晨光从东边慢慢升起，鸿蒙学院里，昭昭，这不是符纸吗？怎么踩脚底下了？别提了，昨天晚上他咿咿呀呀叫个不停，跟母猫叫春似的，吵人的紧，弄得我都没睡好，就把它踩到脚底下了。看，这次又成鸟叫了。顾青青仔细听听，啥也没听到啊。云昭昭气呼呼地趴在桌上，把小三角放在耳边，从鸟叫中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与此同时，二皇子，这是下官专门寻来的画眉，你瞧瞧。萧远情绪不高，皇子可是还在为淮阴侯一事烦扰？他明知我和摄政王老六有局，还去找那朝阳郡主讨要护胎符，这根本就没把本皇子看在眼里。可不就是嘛，下官也还纳闷来着，现在朝廷里谁不知道二皇子有意争储，这关键时候他云际接触朝阳郡主，依下官看，他就是找个借口向对方示好。
二皇子别忘了，朝阳郡主救灾民，招安天罡寨，现在外面都传他才是转世仙童。要是云姬也投靠萧荣章，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啊！混账！别以为他们人多，储君之位就一定是老六的了。本皇子还有一张地牌，只要拿出来，定然让丞相为我所用。到时这太子之位还指不定归谁呢。李光启一怔，那头的云昭昭也同样一怔。啥迷呀？这二皇子还憋着坏招呢。二皇子何意？下官不明白。哈哈哈，告诉你也无妨。魏文的儿子儿媳就在我手里，有这2条命在，还不是本王说东，他不敢向西。李光启赫然瞪大眼睛，难道当年卫青坠崖一事是二皇子派人做的？二皇子，这事可不得了啊！一个不好，魏相的反扑可不容小觑。放心，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做的，而且人藏在……另一边的云昭昭完全醒了，正要听藏身之地，岑夫子一个竹板敲在桌子上，大声训斥：云昭昭，上课打瞌睡，一边罚站去！藏哪里了？到底藏哪里了？夫子，我刚刚那一刻清醒的不得了，干嘛要突然吼我？云昭昭梗着脖子，恨不得团巴把岑秋生扔进茅坑。夫子，我能证明，刚刚昭昭确实没睡，她只是在趴着。对，昭昭她不舒服。你是不是也有话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好啊，你们一个个的在这儿帮他打掩护是吧？行，那就让他背诵刚刚讲的幼学琼林片段，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在听讲。完球了，唐周惨了。杯酒杯，听好了，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时不广。国子监门口。什么嘛，二爹就在里面，干嘛不让我进？还说什么学府重地，显然免进。我很闲吗？我都很忙。昭昭，快回头。片刻后，云昭昭在郑永旭的担保下顺利进入国子监。哇，这里好大，比鸿蒙学院大多了。墨香味也比学院重。原来这就是爹爹平时讲学的地方，难怪那些学子挤破头也要来。这里好气派。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你问我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甲班经过秋试，已经有部分人进入国子监了吧？说着玩味地冲后面喊：哼，亏你天天念叨人家，可人家未必惦记你。大坏蛋干嘛害我？我哪有，不过是一报还一报，谁让上次小郡主你告我的状啊？我跟你说过国子监的事，你眨眼就忘了。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是吧？哎，疼！不许捏脸，越捏越大。昭昭还要赞人的，再欺负昭昭，让二爹收拾你。估计要让你失望了。南宫夫子和外地来的经判在讲学呢，不到傍晚是回不来了。你呀，还是先想想怎么逃过我的手掌心吧。不行啊，昭昭有很急的事找他，再晚来不及了。什么事？这么着急？看小奶团摇头，就是不说。还有一个办法，昭昭需要有一个会口技的人帮我引出一只鸟。画眉定然听见了二皇子的话，他去二皇子府外把他引出来就是了。一哥哥，你带昭昭去哪儿啊？不是要找会口技的人，巧了，国子监里还当真有一个。真的吗？谁呀？说起这个人，那可不得了。传言他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虐哭人，是咱们国子监头一号人物。他就是号称人间惆怅客的多情浪子纳兰琛。他母亲啊，是已是英国公独女，当朝一品诰命夫人。他祖父是纳兰家族的族长。谈起这纳兰家族可不得了，百年钟鸣鼎食之家。云昭昭突然呕了一声，嘿，有趣了。
旁的女子听见纳兰琛，一个个恨不得流口水，听到吐的，唯有小郡主你一个人。昭昭是小女孩，才不是什么女子。哟呵，好，郑哥哥错了行不？小郡主消消气。既然你把纳兰说的这么好，那和一哥哥比呢？谁厉害呀？这个嘛，小郡主以为呢？自然是一哥哥，还用犹豫吗？算你会说话。本来就是嘛。在下服了，不是小郡主对手。康康那个邪恶小表情，再让一哥哥看看。没有了，赶紧带昭昭去找那个纳兰吧。昭昭真的有急事需要他帮忙。这事儿还真记不得。啊，原来是在错剧呀，好热闹。走，这小家伙是谁？对啊，头一次带锦衣带人来，是他家中的妹妹。他呀，可大有来头。你们不是都好奇朝阳郡主吗？就是他。说来我大哥大嫂的婚事还多亏了他呢。哇，好精彩！他们跑得好快，不过怎么了？不过昭昭很奇怪，他们的腰部以下为什么都打一个竹帘啊？是为了凉快吗？此话一出，周围人捧腹大笑。你们够了哦，不耻下问难道不对吗？对，小郡主说的对。哥哥告诉你啊，男孩子那儿最是脆弱，那竹帘是用来保护的。哎呀，又是刀哥的知识盲区。看，那就是你要找的人。一哥哥，现在叫他出来不行吗？看样子是不行，他是白队的主力，要想找他，得等赛事结束，估计要傍晚了。啊，这么久？一哥哥，昭昭还有一个办法能够提前找到他，那就是打败他，结束蹴鞠。喂，锦叶，你们不是吧？让你参加你不去，现在带个小的上场，你颠了？对啊，朝阳郡主才4岁，你再宠她也要有个限度，万一被人踩到、踢到、磕到，你不怕摄政王他们？切，废话那么多，既然怕就保护好她。宫锦衣说着，把2套衣服扔他们身上。想上也行，但不许踢，跟着跑就好了。跑行好啦，昭昭腿没有他们力气大，但骨头硬啊，同样也可以进球的。竹帘也要在，昭昭也需要保护。哎呦，没上场我肚子都快破了，咱能不去吗？就是啊，我真不行了，我想去旁边笑会儿。不行哦，郑哥哥、金哥哥都要出力，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行，郑哥哥帮你。对，庆哥哥也豁出去了，谁让咱们是一个团队呢？候补上场。你是纳兰僧？小家伙，我叫纳兰琛，摄政王没教过你，叫错别人名字很不礼貌吗？我知道你叫纳兰斯，叫的对吧？为什么说我没礼貌？纳兰琛疑惑地看着他。你干嘛？原来小米芽长了半颗，说话漏风。你完了！嚣张又怎么样？有本事比一场，敢吗？小家伙有求于我，对吧？没错，听说你会口技，想让你帮个忙。行啊，赢了我再说。说吧，学什么动物？你就不问问为什么是二皇子府？我想做什么？无所谓，愿赌服输，其他的我不感兴趣。行，一只画眉鸟，我需要把它引出来。刚说完，纳兰琛口型微动。我听花本子说，这样的本事最合适红杏出墙，半夜3更，什么意思？本人不光会口技，耳朵也很灵敏。昭昭没有说你坏话呀，就是好奇。纳兰琛指指天上，是他吗？这不是画眉，是金翅雀，你难道分不出来吗？那我没办法了，凑合一下吧。你是要找那只画眉吗？它死了。你说死了？
画眉死了，他不是今天刚被送过来的吗？怎么会死？是二皇子的小儿子干的，他逗弄画眉，还背着他的嘴喂水塞肚子，没一会儿画眉就死了，他可坏了。袁昭昭听得肺都要气炸了，捏紧小拳头，低着头就往胡同外走去。他怎么这么慢呢？一包枣瓜汤，值当去那么久。去，还要吃魏轩放的黄米烧麦，现在就要吃，快去！哎呦，小少爷，您这怎么不早说啊？这2个吃食是顺路的，早知道小的一并帮你买回来。主子的命令你敢不从？再多一句话，带爹爹回来打你板子！赶紧去！宫锦逸面色微冷，就在他们想离开的时候，前面的小奶团突然动了，直奔萧思勉而去，凌空前踢，一脚正中球门。萧思勉呵呵一声，捂着下身，面色狰狞地跪了下去。哼，就是你欺负人的代价！袁昭昭气得还想再给他一脚，不想胳膊突然被架起。你们干嘛？昭昭还没收拾够那个坏蛋，让我回去再给他来几脚。小家伙，你够勇了。那是，我刀哥的名头可不是吹的。闭嘴吧你，看不过远打几拳好了，谁要你踢他那里了？出去的时候不是你们说男孩子那里最脆弱，需要主脸保护吗？昭昭踢他最脆弱的地方，哪里不对？小君主，祝你好运。说完，大笑着转身离去。萧思勉玩死了小画眉，昭昭才动手的。猜到了。那为什么还生气？大不了下次昭昭踢轻一点。算了，让少妇大人给你讲吧。你最近老实点啊，不许再惹乱子，听见没？静堂里，爹爹，你说气不气人？昭昭到底错哪里了？乖，以后都跟在爹爹身边，头硬也需要保护。改日爹给你寻副软猬甲贴身穿着，好过挨闷棍或者套麻袋。还是爹爹好。爹爹，画眉死了，你得帮昭昭想想办法。泽言的爹娘在二皇子手里，昭昭得帮他找到。小奶团叽里咕噜一顿说，全然不知道破了一个多大的秘密。这个萧云真是狼子野心。宝宝，爹爹有事要去相府，你今晚没事的，昭昭睡爹爹后背上就好，不会耽误事儿的。先净手。嘿嘿，好吧好吧，昭昭知道，爹爹第二爱干净。为什么说爹爹第二爱干净？当然啦，爹爹第一肯定是爱宝宝呀。昭昭说的对不对？对不对？对，爹爹最爱宝宝。贤侄啊，这么晚了，你带小郡主来我府上，是有什么事吗？想了想，突然一急，难道是泽言在学院？魏相莫急，泽言无事，在学院好好的。是有件事，我认为还是要告诉你妥当。魏青兄和嫂嫂可能还活着。你说什么？阿青他们还活着？贤侄，我信任你的人品，欣赏你的才华，和你父亲更是至交。这些话，你从何说起？实不相瞒，是昭昭告诉我的。爹爹说的都是真的，昭昭亲耳听见的，是二皇子说的，说魏爷爷是他的一张什么底牌，有泽言的爹娘在他手里，不怕你不听话。那你看，这是偷听符，他们在那边，昭昭在这边听见，只可惜刚才听见藏人的地方就被曹夫子打断了，只听见秘密的画眉娘也被萧思勉给玩死了。你们走，今晚就当我没见过你们。回学院的马车上，听到这消息，魏爷爷不该高兴吗？怎么还把咱们赶出来了？魏相是在保护咱们，他两朝宰辅，心中自有成算，相信很快就会有行动了。最近一定要时刻听着动静，此事出不得差错。啊，昭昭明白的。你怎么想到对纳兰琛用激将法的？
云昭昭滋咪滋咪笑着，就是不答。南宫雁来了兴趣，你这什么坏表情？再不说，晚上故事不讲喽。说也行，不过爹爹不准生气。嘿，昭昭还是从爹爹你身上启发的呢，才会这一招的。对于恃才傲物的人，就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在院里你就跟当初爹爹你也一样，刚开始对昭昭爱答不理，最后还非要拐弯抹角的让昭昭叫爹一个道理。嘿嘿。敢说爹恃才傲物，今晚睡前故事取消。啊，不要啊！父皇说的不关昭昭的事。父皇，对不起啦，昭昭也是实话实说。同一片夜空下，摄政王府里，齐萧拿着兵书，突然打了个喷嚏。别是又惹祸了吧？哈哈，不能啊，王爷，放心吧，萧郡主都说了，如今手下兄弟过万，他也是需要形象的，而且功课也有大的长进，学院的奖状都发下来了。这倒是，待明日回来，让厨房多做点他爱吃的。哪知道他们主仆二人还是想得太乐观了。第二日一早，昭昭3次被宣上皇极殿，你有何感想呀？他这是给他留面子，没说弹劾一次。哪知道小崽子笑得见牙不见眼。回父皇，昭昭很荣幸。荣幸？摄政王，你不能因为朝阳郡主是你女儿就袒护她，她踢伤了我儿那处地方，这事必须给本皇子一个交代。那处是哪处呀？状告他人，连话都说不清楚吗？就是男子最脆弱之处，朝阳此举简直可恶至极。没错，昭昭以为是他身高差的问题，昭昭踢得太高了，其实按理解跳起来顶多踢到他膝盖而已。朝阳，你可知错？知错，下次动手前一定衡量对方实力强弱，面对强弱，昭昭会手下留情的。你们父女俩在这儿唱什么双簧？我四面平白无故受伤，怎能就一句知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能够。嘿，是他先踢下人的，口里不干不净的。昭昭路见不平，怎么会是无辜受伤？他是罪有应得。对，罪有应得的。昭昭为民除害。三爹，我也用了一个成语。乖宝聪明，谁说咱爹俩没文化？嘿，南宫雁尽收眼底，嘴角抽抽，俩二傻子也不看看场合。好啊，本皇子算看出来了，你们故意污蔑我儿，寻个借口就是针对我来的。行，本皇子这就去雍和宫外请父皇做主，我倒要看看这大钱还有没有王法。放肆！皇极殿隆威庄严之地，岂容二皇子你如此颠倒黑白？魏相，你上有天，下有地，你作为皇子，不仅不加以约束，还仗着身份要压人一头，去找皇上评理，此乃不君不孝。相爷息怒。是啊，皇上，身体为重，相爷说的对呀。萧云脸色铁青，直到早朝结束。二皇子府，二皇子消消气，犯不上跟那么个老家伙置气。你还敢说？哎呦，皇子，我也是没想到啊，那魏文向来不偏不倚，怎么突然就向着朝阳郡主说话了？那还用说，定是那老东西投靠了老六，算我高看他了，以为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原来不过一丘之迢。二皇子所言不错，摄政王、南宫府还有六王爷中间有个朝阳郡主做纽带，不光把云记收买了，如今连魏相也……二皇子，这口气难道就这么忍下？
放心，这老家伙既然找死，我就先拿他开刀。去，传我令，派人去城外西50里处的义庄，把地窖扒开，或宰杀，或割头。总之，我要卫青和他夫人2人死无全尸。是，二皇子啊。与此同时，上书房里，云昭昭一句一句把话学了出来。蚩尤，按照地址，先一步让西山大营的人过去，势必把人救下。是，王爷。待他走后，我去二皇子府打个掩护，那家伙心思重，别亲自跟去了。父亲定不喜欢魏相牵扯进楚军之争。见他们都走了，小崽子，你可以啊，现在有事都学会瞒着爹了。得，又吃醋了，爹爹小性子。快跟我们走，抱抱在下面。好在咱俩够瘦，不然还真坐不下了。小祖宗，你说的瘦是真的吗？好了，泽言，拽好我，咱们出发。京城以西50里是个义庄。阿青，我撑不住了，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心柔，别放弃，就算是为了泽言，我们也要活着。他今年也该5岁了，你不想见见他吗？还有那一日吗？贼人故意设计我们追押，把我们不明不白关了2年，这到底是为什么？放心，他定是让人送饭，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死。照我估计，是为了用我们的性命拿捏父亲。就在这时，在下赤瑶，摄政王特派我来相救二位，请不用害怕。卫青大惊，齐萧，你叫我如何信你？我们魏家和他素来无往，怎能凭你一句话就跟你走？那是以前，如今摄政王府和相府交往颇深，大人还是莫要多言了，赶紧走吧。爹娘，爸爸，我的眼睛又尿尿了。走吧，咱们回去找爹爹也要抱抱。小祖宗你抱吧，我可不敢。傍晚，相府里，爹，儿子不孝，让您担心了。好啊，回来就好。爹，孩儿愚笨，2年也没获悉贼人的身份，只认定是利用我们2人的性命拿捏您的朝中之人。刚开始还怀疑过摄政王，可今日……不用猜测，是二皇子萧允。爹，那他定是为了储君之位。魏文抬手，大概把这1年多的事交代了下。那摄政王呢？为什么是他来救我？是昭昭，是他救了爹和娘。昭昭是谁啊？昭昭就是昭阳郡主，摄政王亲自生的女儿。哦，不过也是南宫少妇亲自生的，6王爷亲自生的。说着说着，他也有些糊涂了。总之他是我大哥，天罡寨上万弟兄的老大，很厉害很厉害。好孩子，那改日把你大哥，我是说把昭阳郡主请来可好？这些不急，你们2人先养好身体再说。这些日子，学院那边就告假吧，让泽言好好陪陪你们。是，多谢爹。与此同时，摄政王府，爹爹，有你，昭昭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哼，你要是放下手里的羊腿，我就信你。好呀，放下不行，可以给爹爹吃一口。父女俩合伙啃了半只羊。今天肚子吃得饱饱，好饿，明天还要继续上学，好饿。骑上我心爱的小宝宝，他永远不会堵车。就这么开心啊？对呀，泽言的爹娘回来了，他再也不用难过，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就像昭昭一样，只要有爹爹在，昭昭就什么都不怕了。齐萧的心像一面鼓，被重重地敲了一下。看着小崽子，只觉得他愿意倾尽所有，换他此刻的无忧无虑。宝贝，想不想为你兄弟出口气，
痛痛快快的打场架呀。啊？爹爹，你的意思是？二皇子杀人不成，定然以为行迹败露，此时犹如惊弓之鸟，受再多气也只能……嘿嘿，昭昭明白了。邪恶小奶团1秒上线，所有的气都只能变成窝囊气。此时就是我刀哥、我兄弟两肋插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都死了，咱们的人一个都没活吗？对，全部一刀毙命，看样子不像是山贼的手法。离京城这么近，怎么可能是山贼？定是被魏相察觉了。坏了，我去义庄定然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二皇子，魏相可不是好对付的，要是闹到皇上那里，对我们势必不利，大事不妙啊！去把本皇子变了，这些日子不便上朝，快去！是啊，那属下先告退。鸿蒙学院里，说昨天去哪儿了？我听见你说抱抱，是不是带着魏泽言去抱抱玩去了？泽言呢？今天听夫子说，这阵子都请假不来了，发生什么事了？想知道？告诉你们一件事，泽言他爹娘根本没死。云昭昭说的活灵活现，小表情丰富又精彩。云昭昭，你不够义气，这么大的事竟然不叫我一起。你别这么说，再加上你抱抱身上能坐下吗？怎么不能？我兄弟都能坐下，我怎么坐不下？小爷去了还能帮忙呢。昭昭做得对，这件事事关重大，还是不要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的好。说得对，不过那个萧思敏实在太可恶了，害死画眉鸟，随意欺负人。他第二皇子还把泽言爹娘关在那种地方，害他们分开2年，哼，真是大坏蛋。你们没听说吗？这2个皇孙仗着二皇子的宠爱，在府里为所欲为。我也听爹说过，他们在宫中仗着有德妃撑腰，横行霸道，专门挑小太监、小宫女欺负，让他们大冬天跪雪地，简直没有天理。太监不是人，宫女不是人吗？他们也有爹娘，要是知道自己孩子被人这么欺负，不行，小爷要替天行道。虎蒙将军何在？在。今日傍晚，召集弟兄们在云翔大街口集合，我们要开黑啦。我负责准备麻袋、棍棒。准了。把账面上的钱拿出来，好酒好日的招待兄弟们，吃饱喝足再行动。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可太喜欢你了，这才是我认识的云昭昭，真行啊你。我也喜欢我自己。云翔大街口，皇孙的马车已经从宫门驶过来了，我提前带人引开了仆从，在车轴上动了手脚，一会儿他们保准骑车。做得好，一会儿你们别靠近，带兄弟们带附近把风就好。可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啊？他们毕竟是皇孙，出了事……放心吧，父皇说了，二皇子现在生气也只能是生窝囊气，二皇子现在生气也只能是生窝囊气，这亏呀他肯定吃定了。什么？就是摄政王出的主意？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不然让摄政王也认我成吗？今晚我就能搬过去。九门提督不打死你就行。昏暗中，切，娘的，今天真倒霉，马车还坏半路了。要不是怕挨雷，本皇孙说什么都不能下来。哥，你别气，一会儿回去把这事儿告诉爹，让他狠狠罚那个马夫，打他20板子，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出错。没错，还有那魏相，不知做了什么，把爹气成那样。改日咱们也该见见他孙子了。哥，你说那个矮冬瓜呀，瘦不拉几跟个病猫似的，我一脚就能让他见阎王。对，还有那个朝阳，再让我碰见他，绝对把他一脚1000倍还给。话没说完，萧思勉的天黑了。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敢给本皇孙倒麻袋，不想活了！2个烂人，今天刀哥出马，你们自身难保，还想害别人？嘿嘿，
祖父祖母，你们听昭昭给你们学，当时的情况那叫一个精彩，那叫一个痛快。就这样，我一个黑虎掏心，然后再一个后踢，尴尬的发现腿有些短，踢不到萧思敏的下巴。那然后呢？就这么放过他了？哪能啊，弟兄们都看着呢，腿不够，棍子来凑。我当即拿着棍子使出一记回马枪，那萧思晴捂着肚子就跪下了，痛到爆。嘿，昭昭这力道，祖父您放心。真棒，好啊，太好了。祖父祖母，你们猜这几个兄弟里面谁最黑？你们想都想不到。我猜是顾家那丫头，她爹是将军。未必，我觉得呀，是九门提督家那儿子。不，都猜错了。难道是虎萌萌？都错了，是子谦。我也没想到子谦竟懂学问，专到他俩痛的地方下手。他拿着棍子打的地方，萧思晴和萧晴勉叫的最大声，麻袋都被眼泪浸湿了呢。哈哈，不错，这孩子将来是个人物。对，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你们就惯他吧，大人也是能夸赞的是吗？祖父，爹爹兄昭昭。不会说话就别说，昭昭为民除害，哪里做的不对？我孙孙最棒了。嘿嘿，祖父也棒棒，祖母也棒棒，爹爹坏蛋。说谁坏蛋？是父王告诉昭昭的，现在二皇子只能受窝囊气，根本不管去皇爷那里告状，昭昭这才动手的。什么？摄政王这么宠孩子的吗？唉，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总之没被发现就好。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二皇子府里实在是岂有此理！你们两个蠢货，被打成这样，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我知道是云昭昭，一定是他。你可有证据？还有什么证据？那一身奶味，外加虎头鞋，京城里除了他，还有谁能这么嚣张？殿下，咱们这就去王府找摄政王讨个公道。讨个屁！他齐萧分明就是故意的，捏准卫青刚回家的时机，算准我不会找父皇把此事闹大。这亏摆明让我吞下的，还看不出来吗？爹，这气儿子忍不下。对，他踢的儿子好痛，那个地方现在还没知觉。萧远气得很了，眼睛充血，咬牙转身离开。瑞雪兆丰年，一场大雪骤然而至，给京城添了些年味。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新年快乐。小家伙，谁教你这么拜年的？不用人教啊，昭昭自己会啊。老爷爷，你收到昭昭的祝福了吗？有趣有趣，来人！仆从把压碎辟邪的钱袋子递过来，被他挥退。不要这个，去拿2个大金锭子来。小家伙，没猜错的话，你更喜欢这些吧？见云昭昭寒萌的点头。那你是打算融了打套金手镯，还是金钗环呢？都不啊，这些够换500担米，能熬粥、烙饼，供京城6旬以上孤寡老人吃10日的。最近京城街头的粥棚是你家开的？是昭昭的虎头帮开的，厨子来自天罡寨，听说祖上干过御厨。去，把称儿给我叫过来。谁没孙子似的？府门口，夫君，妾身已经尽力，可侄儿还是抵触我，连门都没让我进。纳兰冲连忙安慰：“你放心，你先等在外面，待我帮你出气。混账，竟然敢对你继母不敬，
不过是邀你去前厅待客，有何不对？你的君子涵养、教导礼义都学哪里去了？去，让孟雪把那孩子引上病，一切按照我的安排做。我知道，夫人您是为皇子妃和2个皇孙抱不平，可这么堂而皇之的在纳兰府动手，会不会太显眼？那摄政王的手段，那又怎样？一场意外，真追究起来也追不到我的头上。哼！再说，我纳兰家祖上助女帝打天下，手握丹书铁券，我就不信一个小女娃还真能让皇上降罪不成。行了，快去吧，我去换身衣服，一会儿过去。是，夫人。屋内，纳兰冲骂着，听门外脚步声渐远，这才停下。你怎么在这里？老爷，我也是来寻少爷的，老太爷那边还等着呢。那少爷呢？去哪儿了？老爷，您忘了，今日也是夫人的忌日，少爷定是去后院采白菊了。一会儿遇见少爷，千万别说我来过，也别提慕敏，省得他不高兴。是老爷。前院，孟雪，我好羡慕你啊！你姨母是纳兰府的继夫人，那琛公子就是你的表哥了，你岂不是天天能见到他？也不是，我又不是住在纳兰府，不过琛表哥确实对我很好。你就好了，我们只是远远见他一面就心满意足了。对啊，自从见到他，我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云昭昭挠着头，这一个个字分开他能明白，怎么合在一起他就搞不懂了呢？哎呦，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朝阳郡主吗？怎么还偷听人说话呀？你睁着2只眼睛喘气的，什么叫偷听？本郡主这是叫光明正大的听。好啊，既然是正大光明的听，不如你来帮帮这些姐姐，她们呀可烦恼了。听说你可是什么虎头帮的帮主，还不如你来帮帮忙解解惑。什么爱不爱的，我看就是闲的，上2天学就好了。谁帅了？你个小孩子，好不知羞。对啊，我们哪有？没有嘛。可刚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念念不忘，愿意溺死在他的眼里，这话不都是你们说的吗？好了好了，小郡主童言无忌，大家别多想。今日天气正好适合冰嬉，不如我们去湖面上玩吧。这可是皇家运动，他只会街头滑冰吧？怕是连真正的冰嬉是什么都不知道，别一会儿贻笑大方了。行，跟你们玩玩也行，不过得掏银子。这就是跟我玩的门槛，掏得起的，今天就跟你们赌一场冰嬉。几个女生望而却步。怎么，刚刚还让的花，一拿到钱就傻了？有本事就来。这是我的祖传之物，价值1000金，你可满意了？还成，水头舟上，勉强来一场吧。楚梦雪换上冰鞋，气得第一个滑去冰面。没一会儿，她收了动作。小郡主，该你了。急什么？昭昭的舞伴还没有来呢。只见袁昭昭挺胸抬头，滑进冰面，身后竟跟着2只天鹅。好好干，跳好了，把你们都寻回王府。这事儿昭昭有经验。是我错了，我也没想到冰面会裂开。算了，总归昭昭没事儿。大夫说你孙子怎么样？怎么还没醒？他从小总闹病，又挨了冻，怕是要起高热。总归昭昭说要等他醒了再走，不如咱们去前厅先用饭。吓都吓跑了，还吃什么饭呢？屋里7、8、9、10，哇，你是睫毛精吗？是不是跟骆驼一样，在沙漠里面也不会迷眼？就在这时，你是谁？刚刚从湖里面跟上来的吗？小鬼人莫要靠近，我不是跟来的，我是这个屋子的女主人，我生前就住在这儿，并非作恶。女主人，那不就是？
放心，功德之光靠近你会让你魂飞魄散的。我不过去，你别害怕，今天是你儿子救了我。他是个好孩子，是我没福气，多陪伴他几年。你放心吧，你儿子在国子监可是风云人物，君子料砺，谁能比得过他？蹴鞠也相当好，略胜我一筹吧。看不出来，小贵人你蹴鞠这么好。那是，不是我吹，那么多国子监的人都看着呢。我这头球感不是一般的好。小贵人性格真好。我告诉你哈，整日处在女人堆里就是这样。你是不知道他在外面有多夸张，那些女孩见到他都走不动道。昭昭以为是阴气过盛的缘故。你是不知道，你儿子牛气得很，跟他说话爱答不理的。根据昭昭分析，他极有可能是装的，故意引起那些女孩子的注意，都是套路。三爹爹早跟昭昭说过。他全然不知儿子在外竟是这样的。闷骚，你是说斯文内敛的人骨子里面其实狂热澎湃？好吧，昭昭又学到一个词，对，他就是闷骚。两人谈得尽兴，全没注意床上某人额角青筋凸起。等等，你是说你太过执着，所以迟迟没有投胎？是啊，他爹的花心我早看开了，若不是放不下真儿，我怎么会一直在这里？小贵人，怎么了？实话告诉你，鬼可以因为执念被困在人间，不愿意轮回，但从没听说过被困在一个地方走不出去，除非他中了四方煞。是何人要害我？我都已经死了，困着我对他有什么好处？身中四方煞，须得生前把鲜血给人，再用你的头发、死去的一块骨头作为献祭，这人必定和你入骨。今日正是你走后7年的忌日，这是要让你魂飞魄散啊！什么？木米，竟是他！亏我还把他当作闺中密友，感叹幸好是他嫁给老爷，还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原来他竟是害我们母子分别的罪魁祸首。是这样的，不过你别怕，我可以超度，让你进入轮回，只要赶在天黑之前，就还来得及。说着，他从布兜里掏出符纸，狠狠些把小手指放进嘴里，想咬破。那个昭昭怕痛，不过别担心，昭昭有办法。四方煞必须用血符破解，但没说非用他的。小奶团一转身，毫不犹豫地拽起床上人的手指，嘎吱一咬。没事的，他睡着了，不疼的。不，我不甘心就这么走了。还有琛儿，我放心不下，那女人一定还会害他的，我不能走。告诉我，我娘在哪？袁昭昭微怔，伸手指向墙角。娘，儿子大了，您放心离开便是，我一定会帮您报仇。末日黄昏不能再等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四方煞破。黄纸忽泛红光，顷刻间自燃成灰烬。屋内静默了很久。我总觉得娘没走，原来她真的一直在我身边。他刚刚问了你很多，他很关心你。是啊，我听见了。你跟他说我爱答不理，故意引起女孩注意。那个闷骚是你娘说的，可不是我。一个冷眼扫了过来。干嘛？你娘说的又不怨我，好心没好报，我理你了。他气鼓鼓地扎着头往前院走。朝阳，把手镯还我。愿赌服输，哪有回去的道理？昭昭还要用这个给风、小豆芽、爹奶奶他们每个人做一身新衣裳呢，这是我赢得的，不给。楚梦雪瞄向他身后的台阶，眼神一狠，当即伸出双手。电光火石之间，一声惨叫吓了云昭昭一跳。哇，他屁股上那个大脚印是你踢的？表哥，你怎么能帮外人欺负我？我的手臂好痛，快帮我叫大夫。谁是你表哥？少在这里乱认亲戚。纳兰琛眼神冰冷，回头看向一众呆傻的女孩。怎么，你们瞧见我欺负他了？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对，我们和他不熟。从多情公子成为过街老鼠，哈哈！哎呀，我的肚子，呵呵，笑死昭昭了，呵呵。小胖脸儿，也不看看为了谁，欠揍吧。你说谁吧？你再说一遍。叫声哥哥。我可去你的吧！我祖父是肃国公，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帮我出气。随你，别在这儿碍眼，赶紧滚！朝阳，你给我等着，我绝对不会放过！阿啾！大大的喷嚏弄了楚梦雪一脸，她崩溃的尖叫被远处来的婢女搀走了。昭昭不在，干嘛叫那么大声？这鼻音有些重了。半夜，确定没事吗？可是怎么还没退热呢？请二老放心，小郡主底子好，就是受凉引起的发热，已经吃过药了，后半夜应该就能退烧了。老头子，不行啊！昭昭一个劲儿喊爹爹，迷迷糊糊的，怎么也睡不踏实，这可怎么是好？可儿子不是在里面吗？宝宝乖，爹在这儿，睡一觉就好了，好不好？昭昭要爹爹，要爹爹，要爹爹！这不是烧糊涂了吧？都怪我不好，没能看好昭昭。现在说这些没用，昭昭先退热才行，不然你换个姿势抱抱。说了半天，南宫燕没反应。跟你说话呢，你愣什么神儿？来人，去摄政王府，叫摄政王速来一趟。很快，齐萧踏着夜色大步走进了院子。宝贝大乖，爹爹来了，不怕。奇迹发生了，刚刚还闹腾哭泣的小奶团缩在他怀里渐渐安静下来。外面风凉，今晚你便陪昭昭歇在这里吧。诚如大夫所说，后半夜云昭昭的烧终于退了。这时候你知道懊悔了，早干嘛了？那纳兰府藏污纳垢，小崽子又皮，你就没想过？不想，一贯高高在上眼神冷漠的某佛子扭头，微微牵动唇角。齐萧，真羡慕你。你说什么？羡慕我？南宫燕没再说话。你可知道昭昭为何这么依赖我？出上京那天，是你领了她回去。算是吧。但其实，我更需要她。小崽子来之前，我成宿夜不能寐，情绪不好的时候，狂躁的想杀人。后来，他似乎知道了，便日日缠着我一起睡，美其名曰昭昭离不开爹爹。哼，很贴心吧？想到那些日子，齐萧眼底有着化不开的温柔。他真的很懂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坚强又勇敢，就像在牛坞村，只睡羊圈也没关系，照样乐观开朗。他是个好孩子。有时候我真觉得他就是我亲生的，血脉里割舍不掉的感觉。不过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亏你还是号称智慧过人，这都不明白。小崽子灵性得很，睡觉更依赖我，但换别的事儿就未必了。要说了解，仨爹里面还真就齐萧粗中有细，更了解自家宝贝蛋儿又皮又聪明。多谢。半夜里，我好像听见慕容章的声音了，他来了。来了又走了，现在该是在大闹纳兰府。不枉小崽子叫他一声爹，还行。正要说什么，屋里有了动静，两人急忙推开门走了进来。乖，再吃一顿药，然后喝奶，好不好？不要，臭的，爹爹拿开。拿个屁走啊！大夫让喝，必须喝。爹爹棒，昭昭不喝呀。爹在，就苦一下，喝完立刻喝牛奶，好不好？那好吧。你呀你，
白天好好的，晚上等爹来接你，知道没？袁昭昭耍坏，故意一醒，鼻涕沾了齐萧一手。小崽子，你就皮吧，等你好了的。看他走远，臭爹就知道吓唬人，还是二爹好。慢着，不是昨天非要你父王哄睡的时候了，现在说我好，不觉得晚了吗？没有吧，昭昭一向很独立的，不是那么幼稚的人。我听你吹。爹爹欺负小孩，欺负昭昭。对了，爹爹，上次我离家出走，听说你们三个打架了，谁赢了？不分输赢。不会吧，三爹这么厉害吗？你这什么小表情，至于这么惊讶吗？你不是见过龙隐卫吗？萧荣章自小就被皇上丢进龙隐卫接受训练，这次打过，我能肯定他的身手在龙隐卫首领渊之上。哇，这么厉害，三爹真人不露相呀。进入吏部后，他像换了个人，几次官员变动都让朝臣挑不出一丝错，把二皇子在朝中的势力几乎湮灭，有几步棋下得堪称大智若愚。正说话间，这个纳兰府真是岂有此理，竟然早早销毁证据，把兵都凿了，还敢说不是蓄意伤害。本王的乖宝要是出了事儿，非拆了你们。话没说完，萧荣章跟屋里床头的小奶团脸对脸。乖宝，你醒了。啊，爹爹。宝，你受苦了。爹爹，昭昭可是我大罪了。二人同时出声，一个上前，一个飞扑，搂在了一起，抱头痛哭。你这么壮，从来到爹爹身边，还从没生过病。这帮纳兰狗贼，爹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定给你报仇。还有肃国公府的楚梦雪，他还想把昭昭推下台阶，幸亏我身手不错，力挽狂澜。萧荣章一听，眉头竖起。南宫雁，你那是什么表情？嘴角中风了？爹爹别气，刚才二爹还夸你呢，说你大什么若愚。当真？夸我像鱼一样，擅长隐在水下，隐藏实力。对，就是这个意思，昭昭也是这么认为。佛子咂舌，两人傻一窝去了。那啥，帮本王安排个房间，今日外边冷，我就不带昭昭来回折腾了，在这儿歇一晚。不行啊，三爹，昭昭晚上要回王府和父皇说好了。好吧，那白天归我，谁也别跟我抢。傍晚，爹爹，你实话实说，昭昭最近棒不棒？功课学得好不好？是不错，你想干嘛？让昭昭进国子监好不好？我肯定能混得风生水起，再给你拿一个蹴鞠第一，然后一路长虹，所向披靡。成语学得不错，后面就不用说了。不干嘛，鸿蒙学堂无趣了，国子监更有意思。昭昭要去那里，就要去那里。是不是在帮你把赵景成、顾青青他们几个也弄进去，就更好了？当真？你个头！齐萧来的时候，南宫雁毫不犹豫把二皮脸的胖崽子抱了过去，顺带坑了某个老六一把。萧荣章让他吃了1屉肉包、2盒奶提子、3串臭豆腐，外加4壶奶。当他是猪吗？哪个混账叫他这么养孩子的？皇上说的，你去面圣吧。过了几日，嘿嘿，好舒服，终于能出屋玩啦。这次的病估计吓到爹爹们了，说什么都不让他去学院，也不让他出屋子。也不知道纳兰府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纳兰探说他有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小祖宗，先别想那些了，王府来客人了。谁呀？是不是青青他们来看我了？话音刚落，外面几个小孩子欢快地跑了过来。好啊，亏小姨还那么担心你，原来你在家享受着呢。哎，你这摇篮不错啊。哎，
下来让我试试。这个奶提子好吃，还有这个枣糕也软糯香甜。我最喜欢来这儿玩了。先前昭昭你生辰的时候，我还没玩够呢。那个昭昭，我爹娘来了，他们想感谢你，现在就在前厅。那昭昭去就来，你们等等我呀。前厅，叔叔爷爷好，我是昭昭。昭昭，真是多谢你，让我们一家团聚。要不是你，我们一家此刻恐怕……今天是好日子，夫人别说那些难过的事儿了。叔叔感谢昭昭，特意带礼物来了，希望昭昭能喜欢。既然是叔叔阿姨的心意，那昭昭就收下了。晚上待父皇回来，昭昭和他一起拆礼物。此刻就这样，没有腿，浑身湿淋淋的缩在墙边，根本不让我靠近。这世上真的有鬼啊！有啊，奶奶死了以后，就在我床头待过一晚，让我千万别尿炕，说她儿媳，也就是我娘肯定能扇烂我屁股，所以你就再也不尿床啦？不啊，所以我就真的被我娘扇烂了屁股，奶奶不会骗我。难怪我听说最近纳兰府闹鬼，弄得家宅不宁，甚至还想请道士去做法呢。对，我也听说了。不能啊，那鬼已经被他用超度送去轮回了。不行，改日要去纳兰府才行，毕竟他娘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帮他，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哎，昭昭，你带我去，如果去不了，我会吃不下睡不着，会饿成皮包骨，像泽言那样，会饿得头晕眼花，考试拿0的，像赵虎那样会饿得手软脚软，手无缚鸡之力，像子谦那样会饿得黢黑的，像青青那样，你忍心看我变成那样吗？兄弟，你是会得罪人的，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呢？不想活呀？真的，昭昭，我辈儿侠肝义胆，怎能放穆敏这种妖孽为祸人间？你让我去吧，我一定收了他，让他露出真面目。让我去！是要去死吗？让我们送你一程好了。敢说我搞零蛋，敢说我皮包骨，敢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哼！兄弟们还等什么？那个有话好说啊，都是文化人。话没说完，拳头四面八方朝他挥来。昏睡1日1夜后，终在云昭昭良心发现下，获得了纳兰府1夜游。他真是九门提督家的儿子，怎么这么没吃相？你当小爷想吃啊？这都是为了给你帮忙，知道吗？没有力气怎么帮你抓鬼啊？谁让你抓鬼了？是让你扮鬼。我扮成鬼？我把你给的符纸贴在床下，让那个女人住了进去。果然，她疑心生暗鬼，最近神叨叨，非闹着做法事。四方煞只能把死去的人困在他生前最眷恋的地方，那个坏女人恐怕也不知道你娘就在那里。我给你的符是道化的安眠符，她这些日子必定是没有睡好一个整觉，也是时候收网了。什么四方煞，什么安眠符，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是啊，我打人也挺厉害，要不要试试？哎呀，小爷怕你啊！也就是我没去国子监，不然还能让你出了风头。改日让我兄弟的爹把我转进去，非跟你比划比划不成。要论赵景成的嘴是真快也真欠揍，自己人，千万别误伤，一切为了完事的行动。冬日天黑的都早。哇，兄弟，给我换个任务，我不要跟这家伙在一块儿。况且为什么不是他扮女人？他个子高，露出手脚不就露馅了吗？好了，别说了，人来了，都躲好。赫赫洋洋，日出东方，欲救者死，逆救者亡。凤母北地，力斩不降，四方鬼门开。一阵阴风时过，参见北帝大人，请差遣。说起这位北帝，那可厉害了，又称玄天上帝北真君。嘿嘿，借用你名头一样，莫怪。去吓唬后面那个女人，注意点分寸，别吓死了。是，北帝。夫人何必如此执拗？
换个屋子，兴许就能睡好了。不，绝不！这里是纳兰家主母的房间，她无宣师睡的，我自然也睡的。可老爷已经好多天没跟你同房了，他似乎也觉得这儿阴邪，哼，他那是心虚，愧对纳兰琛的娘，所以不敢来。行了，你去吧，明天一早记得早早在府门口迎做法事的道士。是，夫人。穆敏踏进房门。宣师，风水轮流转，曾经你拥有的一切，如今都属于我了。哪怕死后，你都得被我用煞镇着，无法投胎。现如今，你恐怕早就魂飞魄散了吧？你多可笑啊！正仰笑间，穆敏脖颈窜上一股阴寒之气，好像背着个人在身上。滚开，滚开！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缠着我？我是谁，你还不清楚吗？赫敏，我回来找你来啦！不可能！那个道士告诉我7年忌日，就是你魂飞魄散之时，你怎么可能还在府里？那你就是承认了，承认是你害的我，还用煞困住我，对不对？是又如何？我和你从小交好，本可以做一辈子朋友，你偏要加入纳兰家，成为世家祖母，让人背后说我高攀你，不配和你做朋友。你虚伪自私，活该有此下场。莫敏，我被你四风煞困在水里，你眼睁睁看着那个小女孩落水，连同我儿子一同掉进冰湖里。我想问你，这是不是都是你设计好的，想要我儿子的性命？没有，我没有害你儿子，是我二妹让我惩治朝阳，我还没有对你儿子动手，是他自己跳进去的。混账！这就是你找的女人，我纳兰府未来的族长夫人。门被推开，乌泱泱一片都是人。贱人，你可对得起我？原来宣师竟是你害死的。来人，把这佛口蛇心的毒妇废了4只，押去大理寺。滚开，都滚开！我二妹是皇子妃，我三妹是肃国公副长媳，你们要是动了我，他们定然不会放过纳兰家。纳兰轩冷笑，正欲说话，突然呕的一声，一堆呕吐物从房梁上吐下，全盖在了穆敏的脑袋上。哼，小爷厉害吧？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把这个坏女人拿下了。我就说嘛，吃多了有用，你们还不信？一场惊天血案以滑稽收场。殿下，怎么办？我家会不会出事啊？我姐姐会不会被砍头？该死的！你还敢问？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搞出这事儿。殿下，我也是为了琪儿、敏儿才一时糊涂，而且我只是让我姐姐教训她，并没有说要朝阳的命啊。不好了，殿下，穆家老爷被下了诏狱，肃国公府的穆家3小姐也一并进去了。什么？这关爹和三妹什么事啊？而且怎么会是诏狱？不该是大理寺吗？是摄政王，他要主理这件案子。我回来的时候，太傅家的马车还有6王爷都往那儿去了。大内禁军突然层层包围上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子妃伙同纳兰府穆敏暗害朝阳郡主，证据确凿，不容狡辩，即刻送入诏狱。皇子府其他人等，待审清之前，不得出府，违者同罪论处。穆言直接被上了枷锁，带走了。父皇，我何故啊！他的双目渐渐充血，忽然间一口血喷了出来，旋即翻眼晕了过去。穆家被定了罪，穆敏于菜市口被砍头。至于穆家和肃国公府一干人等皆被打入奴籍。楚梦雪听说出诏狱的时候已然没了性命。爹爹，左边这些是泽言爹娘送的，
右边的是天罡寨兄弟们送的，还有中间的是虎头帮大家伙送的。嘿嘿，昭昭专门等你来一起拆呢。小奶图说完，迫不及待地先拆了一个，惊喜地拍手。哇，是泽源爹娘送的琥珀石，里面还有个蜻蜓呢，好好看。齐萧笑着把她搂在怀里，跟她一起拆着，父女俩其乐融融，不时开怀大笑。就在云昭昭又去抱来一堆的时候，王爷，属下有急事禀报。爹继续就来，你先玩。好，昭昭等着爹爹。书房里，王爷，齐国探子传信儿，老皇帝病重，睿亲王齐顺集结兵马在帝城附近，看样子是想要逼宫了。他等不及了。出了什么事了吗？爹爹怎么这副表情？没事儿，爹去给你拿牛奶了。哇，不会吧？爹爹刚刚发财去了吗？还是皇爷爷给你涨俸禄了？昭昭的好日子就这么突如其来的来啦？你呀，当心真吃成个小猪，胖得不像样，爹就不要你了。爹爹才不会，爹爹说过永远都不会离开昭昭。一句话让齐萧红了眼。万一，爹是说，万一有一天爹不在你身边，有必须办的事情要离开，你要怎么？小崽子才4岁，他不知多久能回来，再回来他还会认识自己吗？还会这么依赖他吗？还会不会抱着他的手臂说着跟他天下第一最最好？还会认他这个爹吗？齐萧心里乱极了。没关系呀，昭昭会去找你，昭昭还要给爹爹养老呢。宝贝，你刚刚说什么？爹爹，你可不要太惊讶哦！当当当！说话间，他打开箱子，竟有10余万两。嘿嘿，这些都是兄弟们孝敬我的，虽然年后还要补贴一些给帮里，但其余的昭昭都存起来，给爹爹养老。夫子说了，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昭昭有3个弟弟，所以要多多挣钱。怎么样，爹爹你高兴吗？爹高兴，爹高兴。太傅府外，你这是？小崽子交给你，在我回来接他之前，照顾好他。你这是要离开？去哪里？要多久？齐萧盯着他片刻，缓缓摘去脸上的半块面具。传闻你这脸在作战时伤到，饥渴见骨，为何会？是小崽子送我的生辰礼物。实话告诉你，这伤是本王自己用刀刮的。南宫子眼，你这么聪明，不如来猜猜本王的身份吧。无家无室，孤身一人，16岁上京，18岁一举中了5状元，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你是齐国大皇子齐尊。见他缓缓笑开，你好大的胆子！我就当你夸我了。齐萧丝毫不惧，傲然背手而立。要说之前未必没有吞并天下的想法，但是现在，总之齐国老皇帝病重，我必须回去一趟。我请你带好昭昭。一个请字珍重万千。你可想过，齐国皇帝病重，极有可能是齐顺故意放出的假消息？7成吧。那你还……南宫雁恍然道：你是为了昭昭，你想去查探云洛瑶的下落？提到这个名字，齐萧目色晦暗。他一日不除，对昭昭都是个威胁。还有，了然说的深允道消，有我在，绝对不会让它发生。最后看了一眼女儿，齐萧纵马而行，和赤瑶2人朝城门方向而去。某个小猪睡得香甜，魂玩了几天后，慢慢察觉不对劲儿了。翌日傍晚，云昭昭闹腾着非要回王府，南宫雁没法子，又不能一直瞒着他，这才告诉他真相。别过来，这是昭昭最后的倔强。过了半晌，爹爹骗我，爹爹说好不会离开昭昭的。乖啊，宝宝，他又不是不回来了，
别哭了好吗？可七国很危险，爹爹说过大家为什么还要去？还有昭昭的平安符他也没有带上呢。正哭的时候，少妇大人，不好了，皇后驾崩了，说是中毒而亡，六王爷被抓进大理寺了。什么？说详细些，到底怎么回事？说六王爷下毒，有证据吗？是皇后身边的嬷嬷亲眼所见，说皇后喝了六王爷带去的参汤后就身体不适，很快就吐血身亡了。据太医查验，是鸩毒无疑。第二天一早，王爷，雍和宫那里没有半点消息透出来，看来皇上是真动怒了。皇后都死了，老头子生气也是正常。王爷，属下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解释？这极有可能是二皇子他。有证据吗？是，刀哥。父皇走了，爹爹你也玩完了，昭昭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难过吗？别胡说，什么玩完了？你爹我好着呢。爹爹，什么是江湖啊？问这个做什么？是这样的，丐帮现在已经完全归顺骨头帮了，加上天罡寨，他们说江湖上第一、第二两个大帮派都臣服于我，说昭昭完全可以做什么武林帮主，在江湖上横着走。说完还嘟囔着：“昭昭又不是螃蟹，横着走干嘛呀？”就是说，乖宝你厉害的意思，夸你呢。狱卒们听得诧异。不可能吧？可刚刚那些乞丐不像假的，天罡寨的事儿之前不也听说了吗？欲让其亡，必使其狂，急什么？主子身份贵重，这环境实在糟糕，要不属下……里面再没传来任何声音。过了不知多久，见过六王爷了，咱这地牢没甚油水，只能委屈您今儿早喝点米粥了。老二派你们来的吧？六王爷，走进这里的就没有一个能再出去的，你还是认清现状的好。对呀，不如求求二皇子，我们未来的太子爷让他放你一马，这样也能在死前活得舒服一些呀。爹爹，昭昭来啦！周从，你敢伤了他，本王现在就出去弄死你。兄弟们，门口等着我就行，别打扰人家工作，咱们都是有素质的人。是，帮主。爹爹，吃了它。萧荣章问都不问，直接塞进了口里。怪甜的。甜吧，昭昭也尝过，这是个丐帮9代长老给的解药，说是把这药粉撒一撒，闻到的人顷刻毙命，叫什么断魂散。不过昭昭不愿伤人性命，还是算了吧。爹爹，今晚子时天罡寨外号叫穿山铁子的兄弟要从城外挖的地洞，他说要帮我救你出去。还有外号掏心挖肺的大恶人徐天也自告奋勇要帮昭昭救你。说着，一副后知后觉的小模样，回头客气地说道：“请先出去一下好吗？昭昭有重要的事情和爹爹说。”嘿嘿，小郡主说笑的吧？那个徐天不是我想的那个徐天吧？难道还有别的徐天？我不知道啊。我说的是天罡寨恶人谷里的4大恶人之首，眉心有颗黑痣，瞎了一只眼的那个徐天啊。老大，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就是呀，那徐天再是恶人，能有官府厉害吗？你们懂个屁！忘了我跟你们说我老家那个村上百口的人是怎么死的了？还等着干嘛？还不快给王爷和小郡主看茶！1刻钟后，这边还没有看见还有灰尘吗？还有烛台，多拿几个，这里多暗看不到吗？说着，哼，我爹爹只吃得惯宣威坊的餐食，穿惯云锦阁的衣物，你们再敢拿这些来糊弄，可别怪我不客气。
好，小郡主息怒，就当我们几个孝敬六王爷了，定伺候好了。这还差不多。哎，怎么停了？别偷懒，赶紧干活。远在大前百里外的山道上，王爷，您这是想小郡主了？哼，小崽子孝顺，攒了1箱子金银，说要给本王养老。小郡主心里时刻惦记王爷，真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啊。说到这儿，齐萧目色深邃，解下面具后直接丢下了山。王爷，您这是？既然回来了，也无需再掩藏，早日结束这里，本王还要回去接小崽子下学呢。走了。与此同时，齐国瑞亲王府，本王的王府可不养闲人，你自告奋勇为本王献计献策，说齐萧不日会来齐国，还让本王把病重的父皇对外说成马上就要病天的样子。可现在呢？王爷，我真的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真的，求你不要把我贩卖，留下我一定有用的，真的。你记住，你只是个假货，若不是本王收留你，你现在早就流落街头，被野狗啃噬了。本王从不留无用之人，再给你3日，若是齐萧还不出现在齐国，我就砍你手足，送回大前，当做两国交好的筹码。你想想，你的下场会是如何？齐顺走后，云昭昭，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要你死，要你死！就袁昭昭坐在床头，好啊，今天近视狼牙棒打得不够用力，明天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哇，好暖，三爹爹在牢房也有新被子盖，昭昭可以安心睡个好觉啦。爹吃醋了，宝宝要怎么办？爹爹不吃醋，爹爹在昭昭心里有这么高，这么高，是3个爹爹里面最厉害的。净胡说，明明差不多高，怎么会是爹爹最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然是爹爹你最高，咱家属你最有文化。正要哄睡，突然瞅见小鞋子下有个黄色的小三角，是符咒。这个还有用吗？袁昭昭困倦地揉揉眼，拿过来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那边说话。公主，您怀着身孕，莫言动了胎气。李光启他简直混账，真当本公主离不开他了是吧？惹急了我，把老儿对皇后做的那些事抖了出来，看父皇怎么处置他们。桂兰，把这地笼再撤一个，热得本宫烦闷，根本睡不着。哎呀，公主不可啊，大夫说过，孕期要额外注意，千万不能沾染寒凉。您晚上就吃过1小盘冰葡萄了，怎么还能把地笼撤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胸闷烦躁，恨不得把这个孩子从肚子剖出来才好。哎呀，公主可不敢再说那些不吉利的话。走，也是时候该尽尽孝道，去看看我那老不死的婆婆了。哎，公主明早去吧，今晚该是2老爷、3老爷在那里侍候，说是年后就走，前半夜后半夜轮流看顾，想多尽尽孝道。侯府2老爷云霄、3老爷云雷和云骥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桂兰，来，帮我上妆，总归睡不着，本宫也去尽尽孝道，看看婆母吧。第2天去狱中，把一切都告诉了他3爹。你们还在呀？糟糕，秘密又被你们听去了，不让昭昭就先下手。求王爷郡主饶命，小的们真不知道2皇子竟然才是害死皇后的真凶啊！是啊，求6王爷开恩，小的们愿意将功补过，千万别杀我们呐！将功补过，说的好听，一个个软脚虾似的，还没有昭昭有力气。昨天买来的灌汤包少了一个都不知道，可见脑子也不好使。哼！赶紧滚，看着就烦。好好玩，一个个傻不拉几的。去，帮爹给小婉带个信儿。龙抬头那天，爹还等着看你舞龙放烟花呢。
嘿嘿，昭昭还以为爹爹喜欢这里，不想出去了呢。哎呀，倒反天罡，还敢笑你爹我？你过来，看爹不揍你屁股。嘿嘿，本来就是嘛。凤仪宫殿内，小昭昭，本宫感念你治好了真儿的腿，但这件事儿是我和萧荣章的事儿，你最好还是离远些，别被崩一身血。母亲，你当心吓到他。三爹爹说了，让昭昭带句话，说长公主你莫要被仇恨蒙蔽双眼，你也该仔细想想，究竟在后宫之中，谁才是最恨皇后娘娘的人？昭昭的爹爹们都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大好人，昭昭相信三爹，绝对不是害死皇后娘娘的凶手。翌日清晨，怎么回事？你不是离开京城了吗？怎么还在这里？娘娘，您大发慈悲，再给些银两吧。二皇子给的都被我那赌棍的儿子搜刮了去，我实在是没有钱回外地啊。行了，你为本宫办事，自然不会亏待你。待允儿当上太子，我重新掌管后宫，再把你接回来也不迟。记住，下毒陷害六王爷的事情烂在肚子里，若是传出去，本宫拔了你的舌头。话音刚落，萧婉目眦欲裂站在那里，一刀捅在了德妃的肩胛。好你个毒妇，害死我母后！我要杀了你，为我母后报仇！长公主，奴才都按照您说的做了，老奴死有余辜，但请公主放过儿子吧，求您了。你做梦！你这个忘恩负义、背叛主子的狗奴才！我要把你和你儿子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来，以为我母后在天之灵。来人，把他们都押去雍和宫，请父皇定夺。是，长公主。萧元帝随即一道圣旨，褫夺萧允皇子身份，用龙扎刀于街头斩杀孙嫔母子以及皇子府上下一干人等上百人，以平息天怒。至于所勾结的朋党，一律处死，诛三族，抄家乱处。侯府在第4大街西边，莫低头，绿帽会掉；莫哭泣，奸夫会笑。袁纪赫然间血气上涌，面颊烫红。你干嘛走路不长眼，往我头上转？别人也就算了，你怎么也穿一身绿？我可是你……爹字还没说完，后面一人走了过来，正是今早刚被立为太子的六王爷。是什么呀？说出来让本太子听听，不是又想乱攀亲戚吧？不，臣不敢。他肩膀塌下，似一只战败后被啄掉一身毛的公鸡，颓然的离去。多谢道哥的衣服，我们都喜欢。对啊，这个绿色很特别，娘说总穿红色也该换换新花样，让我谢谢你呢。什么？竟然是他让人做的衣服？大家不用客气哈，昭昭再教你们一句歌谣，听好了哈。绿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好啦，去吧，唱起来。这个月咱们虎头帮的宣传歌谣就是这个啦。一群小孩领了命令，笑哈哈的跑开了。乖宝，不是爹夸你，真黑呀，真行。自然啦，昭昭在这方面尽得二爹真传，不是吹的。南宫雁，萧荣长仔细想想，妈呀，还真是，那家伙面相太具有欺骗性。走，乖宝，爹带你看舞龙舞狮去。好耶，爹爹快去，昭昭看见了，就在前面呢。入夜，太傅府。今日不是玩累了吗？这么晚怎么还不睡？昭昭要给父皇写信，一会儿就睡。不会又是一些猪猪图吧？福子垂目一看，好吧，果然不出所料。海东青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啊？爹爹，青青不听话，我不过是让他多闻了几双鞋子、几个裤兜还有汗衫，他就不乐意了。闻一个就好，闻那么多干什么？当然要多闻啊！父皇去齐国那么远，万一没有把昭昭的信送到他手上怎么办？明早出发前要再闻一遍，这样昭昭才能放心。一日一早，
轻轻听话，记住这个味道，这样父皇才能尽快给我回信，知道吗？他飞走的时候，南宫雁有些担忧地看着他，飞得这么无力，别弄巧成拙，半路被人抓去吃了吧。日复一日，袁昭昭趴在窗沿下，期待着齐萧的回信。只可惜，直到冰雪消融，院子里的海棠花盛开，都没有回信。而军中渐渐谣言四起。既然摄政王封官挂印，那我们也就不必天天训练了，干嘛整得好像要马上上战场一样啊？放你妈的屁！摄政王何时封官挂印了？皇上都不说这话，你们说的吗？顾将军也不必如此疾言厉色，兄弟们有所怀疑也是正常。摄政王要是真的没事儿，为什么不再来军营？也没听说他出去公干呀。对啊，不然顾将军你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王琼吧？摄政王在战场上救过你，如今他不过离开数日，你便等不及想出头了？我不过是想要个公平晋升的机会。韩烨得摄政王青睐，一路提拔，从军师升任中郎将，现在更是兵部侍郎。我们也是战场上和摄政王拼杀过的将士，凭什么比他差了？你们这帮人，摄政王在的时候怎么不说？说白了，还不是没胆，作何拿韩军师说话？对啊，你们就是没胆。两方人叫嚣着，眼看要动手。不许打架，不然父皇回来，昭昭定让他打你的屁股。参见朝阳郡主。怎么把小郡主带军营来了？跟摄政王一个脾气，你觉得我拦得住？说完正色起来，看向王琼。你似乎对我很有意见，我承认我武力不如你，但战场上光凭勇猛，怕是很难取胜吧？大家看看，瞅瞅，当了兵部侍郎就是不一样。我今天反正也豁出去了。没错，韩烨，我就是不服你，怎样？咦，你牙上还有菜叶子呢。小郡主，这是军队的事儿，你不懂，还是回去乖乖上学吧。哼，我不懂，我懂得比你多得多好吗？不用韩叔叔出马，我一招就能制服你，你信不信？哎呦，哈哈哈哈哈！小郡主，牛皮都让你吹破了。你，对，就是你，王琼是吧？光说不练假把式，比比不就知道啦？哈哈，小郡主，可别是让我跟你比捉蛐蛐、和泥巴。要是那些，在下此刻就认输，行不？季子阳年轻气盛，看不惯他们。欺负小孩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和我单挑！不错，是把好枪。小郡主也懂兵器？自然，刀枪剑耙，斧钺钩钗，昭昭。众人惊愕，竖起耳朵。昭昭一样都没摸过，不过昭昭见的可就多了，一眼就能分出好坏。你这重8斤6两，用的是冷钢锻造，比一般的枪要更加锋利，也要更韧一些。没错，小郡主你真知道啊。小郡主，既然你真有本事，就拿出来让我服你。到底怎么比？行军作战，无外乎兵法，成功，文斗武斗都来，你行吗？行军台上，沟壑纵横。开始吧。共出3题，抢答为先。顾况清清嗓子，哼，此乃破军岭和铁石峡交汇的一处峡谷，若是敌军来此，用何计谋取胜？自然是占领高地，用山石击落，乃为上策。切，你想要得到的，敌军自然也想得到，这算哪门子上策？难道小郡主还有高见？问题中的敌人有无投降的可能？
穷凶极恶，即便生擒，也要阵前祭旗，告慰死去的百姓。这里我会把铁石峡的水闸放开。小郡主，你要倾泻山洪？对，以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以最小的代价震慑敌军。第一题，小郡主胜。小郡主不愧是王爷的血脉，这份魄力无人能及。多谢大家。那更方便了，泼水成冰，敌军马匹打滑，只能束手就擒。小郡主答的有疏漏，万一天寒地冻，铁石峡的水结冰了，你待如何？那更方便了，泼水成冰，敌军马匹打滑，只能束手就擒啦。第二题，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军心。正所谓军心涣散，溃败千里，天时地利人和都抵不过将士们团结一心。哇哦，答错啦！小郡主，你可别不懂装懂，大家说说是不是呀？没错，要是出了奸细或者军心不振，这可是兵家大忌。对呀，没错，军心最重要。非也，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是粮草才是最重要的。没错，小郡主说得对。俺早就说过，俺们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小郡主，你懂俺们？简直荒唐！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都知道军心比粮草更重要。哼，你才荒唐！没有粮草，将士们哪来的体力？没有粮草，马儿哪来的体力？3日5日能撑得住，那10多日半个月，粮草不济，人都要饿晕了，还谈军心，不是太可笑了吗？小郡主，今天中午红烧肉、铁锅焖面，你可一定别走呀！不走，绝对不走。此题平。接下来最后一题，旷野中黑压压的士兵如潮水般涌来，箭矢凌空乱飞，我军人数不如敌军多，且有人质在敌军手中，此时该如何？自然是保存实力，暂且后退。若是敌军斩杀战俘呢？为国捐躯，死而后已，保存实力，以待来日为兄弟报仇。一群刚刚还拥护他的人不说话了。你们，我难道说的不对？亏你大言不惭，说能力堪比我韩叔叔，看到了吧？兄弟们都不愿意把后背交给您了。你真当了军师，并不是能有人如何？你觉得你能团结军心吗？好，那你说，你会如何？以卵击石，和敌军拼杀吗？昭昭只知道将士们家中有惦念他们的爹爹娘亲、家人朋友，他们可以死在战场上，但不能死得没有价值。爹爹说过，绝地反击未必不能以少胜多，杀出一条血路，哪怕最后战死，也要把血洒在敌人的国土上。好啊，小郡主，我等服了。说得太好了，小郡主不愧是我们摄政王的女儿，好样的！我没记错，王爷救你的那场战役，也是以少胜多吧？好，我承认这3题我没小郡主答得出彩，可战场就是战场，这些终究是纸上谈兵，我还是不服。麻烦帮昭昭拿根和身高匹配的长棍。小郡主，你还真要跟他比啊？说好了一招制敌，今天我就让他见识见识。王琼，你下手别太重了，别伤到小郡主。小郡主，这样吧，你先出招，咱们3招之内定胜负如何？袁昭昭摆开架势，拿着棍子走到他后面，选好角度，大喝一声：护国寺秘技，千年杀！话音刚落，成人2指粗细的棍子直冲王琼臀部而去。只见王琼眼歪嘴斜，捂着屁股倒在地上。
第二日，鸿蒙学院，喂，兄弟，你是咋做到闷声干大事的？外面把你传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传我什么？哎，昭昭，人家都说切磋专攻上3路下3路，可从来没听说过前后还各有1路，这秘籍是不是太狠了？什么1路3路的？云昭昭满头雾水。季子谦忍笑过来，在他耳边悄声道：就是这样，从萧思勉被踢的事传开后，再到昨日你从后面出招，大家都在讨论呢。嗨，原来是这样啊！云昭昭不以为意，不过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虽然无意江湖，但江湖上仍有我的传说，这很正常啊。大哥，把护国寺秘籍传给我吧，我一定发扬光大，扬你威名。昭昭，我也想学，爹娘要给我请师傅，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你厉害。没错，其实我爹跟我学的时候，我就佩服的不行。昭昭，真有你的！哎，兄弟，这辈子我都不想离开你，你一定别抛下我。行，你别激动。哎呀，讨厌了，这么说人家。昭昭，你是太子殿下唯一的子嗣，将来没准能当女帝呢。不然你就让他进宫当太监，这样可不就一辈子不分开了？好像也不错耶！我要是当皇帝，就封虎蒙大将军，让他为国争光。臣领命。还有子谦，有他在，国库必然充盈。我要让他当3司使，当大秦的内相。季子谦脸上挂笑，看样子很是满意。至于泽言，他要是再勇敢一些，以他的谋略堪当丞相。我呢，昭昭，还有我。你会是大潜第1位女将军，和虎嬷嬷是我的左膀右臂。昭昭，我一定可以的。我呢，他们都做将军丞相了，我是你最好的铁兄弟，封我做什么？你这官职可不得了，他们都归你管。什么？还有比丞相、将军更大的官？难道是摄政？大内总管，他们进了宫都归你管。还是个太监，哎，我的肚子，快救救我！赵景成崩溃。主神，又是想你的一天，早上好呀！云昭昭幸福的快要飞起来，正大快朵颐的时候，却被下朝赶来的南宫燕提溜走了。哎，对，少妇大人，胖昭飘了，好好教训他，千万别跟我客气。干嘛？昭昭又做错了什么嘛？连早饭也不让吃完。云昭昭，爹上回怎么跟你说的？男孩子的那个地方，你怎么还……没有呀，昭昭记得的，男孩子最脆弱的地方不能提。昭昭这次用棍子戳的后面。后面就能用棍子戳了吗？这个皮崽子！哼，是那个王求仙闹事的，还说父皇封官挂印，再也不会回来了。昭昭只想给他一个教训，怎么了嘛？罚你面壁思过。哼，二爹不疼我了，现在一点都不温柔了，总是凶昭昭。明明是王求那些人太过分了嘛！昭昭恨不得变成章鱼，一次戳8个人呢，就戳他一下，算便宜他了呢。哼！南宫燕被可爱到忍了又忍，实在没忍住，轻笑了一声。嘿嘿，爹爹刚刚笑了，就代表不生气了吧？谁说爹笑了？就是嘛，昭昭刚刚都看见了的。嘿嘿，爹爹还不承认。没办法呀，刚处理完2皇子，军营又出事，凤凰和三爹就是这么不省心，一个比一个会搞事情。哪像爹爹你呀，这么让昭昭省心。你呀，古灵精怪的，一天天就知道耍宝，连爹爹都敢拿来开玩笑了。本来就是嘛，爹爹你最好了，昭昭最喜欢你了。翌日傍晚，子言，你葛伯伯家的香儿妹妹忘了？你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呢。是吗？不记得了。那个小妹也在鸿蒙学院丙班，名叫葛兰儿，不知子眼哥哥是否见过？
南宫燕眼神微沉，正要说话，门口一个肉仔仔跳了进来。小郡主，你吓到我了。宝宝，你怎么没去太子那里？回来怎么没让人打声招呼？爹去接你。昭昭啊，来吃鸡腿儿。放学饿了吧？没闹脾气，没说离家出走，甚至没多看饭桌一眼。不对，这很不对。宝宝，你没事吧？没事呀，昭昭能有什么事？刚刚那位葛员外郎是你祖父年轻时候的同窗，今日带女儿来家中拜访的，并不是。相看也没关系，昭昭以为爹爹再有孩子也不会扔下昭昭不管，没关系的。你给爹说说清楚，刚刚那话什么意思？为何之前碰见齐萧和萧荣章类似的事，他能害怕到离家出走，怎么到他这儿了反而不在乎了？因为昭昭成熟了，再也不会离家出走了，让爹爹伤心啦。南宫燕光顾着伤心，她怅然若失地走去桌前，打起精神帮孩子指点笔法，忽然一怔，站在原地，通篇只有臭爹2个字。宝宝，你这是生气了？爹爹你还笑？你知道你今天这举动叫什么吗？叫什么？破坏家庭和谐，昭昭再也不理你这个臭爹了。原来爹爹也不省心，比凤凰和三爹强不到哪儿去，昭昭快走了。南宫燕低笑着，就知道生胖气，放心吧，爹爹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个小宝贝。真的没有骗昭昭吧？要是骗了，后果很严重的哟。鬼灵精！当然，爹爹从不骗人，更不会骗宝宝。南宫燕说完，后知后觉的心头一凛，竟有些怪异的紧张，怎么回事？与此同时，九重天上，一座美轮美奂的琼宫玉殿中，九公主，紫薇天帝寝殿，闲人莫入。你们好大的胆子！我是紫薇大帝的义女，宽心义父伤势前来探望，有何不可？天帝沉睡前有命，任何人不得入内。九公主请回吧。义父，你怎么还不醒？突然听见天外天轰隆隆打了几声雷，怎么回事？下界出什么事了？回九公主，是修真界的御兽宗长老叛逃，带着不少灵兽，刚刚直奔天道院去了。哼，区区修真之人，也真不消停。以往这事儿都要禀告天帝，如今不如请公主转告清华帝君，让他出面，免得那些灵兽闹出大乱子。苍明应了声往外走，实则根本没当一回事儿。冬去春来，海棠过后，我还以为是穿了棉袄的锅，她不会怀的双胎吧？真有可能，可惜了，李光启人头落地，俩孩子看不到亲爹了。此时五公主房里，这么着急忙慌的，什么事啊？公主，老夫人咽气了，您快去瞧瞧吧。去，派人去礼部，让侯爷回来一趟。已经派人去过了。公主，府里丧事需要人操持，棺材要买，灵堂也需布置，这些开销次人有侯爷安排，你且让二老爷三老爷先过去，本公主带侯爷回来后再一起过去。娘，你怎么就这么死了？连儿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娘啊！大哥呀，你别伤心，娘不能动，也不能言语，就这样走了，也算是解脱了。灵堂呢？你们身上的校服呢？为什么都没有？侯爷，小的也没办法，主母那里去人就咬，公主那边又……下人们的月银已经拖了2月有余，前日刚结清，我这手里一文没有啊！大哥，我们也没钱，做生意的钱这阵子都花得差不多了。
待袁继从老太太匣子里拿出钱的，派人去布置的时候，两兄弟走到外面，云雷不满地看着云霄：“你拦我干什么？娘子她身上用的钱最多，这丧事本就该她办，况且那可是我娶媳妇的钱。”云霄心眼多：“你小声点，让公主听到你要娶媳妇儿，你想想后果。行了，先办丧事，晚上找公主商量一下。有她在，咱们兄弟还愁没出路吗？”疯妇，你笑什么？怎么没有酸辈儿？有啊。说着，他眼睛亮晶晶的，悄悄凑近：“昭昭啊，让昭昭回来，她回来了，老太婆就有孙女磕头了。”我看你真是疯了！她如今是太子之女，你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我赶你出去！你个该遭天打雷劈的负心汉！你猜，灵堂里此刻正在干嘛？娘她会不会被气得诈尸？我知道好多秘密呢，我都是亲眼所见。2盏滚烫的茶直接灌了下去，嫂子当然不能再说话了。娘啊，是被那2条哈巴狗生生气死的。袁继僵在原地，缓过来后，他疯狂地往后跑。刚到中院，突听2个女婢议论：“奇怪，今天收拾老太太房间的时候，找到了一件肚兜，湖蓝色的，款式很是年轻。我还在床底找到一只耳坠呢，好似见公主戴过一次。”侯府灵堂，公主，我这力道行吗？不错，再往上来些。云雷眼神玩味，大手果真往上挪去。色胚，你往哪里？我不过是照公主的吩咐，怎么公主还怪上我了？瞧瞧你这兄弟，看着老实本分，实则是个滑头的，和你呀，南辕北辙。那公主，你是喜欢我兄弟那般迂回的，还是我这样直接的呢？你们呀，真是胆大包天，侯爷还在前厅待客，你们就在这后头欺负我，没有这样的。兄弟2人闻言，顿时交换一个眼神。求公主给我们兄弟一个机会，让我们留在你身边，鞍前马后，在所不辞。求公主成全。萧然眼神得意，放心，待本公主生产后，就给你们这个机会。机会2字说的意味深长。大哥，你听我说，刚刚不过是公主肚痛，我们扶了她一把。对，大哥，你千万别误会。你作何这么看着我？你不能人道，总不能让本公主一辈子守活寡吧？且不说还没什么实质进展，就算真有，你又能如何？杀了本公主不成？大哥，你竟然不举了？这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就在2人狂喜的时候，突然银光一闪又一闪，利刃刺破他们的胸口。哼，兄弟，手足，去死吧你们！我就是被五马分尸，也不会把侯府留给你们！救命！快来人呐！贱人，你害我成为京中笑柄，成了名副其实的乌龟大王八，还烫哑我娘和这对畜生，活活气死了他！你想想，我会怎么对你？你别过来！我是公主，你不能动我！鲜血泼洒在灵堂前。哎，你听到了吗？好像有个女人在惨叫。应该是侯府夫人吧？听说她疯了，整日见人就咬。正说话间，云姬一身血污，双手抱着2个血球从外面跑进来。哈哈哈哈哈哈！一儿一女，是龙凤胎，李光启的种。哈哈哈哈哈！他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救命啊！救命啊！侯府杀人了！
待九门提督带入赶到的时候，也被现场吓了一跳。五公主横死，朝野震惊。元年5月，淮阴侯凌迟处死，侯府上下满门处斩。不过还有一件事，侯府夫人孙怡下落不明。再好的风景看多了也会腻，3爹还说宫里好玩，哼，忽悠人。小郡主，这花儿都落地了，确实也没什么看头。不过后面的寿园，太子爷还让人一直打理着，不如……不去，昨天刚去玩过了，昭昭现在不想去。金喜叔叔，能不能带昭昭去皇极殿看爹爹上朝呀？好久没去那里玩过啦。见喜晕晕乎乎一个点头。快走，一会儿爹爹该下朝啦。启禀太子殿下，金陵郡阴雨多日，河水倒灌，沿岸的百姓死伤数十，河道也冲毁了。臣也有事禀报，淮安郡鼠蚁成群过街，鱿鱼不断跳上岸，百姓人心惶惶，都道是老天爷发怒，即将发生灾难的前兆啊！南宫少傅已经亲往金陵郡查看，至于其他异象，不过是百姓心生恐惧，草木皆兵之言，不可错信。沈从明站出来，太子殿下，且不论事情真假，京城那口巨龙井干涸是事实，百姓们恐惧难安，长久下去，怕是要生乱啊！萧荣章眉头皱起，正要说话，太子殿下，不好了！齐国接壤的桑洛城于昨日被炮火袭击，齐国率兵要攻进来了。什么？怎么现在才来报？拖延战机，论罪当斩！太子，实在不是我等耽误，乃是……见他支支吾吾，魏文怒喝：“还不快说！”是摄政王，是他带领齐人围困城下，此刻应该已经打开城门了。竟是摄政王，他叛国了。之前还道他为何离开这么久，原来他根本不是去进行秘密军务，而是向齐国投诚，带兵来攻打大前了。胡说，父皇才不会这样，我父皇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殿外一个小奶团气鼓鼓地走进来，叉着腰怒瞪刚刚那几个敢说他父王坏话的人。昭昭，你怎么跑这里来了？祖父，他们说父皇坏话，昭昭的父皇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才不会做那样的事。没错，齐萧是何等人物，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臣等也相信摄政王绝不会叛国。是啊，齐萧为大前立下汗马功劳，真相大白前，不该妄自揣测。此时最重要的是抵御敌军。臣愿带兵前往，是要把敌军赶出桑洛城，护我大前国威。哼，谁不知道树远将军你是摄政王的人，此去究竟是抗敌还是里应外合，真难说呢。你再说一遍，你再敢！放肆！外有强敌，百姓身处战火之中，尔等还有功夫在此动拳脚？再敢放肆，本太子格杀勿论！太子息怒。顾况，本太子命你为兵马大元帅，带10万人马奔赴前线，季子阳为左前锋，吴襄为右前锋，即刻启程。是，臣等领命。为什么不让我回去？我要去找父皇，父皇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他被冤枉的。乖宝听话，那里有多危险你知道吗？爹怎么能让你去那里呢？可是父皇也许在那里，他可能会有危险，昭昭要去，一定要去。不行。爹爹，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根本不信父皇？不然你为什么不让寒夜叔叔跟去？爹只是想保护你，齐萧的身份若不可疑，他临走之前必不会只把你交托给南宫燕。
乖宝听话，爹带你去国库玩，行吗？可是昭昭想凤凰了，特别想的那种。爹爹，昭昭害怕。他谁没说？昨晚他做梦了，父王一身血，好痛苦的样子。坏的不灵，好的灵，坏的不灵，好的灵。仇天道，再也不跟你好了。昭昭根本算不出来爹爹的情况，哼！轰隆一声，吓了袁昭昭一跳。你这样很怪，会被人发现的。小金莲哭了半天。对不起，是昭昭无理取闹了。不过，二爹回来了，昭昭还以为他会跟我站在我这边，让我去找父皇。没想到他竟然把我关起来，连门都不让我出。最关键的是，隔壁街上的炸糕、馅饼的味道天天往文缝里面钻。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身边的淡影渐渐化作一个小男孩，淡漠的眉眼划过无奈，听见外面动静，瞬间散了去。喂，得罪完人就走了吗？怎么现在越来越不讲究啦？就在这时，哼，除非让昭昭去找父皇，不然再也不跟爹爹好了。乖，了然方丈传信，让爹过去一趟，爹爹带你去护国寺玩，好不好？难道是了然的圆融之境到了？好。大雄宝殿接引金佛像下。阿弥陀佛，南宫居士面有愁容，不如说出来，让贫僧帮忙参详一下。弟子心中真有一事愁结于胸，便是大师挂上言说，小女会护佑天下百姓，身运道消。请问大师，可有破解之法？哈哈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是他的道，要由他自己去走。居士，你即便把他拴在了身边，也不会有半点帮助的。自己去走？可他还这么小，外面凶险万分，眼看要开战，我怎么放心？凡事莫强求，他的机缘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大，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万物自有天道量定，不在你我。寺内钟声突然敲响，连敲12下。不用太难过了呀，了然国缘之境修满，有机会做仙人是好事呀。宝宝，你去吧，爹不拦着你了。大家真的，不过你这样莽撞，让爹怎么放心得下？爹爹放心吧，昭昭的本领多着呢，而且你忘了我的身份啦，我练盟主，整个江湖都归我管，沿路上有兄弟们照应，你尽管放心好了。你呀，当心把牛皮吹破了。嘿，才不会，昭昭很快就能把父皇找回来，咱们一家4口就能团聚啦。翌日清晨，爸爸能不能分担一下，我快扛不住了。小祖宗，咱俩这是出远门，还是远门出咱们？我十分怀疑那个蒋姨娘是故意的。没错没错，这就是想让咱们知难而退呢。爸爸你也是的，下班也不记得拿一个储物戒指。还说呢，小祖宗你上次离家出走，连钱都没拿。嘿嘿，真傻，这次有经验，出门拿钱就好了，背这么多干嘛？城门口，乖宝，不坐马车，万一下雨怎么办？天黑呢，万一在荒郊野外，不行，爹还是不能让你走。去他的南宫宴，一点都不靠谱，爹不能让你走。爹爹放心，昭昭的本领都是你们教的，绝对不会受欺负的，很快就会回来，你们等着哦。爹爹们要帮昭昭给皇帝爷爷、祖父祖母、祖祖带话哟，不用担心，昭昭会和父皇一起回的。身穿虎形装的小女孩背着一个小包袱，骑在豹子上，笑着朝他们挥手，然后很快就跑远了。渊，跟上他，一路发生的事都要向我汇报。不用去，
萧荣章怒目：南宫雁，我能让小崽子离开已经是底线了，你别太过分。这是他的道，需要他自己走，我们替不了。宫锦衣，你给昭昭带了什么？我的贴身玉佩，在各地的天下江南票号都可以支取银两。你送了什么？秘密，我和昭昭的秘密。爸爸，你说青青、子谦他们此刻在干什么？知道我以后不会去学院，他们会不会想我？还有岑夫子，没了我会不会很寂寞？估计他只会泪大喜奔，恨不得大肆庆祝一番。袁昭昭闻言一想，嘿，还真是这么回事。不会吧？你们……哈哈，没想到吧？上次让你单独跑了，这次小爷早盯着你呢。袁昭昭，你不讲义气啊！就是啊，大家说好了有难同当，做一辈子好兄弟，怎么能让你独自去冒险呢？要去一起去。太感动了，昭昭的眼睛要尿尿了。大哥，我生怕你早走远了。可你们的爹娘能同意吗？万一要是……行了，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偷跑出来都留过信了，爹娘会知道的。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一定会跟你同去，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少府大人海东青不是一直跟着你吗？一会儿把我提前准备好的信带回去，让他们知道我们会合了就好。我们为了偷跑是蹭商队的车过来的，咱们再等等，一会儿估计就有马车过来了。不用，今儿高兴，看昭昭给你们召唤坐骑。坐骑？像抱抱一样吗？金木水火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万寿归宗，速召速来。随着袁昭昭一声万寿朝宗，罡风四起，密林里的树叶沙沙响动。我靠，小爷没看错吧？没有，昭昭真的召唤出坐骑了，他好厉害呀！大哥，这些是神兽吗？怎么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哦？大家各选一头吧，放心，他们很温驯，不会伤害你们的。温驯？兄弟，你可有点飘了。隐隐约约，大家都知道袁昭昭会些术语。好啦，兄弟们，目标齐果，我们出发。傍晚之时，哇，好舒服啊！太阳晒过，暖暖的，软软的，还有一股香甜的味道。不如今晚就别进城，在这里睡也不错。你不怕蚊子吃了你就成，我反正要搭帐篷的。如果要进城，肯定不能骑着他们，会吓到百姓。天黑之前走过去的话，也不太现实。不如我们进城园，掏银子，在老乡这里歇一宿，明早走着进城。好啊，昭昭早饿了。那还等什么？兄弟们，吃橙子去喽！老爷爷，你是饿了吗？娃儿，你留着吃。爷爷家里有粮，不饿。那你为啥哭得这么伤心啊？爷爷啊，一辈子无儿无女，也没你们这样的好孙孙。和老伴儿相依为命，在山头种橙子过活，本来日子倒还舒心，只是什么？老爷爷你快说呀！只是我那弟弟见我种的橙子好，把我的橙园抢走，赶来了他这里。老爷爷不怕，走，我们帮你去讨个公道去。好娃儿，爷爷谢谢你们了。不过我那弟弟年轻时混过江湖，可不是个好相与的。哟吼，巧了不是？老爷爷，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定是那个祖上积德的富贵人家，才生得出如此有福相的小小姐吧？兄弟，他说你胖还帮忙？
老爷爷哪里是那个意思啊？你莫要主观臆断。喂，什么主观臆断？我可没这么想。老爷爷，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实不相瞒，我就是江湖人称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貌似办案、才高八斗、一指梨花压海棠，人送外号玉面小飞龙的虎头帮帮主云昭昭是爷。我靠，兄弟你够能吹的。哈，我也就认了。才高八斗怎么回事啊？你忘了你试卷上的勾勾叉叉了？你懂个屁！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快闭嘴！哈哈哈！好了，都是乖孩子，爷爷知道你们是好心，不过虎头帮名气如今太大，要是让他们知道有人敢冒充朝阳郡主，当心把你们抓去。好了，都饿了吧？跟爷爷回家，让奶奶给你们烀土豆、炒腊肉吃。玉面小飞龙多酷呀，这跟昭昭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很酷，真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我相信昭昭将来有一日像你的外号玉面小飞龙一样龙翔9天。别的不说，泽爷你这眼光真是绝了，我也是这么相信的。从来不知道土豆还能这么吃，香迷糊了。哦，没错，老奶奶，你厨艺太好了。哎呦，这小嘴真甜。来，这里还有啊，吃慢点儿，多着呢。不用了，老奶奶，我们够吃了。这帮娃娃到底什么来头？第二日一早，他们便知晓了。启禀大哥，这人刚刚自报家门，他就是陈爷爷的亲弟弟陈刚。呸！是我又怎样？你们一群小瘪三敢偷袭我，妈的，找死！大哥，是你找他们来的吧？不就是一个果园，你俩都快埋土里的人了，把果园给我又能怎样？死了不还是我的吗？你们两个老不死的，看来是我太给你们好脸了。给我打痛打醒，打到服为止。是刀哥。是刀哥。3对1群殴，那叫一个痛快。大哥，我们可是亲兄弟，你就这么看着？哎呦，我的天老爷，来人啊，杀人了，来人啊！吓唬小爷是吧？你这2把刷子还真不够小爷瞧的。你儿子去城里赌博，你家那个老刁婆也揣着2把瓜子上街上去了，你真当我傻呀？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哼，当然了，观察你一早起了。我爹办案的时候，季子谦一声咳嗽。总之，你这样的无赖，小爷见多了，你别跟我耍滑头。哎呀，不行了，我上岁数了，这么一打，耳朵也不好使，眼睛也模糊了。就在这时，啊！你千万别动手！你不是说眼睛模糊吗？那现在呢？还模糊吗？不模糊了。左眼，你太厉害了，什么时候这么勇了？没想到啊，你小子深藏不露啊！因为大哥要我勇敢。泽爷，你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我们刚刚可都听见了，这果园就是你抢了老爷爷的，我们都是人证，现在签字画押按手印。季子谦把提前准备好的笔墨、送纸拿了过来，放在地上。你不会打着什么坏主意，打算等我们走了，带你们家那2个混人来找麻烦吧？此诉状一式2份，除了老爷爷手里的，我们还要把1份给城里的壮师。我们会给他银子，定期过来检查。要是发现你再把果园抢走，或者欺负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全家就等着进大牢吧。陈家老2口拿回果园，喜极而泣，摘了好多橙子，非要给云昭昭他们带在路上吃。爹爹，你也认为昭昭做得好，对不对？昭昭想你，昭昭来找你啦。齐国皇室水牢，齐萧，哦不，
该叫齐尊才对，是不是啊，大皇兄？水里的人低着头，发丝凌乱，仔细看，连嘴唇都冻成了紫色，根本说不出话。哈哈哈哈哈哈！瞧你这副猪狗不如的模样，父皇真是瞎了眼，才一直等你。呵呵，如今还不是落在我手里了。放心，我现在不杀你，我要让你看着我坐上皇位，然后一刀一刀活剐了你，才能消我心头之恨。我要让你知道，只有我才是这齐国最尊贵的王。大皇子，多年未见，属下终于能再次为您做事了。然后一个身穿玄衣、尊贵冷峻的人从阴影里缓步走来。同样的两张脸，不放在一起对比，倒还不算明显。同意，当年在该城之战，你们佟家军本该在翌日凌晨赶到，可你们迟迟没有出现。本王带领吴、广、陈、杨四大将军奋勇杀敌，战至一兵一卒，你可有悔？悔？臣痛心疾首，但死莫赎。想到当年战场惨痛的一幕，同意眼眶赤血。当年臣被二皇子假消息蛊惑，耽误战机，困守皇城7日。待我察觉不对，带兵赶去该城的时候，兄弟们都已经……臣自知罪孽深重，但又不敢寻死，因为臣总觉得战场上那个被踏成肉泥的人不是大皇子您。臣一直在等您回来。幸好大皇子您终于回来了，不论您要做什么，臣都甘愿为马前卒，为大皇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想当马前卒，前提是得活着。王爷，齐顺很警觉，暂时不能把人安插进皇宫。不过属下倒是探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那个假的转世仙童如今就在瑞王府。云洛瑶，他竟真的在这里？千真万确，王爷，属下不明白，以齐顺的为人，云洛瑶既然是假的仙童，对他没有利，他怎么会把他留在府里？按理说早该处置了他才是。你有没有注意，最近不少百越的人混入了帝都？是没错，王爷，难道是百越来齐国做生意的商贩？不像，派人盯着他们。是，那云洛瑶那里要不要属下？百城那边的探子有消息吗？他们那边也有动荡吗？关于这事儿，属下正想禀告。据说那里的灾乱比金陵还要厉害，忽然间乌云蔽日，草原地裂，无数马匹和牧马人掉下裂谷。传闻草原皇庭的王连夜拜见大祭司，想要祭祀祷告，祈求上天赐福。后来不知怎么的，就传出了唯有圣女能救百越的消息。转世仙童，圣女。齐萧把这两个称呼在口中念了一圈，心中渐渐升起一股不安。云洛瑶那里暂时别动，本王留着他还有用。是，王爷。瑞亲王府。多谢瑞亲王，多谢瑞亲王。不必，这是你应得的。本王有一事不明，既然你说你是真的仙童，那为何了然方丈他却当着那么多人说你是假的，连你的爹娘都不认你，让你流落异乡？实话不怕告诉王爷，我出生便带着记忆，侯府的荣耀都是拿我这个身份换的。可那个在宫宴上得罪过你的云昭昭，他身后仗着有摄政王、南宫少傅，还有6王爷3人撑腰，横行霸道，十足是个小纨绔。只不过他会装而已，骗取了那些人宠爱。了然和南宫少傅交好，自然会帮他说话了。就这样，我有家回不去，无处容身。多亏王爷厚爱，让我不至于饿死街头。从现在开始，洛阳没有家，没有国，只想认王爷为义父，用仙童的身份祝王爷早日登基为皇，一统天下。好，说得好。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本王的义女。
你们好好伺候着，千万不要怠慢。是，王爷。义父，女儿不忍见您辛苦，想为您分担，不知可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别说，还真有一个。百越派人来齐国了，说什么让帮忙寻找圣女。本王忙着登基大典，哪有功夫应对他们？不如由你来出面好了。义父，什么圣女？就是那整日搞巫术的大祭司，又获得了什么神明的指引，说唯有圣女能拯救灾难，挽救百越于水深火热。他们那些人就信这个。哼！闲来无暇事，游遍金陵城。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这里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我以为街头会很繁华热闹的，可现在……我也听祖父说过，这地方很是富庶，背靠蟒江，又有山脉，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号称鱼米之乡。如今怎么显出一股凋零败落的气息，人们也行色匆匆。别想那么多了，直接找人问问不就行了？大叔，你们这都是要干嘛去啊？急哄哄的。哎呀呀，如今世道不太平，你们几个小娃娃怎么不跟家里待着，还到处乱跑？那你呢？你怎么不跟家里，还到处乱跑？哎呀，这小娃娃牙尖嘴利的，今儿黄袍道君要在城中开坛做法，和老天爷沟通，要帮我们金陵人去灾渡厄呢。我老汉能不出来吗？哈哈，行了，我要赶紧去了，没工夫和你们说了。和天道沟通，那小天道最不爱说话。这黄袍老道是何大仙呀？走，咱们也去看看去。嘿，够不够义气啊？下来让哥也做做豹哥呗。话音刚落，抱抱一个尾巴甩过来。哎呦啊！哎呦，我勒个去！还能不能一起友好的玩耍了？干啥这是？兄弟，社会没有参天数，让我老大你记住。嗨，是不是从玉面小飞龙那包袱没想开始，就一直想刚刚那话了？说实话，等很久了吧？知道啦，别声张哈。金莲城中，祸起萧墙，灾厄在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小贼莫要为祸施人。道君，祸起萧墙，不就是说是自己人所为？没错，引发老天震怒，降下灾难，导致河水倒灌，淹死百姓的罪魁祸首，他就是潜伏在大前多年，还当上了摄政王的齐萧。你放屁！谁不知道摄政王是赫赫有名的一面战神？没有他领兵作战，蛮夷早攻进来了。你个老道士，怎么能唤他萧贼？刚刚那话我不喜欢，你收回去。小娃娃，年纪不大，脾气不小，只可惜老道说的都是事实，你还是赶紧回家找娘去吧。娘，我去你娘的！哪个下水道没有关好，又让你爬出来了？乌龟吊盐缸，真把你老王八给咸完了！你当什么眼呀？别说我当面骂你了，你要是听不清，我还能刻你背上。你个绿脑袋，一天天闲的。袁昭昭直接化身暴躁小奶团。好兄弟，我为你骄傲。你爹娘是谁？速速报上名来！睁开你们的眼看清楚，他就是帮我们天罡寨降服叛徒，让我们36寨丐帮还有虎头帮数万人臣服的朝阳郡主。这声音好熟啊！何孙，是你！参见大寨主。贫道还道是哪里来的娃娃，敢冒充朝阳郡主？原来是和街头赌坊赖立章一伙儿的小娃子，平时没少打着朝阳郡主的幌子骗人吧？小孩子家怎么能骗人呢？这可不乖呀！就是赖立章游手好闲，和他扯在一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孩子。
谁是赖里长？就是他呀，身边那几个都是他的狐朋狗友。大寨主，这人我不认识。昭昭，咱们初到本地，除了陈刚，并未和其他人有过节。暂且压下，一会儿处置。是，大寨主。哼，没想到现在的骗术套路越来越多了，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要不是道君我火眼金睛，还真被你们骗了呢。对，牛鼻子老大，谁骗人了？好啊，小娃娃，你说你是朝阳郡主，可有证据？若无证据，那就是打扰老道开坛做法。老天若是降下大恶，你可承担得起责任？丙丁神书仪，壬癸化根心，阴阳翻覆手，甘霖降。几声闷雷后，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天啊，真下雨了！我不是在做梦吧？听闻朝阳郡主才是真的转世仙童，他难道真的是？黄山老道惊呆了，下一秒被一道黄符打中，一脚起火。快救火！这什么妖火？为什么扑不灭？你不是说火眼金睛？我还你个3味真火，你怎么看不出来？可劲是在撒谎。小人知错，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过是想挣几个小钱，不说的像一点，如何能让百姓信我？求朝阳郡主开恩，饶小人一命。我真的知错了。好啊，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对啊，赔钱！今天不赔钱休想走。不用袁昭昭再出手，百姓们就押着老道士往道观而去。兄弟，这趟出来，你算让我开了眼了。我说过一辈子一起走，男子汉说了就要做到。你等着，我一定快速成长起来，让你刮目相看，让你为有我这个好兄弟而骄傲的。说完，他自己都有些感动，却不想，呼呼呼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我靠！袁昭昭，你又来！小爷难得抒情一下，你竟给我睡着了！你们快来帮把手！胖昭他站着睡着了，一连5日昏睡不醒。怎么样啊？大寨主他没事吧？对呀，昭昭他真的只是睡着了吧？不会是中毒什么的吧？大家不用担心，大寨主绝对是中毒。不过至于为什么不醒，我暂时还没有头绪。你可是大夫啊，你都不知道，那我兄弟他跑去床边。喂，你可小爷醒醒，你别吓我啊，昭儿。待人都出去后，你可真大胆，3昧真火都敢使出来，不怕被我反制吗？天道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天地间的秩序。再不醒，我可不管你了。怎么样，服不服我？天道简直要被他气笑了。好了嘛，我知道错了。那以后呢？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绝对不会再犯了。天道眼底染上笑意，身影渐渐淡了去。昭儿，兄弟，5天了，你可终于醒了。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要走，我还要去找父皇呢。小郡主，桑洛城战火刚停，你要从那里出境，太过危险。可有考虑过坐船走海路？出海？还可以坐船吗？齐国临海，去往秦国有2条路，要么经过桑洛城，途经10多个郡县才能到帝都，要么就走海路，路程缩短1倍，能够直达帝都2侧的分城，那里是去往帝都的必经之路。不错不错，看来小友做过调查了。好，决定了，我们就坐海路，即刻出发。小大人，这是几位要坐船啊？老夫的船要价实惠，保证童叟无欺。外面还行，里面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天罡寨大寨主出行，要的就是牌面，不差钱。好家伙，
老夫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能再到天罡寨大寨主，还真是荣幸啊！萧大人放心，船里载的这票货不是臭鱼烂虾，没有异味，而是一些粮食，还有几只肉猪。货主齐国人，几日前预定的。就他吧，现在能走吗？能。大哥，一路顺风啊！海天一色，晚霞绚烂。大家快来呀，有鲨鱼，有鲨鱼看呐！看啊，它跟着我们呢。好多啊，我刚刚还看见它们的牙齿了呢，特白特锋利，看着就厉害。这才在近海，如果去到深海，还会看到鲸呢。一鲸落万物生，那家伙才大呢。这么大，我的老天爷！周周，什么叫一鲸落万物生啊？你快讲讲，我超想听。我也是。这大海深不可测，鲸是最大的生物了。论厉害虽比不上龙，但体型简直堪称庞然大物。老大，现在要不要动手？急什么？除了大海，还不是任咱们处置。这小娃娃讲得不错，暂且听听无妨。景晨，你怎么一直不说话？这不像你。赵景成脸色发白，胃里一阵阵翻腾。你不会是晕船了吧？嘿嘿，小大人，晚上想要用什么饭啊？船老大眼神一狠，正要提起赵景成，却被一个肉墩墩踩到了脚上。哦呀，不好意思呀，你挡路啦。过了会儿，见他缓过来后，哇，你们怎么躺在呕吐物里面？这些兔子不能吃了。吃你个大头鬼！船老大眼神凶恶，正要破口大骂，一个奇臭无比的东西凑到鼻子前。这是屎吗？你拿屎上船？不啊，这是臭臭香，这是用来治晕船的。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跑船的根本不会晕船？哦呀，是哦，不过免费给你闻闻，不用付钱的。说完，高兴地招呼小伙伴们进船舱，等待开晚饭了。小大人，都是我们海产特色菜，我们专门做的，你们尝尝鲜。刚刚清理的费用还有辛苦大家了。水手见状，拿过银子，笑着道了句应该的。不愧是未来的三司使，出手就是大气，一锭银子就这么被你当赏银给出去了。本是句玩笑话，没想到季子谦的眉头却深深拧起，然后对魏泽言附耳说了两句：“别吃，刀心有毒。”什么？子谦，你难道是怀疑咱们上了条黑船？不是可能，是一定。这艘船有古怪，你们还记得吗？上船的时候，船老大说过，这艘船载过的货物是粮食和几只猪仔。可上来这么久，你们听过猪叫吗？我合理怀疑，船老大口中的猪仔说的是咱们几个。刚刚你们也看到了，一锭银子放寻常百姓家也是个大数，可能水手半点惊喜没有，只能说明他所图更大。去他大爷的！天罡寨他们也敢得罪，不想活了。怕的就是他们根本就是冲着名头来的。你们想想，在码头的时候，正常的船家应该先问大人是否要租船出海，可船老大上来第一句话说的是：“小大人，你要用船吗？”他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可能是陈况，他没这个能力把手伸到这里，而且此时他们一家早就下大狱了。至于皇上老大，他吓破了胆，应该不敢再来了。会是谁呢？会是谁知道咱们的行踪，想要置咱们于死地呢？就在这时，舱门突然被推开。这叫什么饭食，也敢拿来给本寨主享用？你回去告诉你们船老大，我云昭昭可不是吃素的，手底下熊女贩子开头，再敢拿这些未知的玩意糊弄我，别怪我不客气。小大人莫气，我让人再去做就是了。不用，刚刚吐的差不多了，哪还有胃口吃进去？算了，让你们的人动静小一点，别打扰我睡觉，出去吧。
刚刚我都听见了，幸好你没动手。这里离岸太近，天罡寨那帮人想必还派人守在码头，要是有过往船只看见，可了不得。咱们哪次绑票不是卖上几只猪仔？这次绑了不能卖不说，还要受几个小崽子的气，真是气煞我也。哼，行了，别抱怨了。那云昭昭是朝阳郡主，其他几个想必也来头不小，卖出去等于给咱们自己找麻烦。再等等，马上天黑了，一旦进入深海，还不是咱们想怎样就怎样。对了，那只豹子肯定不好对付，把铁网上涂满山麻，活剥了那身皮，定能赚个好价钱。还是老大棋高一招。我猜想他们快动手了，大家记住，千万不能单独行动，知道吗？大哥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一会儿大家都在我身后，我来保护你们。还有我也能保护大家。可我们毕竟是小孩子，他们手里也一定有刀。昭昭，你刚刚问我们还怕不怕水，那是什么意思？对呀，有抱抱在，我们根本不怕他们，何必想跳海那么可怕的事情呢？话是没错，可你们想想，哪怕聪慧如子谦，能驾驭这么大的船在海上航行吗？我游泳也才学会，开船是万万不行的。那让抱抱抓住他们其中一人，然后威胁他们帮咱们开船呢？父皇说过，任何时刻都不要把主动权交给别人，更何况是咱们宝贵的性命呢？大家放心，一会儿会有帮手来，你们只管把东西装好，待在昭昭身边。好，昭昭，我们一定跟紧你。对，兄弟，你只管去做就好，背后有我们。就在这时，船突然停了。就是现在，大家快跑出去！6个小豆丁仗着个矮，然后齐刷刷跑了出去。好啊，看来你们都知道了，难怪不肯吃饭呢。鱼一天啥事不干，净提你脑袋了吧？你当小爷跟你一样，看你长得那磕碜样，苍蝇走你脸上都得崴脚，你还逼逼个屁啊！污染空气。好啊，本想给你们留个全尸，现在不把你们砍成几段喂鲨鱼，都难泄我心头之气。宝宝快来！话音刚落，尖锐的牙齿，凶狠的树瞳。水手们见老大落海，慌了神。这怎么回事？听动静还不小。完了，老大葬身鱼腹，看来是活不成。话音未落，突然一声惨叫：兄弟们，给老大报仇，把他们喂鲨鱼。对，给大哥报仇，把他们扔下去。兄弟们，相信我！1、2、3，跳！给我撞翻这船！谁？让谁撞翻？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吧？坏了，船底进水了！我的老天奶，他真的能御兽，不是天罡寨吹牛，是真的能。我以为我要死了，你知道吗？有这么牛逼的帮手，你不早说啊！那个不是来不及吗？看几人都有些劫后重生的脱力感。好了，兄弟们，今天晚上的奇幻之旅正式开始啦！周二，你确定是奇幻之旅，不是恐怖之旅？小爷会水不假，但这里可是大海啊！大家不要怕，奇遇是昭昭仙家的好朋友，他说了会稳稳的摇，绝对不会把你们摔下去的。奇遇，是这鲸鱼的名字吗？对呀，他5岁了，今晚是偷跑出来玩的。名字很好听，奇遇，今晚可不就是吗？我朋友夸你呢，说你名字好听，高不高兴啊？奇遇突然一声长鸣，他这是高兴了吧？小家伙，拜托你带路喽！兄弟，作案到现在真是太刺激了，我刚刚还在海下看见海星了呢。那有什么？你看
刚刚在我伸手抓的，厉害吧？就在这时，小虎鲨太调皮，刚刚咱们的包袱都湿了，我检查过，银票都烂了，我身上碎银也丢了。啊，银子没了？出门在外没啥不能没钱，难不成一路要饭去齐国？没关系，没关系，金玉哥哥给昭昭预备的，能支取天下江南所有耗子银子，咱们不缺钱的。说着，把手往湿透的布兜里一掏，惊慌的瞪圆眼睛。那毛啊，不会吧？丢了也没办法，海这么大，找不回来的。不行啊，这是一哥哥的贴身玉佩，回去还要还给他的。而且你们不知道，他真生气，可是很恐怖的。什么恐怖啊？详细说说。那天下江南的少主一贯高冷，是鸿蒙学院的热门话题，哪怕去了国子监，热度都没有减少。这般高冷的人，真正生气会是什么模样？他会买一根糖葫芦，一颗一颗在我面前吃完，连糖渣子都不给我舔。他会买一盒马蹄酥，然后抢过昭昭的奶壶，布兜里所有的零食，然后跃到最高的树杈上，当着我的面全部吃掉。其他5人愕然惊掉下巴，宫少主这么恶趣味的吗？让你炫技翻跟头，丑逼的要命，昭昭玉佩都不见啦！太兴奋了嘛，也不能全怪人家。人家还是个宝宝。郁闷间，昭昭，我来了，我给你带宝贝了。奇遇，快来！昭昭，快来！好多宝贝，好多宝贝啊！兄弟，我们发财了！哇，极品牛血红珊瑚，这个东西品相太好了，连个重印都没有，真绝品啊！袁昭昭提议，每人留一件当做纪念，剩下的都去齐国花了。带回家给娘看，她一定很喜欢。嘿，这个和小爷气质最配，都这么花俏，独一无二，我要带回去当做传家宝。嘿，感情九门提督一家都是酒蒙子啊！哎，行了，快走吧，我都快饿死了。要是拖去码头，吓到齐大人可就不好了。告别了小虎鲨还有齐月后，几位小学友哪里来的？看模样不是本地人，也是来参加5月桃花节的吧？我们齐国气候温暖湿润，桃花比大前延后多开1月，5月才是最繁盛的季节。几位小学友可来对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们不是本地人的。小人走南闯北，各色人见了不少，是不是汾城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小学友请看这扇子，上面可是去岁桃花节前4名的提笔师，足底小学友给的珍珠。南风铃、隆庆、宫浅离、轩轩，名字比诗句好听。小学友口气不小，你是外地来的，不知道这4位的名气。这南风铃可是曹国公世子，齐国世家才子之首，生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学富五车。他几岁？17岁。小学友问这话是何意？切，毛崽子一个，还不大一点，看过书的恐怕还没有我喝的奶重呢，怎么能学富五车？你继续，我再听听。好嘞，这第2位是苍德书院院长最得意的门生隆庆，也是这届的黑马。至于陈小姐，文采斐然，最关键，她是天下江南少主的干妹妹，曾经2家在齐国一同合作过米行，是以交情不浅。最后一个是轩轩，他虽是官妓，但却是个清官，他祖父曾是为大皇子效力的中秦将军，后来大皇子战死，皇后悬梁自尽，他们一族被睿亲王发配为奴，令人唏嘘啊。照你这话说，要是大皇子还活着，他岂不是极有可能当上皇子妃？这小人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见识几个孩子，小范没有顾虑。听闻睿亲王倒是很喜欢他，多次夜访丽香楼被拒之门外，
还越挫越勇，这事儿啊，早不是秘密了。他不要面子的吗？堂堂王爷，怎如此放低身价？就算是轩轩同意，以他的身份也娶不进王府吧？这很难猜吗？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男人本性如此。你也如此了？我爹就娶了我娘一个，我家可没那传统。昭昭大爹之前有好几个姨娘，你问他，他最清楚了。昭昭，我听说你大爹他把姨娘都遣散了，他不是那样的人吧？爹爹说过，他从前谁都不喜欢，后来嘛只喜欢昭昭。他说这辈子都不会娶妻。不过什么？赵景成也好奇了。摄政王那般权势滔天，在战场赫赫威名的人，竟然说一辈子不娶妻。不过在这方面，大爹就是不如其他两个爹爹做风寒。哼，这次要是让昭昭知道，他又破坏了一家四口的稳定，昭昭就不用客气了，拿鞋底子抽他的屁股了。临街的茶馆3楼，水牢阴寒，哪怕不下水，王爷也还是少去的好。轩轩，你要是愿意，本王可以帮你赎身，让你远离。还没说完，轩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王爷，我是心甘情愿待在这里为您效力的，求您别赶我走，求您了。随你，这话我也说腻了。不过既然要帮本王做事，就收起其他的心思，明白吗？敢问王爷，可是有了意中之人？齐萧靠坐在椅子上，把玩着手中未完成的木雕，嗤笑一声。哼，屁的意中人，本王家教严格，无非是多了个宝贝蛋儿，那胖崽子霸道着呢。王爷，朝阳郡主她是您亲生的，本王唯一的女儿。王爷，您这次专门前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吩咐的吧？没错，本王要你在这次桃花节诗会上，把瑞亲王家那个义女推进前3。王爷，京城戒严，没有特许文书根本无法上京。奴家还想靠着这次诗会夺得名次，进京帮您呢。齐顺心思狡诈，这些年在齐国手眼通天，大事未成之前，你最好别靠近他，免得被他盯上。奴家多谢王爷的关心。无妨，你是中秦将军的女儿，看在他的份上，我也会护你周全。王爷，这个义女最近在汾城拜访了很多文坛名家，按理说一个义女不该这么高调，而且皇上病重，她这般行径极有可能让外界误会齐顺不孝，试图笼络人心。看来应该不是她背后指使，可她又是为了什么呢？越高调越好，一只山鸡偏要装凤凰，那就给他个机会，装个够。你记住，诗会上要多帮他在百越人面前出风头，明白吗？奴家谨遵王爷吩咐。此时还不快点，耽误了我皇叔用饭，几个脑袋够你赔的。小的这就去。没一会儿功夫，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馄饨就被端了上来。这儿，这伙人没安好心。辣的我不要吃，嗓子会疼。哎呦，还知道辣呢，看来不算太傻。哪儿啊？没听说吗？百越这位太子是先皇后50多岁才生，因为他难产而亡，听闻很不得皇上喜欢，在皇宫笑料百出，连太监宫女都敢戏弄他呢。啊，这么傻的吗？那怎么还当太子呢？操，冤枉他！他娘是大齐第一皇商陈家的人，还是前皇后的义女。皇叔放心，这是齐国的秘制调料，不是辣椒，不信你尝尝，甜的，吃一口保证你回味无穷。真是甜的，不辣。吃吧，保证甜，就当侄子孝敬你的。不要吃的，他骗你的。哼，哪里来的乞丐娃，敢得罪我穆达拓，活得不耐烦了。你们敢对天发誓吗？这馄饨要是甜的，你们的鸡鸡缩短，尿液倒流，将来生出来的孩子没屁眼，敢吗？啊！小乞丐，敢再多说一句，
当先把你抓去大牢，狠狠打你板子。不用，我现在就抽他。就在这时，一声兽吼响起，众人惊见一只雪豹从墙头跳下，几爪子就把随从们拍在地上。让你们下黑手，活该！来人，把他们全给我抓回去，用刑拷打。我看谁敢！你可知道我的身份？知道啊，狗仗人势，以大欺小，欺软怕硬，欺善怕恶，外强中干的蠢猪一个。我说的对吗？这成语岑夫子在，也丢人少夸昭昭的。那是小意思呀，毛毛雨的啦。哼，无趣。刚刚是你在说话吗？这家伙怎么听见的？你是不是在心里面骂我是小猪？穆达浩辰垂眸，掩去眸底的黑色暗涌。他拿起勺子正要吃。你这人怎么不听劝？真的辣！昭昭有次吃了辣螃蟹，喝了一整罐冰牛乳才缓过来，胃里嘴巴里都痛痛的，不要吃。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本皇孙要你的命。哎呀，好家伙，敢威胁他！气鼓鼓的小金莲站在凳子上。你想干嘛？我想干嘛？你还敢问我想干什么？众人震惊下，小金莲咚的一下，双脚离蹬，接着当头一棒，一棒，是真的一棒。你他娘的，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老子数到3，怕你啊！老奶奶上炕磨磨唧唧的，要吃就好好吃，不吃就滚。知道我道哥多久没吃饭了吗？啊，本来就饿得眼冒金星，还要在这里看你这个黑心王八蛋使坏，让人吃辣，稀巴两个腿，来，咱俩今天必须死一个！你打我还骂我，欺国欺人太甚！我要告诉父王，还要告诉大祭司，绝不放过你！行，道哥我心不甘民，坐不改姓，京城瑞王府恭候你大驾光临。穆达拓哭着跑走。吃吧，这个不辣，闻着就香。汤鲜味美，老板再加10碗。10碗，馄饨的热气模糊了穆达浩辰的表情，转身便走。你们家大人呢？怎么也不领好？人多别一会儿踩到你们。哎呀，你敢说小爷矮？你学生慕名而来，听闻只要掏个入场费就可以参加。我们年纪虽小，但秉承孔圣人教诲，不敢不用功，是以请夫子给个见识的机会。行，只要不是故意扰乱诗会秩序，我们可以让你们参加。但这钱嘛，可不是平日买糖的那点银子，你们可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哈哈，好，几位里面请。本来挺期待，现在看他们这副嘴脸，我突然不怎么想去了。其实各种盛事大抵如此，你看看周围前面桃花源的布置，还有周围百姓的茶水点心，可见主办方用了心的。多吃一些总归花了钱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战胜那个蓝风铃什么的。嘿呦，小豆瓜们大言不惭，进来开开眼得了，还想迎南风公子，好大的口气啊！就是当心吹牛吹过头，让人笑掉大牙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听你们这话肯定应不了。此时，乌鸦小姐，你看什么呢？没什么，不过是一堆穷酸学子吹牛皮罢了，还以为遇见老熟人了。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百越的人确定来吗？乌鸦小姐一心为了王爷谋划，莫翠又怎能不尽心呢？都调查清楚了，百越来的人里可不光有那个傻太子，还有穆达王子，他爹就是草原上争议最大的齐王，最得百越王重用。只要小姐你在此次诗会上大放异彩，他们没准儿真会误以为你就是那个圣女。这是什么话？我早告诉过你，那个圣女就是我，只不过要是主动上门显得廉价，我务必要让他们注意到我，而且还是惊叹的那种。看见了吗？且不说南风公子、龙庆、陈小姐，
轩轩四人，就单瑞亲王这一女，你们就赢不了，知道吗？你们什么意思？哼，还是个两耳不闻的土包子啊！你们不知道吧？这位瑞亲王新任的义女年纪和你们相仿，但是人家的才华可是汾城几个大文豪公认过的，说是100年难遇的神童呢。吹牛的吧？嘿，小子还不信？虽是诗会，考究的却是诗棋书画4大艺，不然你以为报名的人为什么这么少？还不是因为这几项非寻常人家能培养得起的。看你们这穿着打扮，家里想必也没钱培养吧？好心提醒你，还是赶紧把报名费退了，去外面看个热闹算了。嘿，你瞧不起谁呢？小业务包袱里可是传家宝，珐琅彩的酒壶。一群学子嘲讽的笑笑。我说换身衣服吧，你非不听。看吧，让人瞧不起了吧？你怎么不说你吃了6碗馄饨，耽误了时间呢？再去成衣铺，不得给耽误报名吗？云昭昭头疼腹饿，拿出奶壶吨补充能量。怎么说呢？刀哥他小小的年纪承受了太多。大哥，你猜我刚刚看见谁了？谁呀？云洛瑶，他刚刚就在那辆马车上。什么？当真看清楚了？我发誓，绝对是他。奶奶的，这破罗筛子在京城干了那么多肮脏事，还杀了人，结果跑这边竟然混成了王爷义女，真行啊他！嘘，你小声点儿，要是被他发现，咱们肯定没法顺利参加诗会了，还怎么去帝都啊？兄弟，你说咋办？这是琛哥哥给的锦囊，我看过了，是内向包赢的。至于棋，交给泽言没问题吧？有你在，我一定能赢。书法就交给子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呢？我啥任务啊？田忌赛马的故事听说过，咱们稳赢3项就可以。兄弟，别太较真。青青、虎萌萌还有你我，咱们4个强项不在此，对不对？报名处。你们受刺激了，想退赛？非也，我们6个人想共同参赛，名字就叫做五岳传奇，而且我们要求最后一个出场。嘿，算了，把钱退给你们，赶紧回家和泥玩吧，别把我们诗会搞成过家家了，惹人发笑。袁昭昭早有准备，6锭金子明晃晃摆在桌面上。好，小贵人，你们不，五岳传奇，里面请。喂，你给的是不是太多了？一个破诗会不值这么多吧？对啊，昭昭，你钱留着给乞丐都比他们强，干嘛要便宜他们啊？听说过登高跌重吧？云洛瑶最喜欢的就是出风头，咱们偏偏要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给他重重一击。你们说他会是什么表情呢？兄弟，你真是坏透了。不过我喜欢。快走，我都迫不及待了。欧阳妹妹当真是了不起啊，小小年纪就才貌双全。哪里比得上陈小姐？连此次诗会都是陈家赞助，果真大手笔，令人叹为观止。陈浅离哼笑，哼，轩轩姑娘数1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钻研学术，这清官当的真是用心良苦了。清官，两袖清风的意思吗？可轩轩是女子，如何能当官？轩轩小姐出淤泥而不染，着清廉而不妖，是真正品行高级的才女。刚刚那桃源图真传神，技艺非凡。龙静，你这么急着帮轩轩解围，莫不是想当她的入幕之宾？你别太过分。入幕之宾？哦，欧阳明白了，刚刚失礼，还请轩轩小姐莫怪。南风公子，你怎么看？都是输家，争论为何？我刚刚就是最后一个，评委还夸我画得好，怎么可能？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最后出场的是个叫五岳传奇的人，没什么名气，我都没看。
我看见了，是个男孩，5岁左右，世家公子的模样，举止十分得体，画的桃花简直栩栩如生，还有蝴蝶扑在上面呢。牛，真牛！没想到泽言你棋艺这么好，连画都这么出彩，真是我辈楷模，虎头帮第1大人才呀！哎，行了，快走吧，那边作诗开始了。备好，剩下看我的表演。不愧是纳兰琛，有才，当真有才。人间4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隆庆一句桃花诗，引来学院众弟子叫好。紧接着，南风林清冷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啊，南风世子果然是青年才俊，这诗句在风骨上就赢了上一句。公子大才。瑞亲王一女刚刚3项都表现不俗，轩轩拜服。一个青楼女子，巫瑶连个客套的笑容都没给，踩着淑女步伐走了几步，刚要作诗，却陡然听见旁边几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桃花换酒钱。”云昭昭在巫瑶极为震惊的表情下压轴出场，背手走着王八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目，无酒无花锄作田。好，好啊！刚刚那桃花诗真是绝了，才华横溢，狂傲非凡，真乃是上上佳作呀！他们作弊，这诗是假的，他们根本没有才华，是一帮小纨绔。藏德书院院长元气疑惑地问：“巫瑶小姐，难道你认识他们？”“对啊，刚刚3项画、棋、书法，我们5岳传奇都赢了，足也证明我们的实力。评委和百姓的眼睛又不是瞎的，我们的实力，评委和百姓的眼睛又不是瞎的。”话虽如此啊，但诗会向来是1人参加，你们6人以组合的形式参加，这算不算作弊？对，他们作弊，快把他们抓起来，别扰乱桃花节盛事。谁说我们作弊？报名费掏了，我们是光明正大走上来的，而且掏钱的时候也没人阻拦啊。院长，我们也没想到他们真能赢呀。没错，这几个小学友是真有才，刚刚棋艺3项绝无水分，大家都看着呢。你究竟是谁？看来抢南风世子的风头。公家公瑾义，我叫他哥哥。一派胡言！锦衣哥哥是家中独子，根本没有妹妹。那个小乞丐怎配叫他的名字？哦呀，名字起来就是让人叫的，要不是他非让我叫，我还不叫呢。好，不理你了。你认识纳兰琛对不对？他是我小弟。南风世子，这6个小屁孩夺了你的风采，你怎么还笑呢？赢了便是赢了，有本事你做出更好的诗句。最终几个皇商舍不得那7锭金子，无法取消6人的参赛资格，而他们获胜又是事实，只能一致通过，让他们这个组合取得第1。哈哈，今年的桃花节比往年都好看，有趣极了。那几个娃娃太萌了，刚出场的造型看见了吗？逗死人了。尤其是中间那个小奶团，长得跟画上福娃似的，又乖巧又可爱，真是。话没说完，少数未散场的人惊见云昭昭跟个炮弹似的朝着瑞亲王一女冲了过去，左一拳右一拳的挥打着。赵景成几人看傻了眼。哇，一会儿来人了，她毕竟是瑞亲王的义女，你……爸爸说她身上有父皇的味道，他见过父皇。好啊，你个破路筛子，再欺负我还敢搞事情，我打死你！直到士兵赶到，云昭昭才被拉着起身，6人朝桃花源后面跑去。南风世子，请问你有见到几个小贼从这里逃跑吗？未见，天快黑了，我还要赶路回帝都，让城门放行吧。给世子开城门。哼，真刺激，刚刚还以为真的要被发现了呢。
你还笑？要不是南风世子派人调虎离山，咱们今天哪能逃得出来啊？多谢南风世子救命之恩。不过，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会救你们，对吗？袁昭昭脚都蹲麻了，正要急急找个位置坐，就被南风林双手托在腋下，抱坐在了腿上。这合适吗？咱们还不熟。是不熟，可我跟你小弟比较熟，换言之，算个半熟，凑合一下吧。你认识纳兰琛，是他让你帮我们的，对不对？没错，我娘家的六舅爷的外叔公的小姑姑的远房表妹的三大爷的舅姥姥是纳兰琛的姨外祖母，算来算去，我们搭个表亲。八竿子亲戚呀！没错，八竿子打不着，没人知道，只见过一面的表亲。我也纳闷，他那样的性子，怎么会求到我这里，拜托我出手帮忙？现在我明白了。你多冒昧呀！才半熟就敢跟刀哥动手动脚。哼，你个陈潜烈，还以为能看在公家的面子上帮一把，没想到还叫来府尹抓咱们，真是过分。没错，不是他小爷不能跑得这么狼狈，刚刚传家宝都差点摔地上。这下麻烦了，特许文书虽然拿到了，但帝都那边可能也接到信了，没准正张着大网等咱们呢，这可咋办？那个，或许我可以帮忙。这个可以有，昭昭现在宣布，我们很熟哟。桂林精。夜晚，愁死了。姨父，你要为女儿做主。你说要参加诗会，让我瑞亲王府增光，缘何让我颜面全无？这就是你说的帮我？不，我是真心想在百越人面前帮姨父你出头的，可没想到云昭昭竟来了坟场，是他坏了我的计划。听说他在街头还把百越穆达王子打了呢。你说谁？云昭昭？凑巧这时管家在齐顺耳边说了几句。这次便算了，让府医好好帮你上药，本王还有事，先走了。奴婢不明白，这不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吗？姑娘为什么要答应瑞亲王的邀约啊？我不想让他失望。姑娘，奴婢斗胆疑问，这个他到底是谁啊？轩轩沉默不语。姑娘，奴婢有些话放在心里许久了，既然你生气，我也要说。其实你早可以赎身离开，隆庆公子对你的心意，连我都看得出来，你为什么就……这样的话以后莫要再说了，对隆庆公子声誉不好。就在这时，王爷为何不敲门？看本王，一听你来了，匆忙的连礼节都忘了。轩轩小姐莫怪。碧儿有心挡在中间，却被管家拉了出去。你终于同意了，终于忘了那人了，对不对？王爷，住手！轩轩大骇，急忙闪躲，却被齐顺紧紧搂在怀里。不，你只收妖云品诗，你不能这么对我。轩轩心慌极了，一口咬在齐顺耳朵上。贱人，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是又如何？在我心里，你永远比不上大皇子。他伟岸英挺，是英雄，是战神，而你只是永远望不可及的蛆虫，活该一辈子赶不上他。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比我强？呵呵，是啊，他齐尊厉害，重伤之下还能前去大前，当上了摄政王，了不起。可那又怎么样？如今还不是被我囚在水牢，让我打骂？快看，那狗王也想干坏事。别急，今晚我就让你彻底忘了他。你滚开！你滚开啊！突然，身上的齐顺沉沉的砸了下来。哼，我不是很想理你，不用下来。云昭昭先发制人，还没想好怎么面对这个破坏一家四口稳定的女人。啊，我兄弟，差不多得了，救人要紧。
你们究竟是谁？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不用多问，出门右转，下人们都不在，你赶紧顺着狗洞逃命去吧。云昭昭把来时路告诉他。喂，你路痴啊？这地方刚才来过了。云昭昭眼眸森然，赫然回头。你干嘛？这什么表情啊？他对得起娘啊？对得起三爹吗？对得起昭昭吗？我要爆发了，我真的要爆发了！就在这时，齐月，怎么是你呀？你该说，幸好是我。别信，她是齐顺的女儿，搞不好是来抓咱们的。你们可以选择不信，但时间不多了，再找下去，天都亮了。我要去水牢找爹爹。水牢阴暗，带着丝丝寒意。爹爹，是不是好痛啊？陈毅一怔，回头瞅向这个小女孩，惊愕地瞪大眼睛。这眉毛、鼻子、脸部轮廓，几乎和大皇子一模一样。他难道就是……你不用惊讶，昭昭都知道你背叛了咱们全家。全家是指？哼，还能有谁？自然是娘，还有三爹。小奶团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把水牢里三人都震惊了。这一下为了娘，这一下为了三爹，这最后一下为了昭昭自己。周儿，斗反天罡啊你！那可是摄政王，再说你哪来的娘啊？二爹不就是吗？本来家庭挺稳定的，这下回去，昭昭都不知道怎么和他们交代的好，都怪这臭爹。小郡主，你怎么会跟齐顺的长女在一起？小郡主，父王从来不会这么叫她。你先出去一下好吗？昭昭有事要问。齐玉微微点头。你到底是谁？我父皇呢？小郡主来得正好，本人陈毅是昔日大皇子麾下的一员小将，大皇子让我放松齐顺的警惕，按理来说每2日他会下来一趟，可现如今已经7日，他不曾来过水牢，属下担心。是不是父王出事了？你可知道他去哪里了？大皇子始终对当年战场一事耿耿于怀，势必要进宫找皇上问个清楚，这是小人最担心的。这2天听守卫喝醉说3日后是个大日子什么的，这2日王府里也是忙忙碌碌，依属下猜测，齐顺极有可能等不及要篡位。要是这样的话，大皇子定然是要和他对上的，不论小郡主带着谁来帝都，都请他们一定做好准备，保护好大皇子，他是我们齐国的希望。我绝对不会让父王出事的，你放心好了。小郡主去吧，我不能走，我现在代表的是大皇子，只有我在这里，齐顺才好施展他的野心，才能露出更大的马脚。云昭昭点头，从布兜里拿出一颗莲子塞进他嘴里。吃下去，我父皇还需要你。要不你跟我走吧，我怕你回去会被齐顺责罚。你在担心我？自然啊，你帮了我，我自然担心连累你呀。你们赶紧走吧。等一切结束，咱们还当好朋友好不好？说定了哦，我等你哦。说完，快速跟上前面的赵景成。凌晨，听闻你昨晚去了水牢？没错，昨晚发现主上受伤后，我第一时间就怀疑是有人接应其罪，想要谋害主上，所以急忙赶了过去。好在他人还在水牢，想必是发现的及时，贼人只来得及救走轩轩。该死的女人，竟然早跟齐尊勾搭上了，她根本目的不纯，来京是想要帮齐尊做内应的。主上放宽心，我会看着王府，不会影响主上大计的。很好，百越那里就由你去接应，3日后的宫宴上，我要万无一失。明白。国子监，听闻祭酒大人您找我，这诗是你做的吗？他们还真去参加诗会了。没错，
是学生做的。为什么给昭昭这个？祭酒大人放心，我公世子南风林是我远房表亲，他每年都会参加诗会，我提前联系过他，让他务必帮助做此事的人，昭昭他们会平安的。有心了。祭酒大人，昭昭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出去吧。最终南宫雁还是没有回答他，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总是做梦，梦中他身处云端，耳边总有人喊他：姨父，你什么时候醒？宁儿好想你。午夜梦回，佛子心中忐忑，总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征兆。你实话告诉我，齐萧就是齐国的大皇子齐尊，对不对？见南宫雁沉默，他难得骂了句娘。娘的，有了乖宝后，老子好久没骂人了。你明知道他的身份，还让昭昭自己去，且不论外面的危险，万一他登基称帝，不让昭昭回来呢？孩子就这么留在齐国了？不可能！昭昭是我女儿，齐尊不让她回来，我绝不饶她。哼，这话你见到他再说吧，他那人什么干不出来呀？那边被他骂的齐尊正目瞪口呆，听吃咬饼告。你说什么？昭昭来了，还打了本王？哦不，陈毅屁股。千真万确，王爷，拿鞋底子抽的。小崽子他为什么动手？小郡主她似乎因为萱萱姑娘的事很生王爷的气，还说什么了？快说。小郡主还说王爷对不起他娘，对不起他三爹，破坏了一家四口的稳定，是个臭爹。哼，我家宝贝蛋儿霸道着呢，像我。曹国公府。你没事吧？一大早去哪里了？我还以为你被抓了呢。昭昭去宫墙下了，想个办法进宫，可这齐国皇宫跟铁桶似的，连个生锈的破洞都没有。你说你父王就是齐国的大皇子齐尊，他此刻就在皇宫里，你肯定吗？肯定啊，昭昭不骗人。好吧，昭昭，我相信你，我带你们进宫。不用担心，我父王很厉害的，他不会让国公府出事的。好，我相信你。大祭司怎么突然会来到齐国？难道是怕我们对太子殿下招待不周？为寻圣女而来，睿亲王，我想见见那位在诗会大出风头的女孩子。大祭司这是何意？可是瞧不起我等？来别国做客，总要讲些规矩。难不成百越就是这般目中无人，不把我们齐国放在眼里吗？吵吵嚷嚷，让齐顺被打的额头一阵抽痛。够了，不就是想见个人吗？本王满足你就是了。说话间，参见义父。说罢，转身冲着大祭司说道：我乃巫瑶，就是原痴祭司要找的人。你？没错，正是巫瑶。哼，我这义女出生时红光漫天，1岁能言，3岁作诗，被大前护国寺了然方丈卜卦，说她是转世仙童。大祭司若不信，出个题考教她便是。真了不起啊！原来王爷这义女大有来头。可不是嘛，转世仙童来了齐国，那忽悠的岂不是我们齐国了？嘘，行了吧，他这个转世仙童，我们大钱可承受不起，也就你们当个宝，真是笑死小爷了。什么人，竟敢扰乱宫宴？是我，虎头帮第2把交椅，赵小爷是也。义父，快人把他们抓起来，他们想捣乱宫宴。好啊，原来瑶儿说的是真的，你们还真闯到齐国了。来人，给我把他们。且慢，我乃齐国大皇子齐尊之女，谁敢动我？女娃娃，你刚刚说什么？你是谁的女儿？好话不说第2遍，
你们看我的长相还看不出来吗？没错，这脸型、眉毛，简直和当年的大皇子一模一样。大皇子难道没死？难道当年战场上的事另有隐情？什么隐情？一帮老糊涂！这云昭昭是大前派来的奸细，专门这么说离间我们君臣的，这都看不出来吗？此地无银300两，说的就是你吧？别人啥都没说，你就心虚啦？你，云昭昭才不理他。是会是我们6个赢了哟，你找我们干嘛？大祭司，我真的是转世仙童，也是你们要找的圣女。我出生带着异宝，天下红光，不会有错的。没错，你是圣女。还道你是大祭司有什么本领呢？原来不过如此。你可瞧好了，她根本不是什么巫妖，她叫云洛瑶，大前淮阴侯之女，谋杀庶爵和嫡亲兄长，然后逃到了齐国。一个杀人凶手被封为上宾，如今还被认作圣女，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笑死人了。小年纪这么狠毒的吗？小孩子，你说的是真的吗？王爷的义女当真杀害了他亲兄长和姐姐吗？这在我们大前市人人知道的事，也就你们消息闭塞，错把云木当珍珠。来人，给我把这几个贱民抓起来！吴瑶袖口放长，眼神一厉，趁乱用力朝袁昭昭扎了过去。赵景成就在旁边，然后挡在他兄弟跟前。袁昭昭见状，急忙收回踢出的腿。你恩将仇报啊你！不好意思哈，我反应快，把他当男孩了。吴瑶痛叫一声，倒在地上。我靠，我传家宝碎了！吴瑶，你手腕怎么长那么硬？小祖宗，找到你父王了，气味在东面。尊儿，是你吗？父皇，好久不见了。儿呀，你终于回来了。尊儿，父皇始终相信你没死，你总算回来了。说得好听，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觉得说这些还有用吗？若不是你听信齐顺和胡贵妃朋党的谗言，怕我功高盖主，怎会让我以5万兵马对阵10万铁骑？若不是你冷眼旁观，5万将士不会惨死；若不是你冷血无情，我不会自毁容貌假死，我母后也不会自缢而亡。说到这时，齐尊的剑尖已然划破老皇帝的脖子。尊儿，父皇这些年无一日不是在懊悔中度过。我承认你成长得太快了，让我心底多了一丝忌惮，甚至打算该城之战后让你离开军中。但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怎么会想要你死呢？胡说！你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该城困守半月，我连发10道派兵支援的加急信件，你敢说你一封也没收到吗？是拜阳侯，那时我头风发作，把该城之事交给他全程负责，定然是他拦下了军情，是他，一定是他。当年的事儿，哪怕非你所愿，也是因你而起。你刚愎自用，无容人之量，不配为君。这样的你，本王不屑杀。他刚走2步，身后突然一阵寒风，黑影闪现。杀了他，永绝后患。说是迟，那是快。哎呀呀，父皇别怕，昭昭来啦！齐尊回眸，正瞅见宫女的侧脸被踹得凹陷，双眼暴突。啊，爹爹救命啊！昭昭要变肉饼啦！一声轻笑在耳边响起，
袁昭昭被捞进一个坚硬的胸膛。爹爹，昭昭终于见到你了，好想你。胡闹，谁准你乱跑的？昭昭没受苦，昭昭一路上骑金鱼来的，还给爹爹争气，在桃花节诗会拿了第1名，爹爹开不开心啊？开心，爹怎会不开心呢？一口亲在他红苹果似的脸蛋上。这边也要。哎呀，忒会撒娇了。川儿，这真是摄政王吗？他的脸也太俊了吧，跟小爷想象中长大的模样差不多。你可拉倒吧，那可是一面战神，你算哪根葱啊？齐尊，你敢耍我？耍你又怎样？现在才发现，晚了。大皇子，真的是您没死。来人，给我把这个谋害父皇的乱臣枭首拿下，就地正法。大皇子，你怎能弑父叛上？这不是谋逆吗？对呀，有违孝道，真是罄竹难书，畜生不如呀！你说谁畜生不如？你眼睛瞎吗你？大户人喘着气呢，你看不见呀？你不是刚刚大闹宫宴的那个女娃？皇上病天，你怎敢在龙体前放肆？病天？袁昭昭回头一瞅，你可真能装！刚刚用眼泪骗取我弟弟的信任，承认害臣之战是你刻意延误战机，不出兵相救，趁我弟弟分神，转头又让暗卫寻刺他。现在你的人来了，有理你就起来狡辩呀！装什么装呀？你又不是乌龟。难道当年该城惨败另有隐情？不是大皇子战略失误，是皇上他……说到这儿，那人不敢再说下去。尔等不要听齐宗胡言乱语，今日大家都看着呢。他不孝不悌，罔顾人伦，简直罪不可恕。本王今日就以储君身份下令处死他，即刻动手。嘿，你不怕痒就以为昭昭没办法了吗？深水炸弹之改良版全无敌，昭昭来喽！原地弹跳半米。嘿嘿，大家快看，大家快看，他又活了，昭昭成神医了啦！义父，有他在，谁都会认为我是假的转世仙童，快杀了他，永绝后患！女儿要助义父成就伟业。与此同时，殿外一阵喧嚣。赤阳、陈毅带领一众将士团团围困禁军。陈将军，您怎么会浑身是伤，被打成这个模样？睿亲王私藏龙袍，意图叛上作乱。他知道大皇子回来后，怕当年拦截该城军情的秘密被揭穿，想要谋害大皇子，幸而被皇子识破了奸计，才能带领我等杀回宫中。大皇子，老臣对不起您，老臣该死。众臣下跪，异口同声道：请皇上退位养病，我等愿拥护大皇子继承皇位。败局已定。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父王你玩弄权术，贪恋权势，这皇位本该就是我的，还有你们这些老东西，我才是皇上，我才是！带下去，把瑞金王府上下全部拘押在死牢，等候判决。是，属下遵命。巫瑶被按住肩膀跪在地上，挣扎间脖梗上的东西从衣领掉了出来。试验室。突然一道黑灵破空袭来，然后卷起巫瑶飞身离去。保护好他们。属下遵命。两人身法极快，袁痴额头冒汗，咬牙。娘的，天上地下这些年还是那么难缠。北帝。巫瑶惊愕地瞪大双眼。云昭昭，你怎么会这么好命？与此同时，你是转世仙童，定能救朕，对不对？只要你答应救朕，朕就封你为护国公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样？朕可
可以立你爹爹为储君。只要你救了朕，朕可以把整个齐国都交付给他。你就这么想活？孩子，以后你就会明白，唯有权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人追逐的东西。只要你手握皇权，这世间一切都可以踩在脚下，任你驱使。你明白吗？包括舍弃我爹爹，舍弃5万将士的性命。你最好把你的能力使出来，治好朕，不然你觉得你爹爹背上一个弑父的骂名，这个皇位能坐得稳吗？刚刚齐顺那一语你看见了吧？知道他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吗？是焰石，混沌初开，天地间5大异宝之一。只要拿到它，别说病入膏肓，就算躺进棺材都能把人救回来。那还等什么？还不快去派人把他抓回来！大祭司又算什么？两国开战又能怎样？只要能让朕活，一切都不是问题。可惜你等不起了，你嘴唇发紫，眉心黑气笼罩，明显寿运将近，你没有时间了。为什么？朕乃天子，万岁，万岁呀！没一会儿功夫，他脚蹬了2下，便眼神涣散，死不瞑目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爹爹说了，以后不想再见到他，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2个阴差僵硬的点点头。谨遵北帝差遣，入畜生道，永生永世不可为人。北帝？我什么时候成为北帝了呀？就上次冒名一次，哪敢再用玄天大帝的名头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这个虎头帮帮主当的就挺威风的，就不抢北帝大人的风头了。嘿嘿，不过那赤焰石怎么在袁洛瑶身上？他说他叫乌瑶。乌瑶。云昭昭突然拳头砸了下手心。妈妈，这不是按长老捡的那个宫女的名字吗？小祖宗，你终于想起来了。天道限制不让我说，我好几次都想提醒小祖宗，也做不到。那大长老他们知道吗？知道巫瑶下凡抢了我爹娘的事吗？知道，还把二长老臭骂了一顿呢。二长老生平2大爱好，面子和风头，这下好了，2个都不保了。深夜，王爷，小郡主等了很久才睡下，百越那边好了，不过他的身法不好了，景城被押到衙门去了，陈家小姐状告他偷盗财物，报官把他抓起来了。陈家？你说的是陈浅林吗？哦，对，就是他。咱们又不是没钱，怎么会偷？他不会又拿着传家宝去臭炫耀了吧？赵虎重重点头。果然，这东西邪门，从沾上它，景城就没消停过。衙门里，大人，您请看，这珐琅彩酒壶就是3年前我陈家被盗之物，酒壶底座刻着一个兔首，民女是兔年生的，那东西是父亲从远洋买来，庆贺民女生辰的。不错，这东西确为陈家丢失之物。我呸！我抱着这酒壶睡了这么些天，怎么看着都不是兔子。你眼神不好使，还是收了陈家好处啊？这么帮他说话？放肆！你个黄口小儿，敢当堂大放厥词，诬陷本官！来人，给我先打5大板，然后再论。我看谁敢！周儿，他不分青红皂白抢我宝贝。哼，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朝阳公主吗？你这个好朋友也不知道从哪里认识的，手脚可不太干净啊。哦，原来是公主大人驾到，下官失礼了。大家，我只是普通富商之家，比不得公主她身份高贵，但本着孝道，父亲送我的礼物我又不能不要回来。要不这样吧，我用银子买回来，
公主你看如何？哪来的茶味这么大？没人喝茶，那可能是人身上的味儿吧。你们别太过分，大齐有律法，就算你贵为公主，也别想欺压百姓，贪着他人财物不还。大家别激动，先听听无妨。如果真的是他的财物，本公主不仅原物奉还，还按照同等价格赔偿他的损失，这样行吗？这倒新鲜，难道公主真有证据证明这不是陈家之物？对呀，这珐琅彩咱们只听过没见过，京城除了陈家，谁还有这个财力从远洋买这个回来？不用谁证明，他自己会告诉我们答案。哎，酒壶怎么可能自己说话？真是小孩子天性，张口就来。行了，证明之前问你2个问题。行，说吧，本小姐没什么不能回答的，只不过要是你无法证明，就要当众和我道歉。你没病吧？这酒壶在我身上，要道歉也是我，跟昭昭有什么关系啊？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瞅你这模样，是朝阳公主的跟班吧？亦或说打杂的？凭你自己，怎么可能拥有这么贵重的酒壶？定是公主赏你的，没错吧？你个绿茶婊，王八屁股长痔子，就是个烂规定，瞎了你的狗眼，敢说他是我跟班？我告诉你，他叫赵锦辰，是我过命的兄弟，比家人还亲的朋友，是我大乔位里的吏部尚书御前行走，一品中永侯，就凭你也被说他？就算是公主，也不能仗势欺人，随便打人吧？什么叫随便打人？你不顾尊卑，见到本公主非但不行礼，还敢出言不逊，打你还是轻的。按照律法，按照齐国律法，冒犯皇亲，理应责打20大板，以儆效尤。不愧是子谦，连齐国律法都知道。周周，我不知道怎么说，你看我行动好了。爹，你终于来了。还请朝阳公主明示，我陈家哪里得你不满，要这样当众责打小女？这东西分明是我从海底捞出来的宝贝，你女儿却说是你送她的生辰礼，还当众让昭昭承认偷盗，给她道歉，你觉得她不该打吗？小女冲撞公主是她不对，但这酒壶确实是小女的生辰礼，鄙人绝不会有认错。公主，想必你也是无意中捡到这珐琅彩酒壶，定不是外人所想，见它好看占为己有，对吗？切，那你能不能给本公主解释解释？甄简离才14岁，你送她酒壶当生辰礼会不会太奇怪了？就是啊，从没听说过这样的礼物，送男孩还差不多。大家可别忘了，我陈家是酿酒发家的，至今家中还供奉着酒神的神像，每逢初1、15都要带领家人祭拜的。呵，看来这事情已经明了，珐琅彩酒壶确为陈家所有，朝阳公主想来只是无意中得到，定不知道其主人。那么这件事依本官看，就这么算。不行，陈府丢了酒壶，我又挨了打，这件事怎么能轻易算了？啊，远身传递挺欢呢，但我傻子看不到吗？哼，你们说的都不算，这酒壶说的才算。说完，眼神一正，金光破邪，妖媚无藏，法眼开，原形毕露。这是怎么回事？酒壶是瓷器，怎么成了木头？对呀，谁家拿木头做酒壶啊？而且你们快看，那些花纹正好在骷髅头嘴的位置，像是把嘴缝住了。昭昭，这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没看错，这木头酒壶用的是海柳木吧？鄙人不知朝阳公主在说什么。哎呦，那可就奇怪了。用这活人祭祀的固财之术，需要用阴气极重的海柳木制作酒壶，再配以珍珠、珊瑚，还有一些海物供奉。你敢说你丢失箱子里面没有那些东西？
可能是盗走财物的那人把酒壶放在了一堆宝物中，但本人只丢了一个酒壶，我十分确定。这也是海里那箱子里的宝贝，你看看，这上面的某一颗珠应该还是刻着你的名字呢。看见这珠链，陈白脸色骤白，当即伸手，就在刚要碰到的时候，被人拽住手臂，狠狠反折。想置我陈家于不义。无业，是你的字吧？虽然绘入花纹，但仔细看还是可以辨别出来。我一个小孩子尚且可以认出，更遑论朝中大学士，你还要狡辩吗？陈柏心惊地瘫坐在地。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陆族文对吗？祖父的书房恰巧存了2本书，是这个部落的族志。相传陆族在齐国建国之初，因厌胜之术盛行，被灭了族。没想到还有后人在世。你还不知道吧？他祖父可是大秦的丞相魏文。好啊，原来陈家藏污纳垢，这滔天的财富竟然是靠活人祭祀得来的，真是太可恶了。没错，人面兽心的畜生，亏我们还一直买你家的大米，到处夸赞你是大善人，原来都是假的，都是骗我们的。玉，你怎么在这里？属下奉皇上之命，暗中保护公主。谢谢你啊，好朋友。你贵为公主，怎么能仗着身份不分青红皂白，让暗卫打我爹呢？你怎么不说你爹刚刚想对昭昭动手呢？公主，能否让下官看看？大家先来看看吧，这上面是不是有陈柏的名字？很快，人群中响起惊呼：真的！大家快看，这颗珠子上真的刻着一个陈字，还有这海星的触角底下也刻着陈字。天哪，活人祭祀，简直太可怕了！对了，大家还记得3年前帝都旁边的村落，不少人外出做工一去不回，难道就是陈家？不是，陈家姓陈的多的去了，怎么就能认定是我？定是有人存心无赖。羊毛出在羊身上，他施舍的善粥都是从百姓身上掏空的油水，真是打的如意算盘。大家义愤填膺之际，宫里来人了，直接扣押了陈柏、沈岩、陈浅离3人。感觉这次出来真的很有收获。周儿，咱们多会儿回大秦，你不会不走了吧？不行，你是大秦的皇太女，在书院上了名册的，必须回去念书。爹爹，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昭昭好想你们。宝宝乖，爹来了，别哭。说，更想我还是他？爹爹抱，昭昭难过死了。告诉爹，谁欺负你了？爹给你出气。能让宝宝露出这副表情，除了齐尊还有谁？可他万万没想到，原因竟然是日落之际，皇上，这大前新帝突然来访，咱们真的不招待一下吗？若是传出去，会不会让人说咱们齐国缺乏待客之道呀？哼，他一无车马，二无仪仗，算什么来访？可一顿宫宴总该……宴什么宴？鸿门宴吗？谁给谁准备的？此时殿内，哎呀，这不是破坏一家4口稳定的桓帝陛下吗？这时间不在后宫陪你的后妃用饭，怎么有功夫来这儿了？什么后妃？你少胡说八道！萧荣章一脸看好戏的表情，齐尊嘴角一抽，手指动了动。是误会，那个轩轩。爹爹，你这都不知道，臭弟他可过分了，前脚告诉昭昭他没有背叛咱们全家，后脚就把轩轩接进宫了，这就叫……小奶团挠着头，眼前豁然一亮。哦，对了，吃着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对不对？萧荣章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三弟，你是吃饱了打饱嗝了吗？怎么一直在鹅叫？你回去吧，
今天昭昭跟我睡。谁同意了？刚刚晚上你喝假酒了？说什么胡话呢？这里是齐国，你们要想活着回去，最好长点眼。臭爹，你凶什么凶啊？没呀，爹哪里凶了？就是凶了，你不仅不知错，还凶我们3个，快爹3爹给昭昭按住他。趁齐尊不备，抽起虎头鞋，结结实实地拍在了齐尊屁股上。那轩轩是进宫告别的，他如今已经回了老家，根本不在帝都。我哪来的后妃？臭崽子，了解清楚了吗？就给我乱扣帽子！哎呀，弄错了。他当即害怕地躲去南宫燕身后。爹爹救命啊！昭昭男同意打呀！见他不作声，云昭昭吓得打了个嗝，连忙跑去萧荣章那边。爷爷救命啊！你乖宝屁股要肿了。萧荣章摸摸背身，装看不到。哎呀，乖宝，别怪爹心狠，老虎的屁股你也敢打？爹在人家的地盘，身不由己，你自求多福吧。爹，亲爹都是误会，你听昭昭狡辩。哼，狡辩？啊不，解释。起来，别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堂堂公主，像什么样子？逞凶耍威风，你也就这点本事了。他这么小，你还真揍啊？爹，昭昭疼。你脑子让驴踢了，还是智商窜稀了？我根本没用力，你看不出来啊？齐尊还没意识到，他下意识已经接受了一家4口的人物设定。你乐够了没有？是不是找打？萧荣章眼珠一转，二哥，你看他欺负我。满店鸦雀无声。你刚刚在叫我？对呀，二哥，你帮我揍他好不好？袁昭昭捂着嘴，已经快要笑翻了，眼角都是泪。哈哈，他3爹最好玩了。今天的事儿，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属下明白，定不会让皇上失望。陈毅等着皇上令下，没想到头被狠狠一拍。皇上，真是让你闭紧嘴，脑子再不开窍，直接辞官种地去吧。臣记下了。敢问皇上还有何吩咐？让工人把嘴闭紧，谁再敢背地里说朕和轩轩青梅竹马，朕定不轻饶。此时嘉陵关口，大祭司，您受伤了。无妨。太子和穆大王子回去了吗？已经从海路送出去了，应该过几日就能到百越了。幸亏您提早安排了船只，不过您怎么会受伤呢？大祭司的武学造诣世所罕见，在百越无人能敌。元池想到和齐尊交手时一瞬间的熟悉感，阴森地笑了起来。遇见个老熟人，天助我也！他不记得我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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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大祭司，这是我出生带来的石头，你还给我吧。哼，你出生带的？是真的，我绝不敢骗大祭司。就在他以为快要死了的时候，元池才把他甩在地上，轻蔑地看着他。还真当我不识货？这可是天界异宝赤焰石，能熔炼天地之火，是世间至阳之宝，凭你也配带它降生？哈哈哈，简直可笑！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知道这块石头？现在知道害怕了，晚了。既然你想诓我是圣女，这圣女姑且让你当一阵子也好。哈哈哈哈哈哈！如今三国连降天火，百姓惊恐，再耽误不得了。我要带昭昭回大前，即刻启程。你回去可以，但昭昭不能走。她是我大前的皇太女，凭什么不能回去？
那是他的家。本王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昭昭哪里都不能去。爹爹，昭昭不想让你们吵架。乖宝，爹爹们没吵架，就是决定以后你去哪里住，在哪里上学的问题，别怕哦。真的吗？自然是真的，爹爹不骗乖宝。父皇是这样吗？齐尊心有不忍，点了点头。嗨，昭昭以为家要散了呢，那我就放心啦。小奶团一抹眼泪。爹爹们在家不要吵架，昭昭要去百越，等回来再解决去哪里上学吧。昭昭，你说去百越，去那里做什么？难道是云洛瑶？也算是跟他有关系吧。他脖子上系的石头，爹爹看见了吗？那是赤焰石，昭昭怀疑天火就是他带来的，要把它拿回来。你说拿回来，那石头是你的吗？爹爹好能抓重点。也算是的吧，昭昭1岁的时候他主动找来的。告诉爹，那石头会不会伤害到你？不会，赤焰石很乖的，虽然有时候顽皮烫我一下，但大多数都很听昭昭的话。昭昭怀疑他被坏人利用了，必须去把他找回来才行，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受伤的。好，那爹陪你去。爹爹。翌日，帝都城门外，爹回去安排好国事就来找你，你一定要听话，不许离开南宫宴，知道吗？爹爹知道，爹爹还等着爹爹来接昭昭回去呢。爹爹如今是皇帝，昭昭是你的女儿，还要好好读书，给爹爹争气呢。周儿，我们回去等你，你一定早点回来。要小心，一定不要受伤。6月的天池水都暖了，咱们再去游泳，约好了，一定哦。一定哦，约好啦。昭昭听说过一个故事，讲给爹爹好不好？好，宝宝讲，爹爹听着。传说100年前，天界有3位上神，分别是束发长剑，他万鬼而行的北帝，手握星辰之力，可操控世间万物的紫辉天帝，还有天尊的第9子墨兰太子。他们3人是天界战力最强的人，无可匹敌。突然有一天，西天诸神受伤奔逃而来，说洛尘渊出了一个魔尊，心生残忍，手段惨烈，用黑魔之气吞噬诸神神灵，把他们的修为占为己有。那些日子，听说洛尘渊附近就是如此，生灵涂炭，方圆100里成了焦土。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当然是3位法力无边的上神压制魔尊，把他暴打一顿，解救了大家。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他们3人竟然大打出手。总之他们是大英雄，昭昭要像他们一样打败大祭司，拿回赤焰石。爹爹，你说咱们该怎么行动好呢？半天没人回话。爹爹，你怎么啦？南宫燕回神，脸色有些不自然。那个故事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觉得此次百越之行不会顺利，甚至有种危机四伏的感觉。没什么，兵道伐谋，既然来了，我们就直接进攻，这是最快能接触到那个大祭司的办法。昭昭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快快解决完，父皇就不会臭着脸，3爹也不会难过。不过就算带上暗卫，咱们人数也太少了，万一那草原王不讲理怎么办？不会。此时扎古，也就是百越的王，大祭司，你可终于来了！大千和齐国的军队在边境集结，眼看就要攻进来了，这可怎么是好啊？皇上稍安勿躁，他们不敢攻进来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实不相瞒陛下，此时大前的南宫宴已经坐马车到部落城外了，想来天黑之前就能进宫面圣了。你说的南宫宴，
难道就是那个誉满天下、学富五车的佛子？没错，就是他。而且陛下，你还不知道吧？随行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圣女。大祭司，之前你说唯有把圣女投入万蛇窟，祭祀灵蛇，才能让天地息怒，阻止地裂天崩的灾难，故准你去找。可找到之后，你迟迟不行动，让我空欢喜一场。现在突然又告诉我找到了圣女，你这莫不是在欺君？陛下莫气，之前那巫瑶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如果早早说出圣女是谁，她还会自投罗网来到百越吗？陛下恐怕还不知道他那3个爹是谁吧？3个爹？你说的都是谁？哈哈哈，他们3个的来头不是一般的大。陛下晚宴时，只要我保证，这天下唾手可得。晚宴上，远来是客，来，鼓敬这位远来的朋友一杯。一杯，昭昭不是人吗？扎古面色一僵，讪笑着说：“失顾失礼了，来，大家共同举杯，欢迎我们远方的来客，请。”好难喝，一点奶味都没有。早告诉你这马奶酒和京城的不一样，你偏不听，快漱漱口。对面的穆达接到父亲期王的眼神，登时站了起来。你好没规矩，草原的马奶酒是我们祭祀庆典的必备之物，给你们喝代表看得起你们，怎么能吐呢？难道大钱号称礼仪之邦，不过是一场自夸的笑话吗？说起规矩，你区区一个草原皇孙，竟敢当众指责我大秦的皇太女，这也配叫待客之道？你是皇太女，可我也是皇孙，什么叫区区？你看不起我们百越吗？哇咔咔，你是不是脑子不聪明啊？重点是区区吗？重点是一个好不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有些听不懂了？小奶娃子牙都没换完，说话当然没逻辑。一会儿咱们死抓区区2字就行了，看他们如何狡辩。听说南宫大人是皇太女的老师，看来还需要再努力呀。哎呀，连草原王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亏昭昭还以为你是这里最聪明的人呢。那你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说不出来就是蔑视王庭，管你是不是皇太女，定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我说的是区区一个草原皇孙，重点在一个，懂吗？因为我这个皇太女可是2国的，所以论身份我比她高，论礼数她该向我行礼跪拜，所以她刚刚冲我大呼小叫的行为才叫不知礼数，明白吗？看不出来，皇太女小小年纪倒是牙尖嘴利。哼，看来齐王自己都知道用词不当，以后千万谨记，当心祸从口出。袁昭昭欢喜的原地蹦了2下，果然弱国无外交，他是强国，背后2爹，面前1爹，一共有3个爹爹撑腰，真是牛逼刺拉带闪电，杠杠的。皇太女，你这笑莫不是在嘲讽？不用在意，昭昭便宜的好放惯了，大家习惯就好。之后的晚宴不算怎么欢快，但也没起什么波澜。这些日子离那个草原太子远点，知道吗？哦，爹爹是怕昭昭沾上傻气吗？可就算是那样，昭昭也只爱你一个笨蛋呀，爹爹不许嫌弃昭昭。爹疼你还疼不够，怎么会嫌你笨呢？在草原王庭过待了2日，宝宝，出去玩会儿吧，不用陪着爹爹。不行，昭昭要保护爹爹。宝宝忘了爹爹的手段了。好，那
昭昭在外面等爹爹忙完来找我。这太子是不是要废了？这么大动静，皇上不可能听不到。浩辰太子一贯不受宠，加上齐王如日中天，穆大王子是他最宠爱的儿子，皇上没准儿还真有别的想法呢。太子殿下，比试而已，你怎么不躲啊？再不躲，穆达王子又赢一局了。喂，我爹是谁啊？背后议论王松贵人，他活腻歪了吗？哎呀，你等等，昭昭没准备好。过了会儿，别叫哦，吓到这条刺鹅毛毛虫，它可是会咬人的哦。你乖乖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它拿走。皇太女，请问……那我问你，那个穆达一直这么欺负浩辰太子吗？也不是，以前明面上不这样，最近才开始的。最近？就是从齐国回来之后。那个武蝶是什么人？穆达为什么会因为他打你们太子？是珂石韩王的女儿，是草原上最美的小郡主。穆达王子他向来是喜欢上武蝶郡主了，不过之前王的意思是要把她指给太子的。可你们太子才9岁吧？草原9岁就能娶亲吗？行不行的，先娶回来放着就是。草原二郎12岁就有当父亲的，也没什么大不了。敢问阁下几岁？家中可有儿女？皇太女，小人是太监，怎么可能有子嗣啊？不好意思啊，我看你声音挺粗的，还以为是侍卫，见谅啊。袁昭昭挠头，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句安慰他的话：那个，你无敌知道吗？你没有弱点，换句话来说，你要是练功，什么金钟罩、铁布衫都不如你，懂吗？皇太女，你说真的吗？哦，对，茄子藤上长不了丝瓜，皇宫不适合你，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别气馁哦，我看好你呀。喂，没婚吧？看看这是几？我知道巫瑶在哪里，你要找她对不对？对呀，我是要找她，你要带我去吗？不知不觉太阳都落山了。你怎么停下来了？这是哪儿？巫瑶呢？穆达浩辰僵硬地抬起手，指着崖下。这难道就是……穆达浩辰突然诡异地笑了下。万蛇坑，草原祭祀的圣地。你们怎么能让他就这么死了呢？我的宝贝他还没还我呢。果然，夕阳下一道影子突然伸手朝他推来。袁昭昭嘴角斜勾，原地一个侧身躲开了攻击。喂，你倒是往上爬呀，我快坚持不住啦。穆达浩辰既害怕又震惊。你倒是给我爬呀，真傻了不成？1刻钟左右。别笑了，又不是真傻。这才是你真实的样子吧，对吧？是又如何？哎呦，这什么态度？你扭什么扭？刚刚不还是怕了？说，到底为何要害我？陈家。我知道啊，那是你母亲的娘家，所以你恨我，是因为父皇处置了你的族人？他母亲死了，陈家是他最后的筹码。昭昭不后悔，是陈潜力先找我麻烦的。哼，你可别误会，就算你父皇不出手，陈家也早晚会死在我手里。他们对我无恩无义更无情，我母后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他们要送我那姨母进宫顾宠，母后久气成病，才会血崩而死。既然如此，那你干嘛害我？我才跟你见了两面，好吧？袁昭昭就没见过这样的人。你这叫恩将仇报，有本事你把这狠劲朝穆达托用去啊！刚刚他那么欺负你，怎么没见你还手啊？好啊，你能那你去，能整到他，我就服你。
这可是你说的，别反悔。怎么会跟丢？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的吗？暗卫跪在地上，深深自责。是属下无能，没想到王庭后面的灌木林竟然有迷阵，属下等跟在后面，闻到迷烟，身体脱力，眼睁睁看着公主跟草原太子跑出了西门，等恢复后再追出去，已经寻不到公主了，请大人责罚。整个傍晚，昭昭都不见人影。哟，蓝大人，您快些吧，皇上震怒，此刻正在王帐前大发雷霆呢。阿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何人受伤，让皇上这般动怒？爹爹，谁准你乱跑的？爹爹说过的话都忘记了是不是？没有，昭昭都记得的，爹爹别生气。草原王，你们木达王子以下犯上，众目睽睽之下把太子打成这样，亏你还说百越是礼仪之邦，真是笑死人了。大胆！我们百越以礼相待，你就算贵为皇太女，也不该对皇上不敬。小女失礼，但齐王也无需如此疾言厉色，毕竟是令郎有错在先，不是吗？穆达托呢？还不赶紧把王子带过来！王子他……啰里吧嗦什么？再不说清楚，本王摘了你的脑袋！王子和几个部落的公子去花果乡喝酒了，已经派人救教了。去，把那几个畜生给孤提过来，马上！是，皇上。侍卫速度很快。祖父，你这么急着传兔儿，有什么事儿呀？姑且问你，吴臣身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祖父明鉴，孙儿只是和皇叔比试拳脚，并不是打架。哎呀，原来你们草原管这叫打架呀！昭昭可算开了眼了。穆大王子这拳脚可真厉害，打得太子面目全非，连个人影都看不出来了。天哪，真是勇猛！莫达浩辰瞳孔缩紧，用眼神交流。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没有吧，我只使了5分力，你不扛揍能怪我？你是故意的，故意报复我。昭昭可不是娇滴滴的皇太女，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再敢害我，打爆你狗头！爹爹，这白月真有意思，皇孙把太子打得这么惨，还美名且曰切磋武艺，真拿别人当傻瓜。昭昭这次回去一定和父皇三爹好好说说这些事。对了，还有夫子、学院的小伙伴，他们也定然爱听。穆达托，你仔细瞧瞧，这就是你说的比试拳脚？谁打的他？不是我，我没打他脸。哎呀，你承认打人啦？祖父，我错了，我不该打他，可那脸上的伤真不是我打的，真不是呀！你还敢狡辩？你们说，到底是不是他打的？要是敢说谎，当即处死，绝不轻饶！皇上息怒呀，我们没动手，都是王子打的。对，王子说想教训教训太子，一阵拳脚后把他踹到了兵器架上，上面的兵器通通砸落在太子身上，我们劝过了的。好一出精彩大戏！爹爹别生气，昭昭下次不敢了。每次都这样，人无信不立，明白吗？哎呀，昭昭又不是别人，是爹爹的小宝贝，再原谅一次好不好吗？行了，这次就算了，下次再往危险的地方去，看爹爹不打你屁股。没法子呀，本来昭昭也很生气的，不想管他，但一想他出生便没了娘，不过他的脸上都是我打的，昭昭出过去了。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回去啊。没事，我这不是翻后窗进来了吗？他们都没看见。我说的不是这个，你一个女孩子，不该在男孩子沐浴的时候
出现。昭昭只知道上茅厕女孩子不能看，怎么洗澡也有讲究的嘛。哼，穆达拓被剥夺皇孙身份，贬为庶人，连带齐王都遭到了牵连，被禁足1月。你做到了，说吧，你想要我做什么？做我小弟。为什么？当我小弟不好吗？昭昭致力于把虎头帮业务遍布3国呢。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我？昭昭想啊，子健是我的第一个小弟，他成绩好，头脑又聪明，有他在，将来银钱方面绝对不用发愁。至于泽言、锦晨，一个性格沉稳，棋艺高超，一个勇敢乐观，灵活机敏，有他在，朝中的大小事情也不用昭昭担心啦。还有虎萌萌和青青，不用说，绝对是将帅之才。嘿嘿，这么看来，昭昭说的小弟子都很厉害的样子。至于你嘛，穆达浩辰眸光微闪，你最好看。什么？好看？说你好看你就高兴啦？并未。哎呦，好吧，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优点，毕竟昭昭的3个爹爹才是最近的。我走啦。喂，你什么事？非等我蹦下来才说。我不喜欢穆达这个姓氏，以后可以叫我浩辰。知道啦。浩辰小弟，大哥走了哦。玄昭昭本想让新收的小弟帮他找寻巫瑶，可凌晨连续不断的震动声传来，来人呐，不好了，天火再次降临草原，大家快逃！好烫，烧死我了！快救救我，救救我！宝宝，你爹爹，昭昭不能见死不救，你相信我。持符白鹿，护佑弹琴，敢有不服，见着火焚，急急如律令，砰！话音刚落，刚刚还来势汹汹的火焰顷刻间弱了下去，一点点被裹挟着卷灭。你倒是出把力拉我起来啊！昭昭动不了啦。灭火就灭火，做那么多多余的动作干什么？装逼装过了吗？这叫气势，你懂不？不拉就算了。小天道都服了，走过去把他扶起来。刚刚这段剪掉，回去说前面就行，知道吗？谁会这么无聊？不管，你得保证，不然昭昭以后不和你好了。小天道翻个白眼，听话的点点头。嘿，说句实话，刚刚昭昭帅不帅？上课。哎呀，你这语气怎么跟我刚说的小弟一样？能吐2个字，绝不说全一句话，让你夸夸兄弟这么难吗？你手不疼了？爹爹快来，昭昭流血了，好痛啊！小嘴巴闭起来。你有病啊，还是被神附体了？混沌清廉，先天地生，去灾度恶，圆满功成。你干嘛？跟我说的这是什么？小天道摇摇头，一副不可言说的模样，微微一笑后，身影在升起的日头中渐渐消散。昭昭，我相信你。爹爹，昭昭刚刚哭不哭？当然哭，宝宝刚刚太厉害了。我永远都不要跟爹爹分开。此时扎古神色仓皇。大祭司，你不是说找到圣女，把她投入万蛇坑祭祀，便可以躲过天灾吗？万万不能再等了，快举行祭祀仪式。圆持面具后的眼眸沉着一抹鬼笑，摇了摇头。为何不行啊？因为巫瑶她根本就不是圣女。你敢骗姑？皇上误会了，真正的圣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在跟姑开玩笑吗？她可是前齐2国的皇太女，她怎么可能是圣女？大祭司，你这般反复无常，前后颠倒，很难不让姑
怀疑你在故意挑起草原和其他两国的纷争。30多年了，本座若是想要你这个位置，早就唾手可得了，何至于等到今天？你以为这么说孤主会信了吗？你拿什么让我相信你？你究竟是什么人？哼，人？你其实想问的是，本座究竟是不是人吧？哈哈哈哈哈！扎古，你我各取所需，我帮你灭天火，赢天下，你帮我报仇，不是很好吗？知道的太多，反而会危险，你说是吗？好，你要我如何配合？翌日，什么人嘛，这百越人也太会吹了，一个怪模样的树叫神树，一个臭蛇坑叫圣坑，真是笑死人了。身后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却不出声。我说百越，你是不是生气了？浩辰表情有丝不悦，索达飞问：你刚刚嘟囔的那个赵锦成是谁？你听见了呀，那是我铁兄弟，他要是在这儿，肯定比我还能吐槽，他这个人最是……浩辰没等他说完，抬步便走。喂，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哇，你怎么又停了？哎呀，你怎么搞的？哎呦，昭昭的发型，爹爹今早刚跟我说好的。哼，云昭昭啊云昭昭，怎么还是这般不长进？前方是祭祀盛宴，原痴的宠物不该出现在那里。你总是这么容易让人帮你，不过今天你没那么好运了。云昭昭，枉你能御兽又怎样？它可不是凡间之物，它是大祭司召唤出来的神兽腾蛇。在众人的惊诧下，歪着头看腾蛇。想起来了吗？用我再帮你回忆回忆吗？怎么会是他？他这小祖宗怎么下凡了？原来是小祖宗呀！失敬失敬。少来这一套！我问你，你不是去找青龙报仇了吗？怎么会下凡帮元赤助纣为虐，还带了他的圣宠？什么圣宠？他一个怪物也配？小祖宗，我可清白了，一点凡人浊气都没被沾染，就吃了几盘点心而已。我问你，元赤到底是什么来头？赤焰石是不是在他那里？没错，我玩了2天，本来要走的，可这火我试图灭过，没用。直到昨日，无意间发现这个大祭司在操作赤焰石，我这才决定留下来，为民除害。实际他是想得到赤焰石，拿回去找青龙炫耀。小祖宗，那大祭司身上有落水渊的煞气，你要小心呐。云昭昭，你在搞什么鬼？你把腾蛇都找来了，我骂2句怎么啦？格桑树下，天神，求您赐福，告诉我们如何度过灾劫，让您的子民在这片草地繁衍下去吧。神啊，请指引我们吧。爹爹，昭昭不会有事的，相信我。忽的一阵风旋过，艳丽的格桑花大片飘落，打着旋儿飞向了云昭昭的方向，几乎把他整个人罩在里面。神旨已下，把格桑花的使者投入圣坑，方能安定天下。此时颜色丰富的格桑花从深红到粉红再到淡紫色，簇簇旋落在打扮贵气的女孩身上。天神赐福了，圣女就是解救我们的使者，我们百越有救了。不，我才不要被投入蛇坑，我不做圣女。圣女，当初你来我乌兰部落做客，可是极为神气地说你贵为圣女是上天的旨意，此刻为什么不遵从天命了？对啊，总不能只享受不付出吧。百越如今天火肆虐，正是需要圣女出力的时候，还请圣女勿要推脱，解救草原吧。是他害我，刚刚大家都看见了，格桑花一开始是朝他过去的，是云昭昭使用妖法，是他才该被投入万蛇坑。
一切本来都计划好的，按理说大祭司不会出错的，这一切定是腾蛇搞的鬼。为什么神兽也能被他操控？爹爹还没吃饱。你不好奇我是如何下来的？还有那赤焰石我是如何得到的？你不好奇吗？救我，救了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云昭昭，天神主意，让贵人负责祭祀，助我百越脱离火海。那好吧，他蹦蹦跳跳地跑到了万蛇坑边。我都来了，你可以说啦。再废话，我可走啦。十二长老，武器！死到临头，巫瑶没什么好隐瞒的。你们玉兽宗崇尚天道，同门团结友爱，万万没想到吧？吴庆他就是个邪修，抓来少女练骨气。要不是我天分高，他等着利用我在宗门大比出风头，他早就把我杀了。小金莲能看出来，巫瑶并没撒谎。云昭昭，我是活不成了，但你也别想好过。凭什么你生来高贵，被玉兽宗上下奉若神明，而我出生就要被爹娘抛弃，在乞丐窝抢食？凭什么你明明被我换了身份，依旧能当上皇太女，来日光明灿烂，而我就要在阴沟里苟且一生，永远活在你的阴影里？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向着你，而我落得众叛亲离，有家不能回？都是你的错，都是你！云昭昭，你去死吧！微热的鲜血飞溅在脸上。爹爹！刚要表达一下心中的小激动，隔壁巫瑶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啊！我的手臂，我的手臂！”大祭司，要不先止血吧？对呀，没娘的孩子看着真可怜，要不还是先用些药吧。突然，从人群后冲出来一个穿着粗衣烂衫的女人，她的面容苍老，皱纹堆砌在眼角、额头。瑶儿，我的瑶儿，你痛不痛？娘来了，别怕。娘，你终于来了，瑶儿好想你。瑶儿手臂断了，再也不能练字练琴了。可怜啊，多漂亮的娃娃，如今落得这个下场。自作孽不可活，他不害皇太女，又怎么会被南宫大人砍断手臂？因果循环，报应来得真快。要我说啊，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娘，10月怀胎照顾长大，如今肯定痛彻心扉了。正当众人感慨的时候，孙姨双手掐住巫瑶的脖子。娘，为什么？你还有脸问？你个害人精妖女！若不是你，侄儿不会死，侯爷不会死，侯府不会被人指着脊梁骨吗？我乃是京城的一等命妇，所有人都羡慕我夫妻和睦，儿女双全，都是你害的，都是你！你怎么不去死？娘亲。孙姨愣了。就在这时，巫瑶嘴角诡异的勾起，用尽全部的力气起身撞向他，两个人瞬间跌落蛇坑。子慧，去死吧！短短的功夫，二人已经过了10多招。爹爹别玩了，快去帮忙啦！你个臭崽子，走了这么久也不想爹，跟着你二爹心都玩野了。萧荣章见斗得差不多了，乖宝，不用担心，等爹处理了他，今晚就带你回家。好呀好呀，昭昭要跟爹爹回家，昭昭必胜，爹爹加油，出击！齐尊接到南宫雁的消息，在不落城外布置好人手，这才迟迟而来。加油加油，我们必胜！二爹三爹踢他的胯下，那里是元赤最脆弱的地方，保他死翘翘，大力呀！大祭司是我们百越的人，这简直没把我们看在眼里。对啊，大家也上，帮助大祭司赢得这一仗。你在干嘛？嘿嘿，这一招可厉害了，轻则让他吊打，重则让他脱毛。他可是男子啊。知道啊，这样才能暴露最脆弱的位置嘛，方便爹爹们踢。昭昭这一招起名叫做
地报天星。说话间，一道道黄色符纸飘然而至，把刚掏出赤焰石的袁痴围住。天啊，是鬼！大祭司是鬼啊！大家快逃！你们看看，我这一身伤，可是拜你们所赐。北帝、子慧、墨兰，100年前的仇怨，我们今日一并了结了吧？袁痴，草原部落多走失云鹰少女，在前2日暗卫回报，在扎卡奇部落后山发现不少头骨，是你做的对吧？你用邪法修炼骨气，想要重焕皮囊对吗？这种异教之术他闻所未闻，不知为什么就这么在脑子出现，然后平静地说了出来。子慧，3人之中属你最虚伪，要杀就杀，说那么多名头干什么？不还是要我死？不过今天不一样了，你们看这是什么？赤焰石，你这坏家伙怎么把它弄成这样啦？你究竟是谁？你怎么能换得动它？好笑，它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好吧？听好啦，我的名头说出来吓死你！我就是天上有地下无，古往今来第一显圣，一只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云昭昭，你的小祖宗是爷！怎么样，拍了吧？哼，乖宝做得好，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不愧是我女儿，真不错呀！哈哈哈哈哈哈！墨兰，你还是这么肆意顽劣，仗着法力高强，又是天尊最宠爱的太子，把谁都不看在眼里。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一句话透露的信息太多。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一句话透露的信息太多。萧荣章顾不得分析，袁痴已然握着赤焰石念起咒语，霎时间风云突变。爹爹，赤焰石不怕水，快跑呀！说话间的功夫，云层裂开，几道天火瞬间从云层后坠落，所碰过的草地营帐、牛羊快速燃烧起来，并且呈扩大之势。赤焰，你在助纣为虐，到处拉屎，我就再也不和你玩了！到处拉屎，护卫们嘴角一抽，小公主总是这么出人意表。怎么啦？到处放火不灭火，这跟拉屎不擦屁股有什么区别？袁昭昭太气了，全然没看见上空被袁痴抓在手里的石头上的黑咒悄然间挣脱了一道。快帮忙救人啊！向湖边跑，那里地面潮湿，能暂时脱困。身后一道道天火阻断了暗卫的脚步，再看去，抱羊羔的小女孩已经和小公主不在原地了。袁昭昭吭哧吭哧地抱着羊羔，背着小女孩往王庭跑去。脚没事，你别怕。没事，怎么会没事呢？曾经和赤焰师玩闹，他被烫一下，手心还是会痛的呀。陡然间，他想起了小天道的那句话：混沌清廉，先天地收，去灾度恶，圆满功成。赤焰石是世间至阳之物，唯有至阴的混沌清廉才能抵消它的业火。混沌清廉就是它，周围大火肆虐，空气被灼烧的变形。过了好一会儿，袁昭昭又抱着赤焰石从穿过火蛇回来了，圆乎乎的身上只烧得剩下一个小亵衣，光着2个小脚，满脸是汗，直冲身后烧得最厉害的地方跑去。来不及了，告诉爹爹吧，莎莎会找到回去的路的。爹爹刚刚说的话是黄爷爷的意思。历劫归来的仙神从没有再下凡的先例，你黄爷爷这般安排，已经是对你格外宠爱了。可是昭昭在凡间是被烧死的，突然这么回去，不是诈尸了吗？会不会把祖父祖母还有学院的小伙伴们
吓一跳啊！放心吧，你黄爷爷都安排好了。距离那事过去已经快1年了。祖父祖母，昭昭好想你们啊！昭昭，我的乖孙孙，祖母还以为死之前见不到你了。我的乖孙，我的心肝啊！半年前我重病不起，太医说是心病难医，都要准备后事了。可后半夜我做了个梦，梦里白衣天帝朝他走来，样貌竟和儿子一模一样，说他是紫辉上神，而昭昭也还活着。就是这个梦让他活了过来。在这里，你就是我儿子，不孝子啊，你可算是醒了。太傅府肉眼可见的热闹起来。祖父祖母别太惊讶哦，昭昭给你们带了好多宝贝呢。这个是灵犀草，延年益寿，药效神奇哦。还有紫霞花，清热解毒驱寒，正适合祖父的老寒腿。还有等等啊，怎么偷不着呢？小奶团鬼灵精怪的模样让太傅夫妇怎么都看不够。找到了！小奶团掏出一根粗壮的如纺锤般大的何首乌。当当，祖父祖母吃了这个，保证头发都黑回来，年轻10岁不止。到时候还带着昭昭各府显摆去，肯定让人羡慕。哎呦，祖父的乖孙孙呀，你怎么知道祖父想干嘛呢？好，我和你祖母一定吃完，到时候天天带你串门去。好呀，到时让爹爹也去，咱们一家肯定是京城最亮的。昭昭啊，你南宫家的祖祖在你走后身体每况愈下，去江南疗养了。待过些日子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他，知道吗？都是昭昭走了，害祖祖还有祖父祖母跟着伤心了。我们昭昭本领大，拯救了那么多人，是最最勇敢的宝宝，我们都为你骄傲。对对，昭昭真的很不错。翌日，袁昭昭换回一身虎豹装，虽然有些热，但头一次回学院，必须这么穿。周婶竟然走了，为什么呀？昭昭还给她带了礼物呢。小娃娃，这里的束修可不便宜，你连个正儿八经的学院服都买不起，一会儿定然要挨夫子训。懂事儿的就别让你爹娘负担太重，去其他平民学院也是一样的。读书不分贵贱，其他学院就其他学院，干嘛说平民？嘿呀，一个没见识的！这鸿蒙学院隶属国子监之下，其他学院能比吗？这国子监是什么人呐？那可是天子门生，一个小孩子家的。正说着，突然门外一声哽咽大喊：“昭昭！”袁昭昭急忙回头，青青景城，子谦、泽业、虎萌萌，昭昭好想你们呀！袁昭昭，你答应过我们什么？在滑雪的那天，你答应过我们什么？你还记得吗？昭昭记得，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兄弟，永远不分开。你食言了，你食言了！赵景城哭得涕泪横流。这一年，他真的太难过了。昭昭的离开，仿佛一道牢笼，把他们困在了过去。你食言了，你骗我，骗我！昭昭错了，昭昭也不想的。你说吧，让我做什么，你才能原谅我？小爷不管，从此刻起，你在我这里被判处终身胖招，小爷要天天教你这个，直到你保证再也不走。不行，保证也没用，小爷要亲自看着你。袁昭昭哭得笑出2个鼻涕泡。
滚吧！朝阳公主，我们一起去学堂吧。昭儿，升级考试你没参加，你还是丁班的学生，你呀留级了。什么？一间宽敞的阔室，光线明亮，书声朗朗。赵景成，你还要扭动到什么时候去？屁股上长钉子了吗？陈夫子，您真幽默。过了一会儿，陈夫子叹了口气：赵景成，你到底怎么回事？报告，夫子，我尿急，真的憋不住了。那你刚才不说？刚才没那么急。陈夫子没好气地摆摆手：可恶，抢我台词！眼见季子谦作为班儒，魏泽言作为副班儒，光明正大的出去学办拿教材，顾青青又借口帮忙一起跟着出去了。太子，我拉稀了。那去啊，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是夫子。你们看，胖昭在丁班一点也不违和，他没长个儿。拜托你长长脑子，昭昭本就比咱们小，如今4岁，和丁班那些学童一般大，当然不违和。你给我小声点，都听不见夫子跟昭昭说什么了。云昭昭，你曾经在丁班学过1年，今天的练习就由你来吧，温故知新，这样方便你跟上课程。保佑我大哥，千万别丢人。夫子请讨教。古人学问无遗力，下一句是什么？是什么呢？有些耳熟，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昭昭，这句他们念过，我告诉你。不行的，昭昭跟二爹保证过，再不用你作弊了。那好，你自己再想想，我相信你。不着急，这是丁班下学年才讲过的，你多想一会儿，无妨。就在这时，余光突然扫见侧窗下，只见季子谦朝他一笑，先是指了指学堂里的学童，然后又拍了拍旁边的赵虎，然后比了个成功的眼。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夫子可对？没错，云昭昭回答得很对。哇，他好厉害。对啊，我还以为他背不出来呢。你这不也是作弊？和峰峰我告诉你有什么区别？你不懂，一个是原则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不可混为一谈。所以呢，到底有啥区别？你倒是别逃避我的问题。课后，昭昭，他们有的说你重伤，你现在没事了吧？闯进天火之后的事，昭昭都不记得了。爹爹说我有上天保佑，所以才能遇难成祥。没错没错，一定是这样。我还是想不通，你连天火都能扑灭，怎么会背不过一句诗？真是笑死小爷了。不用袁昭昭动手，其他4人磨刀霍霍，捏着拳头过去把某人胖揍一顿。昭儿，留级的有次补考，知道给你补考的夫子是谁不？谁呀？不会是？没错，就是残呱呱，那个跟你最不对脾气的夫子。你有毛病啊？干嘛总吓他？顾青青一个铁手扭上他胳膊，赵景成极有先见之明的跳开，却不想被旁边的魏泽言默默伸出一条腿绊了个跟头。你呀你，学坏了，都是你惯的，你怎么就不惯惯小爷呢？还没说完，到点儿了，开饭了，昭昭闻见香味儿了，兄弟们冲啊！胖昭，你就是小爷的克星，我算服了。谁让你总要惹他，你可真是闲的。那俗话怎么说来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大哥真棒。笑屁啊，大师亲没听过啊？我有点想周婶了。唉，昭昭你不知道，周婶留掉了一个孩子，加上你的噩耗传来，她那阵子总哭。杜叔看她没精力做饭，就跟院长请辞了，说是带她去换个环境，养养身体。所以
现在的厨娘是之后请来的吗？不是，杜叔走后没人采买，她是跟着她男人来的，后来就在食堂干下了。这个花神做饭没周深好吃就算了，还总手抖，让咱们都吃不饱。就是啊，明明束修胶一样多，凭什么咱们多要点他就阴阳怪气的，别人就没事，真过分。麻烦让个座，刀哥有事要处理。刀哥，虎头帮的那个刀哥，看你眼生，上午没在学堂里见过你，难道逃学啦？请病假，到中午才能回来，刀哥请。不用那么客气，可以详细说说吗？这花厨娘到底病情有多严重，手抖到什么程度？几个女孩一见她，当即亲切地喊了声昭昭，甚至还有个眼熟的，就是那个王放。你不是那内裤？好汉不提当年勇，那事儿过去了，我叫王放，公主还有印象吧？记得呀，在学校叫我昭昭就行。说话就说话，动手动脚干嘛？我这不是怕内裤的事儿被他提。别说，他还真有点总管太监的气质。昭昭，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出去说吧。你们先吃，一会儿榕树下把虎头帮兄弟都叫上，好久没见，咱们说说话。大家不用担心，昭昭回来了，他很厉害的，一会儿有什么问题都告诉他好了，虎头帮会帮咱们解决的。昭昭，不是我们刚刚不想说，若是说了，那花神下次给的更少，我们真的不想被针对。对啊，其实吃米饭也能吃饱，但被区别对待就真的很难过了。明明大家都是同学。珊珊学姐说是因为我们家里都是普通百姓，那花婶才敢这样，还说你很厉害。刀哥，你真能帮我们吗？我记得你家境尚可啊，怎么也……我娘1年前生了个妹妹，如今肚子里又怀了2个，即将临盆。我爹和院里商量了，让我勤工俭学，负责帮花婶的丈夫刘丽采买挑担。从此以后，那花婶就苛待我了。不过再过分，也不像这些学妹一样没有肉吃。我走了。云昭昭一个眼神儿，虎萌上前拦下。好个花大姐，不仅趁我不在的时候大搞学院霸凌，甚至还欺负我虎头帮兄弟，搞重男轻女那一套，真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啦！圣手书生何在？大哥吩咐，即刻修书一封，让海东青送给周婶，就说昭昭回来了，想他了，保证完成任务。说完抬步就走。智多星何在？大哥请讲。刚听王放说跟着采买后开始为难他，本帮主怀疑这采买的货有猫腻，你去查明收集证据。季子谦当即应声：昭昭，我呢？我干什么？这些臭男生霸占了我们的红烧肉、卤鸡腿这么久，也该尽尽心干干活了。王放去协助子谦收集证据，至于有的人嘛，你这不也是搞性别歧视吗？况且有的人是谁，小爷没名字吗？你嘛是我老铁，所以就叫铁子，怎么样？就叫这个铁子赵景成，太好玩了，昭昭起得好。赵景成脸色青了又红，拽着某团子不依不饶了好一会儿，终于换回个威风凛凛的名头。玉麒麟这才满意的领命走了。入夜是不查不知道，一查真卧槽！那花大姐着实可恶，专挑年纪小没家室的女孩子下手，手抖不咬肉不说，还专挑人少的时候，说话戳人家痛处。什么你一个庶出学那么好干嘛？家业也没你的份。什么难怪你身上有股怪味，原来你爹养猪的呀之类的，气死小爷了。若不是王放帮忙，这东西还真难找到。被刘丽藏到墙角的砖头里，是他收回扣的证据，
等着月底一并清账呢。娘的，来鸿蒙学院骗财骗吃的，真当我们虎头帮吃干饭？喂，作为同窗，听到这样的事，你还吃得下去？道义呢？我相信大哥，他哪次都没有让人失望过。那花大姐在他手里过不了一招，就得跪地爬。虎萌萌，属你最贴心，拿去，里面的东西随便吃，都给你。正说正事呢，你怎么就先睡了？朝朝倒时差，天上反正困嘛。你个胖招，行，睡吧。好的。这一年，我想朝朝想的不行，娘说我瘦了。幸好他回来了，小爷这一年都快病了，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梦里还全是他和咱们在一起的画面。醒来后心里又酸又扯得慌，难受的紧。都一样，现在好了不是吗？对，再不让大哥走了，咱们6个永远在一起。对，他这次回来，别想再离开小爷的视线。别说，嘿，只要看着他，我一点都不困，精神的很。我今天可以和昭昭一起睡，夫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们4个可以滚出去了。你好狠毒的心！你利益当前，竟抛弃同伴。对啊，你太让人意外了。昭昭说了，这次的事情了结之前，你们这帮霸占红烧肉、卤鸡腿的臭男生不可原谅。要走你也得走，男女授受不亲，你也是男的，男人婆不能留下。就在这时候，身后门开了。南宫夫子。少妇大人。各回各屋，早些睡觉。几人傻眼，完球了，这下谁也不用抢了。我已经尽快处理那些破事了，怎么还是没赶上？昭昭睡熟了没？没睡熟叫起来，让我跟他说说话。国事就是国事，什么叫破事？有你这样的皇帝吗？不然换换，我当父子行不？门在那边，滚吧。做事之前想想后果，你可别忘了，有人还不如你呢。对啊，咱们战神还远在齐国呢，过几天回来了，又多一个人抢我乖宝，不行，今晚我必须留下。南宫燕嘴角一抽，他是这个意思吗？只听过架杆子就爬，没听过没杆子乱爬的。很快，静室的门无情地关上。老子如今是皇帝，怕你不成？等着瞧好了。乖宝，爹走了啊，梦里再见哦。翌日清晨，爹爹早上好啊，是在帮昭昭准备衣服吗？是啊，某人昨晚后半夜撒癔症似的突然睁眼，让我一定帮他准备好，说什么今天有大场合必须闪亮登场，是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啦？不过今天真的需要这身衣服，爹爹再帮我往肩头加2颗星星吧。星星？在2个肩头加上吗？那样会好看吗？当然。如今不同了，我爹爹可是紫薇天帝，作为他的女儿，昭昭浑身都应该闪动着智慧的光芒。自今日起，我虎头帮更上一层楼，走的道路可是跟以前大大不同哦。好，爹爹给你做。发射爱的信号，爹爹接招。早饭时，小公主啊，快把碗伸过来，花婶啊给你打得满满的。你把米都给了我，其他人不就只能打汤了吗？这样怎么行？最近米价贵，我这也是为学院节省啊。撒谎，都让你们2口子贪了，还敢说是为了学院？你放屁！娃娃们正在长身体，你克扣娃娃们伙食，真是缺了8倍得了。哇，周婶、杜叔，你们回来啦！昭昭啊，你都不知道那帮人说你，婶子的心还都疼死了。
我那么好的昭昭，怎么可能没有老天保佑？周婶，昭昭想你。你身子才将养好，别哭得太狠。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周家姐姐既然出去寻富贵了，就不该再回老主顾家，这是规矩。你今日来，莫不是抱着其他心思吧？这话按理就是在指责他们为了外面的大好前程忘恩负义。赵景成第一个不敢。我呸！我婶子离开是为了养病，才不是什么寻富贵。就是，周婶回来是为了看昭昭，你自己龌龊，就把别人也想得龌龊。这鸿蒙学院，你放屁！娃娃们正在长身体，你克扣娃娃们伙食，真是缺了8倍德了。哇，周婶、杜叔，你们回来啦！昭昭啊，你都不知道那帮人说你，婶子的心啊都疼死了。我那么好的昭昭，怎么可能没有老天保佑？周婶，昭昭想你。你身子才将养好，别哭得太狠。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周家姐姐既然出去寻富贵了，就不该再回老主顾家，这是规矩。你今日来，莫不是抱着其他心思吧？这话按理就是在指责他们为了外面的大好前程忘恩负义。赵景成第一个不敢。我呸！我婶子离开是为了养病，才不是什么寻富贵。就是，周婶回来是为了看昭昭，你自己龌龊，就把别人也想得龌龊。这鸿蒙学院是弄学问的地方，吵来吵去不成体统，还违背院规。我夫妻2人是白纸黑字聘下的，这没错吧？看不出，这刘丽还读过院规，难怪能收那么多回扣。昭昭，要不要？他掏出袖里那份采买单子。先不急，昭昭有办法。云昭昭踩在凳子上。注意了，注意了！根据院规第3章16条，若学子公然抗议，对伙食不满，食堂营膳者可重新聘选，公平竞争。是以昭昭提议来一次厨艺大赛，谁做的好吃谁留下，怎么样啊？真有这条？不是骗咱的吧？刘丽傻眼了。传闻这小公主连背首诗都难，怎么院规却记得这么清楚？周儿，你咋知道的？废话，你被罚背100遍，你也记住了。带给你了，胖昭。这时，后面院长季从儒从外面走进来。朝阳的提议很好，我赞成。好，我们都赞成。对，这个主意新鲜，有趣极了。就这样，自鸿蒙学院100年创建时以来头一次的厨霸争锋正式展开对决。这怎么还不开始？早饭没吃，已经饿了。快了吧？虎头帮说他们刀哥更衣去了，出来就开始。更衣？江寒孤影？还是虎豹双翔？正好奇之时，身后咚咚咚咚鼓点敲响。他非说这叫智慧的光芒，还非要往鞋里塞厚厚的一层鞋垫，没看见高了一截子吗？你小声点，一会儿听见了。你没事儿，那个圣手书生都绷不住了，你看呀。季子谦扭头，果然一向管严的魏泽言笑歪了头，肩膀不停耸动。这时刀哥站上高台。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大家不用急，今日有紫微星智慧的光芒照耀，我们的厨艺争霸赛一定能圆满成功。说完，双手一抬，闭上了眼睛，全场鸦雀无声。此处应该有掌声。好家伙，原来等这个呢。这小公主人缘太好了，咱们不会输了吧？要知道，这做饭也是个肥差。放心，里头平头百姓的孩子寥寥无几，其他的少爷小姐我都伺候得极好。况且厨艺我有信心，只要舍得用料，不愁赢不过那胖妇。你悠着点儿，身子才好，就算输了也没。周婶一瞪眼，那怎么行啊？就算冲这些娃娃，我也必须回来。况且
刚刚昭昭给我吃了一粒糖豆，不知咋回事儿，我身上那股虚劲一扫而空，现在浑身充满力量，感觉比一头牛还壮呢。真的？那还有假？赶紧烧火，烧旺点，我今天要大展身手。好嘞。昭昭，既然咱们有他吃回扣的证据，干嘛不直接赶走他们，还费这么大功夫搞这个比赛？自然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上午不用上课，还能吃到胖婶的饭，岂不快哉？原来真相就是这样，还以为有多大的智慧光芒呢。大哥的智慧你们竟然不懂，只有我明白。大哥，时间到，院长、夫子、同窗们，排队打饭啦！削成琼叶片，嚼作雪花生。谁能想到这是在形容馒头片啊？哇塞，院长，你可真有文化。这次的事，子谦已经告诉我了，多谢小公主鼎力相助。哪里，我辈女郎该做的，交给虎头帮院长放心便是。季从容朗声一笑，走上前方，把属于自己那一票投进了周婶面前的票箱里。没事儿，咱们这边人也不少，不怕他们。周婶每样都要，打满的那种哟。昭昭啊，这几道都是婶儿拿手好菜，蒜香排骨、红烧肉卤蛋、葱花肉卷儿，还有香酥鸡腿，连着香菇鸡粥都要黏糊了，你多喝几碗啊。好嘞，昭昭能喝4。小奶团伸出4根手指，然后想了想，直接伸出一只胖手。能喝5碗，外加4大盆饭。周婶等我，咱们一会儿再见。祖宗至于吗你？以后又不是吃不到了。你根本不懂，昭昭这几日裤腰都松了，根本没好好吃饭。云昭昭不跟他废话，快速吃完。太好吃了，周婶，这1年不见，你都瘦了。那也算因祸得福，婶子早想减肥了，这下可省得烦恼了。不过婶子看你才是真瘦了不少，看看这小脸儿，咋没肉了？来，能吃就多吃点儿，有婶子在，很快就给你补回来。他们瘦了吗？没有吧？那人被拍了脑袋。重点是这个吗？你个傻货，看不出来肉都没了。啊，娘子，比赛呢，你都成了，后面人尝啥呀？这个其他素菜也不错，来，大家尝尝啊。都是偏心，华婶偏心有家室的学子，而周婶偏心小公主，照我看没差呀。就是，而且今天花婶一看就用了心的，味道还真不错。呆，你们哪个班的？报上名来。甲班吕贺、王启仁，乙班周学勇、赵伟英。好，你们几个没情没义的世家子，自己吃得好，就不管别人死活了。花婶的偏心，让出身普通的同窗吃不饱，你们没看到吗？而周婶是在大家都吃饱吃好的基础上偏爱昭昭而已，这也让你们心生不满啦。吃不饱，同窗饿肚子都不知道，真是冷血。我们对同窗关心不够，请大家见谅。对，我们才不会跟那花婶投票。票选结果，周婶以极大的差距遥遥领先，赢得极为光彩。院长，我娘子手艺不行，我们认，可我没犯错，这采买的活可不能辞了我吧。季从儒眼神一冷，从儿子手里接过收据，展开。还需要我多说吗？这里是鸿蒙学院，在这里求学的学子人人平等，若有针对霸凌的现象，本院长绝不饶恕。和儒雅外表不同，季从儒雷厉风行，很快就把这对贼夫妻扭送去官府了。来啊，一起跳！对啊，昭昭，多亏了你，来一起跳。不用了，今天的昭昭是稳重的。
这时，一阵惬意的凉风带来冷松香气，又温又重，倒也不算说错。易哥哥，你回来了！祖祖好些了吗？他也跟着回来了吗？身子还难受吗？昭昭，昭昭！小金莲被他的情绪感染，他知道的，这一年大家都因为他的离开很不好过。易哥哥，昭昭想你，想祖祖了，可想可想了。宫锦逸无法宣泄内心的喜悦，清泉般的笑声朗朗而出，肉眼可见的高兴。昭昭，你这鞋里都塞了些什么呀？这是鞋垫吗？怎么会这么厚啊？2只圆胖胖的虎头鞋落在地上，被众人围观。有的小孩用手比划了下，竟足有1扎高，震惊众人。原来他们以为的长个儿，真相竟是如此。云昭昭小脸通红，臊得跟个胖头鱼似的。昭昭再也不要理易哥哥了，易哥哥是大坏蛋，肿么见人呐！你呀，人不大，还挺要面子。放心吧，今日虎头帮主办的除霸大赛已经传出去了，京城百姓这会儿估计都在夸你聪明呢。那是，昭昭就是聪明。看见我肩头的星星了吗？这可是智慧的象征。你呀，也不怕牛吹得太高，让天上的紫薇大帝听到了。他知道呀。吹牛皮。怎么啦？是真的，昭昭说真的。还吹？就是真的嘛。山脚下，兄妹2人没有营养又极为温馨的笑谈声从马车里传出来，渐渐飘远。易哥哥，这个怎么放到这里了？昭昭记得之前在6王府呀。后面好一会儿没人答话，他奇怪地回头。你啥时候来的？干嘛打晕我易哥？哥哥2字还没说完，数名的剑已经横在宫锦逸脖颈了。说啊，怎么不继续说了？干嘛这么凶啊？最近情绪又不稳定了。某尊上蹲下身，凝着他，嘴角似笑非笑。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什么嘛，不就是多叫了几声哥哥吗？至于这么吓唬我吗？哼，臭坏蛋，昭昭也不是好惹的。这些是他给你做的？才不是，都是三爹给昭昭做的，从王府搬过来的。才不是，都是三爹给昭昭做的，从王府搬过来的。我问你，今天和这人都做什么了？他对你好，还是我对你好？喂，我招，我什么都招。说完，小手指点着下巴，一点点回忆白天的事。我们玩了牛拐骨、投沙包，祖祖安排了谢宴，易哥哥帮昭昭剥肉来着。某魔尊幼稚尚不自知。哼，不过如此。他就这些能耐了，喂个饭陪你玩算什么？随便哪个都能做。我还帮你倒过小公桶呢，他能吗？其实昭昭今天在学院吃了2大盆饭，4碗鸡肉粥，糕点零食也吃了很多。那个回来的时候在马车上憋不住，蹲了次小公桶，所以易哥哥现在也是帮昭昭倒过小公桶的人了。云昭昭，你没原则。原则是毛啊，蹲小公桶和原则扯得上关系吗？你说，若是我今日不来，这家伙是不是就要睡在这屋里了？不是，昭昭其实要睡这里的。见数名不信，真的，不信你看，真的，你要相信我哟。说完往上一爬，尴尬的事就这么发生了。竹编的摇篮在铁架上晃悠2下，哐当一下倒扣下来。
毛崽子连进都没进去，直接被摇篮扣在地上，身板躺平。乖，别哭，是摔到屁股了吗？都怪你欺负昭昭！哇，明天还有考试，昭昭不活了。明哥哥错了，乖哈，别哭了。明天升级考试，眼睛哭红了不好看。乖，别哭了啊！来，哥哥帮你复习，保证让你明天通过考试，这样能原谅我了吧？真的？你蘑菇那么多公务，不去处理了？都没你重要。来，你哪里学的不好，哥哥帮你讲。好。不算厚的一本书，云昭昭只翻开前2页，树明赞赏地看着他。就这些不会吗？看来你掌握的不错。嘿，不是，昭昭只会这2页，其他的都不太懂。没关系，已经很不错了，起码还懂一些。哥哥帮你讲。其实昭昭说保守了，不是不太懂，是都不懂。乖，先闭嘴好吗？让哥哥缓缓。翌日清晨，哎呦，我们昭昭吃的这叫个福气相，别人家可羡慕不来。可不是嘛，听说京城怀孕的妇人床头都不挂年画娃娃了，挂的都是咱们小公主的画像。但就说这福气哪是普通人攀得来的。昭昭，今早一哥哥怎么会在自己房间里醒来？你不愿和哥哥一起睡，所以才在他困倦后让仆人送他回去。为什么昨晚一点印象都没有？哼，一哥哥属猪八戒的嘛，竟然倒打一耙。本来昭昭今天有升级考，想让你辅导功课的，结果你竟然嫌弃昭昭笨，不肯跟我睡。祖祖，你帮昭昭教训他。他嫌昭昭笨？不会啊，你功课本来就不好，要嫌弃哥哥早嫌弃了，怎么会等到现在？好呀，这叫什么话？锦衣，昭昭是你妹妹，你做哥哥的不仅不帮她辅导功课，竟然还数落她。祖祖，没关系的，昭昭上学去了。昭昭，一哥哥不是那个意思，一哥哥怎么可能嫌你？哥哥带你去卫生房，把甜点零食打包个遍行吗？哎，你等等哥哥。小奶团闻言眼神一亮，哦耶，意外收获。小爷还以为你惧怕考试，今天要请假不来了呢。大哥，这2包东西好香，装的是什么？这是一哥哥帮昭昭庆祝通过升级考的，一会儿考试结束，咱们去饼吧和大家一起吃。红豆糕、海棠糕、核桃酥、桂花芙蓉饼、玫瑰荔枝冻、银耳莲子糕、银丝百合卷。天哪，所有会宣放的糕点都有，宫少主太豪气了吧！昭昭，宫少主以前不是控制你吃糖，说怕蛀牙吗？今天怎么……哎，不对，这不是重点。你刚刚为什么那么自信说今天能通过考试啊？嘿嘿，恶补一晚上，肯定能通过的。考堂里，卷子呢？怎么还不考啊？一会儿点心要凉了。昭昭奇怪得很，我去他寝舍看过，卷子都是空白的，他根本没出考卷。啥呀？这层呱呱不按套路出牌，想为难他。想想曾经2人不愉快的课堂回忆，袁昭昭冷汗都下来了。小公主，我们呀，这是咋了？今天咋走煽情路线了？小公主为了天下苍生，敢于牺牲自己，跑进天火。以前都是岑某人眼界浅薄，对您存有偏见，实在是愧为人师，请小公主原谅。考堂外，完了，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别胡说，我对大哥有信心，他一定可以通过升级考。既然如此，你手里的这是什么？我这是……
虎蒙磕磕巴巴，咻的一下把木棍扔去了身后。怎么办？我真的很想和大哥在一起，没有他的饼干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这乌鸦嘴，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什么叫不好的预感？给本小姐说清楚，不然我……哎呀，你看见两人的样子了吗？还要继续说吗？顾青青愕然，只见季子谦、魏泽言两人脸色苍白，跟僵尸似的站在考堂前一动不动。好日子，真是好日子！五人齐刷刷眼神一亮，昭昭，难道考试通过了？那必须的。岑夫子还夸昭昭了，说我只要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将来定然能成为一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优等生。夸的词太多，昭昭都记不得了。总之，那个叫天赋异禀的饼，昭昭是吃到了，说我就差勤奋了。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兄弟，赵景成满肚子的庆祝词卡在喉咙里，跟傻子似的，半张着个嘴呆住了。你们也不相信是吧？昭昭刚开始也挺惊讶的，不过岑夫子说昭昭拯救万民，功德无量，从前都是他的错，还求我原谅他呢。哎耶，我们又能同班了，太好了！小爷一会儿告诉其他人，他们肯定得高兴坏了。对啊，昭昭，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大家听我一言，如今下面还有丁班的小不点儿看着呢。我们当学长学姐的要注意形象，要为他们这些小家伙做个好榜样，对不对？好了，该上课了，咱们赶紧去吧，迟到可就不好了。说完，跟个兴奋的小牛犊一样冲向新学堂。拜托，他和丁班的年龄一般大，个头一般高，竟然叫他们小家伙，真是笑死人了。昭昭有学习的热情是好的，大家千万别打击他。没错，我能理解他。昭昭最在乎的就是文化，如今他终于在这方面被肯定，他一定很高兴。我要去提前用这些封住他们的嘴，谁也不能打击我大哥的积极性。对对，我跟你一起。课堂上，好，朝阳率先举手，这个问题就由他来回答。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此话多用于文章最后，做感叹用，何解？回禀夫子，昭昭传信时也多用这一句，虽然不是这几个字，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怎么个异曲同工法？说来听听。赵景成也瞪大了眼，难道胖昭真的背着他进步了？如果是亲近之人，这话意思就是爱你无需多言；如果是交恶之人，这话就是关你屁事。夫子可对？哈哈，朝阳的态度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云昭昭越发觉得他是天赋大饼，于是夫子，昭昭能回答。好，还是朝阳来回答。君问归期未有期，下一句是什么？不管3七21。丙班人倒吸凉气，眼神震惊。其实也没有什么啦，昭昭在对诗上颇有才华。哈哈，没关系的，夫子再换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别人用完我用盆。岑夫子眼前一黑，有些缺氧地看着他。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佛不渡铁憨憨。哐当一声，丙班大乱。夫子，来人！夫子中暑晕过去了。昭昭，你确定是因为中暑吗？月光皎洁，给渐渐学社镀上了一层银色。弟弟快过来，昭昭正在练字呢。宝宝乖，岑夫子的事
不必挂在心上。他进医馆也是因为……昭昭知道的。小奶团望过来，嘴角忍不住高高翘起。虽然岑夫子进了医馆，昭昭笑有些不道德，可是夫子被昭昭的才华所震撼，激动的晕了过去，这是对昭昭极大的认可啊！昭昭一想到白日在学堂上的对答如流，就觉得浑身是劲儿。爹爹，昭昭又给你们争气了。奶团子大大的眼眶里满是自我感动的泪水，荧光闪闪，弄得南宫燕瞠目结舌。宝宝，你确定吗？当然，全班33人，没有一人不被昭昭的文采镇住，齐刷刷瞪大眼睛瞧我，仿佛我是什么神童一般。真的，他们的眼睛当时瞪得比这还大，一点儿不带夸张的。南宫燕嘴角轻扬，被眼前搞怪的小家伙彻底打败了。7月初1，乖宝，快说，想爹没有？想想，昭昭好想爹爹啊！刚碰头的齐萧和佛子大人对视一眼，齐齐勾起嘴角，推开了门。未经宣召，不得入内。你们要干嘛？齐萧眉头高挑，才不管他那套，上去抱过小肉仔，狠狠亲了一口。喂，你想打架呀？行，来呀，老子不怕你。交给你了。说完，抱着女儿就往宫外走。你俩结盟了？你如今是我臣下，你帮他？如今齐国自愿纳入大秦，他让齐豫当了个代理藩王，自己回来，明摆着是为了女儿。你跟我吵有什么用？那你来干嘛？纯看我笑话？我有那么无聊吗？南宫燕厌蠢地扫了他一眼，丢过来一个折子。你这个提议否了，理由是太过异想天开。寒假1月，暑假2月，加起来90多天，想也知道那些朝臣会是什么态度。二哥，帮忙，求了。南宫燕浑身一抖，倒也不必如此，膈应的。学堂里，连咱们最喜欢的投壶课都搬进室内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可不是吗？这太晒了，啥都干不了。还是冬天好，可以跟昭昭去滑冰、堆雪人，哪像现在啊。心静自然凉，你们找个能安静下来的事情做，就会好上很多。子谦说的没错，不如大家也来下棋。半如半父，你们可饶了我们吧。就是啊，热的脑子都成一团浆糊了，要是再动脑下棋，我们就真要晕了。就在这时，虎蒙将军兴奋地跑进来。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皇帝陛下改制了，以后大秦凡10岁以下学童每周末歇2日，寓教于乐，劳逸结合。大哥说要带咱们去游泳。哦耶，太好了！昭昭，我们爱死你了。大寨主，咱江湖有句话，只练不打花架子，敢做敢上真英雄。你是哪个呢？今天我要拿出江湖上失传已久的绝技一苇渡江，让大家开开眼，怎么样？一苇渡江？大寨主，你不是在和我老柯开玩笑吧？昭昭虽然是小孩，但一片苇叶怎么可能承住他的重量？对呀，若是使用御兽的本领，这清凉河只有一些刚放养的鱼苗也做不到啊。兄弟，你这是想看我死啊？你要对我有信心嘛。好，你若输了，咱兄弟俩一起死。来，大寨主，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失传绝学。袁昭昭不紧不慢地从背后拿出一根苇叶，竟当真扔去水里。见他漂浮过来，这才身法若轻地跳了下去。我靠！别担心，昭昭的水性咱们见识过，他淹不到。
小爷是要下去和胖昭同归于尽，好不好？我半年的零用钱攒得容易吗？我，几人喷笑，又不得不先哄住他这边水底。袁昭昭望着应奇，一脸懵逼。你搞毛啊！这不是我想要的出场方式。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谁知道你最近中了这么多，我一时没把握好菜。眼见对面的蛋宝宝生了胖气，好，再来，这次一定可以。最好是，不然你容易失去我，知道吗？小奶团气汹汹地站上龙背。哎，出来了，大家快看，昭昭真的在异味渡江。天哪，一片小小的尾叶是怎么承受住此般重量的？昭昭好厉害！继铁头龙王后，柯孙再一次迎来暴击。等等，尾叶下那一闪而过的蓝光是什么？抬手遮挡间，似乎有条波光粼粼的龙尾。神龙在上，请受柯孙一拜。哎呀，让你发现了。此时一尾渡江的蛋宝宝到了对岸，他脚下的秘密也揭晓了。众人只见一个6岁左右、长相极俊俏的男孩跟着他走上了岸。柯孙大惊，急忙揉揉眼，竟看走眼了。昭昭，原来这就是你一尾渡江的秘密啊！你也太能搞了。昭昭，你这样可胜之不武。对，胜之不武，我不服。那你要怎样？所以啊，我赢了，这钱归我。喂，那都是小爷的钱，事先又没说不能请外援，起码留下一半，打个平手啊！柯孙跑得飞快，唯赵小爷的哀嚎回荡在清凉河上方，又惹来一阵大笑。你谁啊？你干嘛的？哪个山头的？干嘛站昭昭那么近？你俩啥关系？你……一大堆问题堆积在喉咙口，刚要问，一个力大如牛的女生从侧面推来，直接让他摔了个屁墩儿。我操！我去，男人婆是你吗？你脸上抹什么了这么白？钻面袋子里去了吗？昭昭，他谁啊？怎么也不介绍一下？哇，椰子味的，青青是抹了昭昭带来的椰子粉了吗？那个是冲奶喝的，不是抹。见笑了，我们一直这么玩，别见怪啊！我们一直这么玩，别见怪啊！说完，拽住袁昭昭背过身。昭昭，我要追他，帮我。包在昭昭身上。说完，转身指着河对岸。应奇，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应奇还是照做了。反正就是因为想他才来的，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他没意见。昭昭，有没有可能我说的追是另一个意思呢？难道又遇见刀割盲区了？不管了。你很碍眼。应奇本就是个暴脾气，唯独对云昭昭才会软下3分。此时夏言简看人，心高气傲地哼了一声，蔑视又鄙夷。哼，你想打架？来啊，小爷跟你打，谁怂谁孙子。回答他的竟是应奇的一个脑瓜崩，响亮清脆，直接干懵了赵小爷。你敢弹我？又如何？信不信弹飞你？6个字，仿佛带着什么寒鸦，让赵景成打了个大大的喷嚏。你找死！来，朝这儿打！二位壮士，听我一言。看过斗牛吗？2只公牛拉开了架势，对峙用蹄子抛土，瞪红了眼睛。二位壮士，听我一言。什么话赶紧说，今天不是他输就是小爷赢，赶紧的。哼，也要你有这个本事才行。稍等一下，我就和他说一句话，之后要怎么打都随你们，我保证不掺和啊！你干嘛哄着他？小爷才是你亲兄弟，你偏心一个试试。应奇等了一会儿，只见袁昭昭凑去那小子耳边快速说了些什么，然后就笑着挥手跑走了。这时对面那嚣张的小子先是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轻声嘟囔了一句：我可不是怕了你。说罢
竟走了。说，你到底和那人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后来都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敦实的奶团子眼神飘移，小手指点点。那个，其实……应琪深吸一口气，额头青筋凸起。说实话。那好吧，其实昭昭也没说什么啦，就是说……应琪听完，脸色已经不能用恐怖形容了。你怎么能跟他们说我缺乏母爱、可爱亲情、弱小无依呢？我是吗？我是吗？我是吗？兄弟，你听我说啊，在凡间，人人都要有个身份，不然混不开。你想啊，若是死囚之子，或来历不明的人，谁敢跟你深交啊？所以，你大哥我急中生智，跟他们说，你爹出海捕鱼时死了。你娘伤心之下撒手人寰，就留下你和你一身浮水的好本事。怎么样？你看看那些人是不是待你更好些了？放心吧，大哥不会害你的。一大段话说完，袁昭昭仰头吨灌奶，小弟多了也不容易啊。这年头，大哥难当。你在关心我，担心我和他们处不好。当然啦，你是我最重要的小弟，我当然希望你能融入进来呀。行吧，我也不是那么不接地气的人，我会努力看看的。嗨，这就对了。昭昭，你没事吧？刚刚不是在吵架吧？对啊，应琪是不是刚来不适应？是不是饿了？大家好，我叫应琪，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凡间是要这么打招呼吧？下一秒，孩子们的热情验证了他的猜测，把他围在中间，欢快地给他介绍今天的晚餐。不该分菜而食吗？大家伙的饭都装在这里，每个人筷子伸进去，会不会有些不太卫生？袁昭昭没好气地抱起自己的盆，赏他一个卫生球眼神。奶音愤愤：这是昭昭自己的饭盆，不是公用的。什么？你一顿吃一盆？你错了，是4盆。4盆？那个，今天输钱的事不能怪你，是我不好，你别往心里去。我听说你是9门提督独子。是啊。既如此，为什么你会在乎那么少许的银两？好吧，我告诉你可别笑我啊！别看我爹在外面威风，实则是个妻管严，兜里比我还干净。我娘说了，男人有钱就变坏，连带我也管得贼紧。就那袋子里的，还是我偷偷攒了半年的呢。应琪听后扑哧一声乐了。赵景成急眼，指着他：你说了不笑我的，男孩子长你这个样，难怪那些女生都围着你转。唉，明明小爷长得也不差的。交换过秘密就是兄弟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为什么？我也是从前听听一个老书讲，女子天生具有母性，心肠软细腻。他们听说我的身世后，自然就心生怜悯，想亲近我了。不对，我帖子就是你大哥云昭昭，你看他像是心肠柔软的人吗？他铁胆虎心，头硬的跟铁似的，还有那顾青青，男人婆。别人我不了解，但昭昭不能同常人相比，他是世间最独特的存在。景成，你刚刚和应琪聊什么呢？他说啊，昭昭是最独特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这样，他说的没错，大哥他本来就是最独特的。没错，昭昭是我最好的朋友。应琪还说你是他见过最野蛮的女生，没有之一。什么？不可能！应琪才不会这么说。景兆成，你去死吧！食堂的饭香，孩子们的笑闹声交织成一幅带着烟火气的乐章。你明知道我讨厌聒噪，若不是你，那些女生怎么会围上来？你就说怎么办吧。来，这是大哥的最爱，给你啦，消火啊！昭昭，给了我你就没有了，
心意我领了，这鸡腿你拿回。端氏的奶团子小手一挥，大方道：“嗨，不用跟大哥客气，反正周婶会给我更多。周婶打满。”周婶高兴的应声：“傻眼了吧？是不是心口破了个大洞似的，呼呼灌风啊？习惯就好了。不然你以为昭昭为什么在排名的最后？少年，简单了吧？”某条顽皮的龙崽子眸光微闪，恶趣味的勾起唇角。愿负长白惊鸿雁，一睹天池盛世颜。7岁的俊朗少君在浩荡无波的天池边吟诵着：“我说韩州哥哥，大家都无聊死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吟诗呢？”“就是啊，咱们在这儿送别了昭昭，你就不想他吗？怎么还惊鸿雁、盛世颜什么的？你很高兴吗？”“怎么会？就是因为想起昭昭在时的热闹，我才察觉到这昔日美景盛收的天池不似往日了。”就在这时，身后2只凤凰疾飞而来，在他们面前落地，化为原身，是宣明、宣燕2兄弟。从一嘴快拽着宣明就问：“怎么样？你弟弟把我给大哥的信带到了吗？”石安也激动地拽着宣燕：“我让你烧的糕点呢，带到了吗？昭昭喜欢吗？”“宣燕呢？他被命为虎头帮外事总管，可昭昭去凡间这么久，怎么一点信都没传回来？他到底在干什么？人呢？”宣明性子温润，今天却罕见地沉了脸。“别提了，西海传来消息，说他们太子刚去找昭昭玩了，据说还去了他学院呢。”宣烨紧着跟上，一脸气愤：“对，听说昭昭表妹还带着他大出风头，在河边搞了个什么游泳比赛，那硬气可受欢迎了。”“他是故意的。”韩州点头，帮大家分析：“没错，西海路程不算近，若不是有心，这消息不会传得这么快。看来他嫉妒咱们日日在九重天和昭昭在一起，已经不是1、2日了。坏了，你小子近水楼台，长得又好看，万一大哥被他哄去了，我这第一小贴心的地位恐怕不保啊。”“燕轩人呢？若不是他拖拖拉拉没有传信，怎么会被那龙崽子抢了先？”“对啊，都怪他，都是他的错。”“哎，不可说，果果他为了完成第一次送信的任务，准备的极为用心，光礼物就准备了一大包。结果金晨听见这个噩耗，他就崩溃了，如今正到处喷火呢。你们可千万别……”话没说完，远处一只五彩小凤凰展翅飞来。“哼，大哥你偏心，你带一条臭牛游泳，不带果果，果果不跟你好了。硬气，我宣果果和你不共戴天，从此就是死敌。你最好在水里藏好，你要敢露头，我立刻烧你个大光头，抽死你！”“我不活了，大哥你带我走吧，果果一刻在这里都待不下去了。”南雨作为2把手：“你哭顶什么用啊？他既然能去，咱们便也能去。”“真的？”韩州脸色纠结：“你不会是想找魔尊吧？”南雨点头：“私自下凡可是重罪，应奇就是拿准这一点，以为咱们不敢。可是别忘了，魔尊也是咱们虎头帮一员，有他帮忙，一定可以。”一群孩子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拜托，他可是魔尊，我不敢。”“对啊，昭昭在还行，昭昭不在，我看都不敢看他，更别提说话了。”南雨沉下心，给自己打气：“那你们留下，敢去的跟上我。”“这才几日，你又认上哥哥了？什么真哥哥、纳兰哥哥，他到底有几个哥哥？”“据说是刚刚游学归来，以前便认识的。尊上，门口虎头帮的几个少军女军求见，说是有事求尊上相帮。”“放他们进来。”“是，尊上。”刘金兽首阔椅上：“听说你们想去凡间？”从一腿肚子转筋，说不出话，只能点头。7人里倒是宣燕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果果要下凡找大哥，魔尊大人帮忙。”“看来只有他想去啊。”这话一出，其他6人都急了。
按压着恐惧，把西海硬气的事说了出来。想让本尊帮你们不难，但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魔尊请讲，我们定然万死不辞。倒不至于。去凡间帮我盯着3个人，宫锦羽、尤征、纳兰参，让他们离昭昭远点就行。夜晚，撒爹齐聚太傅府，齐萧挑起眼皮，玩味的看过来。二位莫不是看中了这嬷嬷的活，想来搭把手？没有，我们就是送点心来的，马上就走。对，昭昭的牛奶我也温好了，让她别忘了喝。祖母放心，昭昭不会忘的，这些昭昭都能吃完。二人走后，这老头进来3回了，估计今晚要睡不着了。再闹动静就出去，没看见宝宝又分心了吗？爹爹，你刚刚讲的昭昭都明白了，御下之道嘛，昭昭早就有余了。宝宝说的可是游刃有余？对，就是这条鱼。其他俩爹看这位佛子捏着眉心的动作就想笑。行，那宝贝给爹讲讲什么叫御下。很简单啊，御下指的就是统御、管理和驾驭。昭昭作为虎头帮帮主，这本就是我每天在做的事，不难啊。撒爹闻言齐齐惊讶。宝宝具体说说。好比说，对待学院同窗，就要多关心，多问候，帮人之所难，解人之所危。但对于天罡寨那些人就不同了，他们大多出身草莽，本事过硬，性子又野，就要使些手段震慑于他们。昭昭以为这就叫恩威并施。同时，由于虎头帮帮众越来越多，提拔起来的首领如柯孙、王勇4大寨主，还有子谦、景成等人，就要注意平衡制约，这样才能让帮派更好的运作下去。昭昭以为就是这样。恩威并施，平衡制约。撒爹听完直接被震在原地，眼中光彩大盛，不可思议地看着女儿。宝宝，这些你从哪里学到的？还有吗？不用学呀，这是昭昭每天在做的事。昭昭不是跟爹爹们说过吗？我每天真的很忙的。不过昭昭以为平衡制约真的很难做。哦，为什么？因为小弟们都太爱争宠了呗。4大寨主3番5次邀请昭昭去江南，柯孙甚至想留在京城，说什么主管这里的业务。拜托，那可是丐帮的活，这不是找着打架吗？还有前日应齐来，子谦几人都吃醋了，虽然没明说，但昭昭就是能感觉到。嗨，果然一个人太有魅力了，也是一件烦恼的事啊。既然乖宝如此争气，明日爹爹们可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说的这般厉害了。自然不是吹牛的啦。小奶团一脸自信。不过为什么是明日？明日有什么特别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哦呀，这般神秘吗？直到第2日站在学堂里，他才明白三爹说的是什么。怎么会这样？为毛一大早给他这么大的考验？昭昭，快看，他们是新来的插班生，听说也是虎头帮的人，是真的吗？可是怎么没听昭昭你说过？昭昭，快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昭昭，你怎么了？哎呀呀，虎头帮2大分舵终于碰面了，这么历史性的时刻真是值得庆祝啊！今天中午走起，刀哥自掏腰包，
卫生房走着，我请。说完，趁着上课钟响，快速闪去最后一排坐好，用课本四周竖起堡垒，缩在下面蹲灌奶。告急！告急！刀哥需要能量。夫子，昭昭无法专心，总有人打扰我。姚景成，自己不好好学习，还敢扰乱同学，出去，面壁思过。是，陈夫子。老天啊，昭昭不是异想天开的人，如果一定要有修罗场的话，昭昭只希望来得稍晚一些，大约在冬季。只可惜这次老天没有站在奶团子一边。昭昭，你刚刚说的大事不妙就是这个吗？话是没错，可错就错在他们按理说本不该见面的，这下要糟了。嗨，大家好啊，也是和昭昭一样吃完饭来这里消食的吗？你少给小爷我顾左右而言他，说他们是谁？什么时候收进来的？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南雨眼神一眯，小鬼少鬼叫，尤其是不许这么对大哥。哎呀，他是我铁兄弟，我们平时就这么说话，你有意见吗？小爷不找你麻烦，你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好说好说，天热火气大，大哥请你们吃冰棍儿。说着，从旁边路过的丁班小孩手里抢过2根，不容拒绝地塞进2人嘴里。吃冰掉牙，以后就再也吃不了肉了。学姐为你们好啊！谢谢学姐，我们觉得还是吃肉重要。大哥，你就是这么把我骗到手的吧？骗了我一个还不够，怎么又能找一个同款？啥玩意儿？刀哥，我咋听不懂了呢？大哥，果果好想你，果果终于见到你了。大家这是干什么？作为虎头帮1、2分舵的成员，我们该同气连枝，一致对外才对，怎么能搞内讧呢？对，大哥说的对。你闭嘴！南雨黑着脸训完果果，把目光投向云昭昭。大哥，你说实话，你收我进虎头帮是不是看中了我的打架能力？韩州深吸口气，指着对面的季子谦。我呢？是不是想让我和他一样帮你写作业？石安大嚷：昭昭，我以为你的闺蜜只有我一个。你放屁！还有这个矮冬瓜，他也是吃货啊！就果果我没有偷款，果然大哥最偏爱的是我。哈，果果好厉害，大哥为我。这话显然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哥怎么办呀？他们好像想揍果果。废话，我也想揍你。你说你没事刺激他们干嘛？袁昭昭心口砰砰跳，紧张之下脑子飞速旋转。有了，相信我，没有什么是一场蹴鞠不能解决的。是真汉子就把你们的热血抛洒在战场上，怎么样？蹴鞠？行，小爷光明正大的干掉你，等着瞧好了。南雨立木微微后仰。行，我拭目以待。你答应的倒快，你们7个人，我们5个人，胜之不武，懂吗？最小的那个不算，我们总共6个，你们有能耐摇人就是了，怕你啊！被点名的宣燕撇撇嘴，昂起头。果果才不稀罕，惹急了我，一喷火烧。烧个屁，烧包吧你！再多嘴，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踢回9重天？哦，某只凤凰仔终于安生了。怎么办？仇人呐！正在他咬着肉干的时候，忽然山门外有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那里。哇塞，浩辰，你上京了，来得正好，这里6缺1，就差你一个了。浩辰是你的字对不对？你大名是不是叫宫锦逸？难道不对？你是尤昭？哦，
我们知道了，你是纳兰琛。袁昭昭满头黑线，额角一个大大的叉，他算是明白了，难怪他们能私下下凡，感情都是明哥哥搞的鬼。哦呀呀，至于吗？场上，切，选啥颜色不好，选个白色，那是投降的颜色，蠢货。懂个屁！在天上，哦不，我是指我们那里，白色是尊贵的象征，懂吗？傻蛋！哎呀，你找死啊！男人婆凶巴巴，一点女孩样都没有。反弹，再反弹，无限反弹。大哥叫我虎蒙将军，你的外号是什么？从姨抹了一把脸，你能不能别吃东西的时候说话，喷我一脸点心渣，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就是没有了。关你屁事啊！昭昭是我们表妹，我们是一家人。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大哥说的。薛明两兄弟深深吸气，装傻。没学过，不知何意。韩州笑意不达眼底。昭昭说佩服我有文化，还夸我是个人才。又如何？比得上我跟大哥亲吗？实话告诉你，大哥在学院的作业是我做，功课是我抓，甚至连考试。此时场下突然一声大喊：停！刀哥愣是厚脸皮扛住了。比赛开始！大哥，你看他们跑得多埋汰，脸上都是汗，果果真不知道他们图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可惜了，他们始终没有继承刀哥我的远大志向。哦，大哥请讲。那就是吃喝玩乐。刀哥混迹江湖多年，总结出来这4个字才是人生的终极奥义，明白吗？明白，大哥放心，果果从今日起要学你当条咸鱼。你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快把它驱逐出去！你将来要做的是当好凤凰一族的凤君，要比历任凤君都强大，这样你大哥我这条咸鱼才能游得更好更远，明白吗？是，大哥，果果从今日起立志当史上最强凤君，为大哥的咸鱼宏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错不错，你这觉悟相当不错，只不过宏愿是什么？这个嘛，果果也不太清楚，听大人说的多了就记住了。以后说话要简洁，少用高级词汇，明白吗？敢问大哥，为什么呀？和财不外露是一个道理，有文化我们更要藏起来，不然别人会以为我们很装，失去亲和力，明白吗？原来是这样，果果明白了，多谢大哥教果果这么高深的道理。不用客气，这只是大哥众多智慧中的冰山一角，算不得什么啦。哈哈哈哈哈！周围观看蹴鞠赛的学子们疑惑地看过来，互相瞅瞅。他俩在兴奋什么呢？不知道，傻乐呵吧。通明境外，全程目睹的仨爹嘴角齐齐一抽，心情难以形容，自挥扶额。这孩子是不是自信过头了？是吧？我也觉得是。今天这场面，别栽个大跟头，毕竟那几个小娃针尖对麦芒的，别让我乖宝下不来台啊！哼，想多了，这皮崽子贼着呢，谁也经不过他。子辉、莫兰一怔，连忙扭头，果然，通明经理自家女儿早就不在那里了，唯留下一只被敲晕的小凤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与此同时，场上蹴鞠的红白两队也发现了端倪。好啊，他竟然骗咱们比赛，自己蹲了。南雨皱眉，不可能，你别胡说。小爷怎么胡说了？你刚来不知道，胖昭就这尿性，他不许你说昭昭坏话。总之，待果果醒来再说不迟。
反正我们今日也不走。好，你们的住宿我来安排，咱们等昭昭回来。就这样，从日落到夜幕降临，一群孩子总不能睁大眼瞪小眼，于是渐渐生疏地聊了起来。大哥说了，36147就是我的终身代号，还亲自任命我为虎头帮分舵2把手。南语是吧？你说啥呢？36147是什么？这都不知道？自然是进入虎头帮的顺序。我是36148，石安是36149，杭州轩辕三兄弟依次是。还没说完，被对面赵虎塞进嘴里一根牛肉干，好笑地说道：“大哥忽悠你们的，根本没那玩意儿。”什么？6人齐齐一惊。这时，旁边果果迷迷糊糊醒来，听见他们说话：“肯定的呀，大哥说过，咸鱼才不会寄那么复杂的东西。看来你们都被忽悠啊！”话音一落，顾青青一拳挥了过去，再次打晕了某人。打得好，但是小事一桩。只是打晕了果果，谁来告诉我们昭昭的下落啊？抱歉啊，又冲动了。没事，你这脾气对我胃口，比那些娘们唧唧的男生强多了。姐妹挺你。姐妹儿，你懂我。南雨深吸一口气，我听大哥提起过你，说你是他第一个小弟，也是虎头帮总舵的总管事。你告诉我，这代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季子谦微微一笑，却并未直接回答。知道昭昭哪门功课最不好吗？韩州一怔，难道是算术？没错，所以怎么可能有代号一说？自丐帮加入后，虎头帮确实壮大数倍。可大哥说，如果国家富强，百姓安泰，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做乞丐。从这个角度想，他不希望虎头帮再壮大。从一感动的泪流满面。大哥的想法永远这么超前，我都想不到。当然了，我大哥英明神武，超厉害的。一群小家伙打破隔膜，热气地聊了起来。嘿，知道胖昭以前怎么数数吗？怎么数啊？难道不是1 2 3 4 5 6 7？错，告诉你吧，小爷的铁兄弟绕圈数，1 2 3 1 2 3，还1 2 3，好玩吧？还有，这枣瓜桃大有来头，不知道吧？昭昭靠他牵我姻缘呢，不止一桩哦。九重天几人听得津津有味。哎，快说，详细展开说说。好，你们听着哦。那年我大姐要说亲，那个渣男越发竟然……几人听到愤怒处，齐齐握拳；听到昭昭的做法后，又大快人心的点掌。好，不愧是大哥，打得漂亮。对啊，听着就解气。真遗憾我们没在现场。哎，还有呢，还有那次。此时通明境外，小奶团背着小手臭屁道：“弟弟们看到了吧？就说昭昭厉不厉害吧？”小胖仔又臭屁了，肉墩墩、萌唧唧的模样，可爱死了。明明是躲回家里来了，还好意思吹牛，说自己厉害。哦呀，爹爹这叫什么话？昭昭这么聪明的一计，你竟然没看出来吗？好，说来听听。此乃37计最后一计，也是最重要的一计，事缓则圆。看看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相处的融洽多了？37计啊！好，爹服了你了，服我的宝贝蛋儿，行不？嘿嘿，昭昭还有更绝的一招呢，保证他们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爹爹要不要听？好了，明日事明日再说，太晚了，先去洗澡澡了。看你这一身泥，皮猴子吗？嘿嘿，哈，现在爹爹跟昭昭一样脏了。昭昭是小皮猴，那爹爹就是大皮猴。学院里，云昭昭踏月归来，刚要进寝舍，就被身后一个黑影扑了过来。
啥情况？你后脑勺长眼睛了？我也说点你不知道的，大哥他武功奇高，可不是只会一点拳脚。好啊你，小爷把你当兄弟，你当小爷没脾气，扮猪吃老虎还扮得这么像，真行啊你！话说，知道今天下午我干嘛去了吗？不是躲回家了吗？屁！他好，屁颠儿没资格说话。大哥一定是去做大事了，还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哎呀，上当！不错，下午遇见纳兰哥哥了。如今他在大理寺担任贤旨，告诉了昭昭一桩大案。纳兰哥哥，纳兰琛吗？大哥你怎么能见他呢？这不是重点，懂否？哎，好兄弟，习惯就好。此时赵景成突然爆发了力量，冲破刀哥的重压。小爷的有一只手也敢犹豫，我告诉你，只要小爷想办到的事，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你束手就擒吧。行，你给我松手。好啦，今晚虎头帮总舵、分舵联合大行动，目标是魏县殷家庄。那里一直有童男童女走丢，百姓的冤情都上传天听了，是咱们虎头帮出手的时候了。联合大行动！众人互相瞅瞅，激动起来。天哪，昭昭表妹，我们真要去这个去吗？好酷啊！那必须的，为了不引起注意，2两一组，听明白了吗？好哎，大哥威武！为了哄某个吃醋的草原王，袁昭昭专门给他单人骑一只金钱豹凑近耳边。放心吧，大哥不会忘了你的，这里面就这一只豹子，给你骑吧。所以就别再沉默不吭声了。其实他该多笑笑的。对啊，高颜值，我们值得拥有。还说小爷几个娘们儿姐姐，我看你们女生才是花痴。对，兄弟说得好。一路上叽叽喳喳，热热闹闹。还是小祖宗你有办法，把那些小弟收拾得团团转。哈哈，恭喜小祖宗，御下之术更上一层楼。哎呀，哪里，过奖啦。大哥，果果刚刚好像听见他们商议，让咱俩冒充童男童女，引蛇出洞。啥意思？啊，倒反天罡，小弟们要跟刀哥他叫板。天光熹微，天际泛起一丝鱼肚白。你们说什么？让我和果果当什么？童男童女啊，这里说你们2个头最矮，你们不去谁去？大哥，他们好像在针对咱们。去掉好像，他们就是。啊，子谦，告诉大哥，这不是真的，对吗？大哥不矮，对吗？大哥，从大局出发，利用诱饵引蛇出洞，这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我也……停，你别说了，不就是诱饵吗？作为大哥，我去就是了。大哥你糊涂，若传出去，你虎头帮刀哥的颜面往哪里放？果果你记住，渴了你得喝水，喝水你得张嘴。出来行走江湖，刀哥经历的苦难多了，又不是一开始那些人就服我的。没关系，大哥承受得住。大哥，小凤凰备受鼓舞，深情一喊：大哥你放心，这童男我猛虎来当。对，我当童女。不，兄弟们还要留着力气去惩治那帮坏人。这个头阵就让大哥来打吧。时辰不早了，大哥去也。说完，拽着一脸懵的小凤凰，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这个阴气浓重的村落。这儿都你的，小爷哪舍得让你去啊？喂，这里人生地不熟，你们几个跟着我们，千万别走散了。他说的对，据昭昭说，这个村落老早之前有用童男童女祭祀的习俗，
但已经废除很久了。如今这么多童男童女走丢，我怀疑，难道又是为了迷信祭祀，坑杀了那些孩子？应该是为了牟利。韩周一笑，佩服道：没错，我也这么想，定是有伙人贩子利用村落里祭祀的旧俗，来暗地里做些见不得光的生意。好啊，咱们就分头行动，说什么也要把那伙贼人揪出来，顺藤摸瓜，找到关押那些娃娃的据点。好，就这么办。一行人同志相惜，极有默契，很快定好计划。哎，等等，浩辰呢？他去哪儿了？与此同时，村庙里，大哥，这不公平！以咱俩的身手，他应该去捉坏人，大显神威才对，怎么能被捆绑当诱饵？你个瓜娃子，傻兮兮的！真正的咸鱼怎么会事事亲为呢？哦，果果知道了，大哥你好奸诈！去，什么奸诈？这叫智慧。对，果果受教了。大哥，你真没看错吧？确定是2个衍生的童男童女？对，没错。铁蛋，你既然加入了黑水帮，哥哥不沾你什么福，但只一样，有了替代品，你侄儿侄女就放过吧，千万别再抓了，也让咱陈家留个后行嘛，算哥哥求你。行，别絮叨了，有人给当家的交差，我就看在老子爹老子娘的份上，放过你们一家。好，大哥谢谢你了。大门一开，果不其然，有个4岁左右的女孩，还有个3岁左右的男孩，呆萌地看着他们。陈铁蛋一砸手，兴奋道：哼，极品货啊！这下不愁卖个大价钱了，说不定我还能靠他俩当上黑水帮大当家呢。好，那就提前恭喜阿弟了。袁昭昭被套麻袋之前，忽然想到，他跟麻袋真有缘啊，这是第几次来着？袁昭昭在地上坐了一小会儿。娃娃们别怕，我是这个村里的村民，叫陈三河，是我救你们来这儿的，别害怕呀。哦呵，要不是认得这个声音正是那个陈家大哥，袁昭昭还真被他骗了。意味深长地和果果对视一眼，轻眨了下眼，示意他别乱说话。然后袁昭昭装得一脸惊恐。这里是哪里？入口在哪？昭昭害怕，昭昭要回家，要和爹娘在一起。娃娃别喊，千万别嚷嚷，贼人还没走远呢，若是不想被抓走挖心掏肝喂野狼，就千万别出声。那这里是哪？叔叔后面这2个小哥哥小姐姐也是要被坏人拐走的吗？不，他们可不是，他们是叔叔的孩子，和你们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总之，这是这个村子里最安全的地方，你们只要别出声，待贼人从村里离开，我便放你们出去。哦呵，根据刀哥行走江湖的经验，此时这话恐怕要反着听。待贼人进了村，我便把你们放出去，代替我家儿女去死。过了有一炷香的功夫，动静越来越大了。爹，怎么办？就是黑水帮的人进村了。你说二叔他会不会来抓我们？不会，所以你们别怕，更别多话，听见没？这位大叔，黑水帮到底是一帮什么人啊？他们抓我们这些小孩干什么？他们呀，是渭水河上一伙无恶不作的强盗。之前呢，只是小打小闹的打家劫舍，可后来不知跟哪个有门道的人牙子联系上了，专门搜刮附近村落里的童男童女，拐到偏远处发卖，着实可恨。哦，是这样啊。既如此，陈叔，你刚刚为什么看见贼人来了，不去提醒村民做好防范，或者
报官捉拿他们呢？你个娃娃懂什么？那伙贼人真刀明枪的，还惯会行贿，连县城府衙的县城大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尽力护好自家儿女罢了。呵呵，所以你就想出了这个办法，用别人家的孩子为自己的儿女换命吗？啊，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对呀，你拙劣的演技让本刀哥不忍直视。演技差评，大大的差评。表姐威武，棒棒！你们再不闭嘴，我就先打死你们，再让他们抓走你俩也不迟。呵呵，大叔你确定吗？若是打死打残，卖不出好价钱，你那二弟陈铁蛋自然当不上二当家了。到时候他会不会再次来抓？顺着他的视线，不会，二弟答应了我就不会。后面的话他没说完，显然自己弟弟什么德行他是一清二楚的。陈三河，你可知罪？啊，我有什么罪？你纵地行凶，若不是有你这个内应在，那些男娃女娃的行踪，他们黑水帮怎么会这么清楚？况且你二弟那样的货色都可以当二把手，可见黑水帮的大当家也没有批的能耐。你说是不是你怕东窗事发，村里人都知道是你做的孽，才给你弟出了主意，让他们去贿赂县城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你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哼，听好了，他就是闻名江湖已久，手下能人齐聚，英明果敢，智慧非凡的虎头帮刀哥是也。善恶报应，如影随形。陈三河，你做下的孽，注定要偿还在你家人身上。你说什么？偿还在我家人身上？那陈铁蛋不学无术，本就是个泼皮无赖，他遭报应也是罪有应得，关我什么事儿啊？陈三河心神难安，总觉得有些喘不过气，好像即将发生什么大事的样子。你怎么不说话了？在我看来，死不悔改之人和将死之人没什么两样。陈三河，你的审判正在路上。就在这时，地窖口四方的木板被打开。你知道他是谁吗？你敢打他，小爷看你是想死。我错了，他到底是谁呀？袁昭昭挺起胸膛，精神振奋地等待赵景成报出他的名号。他跟着自己更久，比果果知道的更多。想必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枝梨花压海棠的那些句子都会给他报出来吧，却不想一声愤怒的大喝：他是小爷的胖周！我靠！昭昭，外面已经……某奶团无力的摆摆手。好，气短，憋闷，出去说。是不是这里太憋闷？走，小爷先陪你出去。昭昭，我们联合村民已经赶跑那伙贼人，而且还通知了官府，在他们进山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一个都跑不了。他就是那个可恶的人牙子，他已经交代了，是陈铁蛋联系上他的，买孩子的钱，他们三七分赃。你还有何话好说？哎呦，小大人，你可冤枉死我了，是我那个弟弟干的坏事，我和他早就断绝关系了，不信你问村民啊，真的和我没关系，这些坏事不能算在我的头上啊。小恩人，你误会了，虽然这陈家是外来户，但是他们爹娘谨小慎微的活了一辈子，连嘴角都不和人斗的。对呀，这陈家大哥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人，谁家有事都去帮忙，从不讲回报的。小恩人怕是误会了吧？
没关系，小恩人一时情急，误会了也没关系的。毕竟错事都是我那个弟弟做下的，我愧对大家。表姐，就这么放过他，不行吧？一点都不解气。放心吧，我刚刚说了，因果循环，他逃不掉的。背着身的陈三河嘴角斜斜挑起。哼哼，老二被抓，要是不想狱中无人打点，就绝不会卖了我的。而大家发现真相之时，我已经早就携带娘子和孩子远走高飞了。这1年多赚下的银子嘛，也足够我当个富绅了，哈哈。他这边正乐滋滋地构想以后的美好生活。啊，铁蛋儿，你怎么在这儿？陈铁蛋一怔，只以为他这大哥得到消息来捉奸的。大哥，别这么小气嘛！我答应放过你家的俩娃娃，但他俩的娘让我睡一次，不也很公平吗？一个婆娘而已，别跟弟弟这么生分。你这个无耻的畜生，竟伤天害理，连这种事都敢做下！你，哼，伤天害理？你不还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若是没有你，那些娃娃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抓到手呢。来人呀，打死这黑心的陈家兄弟，为我们被发卖的孩子报仇！对，打死他们！打死他们这对狼心狗肺的贼！就在这兄弟俩被打得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巡抚带人赶到。原来竟是小公主驾临，难怪能带领各位虎头帮侠士擒获贼人，帮我们解救孩子。小公主有勇有谋，竟一眼就识破了陈三河那奸人的假面目，真是厉害，不愧是年纪轻轻就做帮主的人呀。朝阳公主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请受我们一拜。直到云昭昭带领小弟们走出殷家庄，身后还能传来村民们的夸赞声。兄弟，你可知道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找到的？对呀，你不说，昭昭还忘了呢。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到那些孩子了？难道那些黑水帮的人竟把他们藏在了村里？说起这个，季子谦走过来。据我猜测，这是陈三河的主意。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么多孩子带出去太扎眼，还不如放在村里，有他看着更安全一些。韩州极为赞许。子谦说的没错，那些村民怎么也不会想到，孩子们竟然就在眼皮底下。你们说了半天也没告诉我和大哥，那些孩子到底被藏在哪儿？不对，有猫腻。青青、石安，你们两个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昭昭，你就别问了。对啊，反正也找到了，那些不重要。秋儿，说来这事还多亏了你，要没有你，这案子还真没那么容易破。此话没憋好屁，刀哥他选择不接。赵景成看他绷着小脸，修的村庙记得吗？不知哪个贪吃鬼留下一地点心渣子，还有个苹果核，铁洞里的老鼠钻出来搬年货，我们自然就顺藤摸瓜。果果立刻捂住小嘴巴，错愕地看着他以及他们。糟糕，大哥的咸鱼梦被他们发现了。大哥，怎么办呀？哦，是这样啊，大哥晓得了。哎，昭昭，你跑什么呀？等等我们啊！大哥，等等我们！跑着，你跟小爷停下，小爷不说了还不成吗？一起走啊！回到学院的时候，正赶上中午饭点。大哥，果果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偶像。大哥，你就是我的偶像。好眼光！这趟出去，大家收获不小，除了帮忙惩治了坏人，还收获了友谊。周婶，你怎么啦？愣什么神呐？小奶团一挥胖手，周婶回神，忙用勺子给他打了满满的红烧肉，还有炸蘑菇。诗儿，读书咋了？生病了吗？石安来了2日，也颇为喜欢这个爽朗的厨娘。对啊，
如果是，你带杜叔看病吧，我帮你打发。不是，这不是婶子又怀娃娃了吗？之前留过一个，大夫说最好别要了。我年纪不小了，生产的时候容易出事儿。你杜叔啊，那是在自责呢。有什么好担心的？婶子找大哥帮忙就是了。对呀，我兄弟一手鬼画符，灵验的很。他，好了，周婶，开始许愿吧。要男要女，要几个呀？要男要女，要几个？这还能选择的吗？周婶愕然的瞪大眼，脚下一软，差点没摔到菜桌底下去。娘子，是哪里不舒服？肚子又疼了？是不是绞着痛，拧着劲的疼？你别怕，我这就带你下山看大夫。我没事儿没事儿。昭昭刚刚说帮我保胎，还问咱们要男孩要女孩呢。昭昭当真？你周婶儿真能平平安安到生产，没问题吗？杜叔真爷们儿，听到这个好消息，竟然不是第一时间问孩子，而是关心周婶身体。确实，给这个大叔点赞。叔儿放心，包在昭昭身上就是。喜欢醋剧队吗？生他一个队好吗？不，昭昭，我们知足的，用不了那么多，真用不了。嗨，本想看在周婶、杜叔和昭昭这般铁的关系上，给你们个特大酬宾活动呢，真是遗憾呐！又让我兄弟装上了，笑死我了。昭昭，婶子要2个行吗？行啊。男孩女孩选定了吗？男女都好，常言道知足常乐，只要有2娃作伴，将来我们老了，让他们互相有个依靠就行。那就一男一女吧。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没听错吧？龙凤胎！哎呦，昭昭赐我龙凤胎呀！一群娃玩笑开了花，果然有昭昭在的地方就是这么好玩。就在他们正高兴的时候，岑呱呱出现在食堂门口，一声怒吼：赵景成、云昭昭、顾青青、南雨，你们几个竟然旷课半天，出来给本夫子罚站！学堂屋檐下，10多个孩子排站，互相瞅了瞅，忍不住扑哧一声低笑起来。唯一幸免的就是穆达浩辰，他拉着云昭昭走到山门前，望着下面的马车，不舍道：我要走了。拜拜，你就好了，不是插班生，不用罚站。某人深吸一口气，无语地看着他。片刻后，从怀里掏出一方玉玺，翠色极好。哇，很闪耀啊！快碰到的时候，穆达浩辰突然收回了手。本想这次上京送给你当礼物的，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拿玉玺当礼物，那不就是说要把百越纳入大钱的版图吗？哦呀，要是让爹爹们知道，又该夸他出息了。为毛不送了？为啥改主意呀？原因嘛，就是你小弟太多，主动送上门的，定不被珍惜。我要你到时来接我。就说陈弟呀，你平时练的什么功？说出来，大哥帮你参谋参谋。你刚刚说的那话有些娇，你知道吗？少年君王眼角抽搐，几乎能夹死蚊子，甩袖就往山下走。喂喂，等等啊，大哥送你。那个也许不是功法，是画本子看多了，对吗？你下回试试男频，女频可能不适合你。你，哎呦，说中了，不用不好意思的，又没别人在，大哥不会笑话你的。谢谢你，让我也能活得这般简单幸福。早点来接我。马车渐远，袁昭昭在原地站了许久，直到一声河东狮吼：云昭昭，让你罚站，你又跑哪里去了？来了来了，
昭昭在这儿。就这样，几人才松了口。但有个条件，就是必须把那龙崽子叫来，大家在水里比试一场。还是双人一组，照你们上次玩的那样，敢吗？不许借用外力。应奇神色微变，瞅了眼身边正在喝奶的队友。昭昭，清晨吃了几盆？1盆都没吃啊！昭昭今晨早早出门，就为了约你们出来玩，现在肚子都空了。可以，不用外力。啥情况？什么外力啊？你们打什么哑谜呢？秘密，一会儿你就等着看笑话就好了。就这样，依旧6对6，果果留在岸上加油助威。结果刚喊了一声大哥加油，他的大哥就趴在英奇背上，两人齐齐沉底了。这人怎么回事啊？上次不是驮着昭昭一围渡江的吗？你不是说早7盆没吃吗？对呀，昭昭虽然没用盆，但还吃了3碗鸡肉粥，4个肉卷，5壶牛奶，1盘桂花水晶糕，还有……停，我认输。弟呀，没劲儿大哥来呗，怎么能认输呢？应奇憋红着脸，婉拒了大哥的热情。拜托，那样丢脸更大。兄弟，他这么游手好闲，把活都给咱们，你没意见？那没意见，让他歇着吧。兄弟，这不像你啊！你不是最好打抱不平吗？他懒成那样，你还……他家境困难，父母早亡，平时过得不易，大家就体谅体谅他吧。啥？堂堂四海未来的龙君，家境艰难，还父母早亡？谁说的？谁造的谣？昭昭说的。而且你们最好对他和善一点，他女生缘很好。你俩想干嘛？不怎么样。听说你挺爱给女生撒娇啊？看不出来，西海龙君的修炼课程里还有这个。不服是吧？那让你们输个彻底如何？应奇看了眼生火的顾青青，你们干嘛欺负我，还动手打人？就因为我输了吗？好啊，你们敢欺负弱小，我顾青青绝不允许。说完，挥舞着拳头捶了上去。应奇得意一笑，身边忽然递过来一杯绿色的果汁。谢谢。嘿，不客气，请你喝绿茶。应奇一怔，这是骂他绿茶。于是乎，他也追着大哥跑了起来。夜晚回到家的小奶团心情极好，于是当着撒爹的面要给他们跳舞。待他断电瘫睡在床上后，唉，真想看看宝宝小时候的样子，一定很可爱。不光你，本帝也想。那还等什么？走着吧。墨兰从怀里掏出一面镜子，这是苍穹镜，可以穿梭过去未来。你什么时候从昆仑拿来的？早就想看3岁前的乖宝了，我都迫不及待了。于是撒爹抱上女儿，齐齐回到了很久以前。